你母亲生前给你留下的那些东西呢？我母亲还有东西留给我？有，不过奴婢不是很清楚。但是之前听嬷嬷说，夫人为郡主您留下了很好的东西，还真有东西留给我呀。王爷，好人做到底，帮我夺回家产。你的事凭什么要本王出手？更何况本王从来都不是好人。家产我可以当成聘礼送给王爷。女儿啊，女儿，母亲来接你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女儿，怎么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就吐了呢？恶心到了。你要是再用这么恶心的称呼继续喊我的话，那么你接下来什么都别说，有多远滚多远。你这离开侯府几天了，一直在外不是个事儿。为了你的名声，还有侯府，你都应该回侯府。想让我回去也行，让府上所有人在侯府门口全部迎接。另外，我所住的地方摆设都要比江瑶的好。好，依你，只要你愿意回去。凭我的直觉，这个宋氏可不像个好人啊，一定想从我身上图谋什么。我打算跟他回去看看，瞧瞧他葫芦里卖弄什么药。我住的那个小院别收回去，我处理完事儿还要回来继续住呢。你当本王的府邸是什么？你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当我家呀，有王爷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晚上记得开窗，我来找王爷打扑克。滚！你与幽王关系是？你觉得是什么关系？幽王身份尊贵，以侯府的地位，郡主你根本配不上。配不配的，轮不到你们来说。江瑶见过王爷，王爷千岁。跪下！王爷恕罪，臣女只是想给王爷请安。惊扰本王，不可饶恕。来人，盯着他跪3个时辰，方可离去。王爷，姐姐并非是有意冒犯，还请王爷饶恕姐姐一次。既心疼你姐姐，那就陪着她一起跪着吧。瑶儿，腾哥，你们2个怎么跪在这里啊？还能怎么着啊？肯定惹了王爷不开心，被罚了呗。王爷真是丧心病狂啊！住口！这个死丫头是想为我们招来杀身之祸吗？竟敢这样说王爷！可以走了吗？不走的话，那我就不回侯府了。娘，姐姐这几日在外应该吃了不少苦，您快带她回去吧。瑶儿跪满3个时辰后就回去了。那娘就先回去了啊。进去啊。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是不是？刚才在赌坊里我要回来的首要条件是什么？侯夫人该不会选择性遗忘了？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只给1刻钟的时间，过了我转身就走。到时你想请我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侯府所有能动的全部都出来迎接郡主回府，还差1人。差谁？平远侯。江银，你不要得寸进尺。潘元，看来侯府是没有诚意接我们回府的。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等等，你等着，我去请侯爷出来。让本侯亲自出去迎接他。是你疯了，还是本侯疯了？哎呀，侯爷，此事的确是郡主做的过分，可眼下咱们还需要利用他。京城就这么点地方，咱们就算是做面子，也得请他回府。这事若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不看僧面看佛面，到时候也可要被皇上怪罪，影响你的仕途。你说的对，本侯要能屈能伸。侯爷，快点儿！那个死丫头说1刻钟不见您出现就走了，她可走不得呀！走了，咱们全都要倒霉。郡主，侯爷真的会来吗？不重要，他要是不来，待会儿记得去外面喊2声，丢丢他们的人。郡主，这样撕破脸好吗？咱们今后还要靠侯府。以前侯府都没给你家主子当靠山，以后还会吗？傻团团，看清现实吧，这群人压根就没把你家郡主当成一家人。郡主，人全都到齐了，您看，你的2个儿女还没出现呢。瑶儿和腾儿，你之前也见过了，2人还需要2个多时辰才能回来，不如你先进府，等他们回来，我再让他们给你请安。别让我看到你的脸，你丑到我了。你怎么说话的？宋氏可是你的母亲，如此不敬，若是让人知道，你还有名声吗？那你去告啊，去皇上面前告我去。需要我送你去吗？你，我这人不惊吓，若是再有人威胁我，那我可就要走了。不会啦，
看来侯府并非是诚心接我回来。团圆，咱们还是……此事是为父错了，不该这般说你啊！对对对，你父亲知道错了，不该这样说你。哎，都是一家人，你就原谅侯爷一次，好不好？行吧，看你态度诚恳的份上，我就原谅一回。郡主，侯爷和夫人转性了吗？这些东西比以前咱们用过的值钱多了。这个老六，我都说了今晚回来找他打扑克，怎么还能把门窗给关上？老大要把郡主赶走吗？劝你别多事，你们全都退下，我守着。叶一下令将他们全部都赶走了，随后很自觉地掏出了2团棉花塞进了耳朵里。哎，待会儿的和谐声音还是不听为妙。你好大的狗胆，敢半夜闯入本王的房间！我胆子大不大的？王爷不是领教了吗？王爷，你的毒也快要发作了吧？咱们就不要耽误功夫了。说完，直接头一抬，吻住了赫连叶的薄唇，暧昧的亲了一圈。4更天的时候，2个人才结束。你的腿可以走路，为什么要坐轮椅？本王乐意。好吧，美人任性。你可以走了。咱们好歹也睡了几次了，能不能别那么无情啊？我的心肝都被你弄碎了。行，我走。叶一，那些眼线怎么了？回王爷，属下今日发现那几个眼线似乎忘记了王爷您。忘记本王？何意？就是忘记是来盯梢王爷，而是来保护王爷您，并且朝宫里送的都是假情报，关于王爷的所有消息，他们都选择保护。难道那群人是他解决的？这个女人不会伤害我，相反，在变着法子讨好和保护我。她的目的是什么？难不成只是看我长得好看？京城那些姑娘们，要是知道她们爱慕的高岭之花已经被我摘下，会不会哭得比死了爹娘还惨？我好坏呀！突然好想看到那个场面，一定会很精彩。日上3竿时，宋氏那边送来了梳妆的嬷嬷和丫鬟，更加送来了一套崭新的衣裙。不就是去宋家赏花吗？怎么还整得这么隆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郡主选亲呢。郡主，你好美啊！怎么，我以前就不美了吗？啊不，郡主一直都很美，一天比一天美。你要去宋家赏花？你不去？母亲说我身体不适，让我留在府上。今晚的花宴，你要好好的欣赏。会的。说完，带着团圆离开。他从江瑶的身边擦肩而过，嘴唇动了动。江瑶突地瞪大了眼睛，猛地转过身。那个女人刚才在我的耳边说了谢谢。她是知道此去是鸿门宴。郡主这身打扮可真是好看。今晚的花宴定然是艳压群芳。天色暗了，也该出发了吧？对，时候不早了，是该去宋府了。刚进入马车，江银看到里面的人之后，惊得瞪大了眼睛。扮得这么漂亮，这是要去哪儿？还不是我那个继母说什么宋府有昙花，邀请我欣赏。王爷，我这打扮好看吗？俗不可耐。王爷，我知道你来见我，定是担心我被人算计，是不是？自作多情，你如何与本王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你我可是负负得正的关系。王爷尽管放心，我还没愚笨到被别人算计还看不出来。王爷，宋府到了。王爷，我要下车了。滚远点儿！奇怪，不是说宋府举办花宴的吗？其他的小女娘呢？啊，可能还要等一会儿吧。郡主，吃点点心，等待片刻。那郡主就在这里等一会儿，我与嫂子有些私密话要说。郡主，奴婢怎么越发觉得这地方透着诡异呢？明明是宋府请您过来，为何夫人与宋夫人却齐齐离开？哦，你还看出什么问题了？夫人说是宋府举办了花宴，可是这府上除了郡主，就没见过其他家的小姐。反正来都来了，咱们就在这里吃吃喝喝，吃饱喝足回去就是了。宋府招待人的点心会不会太差了一些？奴婢吃进嘴里有点苦味，不好吃。那就试试其他的几种怎么样？我不是给你银子去买好一点的迷药吗？你怎么还能让点心有苦涩味？要是被那个死丫头察觉到不对劲，我们还怎么实施计划？你还想不想救你儿子？上等的迷药10两银子，低等的500个铜板一大瓶。我就是想省一点儿，把钱花在天赐的身上。你不知道，天赐在牢里吃不好睡不好的，别提多遭罪。我这么省，
还不是为了打点牢里那些人？好啦，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药效快要发作了吧？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奇怪，为什么奴婢眼皮好重，好想睡觉？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本郡主也有点困了呢？去，把郡主送到客房里歇息，任何人都不许打扰。你们都出去，另外通知那位大人，可以来享用美食了。想着从头上拔下了一根簪子，目光阴毒地盯着紧闭双眼的江银，抬起了他的手，就要将尖锐的那头扎进他的指甲缝里。就在这紧迫的瞬间，空气中一道气流冲向了宋夫人的后背。宋夫人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出，紧接着人软趴趴地歪倒在床边。还说会自己保护自己，就是这样蹦，差点被人伤着了。他知不知道？王爷，你这样护着我，快有人来了。王爷先继续躲起来。赫连夜冷着脸再次去了房梁，藏匿自己的气息。我干嘛要听这个女人的话？给过你机会的，是你不珍惜，那就别怪我了。说完，将宋夫人平放在床上。王爷，辛苦您一下，帮我上去。郡主，小的来喽。床上昏厥的宋夫人，落在王勇的眼里就成了他在池边看到的绝色美人郡主大人。急色的他忙着脱掉自己的衣服，然后就开始撕扯宋夫人的衣服。很快，床上就开始嘎吱嘎吱地摇了起来。你刚才对他做了什么？一点致幻剂而已，可以让人产生幻觉。待会儿会有一出大戏，王爷不宜留在此地，还是回去吧。怎么，本王在你眼里是个累赘？怎么会呢？王爷在我心里是大美男，是仙男，是我高不可攀却想拉下来的高岭之花。你哪能是累赘啊？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窥视王爷您的美貌。王爷你很累吧？您都在我的心口跑了一天了。你给本王好好说话。我有啊。少说那些恶心本王的话，再有下次，你等着。也不知是哪两个不知羞的东西，声音这般大，简直羞死人了。来人呐，把门撞开！万一郡主在里面，那可怎么办？不能开，你们不能开！滚开！哎呦，郡主，您怎么能光天化日之下行这等事？你让我回去如何向侯爷交代呀？你怎么能如此荒唐啊？你喊我？你怎么会在这里？夫人这话问的有些意思啊，我很有兴趣想看看，究竟是谁胆敢当着众多客人的面，在这里与别的男人做苟且之事。不能去！你一个姑娘家来掺和什么？刚才可是你到了屋内就一直引导大家，本郡主再不济，也是皇家亲自册封的郡主。你这般心虚，倒是让我怀疑起你的用意了。没有，你误会了。江银眼神一沉，身上的威压直接吓得宋氏一阵眩晕。宋夫人身上酸疼的好像骨头散了架。女婊子，叫你一个半老徐娘也配爬老子的床？不是说答应将那什么郡主引过来，让老子生米煮成熟饭吗？就你这货色也配让老子睡？还想救你儿子？做梦吧你！那王爷，我先回去休息了。站住，上车。好嘞。王爷，有什么事吗？怎么，本王无事便不能喊你了？那倒不是，我只是有点受宠若惊嘛。愚蠢！王爷，你怎么骂人呢？今日之事，原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你却选了最笨的。真正的高手是藏在幕后，不需自己动手。我没人啊，我全身上下就只有团圆了。真是男人心，海底针。这又开始生气了。下去。唉，今天又是美人不开心的一天。王爷，皇上宣你进宫。不去，就说本王毒性发作。那些太医是干什么吃的？不行，朕要微服去燕王府一趟。若是阿爷有什么三长两短，朕如何面对先皇的嘱托？皇上，您不能去。您现在需要的是赶紧写下认罪书，在后天的祭天大典上当众宣布魏安上天。只有陛下你谢罪于天，才会让大周风调雨顺呐。朕做错了什么？自继位以来，朕兢兢业业，若没有朕，又岂会有大周的今天？何况朕只是去看看幽王，又不是不回宫。探视幽王后，朕自会回来。王爷，郡主她该不会是仙女下凡吧？仙女？你倒是会给她贴金。那不是仙女是什么？怎么也不可能是恶鬼吧？
哪有鬼大半天到处溜达，还能呼风唤雨、招雷闪电的？退下，有人来了。话音落下，江银再次翻窗走了进来，看着坐在床上的赫连叶，就坐在窗边欣赏美男。给你。这是珍珠？我去，这得老蚌成精才能生出这么大的珍珠吧？我的妈呀，这么大一颗生出来，那老蚌还好吗？这是夜明珠，不识货的土包子。王爷，这东西太贵重了吧？夜明珠而已，本王还有很多。为了证明夜明珠真的不值钱，他让夜一打开了装着夜明珠的箱子，然后江银就看到了一整箱一整箱的夜明珠。他一脸惊叹地扑到了箱子面前，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那些夜明珠。这个男人比星际元帅还有钱，这他妈来这里太爽了呀！江银忍不住仰着头，对着明月嗷呜嗷呜地叫着。赫连叶惊诧地看着他，这女人有病，喜欢都拿去吧。给我全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儿，送你又如何？我去，这男人也太帅了吧！怎么办啊？越来越爱这个男人了。皇上在来的路上被雷劈了，知道吗？知道。这下子皇上应该能安分一段时间了吧？不过也没关系，他要是哪天蹦跶了，老天爷还会劈他。你究竟是谁？我？你女人啊？本王说的不是这个。我就是江银。你说你不会害我？我爱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害你？记住你说的话，若是有违此事，任你处置。哎呀，我男人长得真好看。然后又继续吃着苹果，咔嚓咔嚓，这叫苹果的东西可真是太好吃了。属于星际的伙伴们，你们是无福消受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代替你们吃了。你是猪吗？一路吃个不停。能吃是福。你这样不高兴，是因为自己吃不了这么多好东西吧？你这个身体啊，都被你糟蹋得快废了。想像我这般好胃口，怕是难喽。你当谁跟你一样喜欢做猪？你这贪嘴的模样，也不怕被人拐卖？谁敢啊？我一拳头锤死他！江银一听到了，走到赫连叶跟前就要抱他。赫连叶猛地睁开眼睛，迅速地抓住了他的手。你想做什么？抱你出去啊！不必。叶一，这男人一点也不可爱，宁愿让别的男人抱，也不把机会留给我。你来做什么？我娘，你知道我娘在哪吗？江银，看在我曾经提醒您的份上，放过我娘一条活路。今后我会看好她，不会让她再伤害你。作为这么多年来的天之娇女，江瑶素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她与江银说这些话，已经觉得是屈辱，可她终究是狠不下心。看着她娘和舅妈密谋毁了她，心底终究是保存着一丝底线。也正是因为她还有良知，江银才会对她客气几分。江瑶，我已经给了你颜面，没有伤你母亲。喂，你到底是谁？土包子，本郡主乃是仙胎转世，自有通天本事。仙人，收我为徒吧！扑通一声，江瑶毫不犹豫地跪下，膝盖软得那么快，江银都没有准备。江瑶有点尴尬，银皮用发光的小眼神看着江银。你要是再用恶心的眼睛看着我，我就把它们挖出来泡酒喂你喝。那挖了你能装回去吗？神一样的脑回路我。适才，是我的言语冒犯，说了不该说的话。你要如何对我都行，只是我希望你能对我娘网开一面。我答应你，只要你能让掌家权。你说什么？掌家权？你想要平阳侯府钟馗的权利？怎么？听你的语气似乎不情愿。其实你应该清楚，你们不给，我还有别的法子要回来。
只是那个时候你们的里子面子全都没了，别说是在京城的上层圈中名声尽毁，就是整个京城，你们怕再难留下来。你还未婚，你余下的2个弟弟还在读书，你说结果会怎样？你与我说没用，我需要见她一面，试着劝说。行，我会给你们母女2人安排见面的机会，让她想明白点，不想多受罪，就尽快交出来。你真的是仙人转世？不是，我是冤魂索命。宫内经过大师的卦象以及刚才的异象，众位大臣死活也不答应让幽王继续留在宫内了。周文帝即便再不甘愿，也不能真的让大臣们全部撞死在柱子上，以死明志。周文帝只能一肚子闷气，最后同意让幽王离开皇宫。至于让幽王离开京城这件事儿，直接被他一口回绝了。当年先皇嘱托朕要多多照顾阿叶，朕岂能违背先皇圣意？阿叶不能离京，朕绝不答应。赫连叶一听，直接在殿内摔打了不少东西，脾气是空前的炸裂，打得万公公满头的包。周文帝听闻此事，心疼得很。阿叶的手疼不疼啊？皇上，您先看看老奴的头啊！怪朕，是朕让阿叶受委屈了。皇上，麻烦您看清楚，是谁受委屈了呀？老奴被幽王殿下砸得满头包，还送了一对熊猫眼。老奴委屈，老奴不说。不多会儿，那边又传来幽王殿下吐血了。周文帝激动的就要去见赫连叶，吓得众位大臣急忙拦住。陛下，你的伤忘了吗？太傅那儿都快被皇上气吐血了。就在刚才，周文帝喝药的时候，嘴里一疼，掉了一颗牙，还是带血的。喝药，牙齿还能掉落。众位大臣也是惊住了。幽王殿下必须立即马不停蹄的离开，一个个跑去跪求幽王殿下离开，当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最后还是各位大臣跪求赫连叶离宫。本王是你们想送走就送走，想留下就留下的，似乎很怕本王在皇宫里。怎么，莫非皇宫里还有什么不成？不，没有，您多想了。皇宫里都好好的呢，王爷您多虑了。幽王殿下不愧是活阎王，这进幽王府这么多的大臣都没有一个好好的出来，可见幽王府是多么可怕。王爷，他们全都走了。记得去香国寺填香油钱10万两。叶一抱拳应下。随着叶一离开，江银出现在了赫连叶的房间里，看着他从窗户里爬进来，赫连叶都失去了反应。他哪天能从正门走才奇了怪呢？王爷这么快就回来了？听说你出宫的时候动静折腾的挺大呀。大吗？本王不觉得。是呢，我也不觉得。我要是你啊，我就让那些大臣穿着舞娘的衣服给我跳舞，敲锣打鼓的，热热闹闹的送回来。大可不必这样，他们不嫌恶心，本王还觉得是变态呢。赫连叶，我冷。说完，脚一软，顺势躺在他的怀中，手搂着他的腰。这个女人是妖精变的吧？你在玩火？我哪里玩火了？我分明是来给王爷消火。赫连叶，我来给你消消火，别生气了好不好？你放肆！本王的名字也是你一口一口可以喊的。我就放肆了。江银，一直到日落西边，夕阳映满天，赫连叶带着暗哑的嗓音命叶一准备热水。叶一得令忙去准备热水，心里在暗暗惊叹着王爷的好体力，小世子指日可待呀。不是，眼下应该是先劝王爷成亲才是，不然小世子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这男人是跟我和谐运动还是打架呢？他的腰。对了，今天遇到的那几个是皇子，是文帝的儿子。怎么，勾搭本王一个不够，还想转移目标？那倒不是，他们哪有王爷你好啊？我傻了才去找别人呢。王爷，我在夸你，为何你还不高兴？你闭嘴！宋氏，你打算怎么处理？留他一条命吧，看在江瑶的份上，宋氏认罪了。哼，证据确凿，他敢不成？江银没有跟赫连叶回王府，而是半路的时候去了平远侯府。夫人这些日子都在忙什么？
为何这几日没看到他来？想知道你夫人去哪儿了，可以来问我呀。你来这里做什么？我？这是我家，我想去哪儿皆凭我愿。你问这话不是纯属搞笑吗？几日都没瞧见宋氏，你不觉得奇怪吗？你对宋氏做了什么？你怎么不先问问他对我做了什么？宋氏被抓了，想安然出来，让他交出管家权，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此事幽王殿下盯着呢，他可不是好糊弄的人。留给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3天，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如果宋氏还是不愿将管家权交出来，那就等着身败名裂了。江银留下一句气死人的话，潇洒离去。江银提醒完平远侯之后，就没再去管。现在啊，他得去哄自己的男人。花儿呢？本宫的花儿呢？娘娘，来人了，宣太医！花房里一阵兵荒马乱，而另一边，江银抱着一大捧新鲜漂亮的花出现在赫连叶的面前。赫连叶一眼认出这些花都不是凡品，心里隐隐有种猜测。看着捧着鲜花笑得很灿烂的江银，这些花从哪里来的？就是上次那个地方。上次那个地方，那不就是于妃的花房吗？王爷，心情有没有好一点？还喜欢什么？你说，我给你拿来。本王想要的东西很多，你都可以。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只要王爷想要，我会努力。一捧鲜花，江银获得了与赫连叶同桌一起用餐的机会。韩伯，这些本王可都不爱吃。郡主喜欢，这为王爷准备的多，您也吃不了几口，与其浪费，不如都做给郡主吃。没事，王爷吃不下，我吃得下。只要是安伯安排的，我都爱吃。一旁的饭桶江银手里捧着汤碗，里面的米饭堆成了小山。只见他将一盘红烧狮子头全都盖在了上面，直接用汤勺大口大口的吃着。其他的菜也被他逐个消灭。看他吃饭，旁人都觉得有几分恶意。那个狮子头，给本王来一份。很快，一整颗狮子头都被他吃完了。除此之外，其他几样菜也浅尝了几口，最后又喝了半碗汤，饭量已经震惊了在场的人。要知道，平日里让王爷吃饭，那一个个恨不得跪在地上，磕着头请祖宗似的求王爷对饭碗恩赐几口，就求着他能多吃几口饭菜。想不到这个难题竟然被郡主给破解了。王爷，之前在皇宫的一个池子里，我看到全身都是银色的鱼，长得很漂亮，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要不我去抓几条回来？那是北国送来的银鱼，1万两银子一尾。这么贵啊？那肉应该不差吧？去给宫里传个话，就说本王近来胃口不好，需要吃2尾银鱼，让宫里送到幽王府。是。周文帝听说赫连叶胃口不好，就想吃银鱼，心巴都疼坏了，当即大手一挥，2尾算什么？送5条。吃完了再让北国那边送过来，断不能让阿叶在吃食上受委屈啊！听说之前赌坊查出了一些东西。回陛下，那吉祥赌坊是德妃娘家的产业，其背后贩卖人口被幽王追查到吉祥赌坊，一举全部拿下，送到大理寺。德妃朕还没死呢，就开始一个个琢磨着搞自己的势力了。心腹不敢说话，简单点说这是皇上自家的事儿，复杂点说这是皇子争储。大皇子靠着战功封为了秦王，其他皇子都还没有封号呢，身份地位自然是瞩目了一些，拥立秦王也是正常操作，只不过被幽王查出来，这就闹得有点难看了。谁不知道皇上最疼爱的就是幽王殿下，历代有哪位被先帝宠溺的皇子还能好好的活在下任的皇帝手中，而且还是备受关注的，而且还是拥有了9个城池以及黑甲卫的王爷，权势和地位财产都是不可小觑的。看来是朕疏忽了，封了一个秦王，让一些人想入非非，动了不该有的心思。吉祥赌坊既然是幽王查出来的，那就交给幽王了。很快，皇宫给幽王府送来了5条珍稀银鱼，同时还传来了皇上的口谕。吉祥赌坊交给幽王殿下全盘接手，至于财产，幽王殿下表示自己只收到赌坊，钱财并未看到，并且有大理寺京兆尹等几位大臣作证。周文帝一听，当即把这件事算在了德妃一伙的头上。威远侯府很有钱是吧？一道密令逼迫威远侯府所有家产全部充公。充公？江银听了可耻的心动了，找了叶一要了一个威远侯府的布局图，然后走了。东西给他了。王爷，郡主该不会是想在皇上下手之前去创收一笔吧？一些金银你放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除了我谁也拿不到。哎，不对，
我不是来跟你讨论威远侯府那些东西的。怎么样才能买下那处豪宅啊？金银不是搬空了吗？你还要那个宅子？威远侯府那些金银算什么？那处宅子才是宝藏啊！那可是一座黄金屋。你说什么？黄金屋，那个宅子全都是黄金做的。今夜去探探。周文帝难得收到来自最宠爱的弟弟的亲笔书信，听说他想要一个宅子，找人调查竟是一个废弃的宅子，那个宅子还闹鬼，他就有点犹豫了。阿叶的身子骨不好，送这样的鬼宅给他会不会冲撞了他？他倒是瞅着威远侯府所住的宅子挺好的，周文帝犹豫要不要把两家互换，让威远侯去住那个鬼宅。可是这个鬼宅又是阿叶亲自开口索要的，阿叶已经好久没有找自己要东西了，他若是拒绝，怕是又要被阿叶不搭理了。周文帝捧着赫连叶亲笔书信放在心口，阿叶啊，他如今被那些大臣盯着，见不到碰不到的，他的心都快要难受死了。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松口，把那处宅子赏给了幽王殿下。这个消息一出，已经抱着高枕无忧的威远侯府等人瞬间来了一个晴天大霹雳。圣上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怎么好端端的把那个鬼宅赐给幽王？应该不会，圣上若是知道些什么，又怎么会把宅子赐给幽王？那怎么会突然要那个宅子？本王很好奇，世子爷夜访此处，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王爷不知，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回王爷，属下在密道发现有箱子的印痕，疑似之前有箱子在密道里。哦，本王需要一个解释。对啊，你快说，从这里拿走什么了？这个宅子可是陛下赏给我家王爷的，你敢带着人拿走王爷的东西，活腻了是不是？江银这个时候完全是戏精上身。王爷呀，此事必须得禀明皇上。威远侯世子竟然带着人把属于王爷您的私产给搬走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他是瞧不起王爷，故意让王爷难堪呢。本世子没有。哎呦，你说没有就没有了？那你怎么解释三更半夜的带着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你总不能说自己无聊，带着人在密道里领悟人生吧？带回去，让威远侯来见本王。完了，这件事要是闹到父亲那儿，翻犊子了。呀，刚才我演的如何？哼，辣眼睛。你行啊，何连夜，你打算黑是黑啊？你说本王黑？不是，您不黑，是对方黑，可黑了。王爷呀，你不能对我这么凶。现在我是稀罕你，所以纵着你宠着你。可要是哪天我累了，不想纵着你宠着你，你再这么凶，可就要失去我了。本王稀罕？我现在可是你的续命良药哎，你懂不懂什么是客气点？不过人家长得好看，有颜任性，应当理解的。美人嘛，脾气差点是情有可原的呀。像我这种母胎单身多年的，终于有个男人了，可不得对人家好点、疼点、爱点的。人家任性怎么了？他对别人这样了吗？另外一边，威远侯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准备沐浴，得知这消息之后，一整个恍惚摔进了浴桶里，嘴里不断的灌着水，不受控制的一直在喝洗澡水。一阵兵荒马乱之后，昏迷之中的威远侯终于醒了。他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火速前往幽王府。这座宅子就连地砖都是银子铺垫，除了瓦片，几乎都是黄金灌注在里头。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赫连夜目光落在一旁江银的身上，似乎从这个女人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自己的运道似乎一直都在变好，尤其是财运好的有点逆天了。赫连夜，这些野草可以都给我吗？要这些草做什么？你不懂，这些都是宝贝，都是财富。生活在古文明历史的赫连夜哪里懂在星际，一株草都是国宝级别。随着社会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进步，带来全星球的毁灭也是无法逆转的。曾经是整个星系中最美丽的蓝星，就是遭到了重创毁灭了。水资源、植物、生灵等等全部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凭借科技再造出了栩栩如生的绿植，可终究不是原生态物种，假的终究是假的。眼前的这些一草一木全都是真的，原生态的。只要他拿着这些回去，无论是捐献还是拍卖，自己星际强盗的称号都会因此而变成侠盗，星际军舰也会撤销对自己的追捕。这美好的生活呀，怎么会不让人心动呢？魏远侯府已经在府上等着了，回去。那郡主呢？不是爱挖草吗？随他去。赫连夜，等等我！一远侯就倒了大霉，他直接承认了来自幽王的暴怒，没有任何讨价的余地，被幽王一顿输出。总之，威远侯带着威远侯世子离开幽王府的时候，是扒了一层皮离开的。这还不算完，
回去之后，宫里就派人来清算家产了，直接是牢底都给挖空了。再听儿子说鬼宅密道里的金银全都没了，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轰然倒在了地上。侯爷，威远侯府一阵兵荒马乱，威远侯骤然病倒，还不敢搞太大的动静，间接被皇上抄家，威远侯府都快要夹着尾巴做人了，还敢大张旗鼓啊？秦王都被外派到很远的地方去挖沙修堤坝去了，还想做什么？这件事里最开心的就属其他几位皇子了，天降王位，这幸福来得太快了。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要谢谢皇叔？皇叔，你是说他查了吉祥赌坊这事儿？是呢，若不是皇叔查出了吉祥赌坊有猫腻，一路顺杆查到了威远侯府，父皇又怎么知道德妃和大皇兄暗中搞出这么多动作？咱们算不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管他呢！现在咱们的封王也有了封地，大皇兄还能在咱们面前嘚瑟呢？听闻皇叔身子骨这段时间不是很好，咱们还是带着礼物登门去看看。皇兄，您的意思也是，咱们就以探望皇叔的理由瞧瞧去。到了幽王府的门口，直接被管家不软不硬的拒绝了，一句幽王殿下在休息，不便见客，就将这些人给打发了。既是这样，是我们惊扰了皇叔，我们这就离开。是，奴才会转告给王爷。皇叔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是啊，我们好心来探望，结果他却闭门不见。好了，都别说了，咱们走。府内，赫连叶面无表情地看着桌上放的东西，随后对着叶一说：“拿走，你们分了。”显然是不喜欢几个王爷送的东西。叶一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满脸的为难。这几位王爷送的东西全都是大补之物，他一个青壮年又没个女人的，吃这些东西还不得补得过了头啊！郡主，侯爷要见你。好，我知道了。江银用了一个很丰盛的早膳之后，才慢慢的去见了平远侯。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是什么意思？宋氏答应了，只要你让他出来，他就把管家权交给你。他终于想通了呀。不过我改主意了，管家权我要，但我还要再加一个条件。你又想要什么？宋氏回来之后，当着全家的面给我侦查认错。你胡闹，他可是你的继母，也算是你的长辈。是继母怎么了？是继母就不能侦查认错了？是继母犯的错就一笔勾销了？若是不想，可以，就当此事没发生过。怎么就这样走了？回来，我让他跟你侦查认错，可以了吧？你说的话当真？真，很真。行吧，我接着就出去一趟，你就在府上好好等着。说完走了出去，走到无人经过的时候，江银开心的跳舞。哎呀，又是去找王爷的好理由呢。你怎么又来了？那个什么，我来找王爷说些事儿。说吧，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我人有点冷，先上床取取暖再说。江银生怕赫连叶拒绝，一个虎扑就扑到了床上，然后死皮赖脸的钻进了赫连叶的被窝中，很霸道的圈着他的腰。你无赖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来这里不是与本王说事的吗？对了，宋氏那边答应管家权交给我了。哦，别啊，我都放话了，只要他交出管家权，我就让他出来。王爷，亲爱的，你帮帮我呗！被江银一声亲爱的叫得赫连叶全身发麻，他黑着脸，对方却是对他眨着眼睛卖萌。可以。哎呀，谢谢亲爱的。为了感谢王爷您，我跟你露一手，你只管用心享受。说完就让他躺下，骑在他的腰间。我会一套推拿和按摩，全套下来，保准王爷您舒坦的很。说着也不管他愿不愿意，就是上手按摩。屋内若有若无的传来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声音。刺激的守在四周的暗卫们一个个抬头望天，恨不得现在自己的耳朵是聋的。王爷也太虐人了吧！他们都是正值青壮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啊，这几乎天天折腾的动静都快疯了。谁能想到最先告别单身的竟然是王爷？这一个晚上，幽王府的暗卫们都黑了眼。有的时候耳力太好也是一种折磨。郡主，你昨晚是不是又去幽王府了？是，去给我们点吃的来。幽王府没管郡主您的饭啊？管啊，这不是没来得及吗？江银让团员去厨房那边做点汤包，还有馄饨面什么的，他饿坏了。可不是饿坏了吗？昨天晚上跟男妖精大战300回合，结果自己累趴了，像条死鱼被人家翻来覆去的。等到江银吃饱了，就听到有消息传来，宋氏回来了。我男人真不是盖的，办事速度棒啊！江银在屋内吃了一会儿茶，2个时辰之后，始终没有等到宋氏的到来。有的人依旧是不长记性啊！郡主，你要去哪儿啊？去哪儿？自然是要东西去。宋氏在大牢关押了几天，今天终于能出来了。只不过这几日在牢中的生活并不好，蓬头垢面，人也消瘦了不少。去之后就立马命婆子、丫鬟给自己梳洗。
一番折腾之后，他重新又变成了平远侯的夫人宋氏。是郡主啊，来来来，快请坐。大家都是明白人，别废话。我来做什么，你清楚得很。哎，郡主，倒不是我不想给您，只是您从未学过如何管家，这贸然的交给你是对您的不负责。这样吧，不如你先跟着我学一段时日，等学的可以了，再把管家权交你手上，如何？这个不用麻烦你了，你尽管将钥匙全都给我，自会有人教我。郡主的人选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要忘记了，你能出来是答应了什么条件？既然答应了，那就说到做到，不要给我拖拖拉拉。你要明白，我能让你出来，只能让你再进去。大爷，你敢对我娘凶！起拳头朝着江银身上砸了过去。弟弟不要！江银看都没看一眼，单脚挑起凳子，抓住凳子腿儿，朝着江腾扑腾来的方向砸了过去。江腾被凳子砸了个正面，当场鼻血横流，摔在地上。腾哥啊！作死！哎呀，怎么样啊？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快告诉娘啊！郡主，我们好歹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所以娘怎么就做不到识时务呢？之前的教训还不够吗？摆明现在的江银可不是个好招惹的人呢。先带着腾哥去看看大夫。娘，您就别拖着了，惹恼了他，对咱们都没有好处。有你多次非要管家权，是什么意思？你把这管家权不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平远侯夫人，掌管家权有什么错啊？那我还是这府上的郡主呢。论身份，我比你更有资格掌家，找你要回管家权又有什么错？你别忘了，你出来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如果你想违约，很好，很快你会有个好去处。都一把年纪的人了，轻重利弊应该懂得吧？我给你，不过我需要先整理一下，才能交给你。不必，我不是有耐心的人，现在就交给我。过了时辰，我可能要反悔，而你可以用你子女的声誉来赌赌看。宋氏憋得面色铁青，最终交出了钥匙，交出了管家权。江银，你这样忤逆继母，就不怕被告吗？你尽管去，告赢了，我给你放烟花。顺路去找了平远侯，当着他的面把院子里珍藏的宝贝几乎砸了一遍之后，扬长而去。又气又怂的平远侯眼睁睁地看着江银把自己的房子摔得一地狼藉，等他走了之后，才怂得哭出声。宝贝，我积攒了多年的宝贝啊！平息了一会儿之后，他命人去打听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个逆女来他这里发疯。守在平远侯身边的小厮急忙去打听，没过一会儿之后，就把宋氏院里发生的事情如实告诉了平远侯。这个蠢货！既然都答应了，那就爽快的把管家权交出来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他？去，传本侯的话，命宋氏去祠堂3天。江银顺利拿到钥匙之后，又去账房那边抱走了一叠子账本，然后让团圆在家里琢磨好吃的，他有事外出。说完人就跑了。团圆幽怨的看着郡主踩着屋顶离去的潇洒身影，心里嘀咕着：又是去幽王府了。近来郡主去幽王府很勤啊，他不觉得幽王殿下很可怕吗？文烨，你身边有没有又会管账又会管家很厉害的人啊？你问这些做什么？我用啊，管家权拿到手了，可我不想管家，所以就想找个人帮忙代理。你夺管家权，自己却不想管。对啊，就是让宋氏不爽不开心。你神通广大，一定能帮我找到。这女人倒是挺会拍马屁的。本王身边倒是有你说的这样的人，等上2日吧。江银一听开心的扑到了赫连叶的身上，捧着他的脸就是小鸡捉米似的，摸的亲个不停。这里是本王的封地，近来有扶桑人屡进犯，抢我百姓财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哎，别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不就是小扶桑吗？咱们去灭了不就是了？江银低着头看着大齐京城与海域之间的距离，这个用不了1个月，最多1个时辰就好了。你说的当真？自然是真的呀，我从来不会骗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不急，我先要禀告宫里一声。哎，不用，来回就几个时辰，你整天在府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就是走个几天皇上也不知道啊。你倒是胆大，连皇上都敢惹。别说是皇上，只要是惹你不开心的，就是天王老子我也照 K 不误。事不宜迟，那就今晚吧，可以吗？2人愉快的商讨完之后，江银就先回去平远侯府了，估计得走几天，可不得把团圆安排好了吗？他找来一个女先生，让她每天教团圆识字读书，还找了女工厉害的教团圆绣花做衣裳。总之，他直接把团圆朝着10项全能的方向安排去了。郡主，是团圆这些日子做错什么了吗？不然你为何要给奴婢安排这么多事？你是我的贴身丫鬟，
怎么能什么都不会呢？以前咱们是没条件学习，本郡主以后会越来越优秀。难道你要止步于此？到时候有别的丫鬟比你有才华又能干的时候，你还能做我的贴身丫鬟吗？会这样吗？是，郡主，我懂了，我会努力的，一定让自己更优秀。好团圆。只要你每天完成任务，厨房那边就会给你送一份你最爱的肘子，炖的脱骨的那种。郡主放心，奴婢就是头悬梁摔刺骨，也要完成每天的任务。为了郡主，我要冲！对，就该是这样。都安排好了之后，晚上众人都入睡的时候，江银离开了自己的房间，站在城郊外面等着赫连夜。就你们2个？怎么，你还想要几个？我以为你们去打仗要带着不少人出发呢。不用，直接调用附近城池的兵马就成。哎呀，不想那么多，老公说什么都是对的。行吧，那咱们出发。江银让他们2人稍待片刻，然后去了林子里。不多会儿，里面传来了江银的声音：“还愣着干什么？上来！”您怎来的这么快？属下还以为自己做梦了呢。你打自己一巴掌，不就知道是不是梦了？他进城之后发现海城内还行，但是在海城外围能够发现不少被偷袭留下的痕迹。若是按照他的行程，1个月之后赶过来，海城早已失守。回主子，属下觉得这次扶桑倭寇连连前来偷袭，精准估计我们的守城位置，应该有内奸或者有他们的人假扮成海城百姓混入。有这个可能。赫连夜，你们聊公事，我出去转转。记得回来用膳。好嘞。说完，在温良还有叶一的面前，对着赫连夜的脸颊猛亲了一口，手一挥就跑了。王爷，他难道是王妃？现在还不是，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还真的要将郡主娶回家呀？这消息要是放出去，得多少少女的心稀碎啊！虽然王爷外承活阎王，但不妨碍是不少万千少女心目中倾慕的对象。不要外传，你心里知道就成。江银从城主府出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逛街去了，直到被一股子香味吸引了过去，然后好奇地看着摊主在卖什么，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这个是什么？蚵仔煎，姑娘，可以送你吃。真的送我？可以。那你先给我一份尝尝。好嘞。就这样，江银开启了一路吃吃喝喝的模式，吃完还不带给钱的，都是人家自愿送的，人缘好得很。小姐，这是哪冒出来的人啊？以前怎么从未见过呢？只见一位绝色的女子身后跟着一串人，都是男人，他们一个个簇拥着，手里拿着各种零食投喂着，看起来场面甚是震撼。不就是长得好看一些吗？至于这些男人，好像没见过女人似的，一个个跟在身后，像条狗似的。而且这个姑娘瞧着面生，尤其是皮肤，雪白透亮，像个精致漂亮的瓷娃娃。江银察觉到一股不善的视线朝着自己射了过来，瞥了一眼，就看到一位姑娘凶狠地瞪着自己，好像自己欠了她什么似的。这人没毛病吧？敢瞪我？这个贱人竟敢瞪我！你给我站住！赵婉儿想起自己的身份，当即带着丫鬟走到了江银面前，抬手就要给他一巴掌。住手！你这位小姐怎么不讲理呢？人家姑娘好好的走自己的路，你上来就拦住人家，还要打人，有你这样的吗？就是。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也敢这样跟我说话？信不信只要我一声，你们这些人全都滚出城外去，到时候让扶桑那些人拿你们开刀。不好了，有人欺负表小姐。怎么回事？他可是受了母亲之托照顾表妹，若是他有什么不测，怕是要被母亲责骂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位姑娘瞪了表小姐一眼，表小姐气不过拦住她，要给她点教训尝尝，可路人却是拦下了。眼下那些路人要打表姐，城主您快去看看吧。你详细说说另一个是什么样貌？是长相极美的女子，皮肤比珍珠还白，穿着红色的裙子，美得像仙女下凡。还愣着干什么？快走！这个表妹真的是任性张狂坏了，这一次竟然惹了不能惹的人，只怕麻烦大了。你怎么来了？特意来找我的？怎么回事？我哪知道，大概出门遇到个神经病。海城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个人物？怎么从没从表哥的嘴里听说过啊？小姐，这人长得可真好看，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做小姐的姑爷。你说的对，他才配做我的夫君。滚！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我家小姐与你说话，你什么态度？叶一。赫连夜话音落下，叶一身形未动，手中的剑却是一闪，翠芝整个身体一顿，随后喉间出现了一道血痕，紧接着鲜血不断的朝外喷涌，整个人轰然倒在地上。翠芝，表哥，他们杀了翠芝！闭嘴！表哥，你怎么了？
温良，她是你什么人？回主子，她是属下的表妹，被家中宠溺坏了，还请主子恕罪。表哥喊这个男人什么？主子？表哥不是城主吗？让表哥称呼主子的，那不是？叶一废了他双手。叶一身形一闪，手中的利剑动了一下。这次本王给你面子，废了他的双手。若他再敢放肆，死无全尸。表哥，我的手好痛，活该！平日里让你收敛点脾性，你偏不听，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弄到今天这个局面，还不是你自己招惹的？你怎么好意思在这里说手疼，好委屈？表哥，那个人真的是……管好你的嘴！江银跟着贺连夜回到了城主府，一路上热情地跟街道两旁的商贩打招呼。那些人见到江银也是热情地纷纷又送他东西。不多会儿，江银的身上多了不少东西。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谁知安的什么心？我有拳头啊，谁要是不安好心，我就打得他以后不敢有。嘘，这次我们要多抢一些大气的花姑娘们，把男人杀光光！花姑娘杀光光！所有的人振臂高呼，一群人快乐地庆祝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又是几声巨响，几个船只炸上了天。海面上漂浮着一些出征就死在半路上的倭寇。怎么回事？同时，温良带着海城的将士们穿上了盔甲，匆匆地朝着海边防御赶去。刚到地方，就见到海上突然发出了几声巨响，掀起了一个个巨大的水柱。众人惊住了，吃惊地看着海面。怎么回事？那些船怎么就突然炸了？你看到郡主了吗？回王爷，属下并未看到郡主在城主府，不过听说郡主又从城主府出去了。贺连夜再次使用轻功，朝着海边飞了过去。几个追击炮送过去之后，江银就要冲到船上收割人头。啊，你怎么来了？你要去哪儿？收割人头啊！这是什么？我先示范给你看。江银说完，只见他手放在棍状物上，噌，一道光柱出现，宛如刀剑的形状。紧接着，江银朝着倭寇杀了过去。几个回合下来，就好像是切豆腐，轻松迅速，直接上演了切人如切菜。这次来的倭寇大概是没有料到，这脚刚站到海边，就遇到了3个变态大杀器。他们手中的刀剑直接被斩断，人也顺手给切了。贺连夜，我今早听渔民说，这帮混蛋拿我们大齐的百姓做比赛，谁杀得多，谁就能优先享用抢来的女人。不如今天我们也来个比赛，看谁杀得多，咱们就直接将这些人头全都挂在海岸上，让大家都看看大齐的战力。这个主意不错，本王喜欢。撤，快撤！这帮狗杂种要跑路！哼，来了还想跑？杀了那么多的百姓，抢了那么多的东西，必然要叫他们有来无回。留几个让他们报信，其余的杀。倭寇打跑了！倭寇打跑了！赐婚是赐婚。有人觉得王爷您身体迟迟不好，给皇上建议冲喜，或许就能让王爷您的身体情况转好。冲喜？哼，主意是谁出的？宁国公府。宁国公府小姐这些年来一直等着王爷，誓死不愿意嫁人。听闻王爷您病重之后，以死相逼，也要嫁给王爷您。提起宁国公府的那位小姐，安博也是一声叹息。宁小姐是个很好的人，只可惜与王爷终究是错过了，有缘无分。另外，皇上打算为王爷安排2个侧妃，是从今年新选的秀女中挑出2个，那2位家世背景样貌据说都不错。他没完了是不是？皇上这是什么意思？翻过这个年，王爷您就可以离开京城，前往自己的封地。这个时候赐婚，岂不是要强留王爷您在京城？届时您就去不成封地了。总之，这个婚要结也成，但绝对不能因此留在京城里。现在已经被皇上监视的无孔不入了，继续留下来能有什么好事呢？一旦有什么不测，王爷又没有子嗣，9成就归在皇上的手中。那9个城池可都是先皇赏给王爷的。王爷，您觉得此事如何？本王记得武王爷一直暗恋宁家那位，是不是？回王爷，传闻是这样。武王爷倾慕宁国公府的宁家大小姐，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随便去街上拉个人都知道武王爷喜欢的是谁。当年也没少为此闹了不少的笑话。你觉得武王爷
与谁成婚合适？王爷有人选？哼，本王倒是有一个不错的想法。说着将自己看中的人选说了出来。叶一听到人名之后瞳孔地震，然后有些不相信地看着自家主子。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不然怎么能听到王爷说那么离谱的事情？你们来操办，让皇上为他们2人赐婚。要本王成婚可以，但本王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同天举行婚礼。你有话要说。王爷，郡主对您那么好，为何您却让她嫁给武王爷？本王何时说让她嫁给老武那个人了？可是王爷，您不是多读书。醒了。我好像半夜梦游来找王爷了。本王习惯了。我做了那么多事，王爷可以奖励我很多亲亲吧？你想要多少？要很多很多很多的。江银一边嗅着一边亲，力道大得很，直接在脖子上种了好几个草莓印。赫连夜眼底一沉，抓着江银翻身在上，2人直接在清晨的时候来了一个酣畅淋漓的运动。王爷，宫里来人了。等着。有宫里人找你？你都身体弱成这样了还折腾？断了2条腿，还那么笨的。你先回去，私事你不用管。正好他也要回去看看，在自己离开了几天，他们在平远侯府有没有做幺蛾子。公公有何指教？奴才没有。说吧，宫里又有何事？回王爷，奴才是来给王爷您贺喜的。哼，喜？本王都快死了，你还贺喜？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奴才绝无此意啊！向外透露个消息，本王气吐血，命悬一线。是。周文帝大约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想催个婚，结果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皇上，老臣瞧着您精神不错，不如趁着这个精神头写认罪书吧。放肆！皇上，若您无罪，那之前的天雷该如何解释？老臣对皇上忠心耿耿，也坚信皇上您有治国之力。可之前几次降下天罚，偏偏就皇上您受了。太傅，皇上，为了大齐，还请您早日完成认罪书，安抚民心。拿笔来。谢陛下。正准备想找个理由治他们罪的时候，咔嚓，又是熟悉的雷声。紧接着皇上的头顶又被劈了，这还能说是巧合吗？这3、5天的就要被雷劈一下，皇上究竟是做了什么缺德事儿，要让老天爷时不时的惩罚他呢？娘娘，皇后娘娘去探视皇上，您不去？皇后乃是中宫之主，又是与皇上少年夫妻，论关系非一般。本宫在这个时候去刷什么存在感啊？要看那位。那位？近来因为鲜花频频丢失，在自己寝宫内发脾气的那位啊。他这辈子也没什么心愿，一个是希望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早日成婚，娶谁不重要，他要的是正妃生出嫡长子，到时候放在自己身边娇养着，省得他整日担心那不争气的香火断在自己的手上。另外一个自然是后宫那些与自己不对付的，他们过得不开心，他就开心了。还没有消息。回王爷，属下全都找了，找不到郡主。那个女人说走就走，也不留点音信，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几天。王爷，宫里的公公来宣读圣旨了。宣读什么了？是赐婚。武王爷得知自己要娶的是平远侯府的郡主之后，当场就疯了，跑到了自己的母妃那儿，求母妃想想办法，他不要成亲。天子赐婚，是你想不娶就不娶的。就你这个憨货，你娶人家未必愿意嫁的。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没有，就是沾着幽王的光封了个王爷的封号，那封地还是个偏远不起眼的地方，你拥有什么呀？啊！我去！你这是沾了狗屎运了，不然那位郡主能轮得到你来娶？人家是什么身份啊？人家母亲可是救了先皇的功臣，你算个屁！有您这样说儿子的吗？我再不济也是您的儿子啊！哼，本宫当年若是知道生出你这么个棒槌，还不如直接让其他妃子算计没了呢。滚！快点滚！武王爷怕疼的朝后缩了缩，哪里还敢抱怨，跑得比兔子还快，嗖的一下就没了影子。本宫早晚要被这么个东西气死。娘娘身子贵重，可别气坏了身子。武王爷呀，还未开窍，等他成了婚，自然就知道这成亲的好处了。他今年都17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开窍？这京城闺女那么多，皇上怎么偏偏给老五指了这么一位？
京城里有人欢喜有人愁，就这样转眼间过去了快1个月，临近成亲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结果江银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幽王府的气氛是一天比一天的低气压。下人们看到主院都是垫着脚尖绕道走，这里最辛苦的当属叶一了，他都快哭了。郡主到底跑哪里去了？去了那么久，真打算不回来了是不是？再不回来，王爷可就要失控了。家郡主呢？我是奉王爷的令，送来郡主喜欢的银鱼5条。郡主她休息了。你撒谎！我不能出卖郡主的，就算是叶大哥也不行。团圆，你多想了。我询问郡主，是担心郡主会不会有危险。哦，是这样吗？是，你家郡主在京城也没什么势力，难免会被欺负。不如你来告诉我，你家郡主去了哪里，我好禀告王爷，免得郡主受了委屈也不知道。团圆一听，眼睛一亮，对啊，是这么个道理，这说的也太对了。团圆想通了之后，抬头看向叶一。叶一大哥，郡主去了。片刻之后，叶一迅疾如风的用了绝顶的轻功朝着幽王府而去，心里焦急如焚。王爷不好了，郡主去了武王爷那儿。武王爷？你就是我要嫁的武王爷？这个我解释一下，此婚我也很意外，父皇是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下的旨。不瞒你说，我心里有人，喜欢的是别人。巧了，我心里也另有他人。是皇叔吧？那天见皇叔的船上有你，我就猜测你们两个关系不一般。是，我喜欢他，想跟他生猴子。你喜欢的女子是谁啊？宁国公府的小姐。我有个主意，帮你得偿所愿，我嫁幽王，你娶宁小姐，皆大欢喜。可是宁小姐根本不喜欢我呀。我有办法让她喜欢你。皇叔，有什么好害怕的？打不过你跑就是了。没出息。出去。不准去。出去。本王与郡主有话要说。但是江银一个微缩的眼神看了过去，那眼里带着杀气，直接写着你敢。皇叔，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好了。为了郡主的声誉，本王还是留下比较好。对，你做的对。虽然我还没嫁给你，但是你现在就要有身为人妇的责任，不能因为某些人的强权和霸道就退缩。别忘了，你也是王爷呀。皇叔别见怪。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尝尝。谢谢，这苹果真好吃。喜欢，慢慢吃，我多的是。你就是吃到死都还有剩。叶一，王爷得罪了。老娘还在气头上，才不会和你说话。我不要面子的吗？我江银可以喜欢一个男人，宠着他，顺着他，但是绝对不可能让他踩着我的头顶蹦跶跳舞，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我家小姐可是宁国公府大小姐，你们休得放肆。傻帽。兄弟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听说宁小姐要嫁人了，应该有不少嫁妆吧？不如拿一些过来给哥几个花花。你们想要什么？宁小姐得罪了，为了让兄弟吃上饭，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这伙人目的不纯，到底是谁安排这一切？想让我与幽王大婚前毁掉自己的清白？是谁？是谁躲在暗处？有本事出来！小姐，再走！见碍事的人挡着，那些人上前抓着丫鬟就朝着一边甩去。翡翠，璎珞，果真是看不下去了，还不滚！没吓着吧？多谢姑娘出手相救。顺手的事儿，那伙人应该是不敢来了，你可以走了。姑娘，可否请你帮个忙？不知恩人叫什么？家住哪里？江银想了一下，报上了自家家门。原来您就是要嫁给武王爷的平乐郡主。可知道恩人的身份之后，宁雪薇觉得武王爷配不上她。你这里的领口破了，我来帮你缝一下。说着就拉着江银进去，然后让马车停下，很不客气地驱赶自己的丫鬟去后面的马车里。总不能郡主的玉体让自家丫鬟看到了吧？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他们本就是奴婢，郡主的身份尊贵，岂能与他们共乘一车？何况郡主您的……当看到郡主胸前的时候，一整个呆住了。长得可真好啊，好羡慕。叶小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哎，郡主别动，很快就好。你们在干什么？哎，郡主别乱动，还差1针就好。这不是传闻中对他家王爷一见钟情，誓死要嫁的宁家大小姐吗？送你吃。郡主这是送我礼物？这苹果他是送人送上瘾了不成？怎么谁都要送？他知不知道眼前的这位是谁？哼，郡主，你在与本王的未婚妻说什么？本王也很有兴趣，说来听听。未婚妻？我没想隐瞒的，
只是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幽王殿下，你我虽是未婚夫妻，为防引人误会，还请幽王殿下避嫌。这就是外界说对自己一见钟情，誓死要嫁的痴情女子。哼，恕他眼拙，看不出来。倒是对江银这个女人，赫连叶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哪里怪他也说不出来。宁小姐，本王与郡主有话要说，你下来。你谁啊？我跟你很熟吗？不熟，你再说一遍。1遍、2遍、3遍，还是不熟悉？不熟？你爬本王床上的时候可没不熟。这是什么惊天秘闻？那又如何？听闻幽王殿下容貌俊美，乃是世间少有的美男，我便异常方泽。你有爽，我有付出，皆大欢喜。干嘛一口怨气啊？赫连叶没料到啊，没料到自己暴露这么私密的事情，他一点也不慌张。幽王，是你亲口让我滚，我按照你说的滚了，你却步步紧逼，是什么意思？哦，我懂了，你是不想在京城看到我是不是？你放心，我与武王爷成婚之后就跟他去封地，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叶一，送宁小姐回去。宁小姐真的对我家王爷痴情不悔，怎么越看越不像呢？宁小姐，让属下送您回去吧。王爷与郡主有话要说，您就别去打扰了。我自己的未婚夫与郡主在一起，你让我别去打扰？哼，这叔叔睡了侄儿的媳妇，要是传出去，有些话还是别乱说，藏在肚子里比较好。你好，大家都好。哼，我只是替恩人不知，一个病秧子随时死掉的人，一个平庸王爷，怎么都不配我的恩人。罢了，眼下先回去，反正知道恩人的身份了，回去登门拜访就是了。哎呀，好本事啊，把自己的未婚妻都赶跑了。你不生气？我生气什么呀？王爷跟我是什么关系啊？我拿什么立场生气？你想逃？我为何要逃啊？然后指尖微动，一根麻醉针扎进了他的皮肤里。果然古话说得好，男人就不能惯着，越惯越上天。赫连叶，你该不会自信的觉得我对你不敢动手吧？应该生气的，怎么还能心动？哼，是吗？本王倒是有个好建议。江银察觉到不对的时候，身上的穴位被点，整个人身体不能动弹。你什么时候对我下药的？狗男人，竟然不知不觉的对我下药，太过分了。这是点穴，并非下药。点穴？你说的点穴，莫非就是传说中古文明的古武之一点穴？不跑，本王教你。哼，你是谁啊？腿长在我身上，我想跑就跑。我告诉你啊，一旦我得到自由，我就跑，跑得远远的。你想掐断老娘的腰不成？答应本王，不跑。赫连叶见他不说话，眼眸微沉，将他压在马车里，将他的腰带扯开。我去，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这男人开始主动了。他直接在马车里带着江银走到了巅峰。跑不跑？赫连叶，你可有听过有句话？什么？只有累坏的牛，没有耕坏的田。赫连叶眼神一暗，见他这般嘴硬，打算今天让他见识见识自己的厉害。王爷，宫里传话，皇上要见你。马车里安静了一瞬，随后又听到几声撞击声才停下来。紧接着，赫连叶慢条斯理地穿上衣服，重新给自己梳发，从马车里走了出来。把郡主送到幽王府。我不去，我说过，没有八抬大轿就不会回幽王府。那就先送到平远侯府。说罢，转身又上了马车。你自己失踪1个月，连封信都没有留下，你自己说，换成是你，你不生气？我也没想到会去那么久啊！我原本打算2、3天就回来的，我就每个地方都去了几天。等我意识到过了许久，就忙着赶回来了。我到京城就马不停蹄的去见你，可谁知你冲我发那么大的脾气，我还把我最喜欢都舍不得吃的苹果留给你，结果你却摔了那么大的苹果，我一直忍着没吃，就想着把最好的给你，结果你摔了它。他做错什么了？你凭什么要摔了它？本王把那个苹果吃了。你骗人！本王没骗你，本王真的吃了。那个苹果虽然摔了，可有一些地方还是能入口的，是本王吃过最好吃的。你真的吃了？吃了，还生本王的气。长这么大都没有人喊我滚。通常滚还没有开口就被他的电磁炮给送去回炉重造了，也就这位是个例外。本王那日激动了些许，可你也有错在先不是？本王怕你回去了，再也找不到你。我大抵回不去了，
能让他回去的，要么是时空管理局打开时空隧道让他自己回去，要么就是遇到时空黑洞自己掉进去。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太可能出现。马上大婚了，这段时间别乱跑。知道。你可知道要嫁的人是谁？随便。总之等着本王娶你。可上面的赐婚不是你。本王自有安排。总之在没有嫁给本王之前，不许离境。好大的狗胆，竟敢连皇家给的彩礼都要贪！你是有几颗脑袋？王爷，都是这贱妇个人所为，与平远侯府没关系。还请王爷莫要怪罪在平远侯府其他人的身上，他们都是无辜的。平远侯，宋氏犯的是偷盗之罪，且偷的还是皇家的彩礼，休了宋氏，此事就此作罢。他不会坐牢，平远侯府的名声也会保住。王爷，这……你若是舍不得，那我就与你断绝关系，脱离平远侯府，这样你就陪着他一起坐牢。什么平远侯府的声誉将由他们的名声啊，跟我有个屁关系！道歉，废了平远侯府，废了姚二他们，本侯只能委屈夫人了。好了，这件事解决了，接下来咱们谈另一件事。你去带着内务府清点我母亲的嫁妆，少了什么或者什么破损了，全都给我单独记下来。劳烦公公辛苦了。郡主放心，咱家定会仔细核对，不会错漏一个，也不会错认一件物品。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娘！快放开！腾哥，别过来！你听话，别过来！哦，你们来的正好，过来好好看看你们的娘亲。过了今天可不一定能看到。郡主，您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宋氏偷窃本郡主的彩礼，人证物证皆在。为了保全平远侯府的名声，平远侯休书一封。为什么？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好的活着不好吗？为什么非得要上杆子作死呢？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们？那么多的东西，随便从里面选个几件，应该不会被发现的。回王爷，郡主，咱家已经盘算好了，这上面共计有216件丢失的物件。216件。宋氏，你该如何解释这些东西都去了何处？你若说不出，那我便要上报给京兆府，还要找皇上讨一回公道了。何必麻烦皇上？叩见幽王。查得如何了？幽王殿下长得真好看。来人，砍了宋氏一根手指。他若不老实交代，那就继续。手指砍没了就砍手，只要留口气，随便。本王倒是要看看，是他的嘴硬，还是骨头硬。赫连夜一声令下，叶一走上前，寒光一闪，宋氏左手的小拇指被切，断指滚到了一侧。这动作太快，快到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直到宋氏惨烈的叫声响起，大家才反应过来，他不是说笑的。现在老实交代那些东西都在何处，不许错漏一个。哼，惠中公主留给郡主的嫁妆，也是你能贪的。乖乖，不就是假装的事吗？为什么感觉事情越来越大条了？再切。赫连夜一声令下，叶一别在腰间的剑又是一闪。那些东西我留了一部分，打算以后分给儿女们，还有一些送到了宋家，剩下的也多数变卖了，换了银子。王爷，这是在宋氏房间里搜到的珠宝，共有68件，还有在宋家搜到的116件，将宋氏送到慎刑司严加拷问。慎刑司，这会不会太狠了一些？慎刑司是皇叔创办的，里面可都是罪大恶极的罪人。进去之后再硬的嘴都受不住啊！皇叔这行为摆明是要给郡主找回场子的。郡主，有位宁小姐来找您，请人去我的院子，我这就来。王爷，剩下的事就拜托您了，我还有客人要接待，就先告辞了。郡主放心，本王会给你讨回公道。郡主，宁小姐，郡主，您能不能喊我雪薇啊？好，谢谢郡主。郡主，您身份高贵，平远侯府怎么能给你安排这样的住处？宁小姐，这都算好的了。郡主以前住的地方比这个还差呢，抬头都能看太阳，看星星。都过去了，我的事没什么好说的。宁小姐今日前来是我是来感谢郡主那日的救命之恩的。郡主，这些都是我家小姐精心挑选的谢礼，还请您收下。你喜欢这些？郡主说笑了，哪个女人不爱珠宝啊？哦，是吗？我就不喜欢珠宝，我喜欢刀剑，能把人削成棍的那种。郡主喜欢武器，那我改天帮您打听打听。你之前的那2个丫鬟呢？郡主问的是翡翠和璎珞，她们2个吧？这2个丫头啊，受了不小的惊吓，回去之后就高烧不退，所以没过来。她是真的对珠宝没兴趣，还是不识货呀？别那么费心，
我什么都不缺。面对宁雪薇看向自己的眼神，江银想笑，他要怎么解释自己真的不差钱呢？他也不缺那些东西啊，实在是没有必要为自己担心。这个，你回去再打开看。好。不多会儿，宁雪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张嘴，小姐，您说什么？母亲，大小姐要罚你，你不服？奴婢知错，奴婢知错。母亲，这春梅还是留在你院子吧，女儿要不起这样的奴婢。今儿个在平远侯府，她几次轻视郡主，也就是郡主气量大，不与她计较。可是你身边那2个丫鬟娘翡翠和璎珞，只是受了一点惊吓，过2日就好。这是什么？这是郡主送我的礼物。想到郡主让她带回家才能打开，宁雪薇也没有多想，将袋子打开了，把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紧接着，各式各样拳头大小的石头从袋子里滚落在桌上。再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石头啊，分明是宝石，而且成色特别的好，一点杂质都没有。这郡主给的，这既然是郡主送的，就好好收着。娘觉得不如做你的陪嫁，要是早点认识郡主就好了。宋氏那边应该还有隐瞒，本王会追查清楚。我想让他受尽折磨再说，至于是不是真的，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想让他受尽折磨。好，本王吩咐下去，让他们好好招待宋氏，别让他死得太快。慎行死的人手段花样百出，但若想死，要看他们应不应。我的事都交代完了，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是龙凤佩。可是王爷，你现在给我这个不合适吧？我是要嫁给武王爷的人。除了本王，你谁也不能嫁。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何况这是皇上的赐婚。王爷如何笃定我除了你就嫁不了别人了？本王与你这般说，就必然不会让你嫁给别人。你想嫁，也只能嫁给本王，除非那些人连命都不想要了。你都没聘礼送给我，就让我嫁，这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你瞧见武王爷了没有？人家可是摆了66台嫁妆呢。本王给你10里红妆，这几日给本王安分点儿，不要乱跑，不然我就把你身边的婢女用来祭天。腿长在我身上，我爱跑哪就跑哪。一个小丫鬟而已，我还能被你威胁来？本王求你，你还会跑吗？你求我呀？对，本王求你。连夜回去没有多久，江银又出门了。他不想待会儿见到江瑶他们过来求情。大娘，桂花巷柳家在哪里啊？柳家，姑娘，你找柳家啊？啊，对，柳家。哎，姑娘，那柳家你去不得啊！啊，大娘，柳家为何去不得？这柳家有一个嗜赌如命的儿子，家里有什么都给赌光了。乔姑娘你长得这么好看，要是被骗了，被他卖了，可就不好啦。多谢大娘提醒，我会注意的。知道大概情况之后，江银越发的好奇，是谁要把自己引到这里来呢？有人吗？姑娘，是来拿衣服的吧？是你引我到这里来的，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我保证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的内容。老奴跪香，叩见郡主，郡主千岁。郡主，奴婢是惠中公主身边的贴身嬷嬷，您小时候奴婢还抱过您。郡主长大了，与公主越来越像了。若是公主还在的话，看到郡主这样，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说是我母亲的奴婢，有什么证明？这是奴婢在公主身边留着的玉牌，这上面有老奴的名字，上面一面写着桂香，一面写的是公主府。公主府？对，郡主，公主是有府邸的，只是一直未曾过去。她住在平远侯府，公主府是空置的。所以你让人引我过来是有何事？听闻郡主是要成婚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当年公主在世的时候，就为郡主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她知道自己离世之后，平远侯定会再娶，难免会觊觎留给郡主的嫁妆，所以公主就留了一部分在府上，还有剩下的一部分转移到了外面，让奴婢守着，只等着郡主出嫁的时候交还给您。东西在哪里啊？并不在京城，公主藏在了很隐秘的地方。这把钥匙
是开启钱庄的钥匙。到了钱庄后，会有人将东西交给郡主的。整的手续还挺多的。钱庄是万通钱庄，这钱庄是公主名下的，除了以前在公主身边伺候的老人，无人知道。虽然他不懂这种羁绊，但他研读过一些古文明的历史。在母体中孕育出生的婴儿，从存在的时候就与母亲有了一生的羁绊，他们有着天生的感应，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不像是他从器皿中培育出来的，什么父爱母爱、兄弟姐妹情爱的都没有，感情这一块就比较缺失。娘，救我！他们会杀了我，会杀了我！你儿子？门外是老奴的儿子，他本性并不坏。是不坏，是染上赌博而已。待会儿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要阻止，知道吗？郡主，老奴就这么一个儿子，求你饶他一命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会让他死。娘，这位贵客是谁？你欠了赌方的钱，欠了多少？500，不，5000两。5000两？那些人不是说你欠的是500两吗？怎么变成了5000两？娘，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人，利滚利的5000两已经不算多了。5000两银子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需要给我写一个借条。那，小姐等等，我这就去房间找来纸笔。趁着他寻找的功夫，江银冲着那些要债的人勾了勾手指头。就是你，过来。小姐，请问有何贵干？你是赌方的人？是。拿着。那个人欠了你们多少钱？这小子欠了咱们300两，只是利滚利的就滚到了500两。待会儿他还钱的时候，你们把他身上剩下的全都让他没了，还要让他背巨债，懂我意思？一个铜板都不许有，做到了这是你们的赏银，做不到就是你们的丧葬费。江银说着，两指搓着金子，金子从长方形搓成了球形，成了一个金球珠子。这是哪儿来的小祖宗啊？可太厉害了！小姐放心，那柳志原本就有很大的毒瘾，只要咱们动动手脚，保准他输的裤衩子都没有。二人对话结束之后，柳志就走了出来。这上面需要加一个备注条件，5000两不是一笔小数目，以你现在的条件，你要说一下偿还日期。偿还日期？你总不能告诉我要用一辈子来偿还这5000两吧？你还得起，我可没耐心等。3天我就给你还了。怕是3天输的裤衩子都要穿别人的了吧？江银见他这样，让他自己写上，如果3天内还还不上5000两银子的话，本人任由处置。行，3天后我等着你还5000两。柳志收到了5000两，就屁颠屁颠的跟着龙哥走了。龙哥这会对他如沐春风，就好像是异父异母的兄弟，对柳志好的不得了，揽着他的肩膀去赌坊还债，顺便再让他欠债。等我几日，我再给你还地方。不用，我已经习惯了，就不麻烦郡主了。江银收到东西之后去了钱庄，掌柜亲自领着江银到了地下密室，柜子里有地图，还有几把钥匙，还有几封信。将东西都放在自己的空间后，掌柜的还带他取出了3箱黄金。主子，现在万通钱庄都是您的了。你们一切照旧，好好干，继续加油。这3块金砖就这么直接给了？他发誓这辈子、下辈子，还有他的后世子孙都会忠诚的效忠主子。逆女，你还敢回来？如果你想去跟宋氏一起在慎刑司相聚，我可以去找幽王殿下。你去找幽王殿下？你以为幽王府是你开的？你想去就去。殿下说可以。爹刚才逗你玩呢。江银回到房间之后，继续翻阅着原身母亲留给原身的信件，全部读完之后，江银半知半解的明白了母爱的伟大。不过信件后面说是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对方长得极其漂亮可爱，对方的母亲早早的就把彩礼送了过来，那些东西不在府上，也不在京城里。信上说留了地图可以去找，并且还详细的画了一对玉佩，是娃娃亲的定情信物。江银低着头看，然后一脸古怪的从空间里取出之前贺连夜送给自己的半块玉佩，与上面的龙凤玉佩另一半的龙玉佩一模一样。娃娃亲，贺连夜的人知道吗？另一边，贺连夜的人终于找到了惠中公主身边的老人之一钱嬷嬷。他来见幽王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幽王殿下不能与宁家成亲，因为幽王与他们家的郡主有婚约。婚约？本王为何不知？王爷应该还记得先皇贵妃的笔记吧？贺连夜打开信封，里面熟悉的笔记让他坐正身体。随后信纸里还有一张娃娃亲的结亲契书。王爷，皇贵妃在郡主刚出生的时候就把定情信物送给主子了，同时还有彩礼。
赫连叶听到这儿，大概明白了为什么江银平远侯府会出现他母妃的遗物，原来都被当成彩礼早早的送去了。赫连叶看着手中的信件，信里的母妃很开心的告诉他，为他选了一门好亲事，只等着他到了成婚的年纪就把小姑娘娶回家，并且拍胸口保证他坑谁都不会坑自己的儿子。那位桂嬷嬷在哪里？我们是分头走的，谁也不告诉彼此的去向，只等待郡主成年要出嫁的时候才回来。原来他与江银的缘分早就定下来了，只是这事儿母妃从未提起。若是当时宣布与惠中公主的女儿有婚约，对自己和惠中公主都不利。母妃都答应的婚事，那他应该是不能怠慢了。他要将江银八抬大轿十里红妆的迎进幽王府的大门，必须热热闹闹的大办，还要是前后10年都会被京城乐坛的一场盛大婚礼。随后京城里所有布装正红色的丝绸被卖断货了，只能连夜从别的地方调派，府上里里外外都是红彤彤，看着就喜庆的很。王爷，宫里有请。皇上，幽王殿下来了。快宣进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赫连叶的气色比以前好了不少。阿叶，你是不是还在生皇兄的气，擅自为你赐婚呢？不，我不生气。我很感谢皇兄在自己重病期间还不忘了我的婚事。阿叶，皇兄也不想逼你，只是你都20了。皇兄，有什么事还是尽快说了吧，我还要回去准备婚事呢。这药是朕为你寻的神医所研制的药，可以缓和你体内的毒。多谢皇兄挂念。你的体温怎么还那么低呀？幽王府的那些人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你呀？一边问着，一边双手抓着他的手，来回试探他手腕上传来的温度。我这身体体温很正常，皇兄不必担心。那这个你记得带回去服用。皇兄身体还需要多休息，本王就不打扰了。赫连叶离开皇上的寝宫没有多久，人就吐了，恶心的呕吐，人变得非常虚弱。回去。回到幽王府，赫连叶下令备水，他眉宇间戾气凝聚，对刚才周文帝触摸自己的手一遍一遍的搓洗，那眼里的恨意似乎是要将自己的手给剁了。郡主，王爷呢？我去看看。郡主，王爷刚从宫里回来，似乎有一些不对劲。狗皇帝又欺负我男人。江银眯着眼睛，双眸中滋滋闪烁着电流。神仙，宫里那位又惹仙女生气了。江银双眼一眯，太阳高挂的天儿，一道惊雷直接劈在了皇宫的位置。郡主，皇上的寝宫内外都安装了避雷针。以为装个避雷针我就没办法了是吗？等着，2年今夜就让你看看，你这怎么了？这么自虐自己？没什么，这笔账我会通通算在狗皇帝的身上。别乱来，暴露自己。我知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可别再伤害自己身体了。谁要是惹你了，你打过去就是了。好了，把这杯水喝了，然后好好睡一觉。喝了具有安眠成分的茶水，坐在床边观察了一会儿，确定他是已经睡着之后，这才起身离开。王爷已经睡下了，明天才会醒来。那么现在，你可以详细给我说说，王爷到了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属下并不清楚寝殿里发生了什么，因为皇上下令，除了王爷，谁都不许在殿内。只知道一炷香之后，王爷出来之后面色极差，回来就一直搓洗手。狗东西，我的人也敢碰！着火了，着火了！快来人啊！快来人啊！走水了，走水了！快看，是天火，是天火！你们干什么？快灭火！我去，见鬼了！有天火不断的落入皇宫，咱们大周的皇帝到底做了什么呀？不是天雷就是天火的。你他妈还没醒酒呢，这种话也敢说出来？你活腻味了是不是？现在外面都这样说，别人吃屎，你要不要去跟风啊？郡主这次玩的好大呀！郡主做的。白天郡主知道王爷在皇宫里面受委屈了，就决定给咱们王爷出出气。郡主知道皇上所在的寝殿装了避雷的东西，就决定今晚行动。为此还给王爷喂了一点助眠的药。郡主对咱们王爷真是没话说。是吗？叶一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声音不太对劲。等转过身看到是谁之后，直接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王爷，郡主不是说王爷明天才可以醒来吗？怎么这后半夜就醒了？原来他为自己出气去了。赫连叶感觉自己的心跳动得厉害，冰冷的血液此时逐渐升温。多少年了，他一个人孤独地成长着，早就变得冷心冷肺。自从遇见江银之后，他的一次一次总是能够暖化他的心。今晚之事，闭嘴。为什么王爷和郡主都喜欢用这种话来威胁我呢？杀不死你，我也要吓死你。陛下，您没事可真是太好了，嫔妾听了吓坏了。地上凉，起来吧，皇后有话要说。
皇上的寝殿怕是要休憩一段时间，不如借此机会，皇上去行宫住一段时间。皇后打算等皇上去了行宫之后，她马上就要请大师进宫，里里外外的都检查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脏东西一直来祸害皇上。也可，就依你。本宫会安排好的，皇上安心养病。王爷，皇宫走水了！你说什么？王爷，宫里走水了！我天，父皇到底做了什么事？不是天雷就是天火的，有他这么传奇的吗？一国之地，3天2头的被雷劈火烧的，难不成这是祖宗给的警告？王爷，您得去宫里。对，该去皇宫。给武王爷请安。你怎么在这里？难不成母妃也出事了？王爷，娘娘好着呢。母妃很好啊。是，娘娘很好。那你站在门外做什么？王爷，娘娘让你回去洗洗睡觉，不要什么热闹都跑过来掺和。本宫的命怎么那么苦，生了这么一个蠢儿子。安伯说这几日让我别来寻你，说是有什么忌讳。是有这个说法。我偷偷来不算犯了忌讳吧？也不差这几天，你回去好好准备。本王给你准备的嫁衣，记得听嬷嬷的话，缝上几针。我不会啊，拿刀拿枪都可以，你让我拿针不行。行吧，待会儿让嬷嬷把嫁衣送过来，本王来缝。江银看着他勾唇笑，然后没有继续说什么，走到了赫连叶的面前，捧着他的脸亲他的眉心、眉毛，每一处都在用心的亲着。江银细细密密的吻让赫连叶全身一颤，紧接着他上前圈住江银的细腰，薄唇包裹着红唇，唇齿在一起交流。回去吧，安心等着出嫁。和妃娘娘请郡主入宫。和妃是武王爷的母妃，也是郡主您未来的婆婆。见过娘娘。老五是个有福气的，遇上了你，今后啊，你就好好管教老五，将他往正道上引着。娘娘，您管教这么多年都没教育好，现在交给半路的人不妥吧？是，你说的也是。本宫生他养他，管了这么多年都不见效，又何必把这个压力给你呢？启嫔，娘娘在里面会客，您不能进去。哟，姐姐身边这位绝色的姑娘是谁啊？娘娘，奴婢试图拦下，可是启嫔娘娘却……启嫔，你好大的胆子，连本宫的丫鬟都敢打！姐姐，你气什么？姐姐身边的宫女不懂尊卑，我只是帮你教训一下而已。姐姐也不年轻了，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呢？没办法了，我不像妹妹，现在仰仗的都是皇上对你的喜爱，但我有儿子呀，这有儿子的快乐你是体验不到了。要不我与妹妹说说养儿子的快乐。呀，姐姐是从哪里找来的妙人啊？瞧这小模样，长得可真是水灵呢。瞎了你的眼睛，这是郡主，也是本宫即将进门的儿媳，她就是惠中公主的女儿。江银带着鄙夷的视线从头到脚的将他上下打量一遍之后，一个巴掌扫了过去。齐嫔轰的一声，连桌椅一起掀飞，重重的摔在地上。这未来儿媳妇竟然是个会武呢，这下更能管着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了。你敢打我？他打你又如何？他是一品郡主，你是什么品级？莫不是以为成了皇上的女人就真的可以横行霸道无所禁忌了？可就算是如此，也不能打我。你的意思是打狗还要看主人吗？不是那边招了，他除了自己留了一些，还有送到娘家的，剩下的一部分流入了黑市。你打算怎么处理宋氏？把他名下所有产业和财物全都划到我的名下，他的子女都要给我打工还钱。什么时候把那些还清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至于宋氏，让他挖矿去吧，让他们给我挖矿还钱。这个法子倒是不错。你的性子收敛点，待会儿见到江银，说一些软话，让他放过咱们。你真要是去坐牢，就毁了平远侯的世子之位，永远都跟你没有关系了。记住，好好说话。你们怎么来了？郡主在吗？我们要见郡主。在的。是求情，还是想让我放过你们？大姐，求你网开一面，放过我们。你们母亲从我这里拿了不少好东西，扣掉已经归还的，还欠了不少钱。官府想必已经告诉你们要送去矿场了吧？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才能抵债。既然你们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我安排。不过你们要先写欠条，摁上手印。我根本不知道母亲在我身上花的钱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物，我也是无辜的，所以我才给你们一个机会啊，不然早就把你们拉到矿场里挖矿去了。你们也别对我有怨气，换位思考一下，若是我把属于你们的东西算计了，你们指不定比我狠呢。你打算怎么安排我们？苦力活我是不去做的，
你想让我做，我也干不了。到时候我还病倒了，你还得花钱给我治病。哼，你有跟我谈判的资格吗？你们若是不想坐牢，也不想被我逼债，就痛快的签了协议，我好安排你们的去处。3个人都不带犹豫的火速签下了协议，迟1秒那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行了，回去等着通知吧。先说好啊，协议你们已经签下了，就没有拒绝的权利。一旦拒绝，你们可就马上要送到黑市进行拍卖的。至于会把你们拍卖到什么地方，那我可就不管了。谢谢郡主，不计前嫌。郡主，他们之前对你那样，为何你还要帮他们？你也觉得我是在帮着他们？难道不是吗？错了，我是在帮我自己。郡主，宫里的嬷嬷昨个来了，说您快要出嫁，让您学一些宫中礼仪。宫中礼仪？什么礼仪啊？很复杂吗？奴婢也不是很清楚，不过郡主您可以先学着，要是不喜欢，到时候寻个借口让嬷嬷回去就成。行。说着起身朝外出去。郡主，您还要去哪儿啊？想起来还有事要处理。郡主现在出去都不愿载我了。不可能，不可能！看来你又输了。小姐，刚才我娘的面子上，求你再帮我这一次。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姑娘，再借我一笔钱。姑娘，给我7天时间，不，3天，我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这次你又打算要多少？2万两，2万两。3天之后，我一定会如数奉还。不能答应他，小姐，你不能答应他，他已经输了1万两了，再给他那么多银子，杀了他都不够啊！柳志见自己的娘亲在关键的时候拖后腿，恶从胆边生，已经红了眼的他上前就狠狠地推了桂嬷嬷一把。桂嬷嬷没有任何的防备，就这样被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头撞到地上的一块碎石头上，当即鲜血如注。这小子都红眼睛了，连自己的娘都不认了。他们刚要谴责臭骂柳志一顿，结果就看到那女罗刹抬腿一脚将柳志踹飞了出去。老大，这娘们够狠的呀！什么娘们儿？要叫祖宗！踹完人之后，江银蹲下身检查了桂嬷嬷的伤势，还好只是皮外伤。你去喊个大夫过来。没听到祖宗说的话吗？快去找大夫来！小姐，我没事。大娘，帮我照顾一下里面的人。姑娘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桂大妈的，直到大夫过来啊。喜欢赌博，听说进了赌债，还不上钱就会被人断手断脚。我先让你体验一下断手的滋味。老大，你说的对，这位不是娘们儿，是祖宗。等！柳志啊的一声惨叫，还没等他惨叫完，又是咔嚓一声，手腕又复位了。你从我这借了几千两的银子，如今又欠了赌方1万两，3天期限已到，你想好怎么还钱了吗？小姐，求你放过我，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求求你放过我一回，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母亲的面子是多少钱啊？我与你们很熟吗？大几千两的银子，说放过就放过了。小的时候，桂大妈去给人家洗衣服赚钱，手都洗烂了，也要咬着牙送她去书院读书。结果呢，跟了几个狐朋狗友带去了赌坊之后，尝到了甜头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人就成了这副样子，也被书院开除了。错了，一开始就错了。在我面前装疯卖傻没用，欠我的钱就得还回来。你还是想想怎么还钱。我没钱。跟我耍横是不是？你要带我去哪儿？放开我！不是没钱吗？好办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你就是这里的老板？我就是，不知这是……把他这个人留在你这里，接一个客人，你我2-8分，如何？姑娘，这可是个男子，您确定啊？男女不都一样吗？有动就能用。我可不信老鸨就没接过这方面爱好的人啊。这自然是有的。长得模样是不错，可这身子似乎有些虚啊，谁知道能不能受得住呢？到时候在我这儿再坏了身子，那可就麻烦了。你管他什么身子呢？有些人就爱这口。我错了，我不赌了，我再也不赌了。求小姐饶我一次，我真的再也不敢了。你当真悔过了？是，当真悔过了。求您放过我这一次。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也仅此的一个机会。错过了，那这辈子你就成为最低贱的卖屁股的吧。多谢小姐，我一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一定好好珍惜。江银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确定他是认真的，这才带着他从青楼离开。老鸨抬起手就要拦着，江银随手丢了一块银子。好了，出场费结算。老鸨子手中一沉，掂了掂手中的银子。这银子给的实在，他就不多追究了。江银带着柳志回去，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1年后考上秀才榜首。
若是他做不到，明年今天就是他去接客的大喜日子。除了你日常读书以外，你还得出去打工赚钱，每个月要还我10两银子。你用什么方式我不参与，但必须每个月要给我10两银子。10两？你自己说过不会再赌，你若是再赌，不用跟我说，直接打包送到青楼卖屁股。柳枝垂头，脑子里还在想着要怎么赚钱。你说什么？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让你染上毒瘾，荒废学业，就是当初带你来体验那伙人。我听说他们是觉得你家境不好，却常常受到先生和院长夸奖，对你心生嫉妒，所以就决定让你染上毒瘾，自己废了学业。你还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自己染上了毒瘾，一发不可收拾。你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方只是引你入局，而你是自己不知收敛，深陷其中，这不是咎由自取吗？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想报仇？就凭你现在的样子。想到昔日自己被先生、被院长夸赞，想到娘对自己的希望，结果全都毁了，什么都毁了。道歉。娘，我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今日我才知道都是骗局，他们就是故意要毁我前途。以前是我不听娘的劝说，认为娘不愿意我交友，我错了，娘原谅我。娘陪你走不了太久，你要自己好好的，知道吗？嬷嬷，您跟我回去。不行的，老奴不能给你添麻烦。郡主，老奴。柳枝年纪也不小了，您不能事无巨细的照顾她。按照这里的规矩，她应该独当一面，是这个家的门面顶梁柱，而不是躲在你背后的怂货。以后自己洗衣做饭、打扫房间、收拾院子，还有赚钱读书，我会定期让人过来检查，给我盯紧了她。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盯着，务必让他走上正道。要是他敢赌，我马上就送到窑子让他卖屁股。记住，只有一次机会，不然等着卖菊花吧，前面的也要切掉。奴婢是受皇命前来教导郡主礼仪的，还请郡主尽早出来，奴婢办完了差事也好回去回禀。郡主多拖1刻钟，奴婢就要在这里多留1刻钟，对谁都不好。嬷嬷既然知道是宫里来的，那就应该懂得什么是尊卑，莫要以为自己是从宫里出来就高人一等，这也只能在奴婢面前显摆你们的威风。宫里来的回郡主，老奴是宫里的教养嬷嬷，奉命前来教习郡主宫中礼仪。为了赶进度，老奴会严苛认真对待，还请郡主多担待。那真是多费心了。既如此，那就请嬷嬷开始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请郡主起身，跟着老奴学习规矩。不用，我要先看看你们的礼仪做得如何，好不好的也不是你们说了算啊，要我觉得你们行才能跟着学，免得误人子弟耽误了我学规矩。既然是郡主要求，奴婢就示范给郡主看。你们一起，也好让我比比看你们二人谁更标准一些。等日后我好去宫里头为二位讨赏。右边的嬷嬷，你的笑容很僵硬啊，学学左边的嬷嬷，瞧瞧人家笑得多自然，看起来就舒服。左边的嬷嬷，你躯体比右边的高了几寸，这个不行啊，你们俩这一看就很不协调，重新再做一遍。不行，你们俩都不调不一致，影响美感。重来。不行，太僵硬。再走一遍。不行啊，你净查的比左边的高了几寸，明显敷衍。再来。2个时辰之后，2个嬷嬷全身都被汗水打湿，脸色是越来越苍白。这就是宫里来的教养嬷嬷，体力这么差，做了这么久都没有一个让本郡主满意的，这让本郡主怀疑你们是不是真的教养嬷嬷，还是想来本郡主这里混水摸鱼，亦或者阳奉阴违拿着差事不当回事啊？郡主息怒，许是奴婢昨儿个太过激动，没有休息好，导致今天精神有些恍惚。郡主放心，接下来奴婢一定会尽心尽力教导，务必让郡主在婚前学会所有宫中礼仪。该怎么做，回去仔细想清楚了。郡主，您刚才做的太漂亮了。这是你送上门的，本王的身体有些不适，需要王妃续命。可以啊，那你可要好好表现。你别求饶。说完，掌风一扫，床幔垂下，里面的声音越发的浮响连篇，床幔抖动的频率似乎在告知里面有多热烈。2个人的酣战在1个时辰之后结束，江银钻入了赫连野的怀中，在他的目光下，手中点点绿光进入了他的身体里。本王之前发作的时候，你就是用这个治疗的。还记得第一次吗？我可不是白白占你便宜的，我有付出的，只可惜被你打了一顿。之前是本王误会你了，本王给你道歉。不用道歉，怎么算都是我赚了，不然我去哪儿找来这么一个巧郎君？明天有空吗？
换别人，本王没空，但若是你，定然有空。你想做什么？这不是要大婚吗？换婚一事，还是要坦诚不公的说出来。五王爷那边我已经说了，但是宁家小姐还不知道，所以我想，明晚4个人聚在一起，把这事说个清楚。若是宁小姐不愿意，我们再想别的法子。您说呢？行，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我得走了，要是被他们知道又私下找你，就要说一通道理。今日请宁小姐前来，是本王有事相求。幽王请说。本王心仪的是昌平郡主，想娶的也是昌平郡主。本王寻你来，是想坦白与你说，大婚那时，本王会换妻。你喜欢的是郡主？对，本王喜欢她。宁小姐，我对赫连夜亦是如此。什么叫亦是如此？说一句喜欢本王，会如何？这还是我那个能力被称为或阎王的皇叔。幽王，其实民女也有一事隐瞒，便把自己当年急击快到，为了避免被政治联姻，所以就借用了幽王的名号，对外宣称心属于幽王，除了他谁都不嫁。请幽王恕罪。这招高啊！以后我也可以试试。你也要试？拿谁来试？那自然是你我闹掰的时候。切，想都别想！此事是本王欠你的，你想要什么补偿，尽管说。我可以继续嫁到幽王府吗？不过您别误会，我对你没感情的，也不喜欢你，只是想跟郡主做姐妹。我可以保证，我绝不会干涉你们的生活，不会插足你们的感情。不行，她是本王的。我知道郡主是您的，我也没打算跟您抢啊，我只是想距离郡主近一点。其实嫁给我也可以接近郡主的。嫁给你怎么接近郡主？幽王府和你的府邸相隔2条街，我如何能够天天与郡主见面？我可以搬家，我可以买幽王府隔壁的院子的，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来见郡主了。这条街都是本王的，你想买街边吗？街边？按照皇叔这豪气，怕是连街边的砖瓦都买不起。哎，还是太穷，跟拥有9个城池的皇叔比豪气，我是脑子瓦特了。雪薇，婚姻是大事，我觉得这件事要与你说清楚。你选择是配合还是反对，我都尊重你的选择。你若不想嫁给五王爷，我可以帮你。郡主，你不道德呀！当初你来找本王，可不是这样说的。江银说的对，你若是不愿，本王来处理。皇叔，我想娶宁小姐，我发誓，只要宁小姐愿意嫁给我，这辈子我绝不会另娶他们，只与你一世一双人。可是你是王爷，正妃、侧妃、良妾、后院的女人只会多不会少，一世一双人，谈何容易？可以的，反正我也不是多重要的人，我做个闲散王爷，那些人自然不会把主意打在我身上。宁小姐，给我个机会向你证明。他若是有一日负了你，我就剁了他惹事的2两肉。算本王一个。这让五王爷感觉自己的裤裆凉飕飕的，隐隐作痛。皇叔，您就可怜我。我愿意。你放心，婚礼我比不上皇叔的豪气，但也一定会给你一个隆重盛大的婚礼。这是怎么回事啊？父皇，您问儿臣还一脸懵呢。这不是让我娶昌平郡主吗？怎么是宁大小姐了？阿叶，你来说是怎么回事？皇兄，仪仗队不是皇宫准备的吗？你问我还想问问这是什么意思？让本王娶一个破落户，这是寒碜本王呢。事已至此，幽王便是你的夫君，从今往后，你必要胜过自己的命照顾他，不得让他有任何的闪失。若是做不到，朕砍了你的脑袋。皇上，我有先皇御赐金牌，您砍不了我的脑袋。我与幽王殿下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有了夫妻之实，我自会好好照顾幽王殿下。少少放心。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臣是委屈了一些，但儿臣觉得这样挺好的，或许是天定缘分吧。本宫还能吃了他不成？滚，快点滚，看着就头疼。母妃，你要有气冲我来。娘娘息怒，皇上知道了，可有说什么？回娘娘，皇上似乎接受了这件事。既然木已成舟，往后你就和老五好好过日子。另一边，赫连夜带着江银去了骊山。老奴给幽王殿下请安，殿下千岁千岁千岁。福公公，免礼。这是母妃身边的老人，自皇贵妃离开后，母妃身边有一些跟着殉葬了，也有一些留在这骊山上继续照顾着皇贵妃。而福公公就是其中之一，他守着骊山，守着皇贵妃，从未离开过。这位是本王新娶王妃，今日来拜见母妃，为母妃敬一杯茶。成婚了？这个好，娘娘知道一定很开心的。昨天2位王爷迎亲，怎么会撞到一起的？回皇上，
似乎是武王爷多睡了一会儿，赶不上及时，所以匆匆的带着人去迎亲，然后与王爷撞上。老五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枉费朕为他指婚，刺杀宁雪薇一事暂停，目标转昌平公主。注意，朕要她看上去是自杀或者意外，不要让幽王发现端倪。是。幽王从行宫离开后去了哪里？回皇上，幽王殿下带着新王妃去了骊山祭拜皇贵妃了。去了骊山，该去拜祭。皇贵妃在天有灵的话，应该很开心。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周文帝的心弦，紧接着赏赐了不少的东西到了幽王府上。武王爷那有吗？老奴没听说有赏赐送到武王爷府上。这皇上对你比对儿子还好啊。哼，谁知道他呢？那就收起来吧，不要白不要。第3天回门日，武王爷紧张的几乎一晚上睡不着。他知道宁家是看不上他的，比起其他的皇兄，他就是个混吃混喝的王爷，成不了大事儿，也会被长辈们嘲笑是烂泥扶不上墙。他也没有什么官职，就是享受着王爷的待遇，仅此而已。王妃，让你跟着本王，会不会委屈你了？委屈？为什么这样问？你看，我也没在朝中任职，一事无成的，我没什么野心，对那个位子也没什么想啊，也没什么追求，就想着平平安安过这辈子。我啊，只想着找个夫君，平平淡淡的度过这一生。他不用野心太大，不用往上爬，只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真的？你真这样想？时候不早了，快休息吧，明天还要见我爹娘他们呢。怎么样，爹这身装扮可以吧？爹这身衣服花了不少钱吧？从哪里来的？爹，你该不会还藏有私房钱吧？瞎说什么？爹哪里还有什么私房钱？你们少胡说。他们3个为了母亲欠下的债务累死累活的做事儿，他们这个爹倒好，竟然还藏有私房钱，也不愿意拿出来一些。侯爷，侯爷，回来了，回来了！你们2个仔细看看，是我眼神不好吗？我怎么瞧着马车上的标记是幽王府啊？江瑶和江睿看了过去，看到随行的是黑甲卫，整个人都懵了。大姐不是嫁给武王爷吗？怎么是幽王府的马车过来了呀？二姐，是我眼睛出现幻觉了吗？怎么是幽王府的马车停在了平远侯府？不应该是安王府吗？都愣着干什么？喊姐夫！姐夫！叩见幽王殿下。免礼。好啊，我是来回门的，又不是来大开杀戒的。幽王。赫连叶真看不上平远侯，他对这个人不喜欢，眼前的人上不得台面。可到底是江银的父亲，他也会看在江银的面子上不为难他。免礼。不知幽王今日前来，所谓何事啊？今天是我的回门日，你说幽王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嫁的不是安王吗？大婚当天出了点差错，所以就是现在你看的样子。今后郡主就是本王的王妃。江瑶，你带着江睿去把王爷带来的回门礼清点登记一下。午膳就用王爷带来的回门礼的肉菜做一桌，余下的你来安排。你觉得他资质如何？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什么悟性？怎么，你这成婚后心性还改了，慈悲了？这小子脾气臭，有一股子蛮力，扔到你的军营里历练一番，你觉得如何？你为了别的男人想走本王的后门？怎么说话呢？我当着你的面说这件事，就不是走后门，是光明正大的给你塞人。好好好，既然是你开口，本王就随你。去不去军营？到了那里，本王不会给你开特殊。你想要正军功，就必须得一步一步的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你愿意去吗？江腾眼睛亮了，他打小就羡慕成为大将军的人，尤其是眼前的人。9都幽王、活阎王的称号，他手下的黑甲卫是令周国都闻风丧胆的男人，他崇拜强者。我愿意。叶一，明天就带他去军营报道。好了，去看看厨房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你呀，这身体得多吃一些水果，不要挑食。说吧，还有什么要说的？一次性说完。你该不会真认为我善心大发了吧？你把我想得太善良了，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呢。为本王？你不希望有一堆穷亲戚3天2头打秋风吧？我也有让他们一个个上进，靠自己的本事养自己。你这个想法倒也可以，是吧？我是不是很机智？哼，既然你是这样想的，交给本王安排。好呢，我正有此意。不是让你陪着幽王和郡主吗？怎么跑过来了？殿下哪需要我后账？我是过来看看你们准备怎么样的。哎，咱们平远侯的厨子也就咱们吃着不挑，用来招待幽王有点上不得台面。
我跟瑞根商议，去京城最大的酒楼包了一个桌面送过来。二姐，你做的对，是该这样。刚才看着你急匆匆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吗？好事，大好事！江腾兴奋地告诉二人，幽王要把他送到军队里历练。真的，大哥，幽王真的愿意送你去军营？是，明天我就要去军营了，可能以后就没什么空回府了。不过你别担心，等大哥挣了军功，带你飞。大哥都被送去军营，那他以后怎么办啊？书院那边因为母亲的事情退学了，其他书院也不敢再收，他的前途已经因为母亲毁了。你们两个去安排饭厅，把多余的花草移开，仔细清扫每一个角落。哎呀，本侯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怎么就摊上了这种事儿啊？安王做本侯的女婿多好啊，好拿捏，只要哄几句，还有什么不孝敬我的？可幽王就不成了。哎呦喂！坐那边位置。你什么意思？我可是你爹。平远侯，你是在本王面前立威吗？啊，我不是。你若是来吃饭，就坐下；若不是，就出去。这顿饭吃的还算不错，因为是大酒楼的厨子做的，色香味俱全，并且江瑶提前询问了幽王身边人他的口味。姐夫，请喝茶。贺连夜从他们手中接过，抿了一口，算是认可了。身后的叶一将红包分成了3份递给他们，二人就觉得红包的分量有点沉，双手接过。轮到江银的时候，也分别给了3人红包，同样也很重，还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江银和贺连夜并未在平远侯待多久，吩咐江腾明天一早去幽王府找叶一，让叶一带着去军营。至于余下的2个也没有落下，让他们明日一早都去幽王府报到，有事安排他们，说是不想去可以不去。啊，您怎么样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娘好多了。你别担心，怎么回事？不是嫁给幽王的吗？怎么是安王陪你啊？出嫁那天在路上出了点意外，与安王府的迎亲队伍撞到一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女儿就和安王拜堂了。你不是心仪幽王的吗？为何娘是觉得女儿寻死觅活，事情就解决了吗？或许我与幽王没有缘分，所以老天爷都要出手分开，既不是天定缘分，我又何必执着呢？其实这样也不错啊。安王一直喜欢女儿多年，嫁给他对女儿来说未必是坏事，何况女儿一直想过平静的生活，而安王正好满足了女儿的要求。你能想开就好。娘也觉得幽王殿下地位显赫，但他身份特殊，带来的危险也很高，而安王就不一样了，他的母妃娘家背景强大，是两广总督，拥有兵权，若是有人想动安王，也要考虑他的外祖家。何况安王此人胸无大志，安于现状，这样的人或许能满足你的条件。对了，你们见过何妃了吗？她接受你了吗？母妃放心，皇上和娘娘都接受了。安王和宁雪薇恭敬地给宁父和宁母敬茶，碍于他身份特殊，宁大人想着安王站着敬茶就好，可安王却实实在在地给宁父宁母跪下，与宁雪薇跪在一起敬茶，着实是让宁父和宁母感动了，很快接受了安王，准备了很丰厚的红包。午膳结束后，安王陪着宁雪薇在他的小院里午休结束后才离开。你来了，说吧，是什么需要你将天外天曾经答应先帝的3个条件现在拿出来兑现？我要天外天将我的腿复原。我知道你们天外天有这个本事。哦，这个你都知道，看来你从先帝那里得到了不少消息。先帝曾经留有一本手札，上面有说天外天一些本事。我的第1个条件就是恢复健康。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羽毛，这根羽毛火如红火，即便是过去了很多年，依旧光泽如旧，像是被注入了灵魂似的栩栩如生。你的这双腿问题并不是很大，只要休养月余就可以下床行走。现在用这根羽毛会不会太浪费了？对朕而言，它值得就够了。哼，那你先告诉我，先帝的这3根羽毛你是从何处得来？怎么天外天还要将这些打探清楚？只要羽毛是真的，是你们天外天的不就好了？行，这1个条件我应下了。可还有第2根羽毛，是我要你去一趟骊山，带一个人回来。骊山？带什么人？你去了自会知道。百里商挑眉，手一挥，收起了第2根。那第3个呢？我可警告你，3根羽毛用完之后，天外天与你再无任何关系。今后若是得罪了天外天，也不会手下留情。第3个，
容朕再想想。第一个条件，天外天已经允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了。骊山，他从未被允许过去，即便自己成为帝王后想去探视都不许。自从那一别后，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再见到了。不要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把人带回来。看来此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同时又不能让人知晓，想必是个你求而不得的人。这与你无关，你只需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得到了2根羽毛，百里商飞身离开。怎么了？出事了，有人闯入骊山要带走你母亲。王爷，现在王府外面有不少鹰眼盯梢，王爷离开势必会惊动皇宫内卫。让开！情绪别激动，你等我一会儿。说完，原地消失了。等了1刻钟之后，重新回来。走吧，没人监视你了。王妃，你把他们都杀了？我有那么残暴吗？不过就是稍稍洗脑了一下，从监视变成保护而已。放心吧，他们以后就是咱们王府最忠诚的鹰眼。百里商注意到有一个地下宫殿，心中猜测或许周文帝要找的人就在这地下宫殿里。然后走上前，看清楚里面躺着的女人，即便是闭上眼睛，依旧是美得惊心动魄。穿着一身白色的纱裙，头上插满了珠翠，容貌绝色倾城，就好像是睡着了。若不是看到她嘴里含着的珠子，百里商也误以为她只是睡着。有意思，天外天的聚灵珠竟然会在这里。他试图破解，可无论他如何击打，保护舱依旧纹丝未动。他的胜负欲激起来了，挥掌运内力，打算来个暴击。可就在半空中，身后传来一道凌厉的内力，重重地拍向百里商的后背。江银站在一侧，没有马上插手，这是赫连叶的私人事情，有人要抢他的母亲，他为母亲而战，他不能干涉。这一刻，看着拼尽全力的赫连叶，江银的眼里满满都是赞赏。他敬佩这样的男人，知道对方的实力比自己强，依旧拼尽了全力，不愧是他的男人。百里商很是意外，除了天外天还能遇到一个实力不俗的年轻人，但是也该结束了。百里商的眼神一变，朝着赫连叶的心口用力拍去。我也想写信。叶一和叶萧见状惊呼，随后紧接着就要冲过去营救。眼睛一转，朝着郡主的方向看过去，却见郡主丝毫不慌，只是淡定地站在一旁看着。二人疑惑不解，紧接着他们都懂了。只见那致命的一掌拍在王爷的身上之时，周身出现了空气波动。下一瞬，胜券在握的百里商表情巨变，整个身体不受控制的飞速后退，砰的一声撞到墙壁上，整个身体嵌入了好几米深。若不是他内力雄厚，又在关键时候用金钟罩保护自己，这会儿他筋骨必然会寸寸断裂，血肉模糊。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无耻强盗，不配知晓。哼，你这个脾气倒是跟你老子很像。你认识我父皇？何止是认识啊，知道我为何会来这里吗？你总不能告诉我，是我父皇临终嘱托，让你来盗我母妃的吧？啊，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你见过本王？本王可对你没有任何印象。你当然不记得，因为那时候你还只是个出生不久的婴儿。你天生带有胎毒，毒素很强。你的父亲为了你，九五之尊长跪在天外天，为的就是求天外天的毒仙婆救你一命。百里商还在说着关于20年前发生的事儿。那个时候，身为大周皇帝的周武帝，为了救下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孩子，低下高贵的头颅，为的就是求天外天的人救他儿子一命。那天的场景我记忆很深，满天飞雪，积雪3尺，穿着黑色狐裘的伟岸男人出现在天外天的境外，跪下求医。他怀中的婴儿全身黑紫，奄奄一息，几乎听不到哭泣的声音。这个男人呢，在冰雪天中跪了3天，才敲开了天外天的城门。能活到现在，可见你的运气不错。不如换个地方继续。是你？是我。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骚包变态男。哦，错了，是个骚包老变态。这里是我母妃休息的寝殿，的确不是说话的地方，出来再说吧。哼，瞧你比较顺眼，那行就随你。不过我也有个条件，需要你来解答。什么条件？我要你告诉我，为何我打在你身上的内力会加倍反噬到我的身上？你的武功并不高于我，刚才那一下绝非是你的实力。这有何难？只要说出我父亲想知道的，我来告诉你。好。一行人离开了地下宫殿，走了出来。认识那么久，还没自我介绍。在下来自天外天百里商。脸皮真够厚的，谁跟你认识那么久啊？前前后后也就不足半个时辰，哪来的脸说认识很久？百里商是谁啊？很牛吗？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你一不是黄金珠宝，二不是美食，三不是美景，你凭什么要知道你是谁啊？能活这么大，就是毒仙婆在他体内中了剧毒，
也是凭借相生相克才能活到现在。不过按理说，他早该撑不住的，却能熬到现在。江银听完之后，心中的谜团似乎得到了解释，难怪他为赫连叶输送木之力的时候，有一股黑色的气体盘踞在他的体内，似乎对赫连叶并没有什么恶意，而且似乎在保护他最重要的心脉不被其他毒素吞噬。那位毒仙婆现在还活着吗？有没有办法彻底根除她体内的毒素？我又不是毒仙婆，又怎么知道能不能救她？天外天可不是你们想象那么和谐，你若觉得那里是向往之地，就大错特错了。你说的这些我没兴趣听，我要听的是谁让你去偷我母妃？这可不算在条件之内。不过看在我对你有兴趣的份上，就告诉你，是有人拿着凤凰羽要我去骊山带一人，但我可不知道他要我带的是个死人。你不说，本王也猜得到是谁。可惜了，我对你们二人兴趣挺大的，但谁让我收下对方的凤凰羽，这件事我必须要办。你大可试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我承诺别人的。不过你们倒是可以想个办法阻止啊，这样我也好回去交差。你这个提议不错，只要你死了，任务失败就好交差了。你不是自诩是高手吗？跑什么呀？跟我打呀！百里商转身施展绝顶轻功，朝着皇宫的方向跑过去。他就不信了，那个女人还敢跟着自己去皇宫不成？结果他还真的敢。王爷，那个男人逃离的方向是皇宫，王妃追过去了。备车去皇宫。是。喂，我都逃到这里了，你还不放弃？看清楚，这里可是皇宫，是皇宫。哦，那又怎么样？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姑娘，你难不成也是天外天的人？天外天？那是什么地方？我来自遥远的星星。周文帝还在宫殿里做着美梦，结果外面的轰隆声越来越大，而且离自己越来越近。一声巨响之后，就是周文帝的惨叫声。然后一个人形镶嵌在墙上的正中，百里商从墙内跳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充当自己的肉墙的周文帝，他用天外天凤凰羽作为代价恢复健康，结果这才几日啊，又被打回了原形。你们来的正好，把这个刺客抓起来，皇上就是因为他受伤的。来人，来人，救驾，救驾，抓起来！住手，抓活的！你以为能抓得住我？做梦！烟雾散去，已经没有了百里商的身影。哼，算他跑得快。幽王妃，您可知道携带武器进宫是犯了大罪？不但如此，你竟然还与他人在皇宫斗殴，损坏宫殿不算，还害得龙体重伤。你这是犯了大罪，即便是幽王在此，也保不了你。父王殿下到，人没抓到，好了。无碍，他还会出现的。几位大人脖子都埋到土里的人，在本王的王妃面前耍好大的威风，不去质问刺客，却责怪本王的王妃。后进幽王。阿叶，你这王妃娶得厉害呀！你要是再晚来一步的话，朕这皇宫都要被他拆了。说说怎么回事？那个贼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骊山偷盗。若不是今天碰巧我去骊山探我母妃，那贼人就要得逞了。什么？竟有这种事？何人胆敢擅闯骊山？目无王法！可不是嘛，我瞧着他跑，就一路追，根本就没注意到他跑到了皇宫里，还害得皇上受了伤。皇上乃是九五之尊，居然被一个贼人给伤着了。那我见到了就不能当做没看到啊，所以就对那个贼人穷追猛打。东西不是我毁的，是那个人又闪又躲才成这样。皇上，骊山乃是我母妃安眠之地，现在竟有人擅闯骊山，试图偷盗，此事本王绝不善罢甘休，幕后之人定要找出来。此事必须查，看看是何人如此大胆，竟敢闯入骊山，惊扰皇贵妃。阿叶，这事你且放心，皇兄定然会查个水落石出，你就别操心了，安心好好养病，不要忧思过重。多谢皇上体恤，只是此事牵连母妃，身为儿子，做不到置之不理。关于本王的王妃拿贼人心切，又为了救皇上，才会与贼人打斗。皇兄，这件事情本王妃非但没有做错，且还要大大的奖赏他才是。算下来，也是救驾有功。也没什么啦，这都是顺手的事儿。就是晚了一步，让那贼人把皇上当成肉垫垫上了。下次若是被我逮到的话，绝对不会放过。这个阿叶怎么算？此事关乎本王的王妃，为了避嫌，本王不参与。如何奖赏，一切凭皇上定夺。以王妃的性子，他不在乎名利的，要的不过是个态度。
就这样，几乎把皇宫折腾成废墟的江银，到最后什么罪责都没有，反倒还被赏赐了一堆的东西。3刻钟之后，殿内出现了一道身影。周文帝听到动静，唰地睁开眼睛。你是怎么做事的？怎么惹出这么大的动静？你在寻我算账？难道朕说错了吗？朕现在手脚尽断，宫殿被废了一半，难道我不该责怪吗？跟我算账是吧？行，正好我也有事要寻你，你让我去骊山带一人回来给你，可没说是个死人呢，还是已故皇贵妃，你的母妃。她不是朕的母妃，你不懂也不知道。总之她不是朕的母妃，从一开始就不是。可她是你父皇的妃子，那又如何？当年明明是我先救下她的，凭什么却被父皇占了功劳？若没有父皇，她就是朕的女人，是先皇横插一足，是……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我对你的情史没什么兴趣，我只问你，你还要继续？这件事儿已经惊动了阿叶，骊山那边阿叶一定会派重兵把守，一旦交战，定然会传到京城，引起轰动。左右衡量了一下，周文帝决定暂且停止，但依旧没有放弃，只是要等这段时间的风波停止之后再出手。那么接下来可以进行下一步了。伤是我弄的，我便给你医好，免得以后被你碰瓷了赖上。这是什么？富贵赌坊的地契。以后你就是富贵赌坊的老板。你送给我的？你不喜欢？不，我很喜欢你送我的这份礼物。那你为何？我说过的，我的就是你的，我对这些没什么规划，也没兴趣，不如就交给你来管理，赚了亏了都无所谓，我不看重。你就不怕本王带着这些钱找别的女人？你是不是对你在外的称号一无所知啊？活阎王啊！哪个活腻歪的来找你？当然，我是个例外。本王喜欢赚钱给你花，这些你拿去。既然是我夫君的意思，那我就收着了。唉，羡慕的我都想要成亲了。你来我家做什么？我来看看幽王和你，富贵赌坊赚了不少吧？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借住几天，我可以免费给你们当几天护卫，就当是留宿费。不用，你很奇怪，该不会被人追杀躲到这里来了吧？凤凰羽怎么获得？哈，你想去偷凤凰羽吧？关你屁事！幽王身边有你这个妻子，可真是幸福呢。你说凤凰羽在皇宫，那你的意思是之前让你偷到的也是皇宫之人？你不是要告诉我，想偷我婆婆的是皇宫那位吧？对了，把你的凤凰羽给我一个，我有用。你想做什么？我不认认凤凰羽长什么样子，怎么去取？你确定会还给我？你要不相信我也可以，尽管做你的任务，但下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定要让你见识一下千米暴击你的头。啪！这凤凰羽很重要的，你小心点。你知道凤凰羽代表什么吗？说。你这女人，只要你手里有凤凰羽，危急时刻你可以招令天外天的人为你保驾护航。同样，若是天外天对你展开追杀令，也可以凭借凤凰羽取消任务。看在我给你透露那么多消息的份上，你就收留我几天，等你的凤凰羽到手后，我马上离开。你不是自诩自己很厉害的吗？那些刺客在你眼里算什么呀？别怕，不用搜，是。可我懒啊，我不想动手。倒是有个不错的地方，你可以过去。不去，我就在幽王府。平远侯府，我娘家，你去不去？你娘家？让我去？你就不怕那些人追到平远侯府，伤害你的家人？我信你。你什么眼神？不相信我啊？不，信你，信你。若是真遇到有杀手追杀到府上，你可以引他们找平远侯。谢谢。如果没搞错的话，平远侯应该是你爹吧？是，他左右无事，就给他找点乐子，受点伤可以，别死就成。不用怀疑，我们是亲生父女。你们有仇？你不懂，这是我们父女相处方式，他习惯。这是习惯的问题吗？这是可以要老父亲的命啊！不过这是家务事，与他无关。江银打发走了百里商，转身从屋顶下去，刚落地转身就看到赫连叶站在自己的面前。等多久了？从你离开屋子。那么久啊，外面冷，你身子又不能受寒，怎么待那么久？我瞧着他很忌惮那伙人，想来那些人的身手很厉害，不然也不会频繁提醒让我小心。此人混是混了些，但他身上没什么恶意，应该不是坏人。所以，你的意思是？拉拢，看他的样子，对天外天很了解，正好补缺我们对天外天不了解的地方。有他在，
天外天一线信息，我们应该能获取。哼，你倒是与本王的想法不谋而合。要不然，怎么说你我是天作之合呢？我婆婆的事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可我是他儿子。知道啊，婆婆要是知道她儿子娶了一个很厉害的儿媳妇，也会开心的。我的夫君是要做大事的，这种小事情不必费心，交给我好了。如果我做不到的话，再来找夫君帮助。好，你尽管放手做，把天捅了都不会有事。好。你是谁？怎么会来这个地方？你又是谁？你怎么在这里？是我先问你的。你先问，我就要先回答吗？我要休息了，你该离开了。这是我大姐的院子，你一个来历不明的，不能住在这里。我不住在这里，难不成要住你的地方？是幽王妃让我来这里的，她是你什么人？幽王妃？那是我大姐啊。就是她让我来平远侯住下，信不信随你。总之现在我要睡下了。百里商说完就要低着头解开腰带。你干什么？脱衣服睡觉啊，要不然呢？你给我等着，我定会询问清楚。若是你有半句谎话，等着被赶出去。你让他去了平远侯府。幽王府他还不配住下，就让他在平远侯府住几天。反正我那个爹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性子，有个百里商在那，日子应该过得很开心。你今儿个回来了啊？刚回来，衣服还没换呢，就听说父亲这边出事了。你书院放假了？临近过年，书院开始放假了，先去看父亲吧。父亲这事我已经派人去幽王府告知大姐了。前往平远侯府的路上，江瑶告诉了2个弟弟，大姐还处在新婚燕尔中，这种事就没必要告诉她了吧？是啊，多晦气的事，都要过年了，又是新婚，何必让大姐过来？你们要不要拿把镜子回想一下，几个月前是什么个嘴脸？姐弟3人匆匆赶到平远侯的住处，眼前一片狼藉，管家已经带着人收拾，一问才知道平远侯还埋在里面。要不是时不时里面传来平远侯痛苦的惨叫声，他们还不知道人埋在哪儿呢。江银听到消息之后，唇角一勾，冲着赫连叶微微扬眉：“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你在府上歇着，我去看看。”本王陪你。别，你这个身体可别折腾了。再说了，这么点小事儿，他还不配你出现。背着双手，悠哉悠哉地出现在平远侯府。大姐，还没把人救出来。回王妃娘娘，奴才已经安排人尽快救侯爷出来，只是侯爷所处的位置比较麻烦，稍有不慎，可能会对侯爷进行第2次伤害。反正都伤着了，1次2次有什么区别吗？还不都是要找大夫？不愧是活阎王的妻子，这狠辣手段也是无人能比拟的。什么？还有难度？你个不孝女，想让你爹原地去世吗？原地去世，这个主意不错啊！挖，现在就挖！我可是你亲爹呀！接着自己走到了废墟前，根据平远侯发出的声音，一掌掀飞了4周的瓦砾。你这个逆女，老子受伤你就这么开心吗？王妃，侯爷的腿断了。啊，腿断就得接骨啊，这个我熟练。你走开，给我走开，别过来。你不用紧张，我能断人腿就能接人腿，这会儿我熟练。本侯可不相信你这么好心，我要大夫来。你们2个过来按住，要是乱动骨头歪了，他就成跛子了。江腾这几日在军营里锻炼，以前又是个招猫逗狗的混不吝的货，力气是有一把的。江瑞就是个文弱书生，手中力气没江腾多。哎呀，都说让你别乱动，你看歪了。江银话音未落，又咔嚓一声将断腿分离了。这次重新来，可别乱动了啊，不然歪了我还要给你重新断腿，再接上。受罪的可就是你呀！躲在暗处看热闹的百里商看江银那几个动作都忍不住头皮发麻，断腿来回接了3、4次，就这么折磨着他的亲爹。好了，这回终于接好了。在这样的来回折磨中，平远侯早就晕了过去。再次醒来，身边已经有了大夫。大夫，我的腿怎么样了？是不是废了，不能用了？侯爷放心，这断腿之处接得非常好。老夫从医接骨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接得如此完美。不知是哪位高人，侯爷可否引荐一下？老夫也想询问询问。人已经走了，那我的腿现在是？回侯爷，没问题。这断腿的位置接得很好，只要好生养着，就会恢复成正常。平远侯还是半信半疑，送走老大夫之后，又让管家找来几个大夫。得到几个大夫统一的回答之后，平远侯这才放下怀疑，相信江银是帮自己的腿接好了。等到大夫走了之后，江银进来了。逆女，你还敢来见我？我有何不敢啊？比起我，应该是你更不敢见我吧？腿断得好，马上过年了，也不用出门了，就好好在家养着。虽然我是嫁入了幽王府，但是不喜欢有人仗势欺人，你最好收敛点。我可是你老子，有你这样对父亲说话的吗？再说了，
你错嫁进了幽王府，我出去炫耀又怎么了？我嫌丢人现眼啊！大姐，今天有个男人说是你的朋友来借住，你知道吗？是有这么一回事。看戏还没过瘾啊，滚出来！脚尖踢了一块石头，朝着某地方飞了过去。只听到里面传来了一声哎呦的惨叫，紧接着百里商从里面一瘸一拐的走出来。你这个女人也太粗鲁了吧！这位是，你叫什么名字？在下百里商，来自天外天。他暂住在我的小院里，吃喝什么的你不用管他，他自己会处理好。还有，尽量当他不存在就行。姐弟三人虽有疑惑，但见大姐不愿意多说的样子，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见状，江银询问平远侯受伤的事，可得知可能是追杀百里商的那伙人任务失败之后泄愤销了平远侯的住处。江银勾唇一笑，冲着百里商很满意的点头。不错，干得漂亮。以后这种事儿多多益善。是亲爹？不是亲爹，我早埋了他。行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了。江瑶姐弟三人要送，却被江银拒绝。我跟你们关系也没多好，不必送。你们姐弟跟你有关吗？这是你要的凤凰羽，我的条件就是放弃带走先皇贵妃，并且永远都不可以。你竟然偷到了？很难吗？你的条件是要凤凰羽才能取消任务，现在我有凤凰羽了，你的回答呢？自然是答应了。第二个任务取消，我答应你不会再去。对了，你是怎么偷凤凰羽的？我也去过皇宫几次，都没找到。江银定定地看着他，然后从身上掏出一把栩栩如生的凤凰羽，一把看得百里商直接当场傻住了，整个人愣在原地，嘴里也是磕磕巴巴的。你很难吗？你这些都是哪里来的？你管我，反正给你的不是假的凤凰羽便是。那么现在我也要用凤凰羽要求你做一件事，去皇宫把周文帝揍一顿，另外将他的裤衩送到一个寡居多年的寡妇手中，传出去。你确定要这样做？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你不说谁知道是谁啊？你也不要搞错了，是谁去执行的？行吧。与此同时，朝堂之上关于幽王殿下要不要离京几乎达到了一致的认同。太傅大人觉得呢？回皇上，老臣觉得幽王此意甚好。幽王封地常年四季如春，气候温暖，是最适合养病的地方。而京城到了9月逐渐转凉，对他的身体不利。老臣想，倒不如在京城6、7、8月间，幽王回京住3、4个月，待天气转凉再回封地，每年皆都如此。阿爷，你觉得这法子如何？太傅这个法子可以，本王接受。那臣弟就告退了。王爷，皇上准许离开了吗？可以离开了。那回去就通知兄弟们，可以去封地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去了那边后可得好好热闹热闹，那边的兄弟可都十分想念王爷您呢。你跟安伯商量着安排，京城内留一些人守着，余下的人都跟着走便是。王爷回来了。你在做什么？回来了，事情谈得怎么样？很顺利，皇上准许了可以离京，不过每年也要回京待上几个月。懂。不过能松口也是好事。什么时候可以走？我的小飞船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让爷姨和安伯他们收拾一下，那边有一些老人，趁着过年送他们一些年礼。你安排便是，何时走说一声，我在做烤全羊了。想吃烤全羊了？也不是特别想。哦，对了，百里商那边已经放弃去盗墓了。他怎么会答应？凤凰羽啊，他不是说想要凤凰羽吗？那就给他。这凤凰羽从哪儿得来的？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有一点点的细胞，我就可以复活一样东西。别说只是复制凤凰羽，一只凤凰都是可以的。这事儿赫连夜还有印象，他带着江银去见自己母妃的时候，江银就问过自己要不要复活母妃。他自是想，只是觉得就算复活，似乎那也不是母妃了。所以你用了自己的方法复制了很多凤凰羽。当晚百里商潜入皇宫，找到周文帝的住处，走到床边垂眸看了一会儿。生平第一次接这样的活儿，要是有什么多担待啊。次日，皇宫深宫某处传来了惊恐的尖叫声，整个皇宫差不多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之后，一声尖叫把众人给引了过去。万公公听到信儿，慌忙的赶了过来，看到屋内的场景之后，脑子轰了一声，紧接着马上命令屋内的人全部都出去，谁也不许透露一声。只见不大的房间里，周文帝躺在床上，床上还躺着4、5个年纪很大的老宫女，几个人一丝不挂的相互拥抱着，那个画面非常的辣眼睛。陛下，怎么回事？他们是谁？陛下，您穿衣服。我被宠幸了，我被皇上宠幸了，我是妃子了，我是宠妃了。皇上宠幸我了，我
万公公忙着照顾周文帝，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空管这2个疯婆子，结果就让他们跑了，只能命人去追回来。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那2个疯婆子跑得还挺快，几个宫女太监愣是没追上。然后这件事情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皇宫。人都是死的吗？2个疯婆子还抓不住？快抓住，堵上他们的嘴，不许乱说。正在皇后下令追捕这2个疯婆子的时候，幽王和幽王妃、安王和安王妃进宫了，然后就看到一群人追捕着这2个疯婆子，随后被一群人死死的压在地上。说吧，怎么回事？哎，彩霞，你不是皇后身边的宫女吗？你追这2个是怎么了？见过幽王、幽王妃、安王妃，奴婢是奉命前来抓这2个疯婆子。这2个从冷宫逃了出来，惊住了不少人，是以皇后才命奴婢们抓他们回去。我被宠幸了，我被皇上宠幸了，我能当皇后了，我能当皇后了。丑相，对，我被翻牌子了，我要熬出头了。什么？你说什么？去看看。陛下，您感觉如何？太医还在来的路上，您等等。那2个跑出去的疯婆子呢？陛下恕罪，把他们都给处理了。幽王妃到，安王妃到。父皇，你何时换了口味了？父皇恕罪。慌什么？安王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我也很好奇，皇兄你近来的口味是有点独特。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觉醒来就发现躺在这里了。可是看看皇上宠信的这些人啊，哪一个能带得出去？尤其是其中还有2个是疯子。眼下皇兄还是想想自己该如何解决这件事吧。唉，此事非朕所愿，朕是被陷害的。这几个妇人，皇兄打算怎么处理？王爷，这是皇上的私事，我们不便询问，不如出去透透气，让皇上和皇后商议和几位大臣如何处理。你们2人出去，幽王和安王留下。赫连叶示意江银先离开，不用担心他。江银想了想，低着头为他整理了衣衫，然后将一个微小摄像头放在了赫连叶的衣领处，这才示意宁雪薇跟上，与他一同离开。今儿个怎么有空来看望本宫了？娘娘没听过一件事吗？何事啊？见何妃什么都不知道，江银把他们入宫撞见的一幕，以及去找周文帝所见到的一幕，都很形象地描述了出来。他可真会玩啊！何妃的心里暗戳戳的幸灾乐祸，面上却是安抚2个孩子。这事你们别掺和，毕竟那人是皇上，惹上是非，便是你们男人也不好对付，你家那个例外。来，陪我喝茶吃点心，本宫这里有戏班，有没有想看的戏曲？点了让他们来唱。娘娘，安王也在。那就是个棒槌，你不用管。阿叶，怎么了？一点小事，商讨几个时辰也没结果，可笑至极。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皇兄该如何决策？你看着办吧。本王累了，回去了。父皇，这事儿臣不便掺和，儿臣先行告退。叶一看到赫连叶出现之后，急身上前，语速飞快地将事情汇报了一遍。什么？何人敢害我王妃？安王妃也遇刺了。那群刺客目标是我们2个，后来我让阿晓假扮成安王妃，带着她离开，那伙人就追着我们2个。雪薇则是借此回安王府。见赫连叶问起，江银便把大概情况讲了一遍。今天我与安王妃看到了周文帝的丑事，会不会是他下杀手？不排除这个可能，不过这件事得讲究证据。讨论了一夜，大臣给周文帝的建议还是对此事秘而不宣。那几位老宫女直接连夜打包送到了皇陵，让他们余生看守皇陵去了。属下任务失败，请主子惩罚。哼，2个女人而已，竟然还会任务失败，你们暗部越来越没用了。回皇上，是那位幽王妃。闭嘴，那个女人不配。是郡主。那位郡主手中有个很奇怪的东西，只要对准人，人就会爆炸，那速度太快，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回去领罚。再有。话还未说完，紧闭的宫门砰的一声被人打开。阿叶，你怎么来了？臣弟要是不来，又怎么错过这一幕呢？皇兄还是解释一下，刚才你们都在说什么？没什么呀。阿叶，你是不是听错了？皇兄是在质疑臣弟的耳朵不好。哼，今日臣弟的王妃与安王妃共同离开皇宫后，遭遇了几次刺杀，那可真是巧了。皇兄说不知道，看这个人却是刺杀臣弟王妃和安王妃的主谋。既然皇兄不知道，那就把人带回去，慢慢问。赫
贺连夜话音落下，叶一飞身上前捏住了暗卫的嘴，将藏在口中的毒药取了下来。殿下，毒药在此，带回慎刑司。阿叶，皇兄有话要说。阿叶，不过就是个女人，你要如此介意吗？是，从她嫁给本王，就是本王要护着的人。若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那算什么？可他们知道了朕的丑事，就不能活。臣弟也看到了，是不是也要杀了灭口？那就请皇兄现在杀了臣弟。阿爷，你这是要为了一个女人与皇兄置气吗？天下的女人何其多，没了这一个，皇兄再给你找更好的女人。我只要她，除了她，谁都不要。他们两个，本王护定了。若是他们有任何差错，臣弟都会算在皇兄的头上。阿爷，皇兄也有难处。你的难处，不该是让本王的王妃来买单。皇兄，臣弟一直敬你，也希望你能有兄长的样子，不要让臣弟寒心。皇婶，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太感谢你了。男女有别，少给我来这套。昨天的事情，雪薇已经和我说了。皇婶，若没有你，我就没媳妇儿了。昨天他回府之后，得知媳妇儿遭遇了刺杀，整个人魂都要吓飞了。得知皇婶保护了媳妇儿，他昨天就要过来，却被媳妇儿给拦住了。别哭了，愁死了。皇婶，你就说你想让我做什么，我一定照办。你就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吧。你真的愿意？愿意。皇婶尽管吩咐。那好，我的要求是你现在闭嘴，别吵了，能做到吗？你废话说了那么多，能不能说正事？皇婶想发财吗？你在嘲笑本王很穷？没有，侄儿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这个人就不能说重点吗？安王的手下打听到，距离京城的300里外有一个村子，村民在山上无意中见到一块石头，拿回家一看，发现竟然是金块。后来那个手下去探查，发现那座山疑似是金矿。你的消息准确吗？准确的。本王还未听说京城附近有金矿。皇叔，您的意思是这金矿有猫腻？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哼，在京城闷了吧，出去玩玩。你要说这个的话，那我可就不困了。皇叔，我也去。可以。媳妇儿，我头疼，脖子疼，浑身上下都疼。我这带了药酒，你先床上躺着，我给你擦药。翌日，安王打着哈欠姗姗来迟。皇叔，皇婶，早。怎么就你一个人下来啊？雪薇呢？昨晚她太累了，就让她多睡了一会儿。哦，太累了呀。新婚燕尔，理解。啊，皇婶，搓药酒跟新婚有什么关系啊？搓药酒？只是搓药酒？不然呢？抱歉，我来晚了。没有，是我们起早了。用完膳之后，一行人坐上马车，朝着事发地走去。马车停到山脚下，江银等人陆续从车上下来。他们是？啊，是我的朋友。这里有野兽的小印，你们这边的野兽很大个吗？不对劲，这不是正常的野兽的脚印。待会儿清醒点，情况不对，迅速离开，我去看看。江银低声说了一句，便迅速闪离，消失在贺连夜的面前。从山上转了一圈的江银又迅速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在安王惊讶的目光中，江银一脚将男人踹倒在地上，一只脚踩在他脖子上。说，是谁指使你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皇上好恐怖啊，皇叔受得住吗？你胡说什么呢？小心被皇叔听到，你没好果子吃。还不说呀？没关系，你会说的。放开我！放开我！他又来了！救命！救命！我什么都说。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亏本王看中你！说，你引本王来这里，目的是什么？救我！王爷，我错了！求求你，快救我！他要来了！紧接着，整个山开始地动山摇，紧接着一声吼声响彻山林，声音之大，震得四周的树叶都在刷刷作响，飘落在地上。去你皇叔身边待着，没有我的准许，不要离开半步。他就是个废柴皇子，皇叔比自己靠谱多了。皇叔，求保护！滚到后面！只见一个巨大无比的老鼠从天而降，爪子尖利，一双红眼像一个巨大的红灯笼。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怪物啊？即便是贺连夜也是一惊，但很快的冷静了下来。他起身，在众人呆住的瞬间，来到了江银的面前，将他护在自己的身后。这里不是你个男人该干的事，你快回去，交给我。
这玩意儿我能解决。赫连叶被江银连连推到了安全范围内，除此之外，直接弄了一个防护罩将他困在里面。江银，本王没那么废。我知道，我的男人顶天立地，英武无敌，可我不想你出手啊，我想宠着你。身后又是一声怒吼，那变异的老鼠腾地从半空中跃起。说吧，把我们带过来是谁的主意啊？我说，这些怪物约莫在几个月前就出现了，在这里大肆祸害生灵，附近丢失的孩童都进了这些怪物的口中。他们没吃，如果吃了的话，他们的肉质会发生变化，产生腥臭无比的味道。可是附近的孩童都是被他抓走了。你就说说为什么要引本王过来？说什么大金矿，你糊弄本王呢？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小的也是没办法了。那怪物说吃腻了孩童，想换个口味吃，要人娇肉嫩，逼着小的去找，不然就把这一片的村庄全都杀了。还有呢？小的妻女也都被抓了。那怪物说，只要我带人过来，他就会放过我的妻儿，还有被绑着那些孩童，所以小的罪该万死。小的没办法了，想着王爷您是皇上所生，有龙血在身，一定能震慑住怪物，所以就斗胆用金矿引王爷过来。你他妈的，你想让本王来送死？这狗日的，敢这样算计本王！王爷，小的没有想害您，想着您有龙血在护身，再有你带来一定会有护卫跟着，或许这样就能解决这个怪物了。知道那怪物的巢穴吗？知道，山上这些东西都是那怪物控制的。带我过去。不，我不敢。你不敢？还想不想救你的妻女了？还有那些被抓的村民和孩童呢？这个时候你不敢了？你算计本王的时候怎么没说不敢？给本王起来，快点，前面带路。好，我带路。叶一、叶宵，待会儿你们配合着我，我与那怪物交手，你们就去救人。江银安排着，然后给了叶宵一个光剑，用这个。叶宵接过来，眼睛一亮，这东西在叶一的身上见过，听说是王妃送的，他也想要，但是一直没好意思张口。现在看到王妃亲手将这神秘的武器交到自己的手上，他竟感觉到了千斤重。多谢王妃。走，我教你怎么用。皇神，有没有我可以用来防身的？没有也行，给我媳妇儿也成。有，你身上已经有了。皇神，你对我真好，比父王和母妃对我都好。从小我就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母妃对我都是散养，压根不管我，就只有皇神在意我的安危。他这个性子是怎么当上王爷的？民间常言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出发。江银手一挥，让男人前面带路。男人捂着疼痛的胸口，一瘸一拐的在前面带路。皇神，要不你也给我一把那样的剑，怎么样？对了，我媳妇儿也要一个。君主，你不要理会安王，我没事的。安王说的对，这个给你。多谢君主。王妃，您怎么不给王爷配个防身武器啊？我不给武器，是因为没必要。我就是你最佳防身武器，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赫连叶原本还有些不好意思，却见江银这副没出息的样子，喉间溢出了笑声，心情瞬间好转。我夫君真好看，世间最好看的男人。那个皇叔、皇婶，天色不早了，不如先做正事儿。侄儿说的没错，咱们正事要紧。等这事结束，你好好奖励我。一个起跳，直接来到带路男人的面前，对着他的屁股就是踹了一脚。走得慢腾腾的，后年马月才能到呢，快点儿，别耽误我回去找夫君要奖励。媳妇儿，这事儿解决了，我能不能也要点奖励啊？奖励？要不是你说这里有金矿，大家怎么会过来？发生这些事，你都有着直接责任，什么奖励？回去给我跪搓衣板。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也不想的呀，这不是想着有钱大家一起发财吗？也是用这个方法来感谢郡主对我的照顾，哪里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两人也是欢喜冤家呀。天定姻缘，那怪物的巢穴
就在前面。洞穴的深处，一堆金灿灿的东西，各种金银珠宝堆积成小山似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个被抓过来的人，手脚绑着，随意的扔在地上。这件事怪怪的，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太简单。你说的对，我总算明白奇怪点在哪里了。按理能够控制那些老鼠的，不应该是这么简单对付的货色。或许真正的大老鼠还没出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先撤回去再说。赫连叶点头，给了叶宵一个眼神。收到了王爷的示意之后，叶宵从腰间取出了信号弹，冲天一炮，红色光芒照耀天空。不多会儿，几道身影嗖嗖出现，他们单膝跪在地上。属下叩见王爷。将这些人送到山下。回来了，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当他们亲眼看到那些被抓的村民回来了，还是活着的，一个个激动坏了，嘴里大声的喊着哭着。湘银看出了赫连叶很抗拒生人接近自己，当即毫不客气的把安王提了出去。你们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是被救出来的落难人啊！感谢安王，安王千岁！湘银这么一喊，那些朝着他们跑过来的村民短暂的迟钝了一下，下一秒转身朝着安王的方向跑过去。宁雪薇察觉情况不对，早一步离开了安王。接着，安王被兴奋的村民团团围住不说，也不知道是谁提出了建议，将安王抬起，狠狠地朝上抛去，又接住。什么最后承受伤害的是我？挺好的呀，大家都会记得是你救了他们的亲人。这功劳是皇叔皇婶的，本不该属于我的。是你的就是你的，在这里没有你的皇叔和皇婶。你就听王爷和郡主的嘛，此事不要宣扬出去啊！见安王还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宁雪薇上前提醒着。安王疑惑的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接着，他们被村民接到家中，要请他们吃饭。不用了，我们还有事要回去了。看着那些村民衣衫褴褛要去他们家吃饭，安王是吃不下去的，婉拒了。可是耐不住村民们的热情，就这样被他们朝着村里推过去。去看看吧。他们是被请到家庭环境还不错的村长家，这是村子里唯一一个没有被损毁的宅子，看起来与四周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村长是一个中年男人，留着胡子，衣着看起来也能看出家境不错。村民进来的时候，村长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年幼的孩童。湘银注意到那孩童很瘦弱，身上透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气息，一双瞳孔没有焦距地看着某一处。相比村长们的激动，村长看起来脸上的笑容有一些牵强。我去外面看看。本王也有点烦闷，一起出去透透气。第六感告诉我，事情有点不太对劲。你觉得是什么？江银没有说话，只是从袖中摸出一样东西，然后点了点。不多会儿，飞出来几个小虫子。江银掏出了光屏，与小虫子连接。进山之前我就留了一手，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小虫子都拍到了什么。随后光屏出现了小虫子的视觉，将它所到之处拍得非常清楚。几个虫子里的视频平平无奇，并没有什么线索。直到最后一个虫子，江银嘴里发出了疑惑的声音：“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江银歪着头看着视频里的东西，朝着黑乎乎的里面摆放着一个雕像，雕像的面前似乎有一个黑乎乎的瓶子，只是隔着屏幕他都感觉到瓶子里透着一股不祥的气息。紧接着有人进来了，小虫子躲在了雕像的后面，然后看到一个眼熟的人走了进去，对着雕像虔诚的磕头，嘴里喃喃低语，似乎在祷告着。没觉得这画面里的人很眼熟吗？好像是被村民称呼的村长。的确是他。那他这是干什么呀？在举行什么仪式？但怎么透着诡异呢？回去。别着急，村民们都还在呢。我不是着急，而是感觉有大事情要发生了。人匆匆地赶往村长家，脚刚刚踏进去，却被江银从身后猛地一扯。只见刚才还热情欢笑的村民，这会儿好像是没有了呼吸的一样倒在地上，而安王和宁雪薇、叶宵不知所踪。倒在地上的村民，并非是胡乱的倒在地上，而是有规律的躺着，就好像是个什么阵法。只可惜这里人没有人精通阵法，看不懂这些。你们别进去，我来。不行，你不可以，对方什么来头都不清楚，你不能冒这个险。本王不允许你这么任性，交给安卫，他们可以。放心吧，对付这种小卡拉米很容易，何况我还有保命武器，伤害不了我。有本事害人，有本事出来见人啊！别躲在阴暗处不出来，敢在我面前玩这个，姐姐今天就教你好好做个人。村长一直躲在暗处，看着这冒出来的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破了阵法，想着自己的孙儿命还要等着神主救下，他狠了狠心，拿出了一把镰刀，朝着江银的后背刺下去。不要坏了神主的仪式。院外的赫连叶看到这一幕，双眸迸射了凌厉的杀气。
叶一等人只觉得眼前刮起了一阵飓风，他像一座巨山站在了江银的身后，单手掐着村长的脖子，双眸阴寒，指尖发力，面对毫无挣扎的村长，朝着旁边狠狠一甩，扔在地上。神主护我，神主护我！江银知道村长想偷袭自己，但是他身上有防御的衣服，只要村长敢袭击自己，就要自食其果。却没有想到赫连叶会冲过来，让他很是感动。你刚才的样子好帅啊，对你爱也爱不完呢。江银正跟自己的亲亲夫君甜蜜蜜呢，这个时候却有人来打扰，双眸透着戾气，将赫连叶护在身后，看着那个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男人。哪里冒出来的阴险小人，不敢见光！神主，神主，你还我妻儿！找死！黑袍男子看着一个又一个上前找死，打扰自己的阵法修成。黑袍男子瞳孔一缩，预感眼前的女人是个硬茬，他谨慎小心，同时又十分的愤怒，将怒气报复在被他抓住的男人手里，当着众人的面吸进了男人的气血，瞬间成了一个干尸，看上去狰狞可怕。他是怎么做到的？好神奇的样子啊！应该似乎练了一种邪功，这种功法很邪门。安王和许巍他们还在这个人的手上，我要去会会。黑袍男很是狡猾，随后趁着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带着他一同坠落地面。那个黑袍男把他拖下来之后，竟然就这么跑了，也不知道藏在暗处哪里。他转身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发现了一个像蚕蛹似的东西在蠕动着。安王从里面露了出来，人是陷入了昏迷中，除此之外并未受到什么外伤，这让江银放下心来。江银又继续朝着四周寻找，不多会儿陆续找到了宁雪薇和叶萧二人，这二人也呈现了昏迷的状态，但是叶萧许是因为练武的原因，昏迷了片刻之后就醒了。王妃，你醒来的正好，你将安王和安王妃带走，与你家王爷会合，然后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我感觉有点不对劲。王妃，让属下留下来帮你。不用，你留在这里只会拖我后腿，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做。不出来是吧？不出来没关系啊，姐姐这就让你出来。非常热烈的跑出来。想到这里，他从袖中摸出了2颗圆溜溜的燃烧弹，朝着地上狠狠砸去。地面火花四射，短短的几秒声之后，噌的一声，火焰猛地蹿起升高，紧接着熊熊大火燃烧着各处。今天你们都得受死！一道比人手粗的闪电朝着黑袍男人的头顶直直的劈下去。这个人雷劈不死，是人吗？是人，应该是练了一种邪功。这事你不用管，交给我来。好啊，那就拜托你了。好，带他走，严加看管。你说这个人是什么来历呢？怎么雷都劈不死啊？怕不是什么简单的邪功，等本王调查之后再与你细说。神主，神主！他奉为神的神主大人，竟然轻而易举的被人给打败了。来人，把他也抓起来，送到当地官府，严加审问。我，哼，你也不小了，该历练了。不历练行吗？我只想当一个混吃混喝的纨绔王爷。话音落下，赫连叶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历练，我历练。我们就在这住几天，余下的事情交给安王来处理，也借个机会让他学学处理事务，省得被人嘲笑是个废物。一行人到了城镇后，低调的住在一家客栈里，而安王则是被赶出去历练了。安王多少有点不靠谱啊，能行吗？正因如此，才让他历练。傻白甜在皇室活不久。不多会儿，客栈里跑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小孩。你们谁是周安家的人？我们是周安，就是安王。你们快去救救他吧，他被一群人缠上了，要拉着去拜堂呢。啊？拜堂？你前面带路，我倒要看看谁敢抢我妹妹的夫君。干什么？要干什么？青天大白日的，还想抢男人不成？你说对了，我们就是抢了，为了不受皮肉之苦，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去，老实的跟我家小姐拜堂成亲，做我们的上门姑爷。去你们的上门姑爷！老子是成过亲有妻子的，你们小姐愁嫁找别人去。哪位好心人帮我去约来客栈喊人呢？就是我被人劫持了，请他们速来救我，别有重谢啊！堵上他的嘴！难道本王真的要被毁了清白吗？难道天要亡我，就没有人能帮我传话吗？皇神救我呀！你们要带我的人去哪里啊？江银双手抱胸，唇角微勾，内心在疯狂的大笑。来活了！终于不让老娘无聊了。赫连叶看着他活动手脚，要好好的施展拳脚，眼里染上了笑意，什么也没说，只是手指微动，做了个信号，示意暗处的人不要出来。安王独自出去，怎么可能不会给他安排暗卫呢？在安王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你是谁？你说他是你的人就是了。哼，老子还说你是我婆娘呢，你是不是呢？啊？
可下一秒他笑不出来了。明明之前人还在5米左右的距离，可是转眼之间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单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五指收拢，将人缓缓地提了起来。吃瓜群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看起来娇弱的女子，脸不红气不喘地把一个成年壮汉掐着脖子单手提起。这是从哪里来的母老虎？好可怕呀！救我！帮你们捆爷，也是有人罩着的。皇神，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家的吗？敢打我们，你们死定了！既然你说的那么厉害，那我更要会会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敢抢我的人。江银脚尖一踢，朝着地上的恶仆一脚踹过去。歹路！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臭不要脸，当街抢人。你敢骂我家小姐？骂？哼，我还要抄你家小姐呢。姑娘是外乡来的吧？这些人都是郭家的家仆，不好招惹的。哦，怎么个不好招惹？这郭家在这里一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仗着京城有人，欺男霸女，这事没少做。郭家呀，有一个女儿，自幼娇生惯养，体型富态，行走不便，是以这婚娶就成了一个难题。因这个女儿性格暴虐，又长得不行，但是眼光特别高，一定要样貌俊秀，体型修长，玉树临风的男子才能入她眼。之前呀，郭家也砸了钱选了夫婿，只是那几个夫婿根本就没撑到成婚，就被那女人暴虐打死，事后还要责怪男人没用。这一来二去的呀，也就没有人敢娶她了。可这郭家小姐却不乐意了，没了俊俏男人的折磨，她脾气越发的暴戾，从折磨身边的丫鬟小厮，甚至连家人也不放过。这就造成郭家的那些人苦不堪言，只能想尽办法满足她。这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让郭家的下人出去抢一个是一个。这就造成家中有年龄适中、长相还不错的男儿郎们，一个个连夜出家，宁愿做和尚也要避开。如今咱们这个城啊，你看看，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的。事情了解的差不多了，他要会会这女人。你是谁？跑到我们郭家干什么？都这阵仗了，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好大的胆子！信不信我让你们有来无回？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闯入郭家，你们还有王法吗？王法？哼！你们郭家还知道王法了？纵容恶奴当街抢良家男人，你们也配说王法？姑娘，您这话是不是有些误会？我们郭家是不会做出这种强迫人的事的，通常都是我郭家重金让他们自愿入府的。江银看着这伙人还一副死不承认的嘴脸，已经懒得跟他们周旋下去，手一抬，也一瞬间离开了原地。几息之后，郭家的头顶有一块阴云，不由得抬头朝上看去。这一看惊住了，一群人大张着嘴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身形巨大无比的人从他们的头顶擦过去，摔在地上。圆圆！短暂的惊讶之后，郭家人一眼认出了躺在地上惨叫的是他们郭家千娇百宠的宝贝疙瘩郭源。圆圆，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啊？哪里疼啊？圆圆，你说话呀，别有伤藏着掖着的。都杵在这儿干什么？快让府上的大夫来看看呢！吵死了，吵死了！你们吵死了！这郭源长得膀大腰粗，远远看着就像一头巨熊似的。你们快跑啊！这孩子疯起来六亲不认，见人就打，会死人的！快跑，快跑啊！你们！我怎么觉得这郭家与外界所说的有点不一样啊？那边郭源将郭家人打得四处逃窜之后，终于看到了江银他们。目光触及到江银的时候，眼睛瞪得溜圆。好美，好美的妹妹！说完，就好像一座山地动山摇的朝着江银的方向跑了过来。这会儿见他朝自己跑过来，他条件反射的就把人踹了出去。这一踹，郭源整个人朝后仰倒，直接一个后翻滚，在地上滚了一圈。姑娘，你快走吧！我要她做我的妹妹，打扮漂亮。乖呀，圆圆，人家是客人，是来郭家做客的，可不能留下来。是啊，圆圆，你想要漂亮的人打扮，婶婶给你重新找个，这个可不行啊！妹妹，不走！皇神，他该不会是个傻子吧？郭家人里有人耳朵厉害，听到了，身子一僵，回头看了一眼。干嘛？有说错吗？
智昂，不可无礼。容老身问几位，你们来我郭家究竟是为了何事？你们看到了，这呀就是一个痴儿，脾气是暴躁了一些，但我们一直都有严加看管，圈在家中，并未出去惹出过什么祸事。也不知各位为何要闯入郭家，非要一个说法。江银瞧着郭家人的反应，倒真的不像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样子，便把之前的事情说了。老夫人饶命，老夫人饶命啊！奴才也是为了小姐好。滚你娘的，我小姐好！说，你们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你问他们也不会说实话，想知道，自己出去打听打听一下不就明白了？郭父听懂了江银的话外音，当即让郭家几个人出去仔细打听。随后邀请江银和连夜他们上座，先喝杯茶水。说皇神，咱们不是找这些人来算账的吗？怎么还坐下来喝茶了呢？你还看不出来吗？那位郭家小姐行为有异，虽行为怪异，但并非外面所说那般。还有郭家人的态度，也并非外人所说如此是非不分、不讲理。哦，我懂了，皇叔皇神是要观察一下再行事。媳妇儿，你为何这样看我？我就是觉得你挺聪明。嘿嘿，你也发现我很聪明啊？母妃也常夸我大聪明呢。嘿嘿，几位实在抱歉，因郭家治下不严，让几位受到了冲撞。此事郭家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若不满意，任你们处置。被沈娘拉着的郭元在凳子上坐立不安，神情有些焦躁。不过每当沈娘示意他看向江银方向的时候，又很乖顺地坐在位子上，很难得的没有闹腾起来。外面说你们郭家有一女，性格暴戾，喜欢施虐，过她手的人都死了好几个了，这事是不是真的？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是谣言。我女儿虽然脾性不好，但绝非是那种手段残忍、施虐致死的凶残孩子。她娘怀她的时候，正值得郭家遭遇一些动荡，一家子朝北迁徙，中途吃了一些苦头，她娘又受到了惊吓，以至于她生出的时候有些艰难，让她的脑子受了些伤，变得跟正常人不一样。听说你们郭家在宫里有人，所以才在这个州府中连知府都不放在眼中，可是真？宫里是有人，不过只是个不受宠的小小才人。我们郭家从未凭借这个在这里称霸一方。至于知府为何不过问，我郭家的情况他是知道一样的。不过这事儿民不究，官不问，自然官府就不追究了。那些被抓来的人呢？没有抓，都是你情我愿的，都是一些穷苦人家孩子，多给一些银子，那些父母挤破头的送进来，人都在别庄养着呢。圆圆这孩子也只是一时性子，过后就不愿与那些人玩耍，送回去他们还会被卖，所以我就把他们放在别庄，在那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混口饭吃。不多会儿，出去调查的郭家人回来了，面色难看。如何？什么个情况？老夫人看着小儿子的神色，心里咯噔了一下。郭之昂给了郭家众人一个眼神暗示，几个比较重要的郭家人都跟着他出去了。什么？外面竟有这样的谣言！老夫人心疼地看着孙女，该死的恶奴，竟敢背地里如此败坏主子的名声，绝不能轻饶。江银他们瞧着天色不早，决定第二天再过来。郭家却让他们住下，让他们好好招待，当做赔礼。但是江银拒绝了。妹妹不走，妹妹不走。皇神，你有甩不掉的尾巴喽！此话一出，就换来了皇叔还有自家媳妇儿的死亡凝视。我有说错什么吗？小姐，你身子不好，外面太乱了，会吓着你的。啊！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妹妹救我！妹妹救我！起来，妹妹，喊姐姐，姐姐。皇叔，皇婶这是……圆圆，回来，乖啊！奶奶让婶娘带你玩新奇的东西，好不好？可是郭元很抵触，面对他们的接近，抓着手边的东西用力地朝着老夫人的方向砸了过去。江银发现了异常，觉得郭元面对郭家人很是排斥，很是讨厌。走，我带你出去玩玩。江银略一思索，看向了贺连叶，只是一个眼神，贺连叶轻轻地对着江银点了点头。圆圆，你这样走，你娘可怎么办呢？她可是会很伤心的。乖啊，回来，奶奶带你去见你娘。娘，对，带你去见你娘。不，姐姐，想出去玩？圆圆，不要任性，听话，到奶奶这里来。不去，坏。
老夫人气得一个仰倒，还想说什么，旁边的郭父扯了扯她的袖子，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江银的耳朵动了动，随后佯装什么也没听到一般，紧接着就瞧着老夫人换了个面容。圆圆这孩子顽劣呀，没事儿，他在我这挺乖巧的，不用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明天送回来。你们好奇怪啊！既然心疼他，为何就不顺着他的意思呢？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接，在此之前就辛苦各位了。江银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开。而郭源也是不愿意看父亲一眼，乐颠颠地跟在江银的身后。这孩子不会乱说什么吧？圆圆就是个心智不全的孩子，母亲还要担心什么？娘也是为了郭家好。去调查郭家。叶宵应了一声，随后离开。他们一行人一直跟在郭源的身后。街上的行人也不认识郭源，不过就郭源的体格，还是惊到了不少人，纷纷避让，又带着几分看笑话的打量着。郭源疯笑了一会儿，才让自己冷静了下来。他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像个孩童似的蹲在地上，大声的哭着。看来是真的疯了。发泄了一会儿之后，郭源又嘻嘻哈哈的来到江银的身边，还是一如既往的像个痴儿一般。暗处郭家的眼线一直悄悄的跟着观察着，见小姐还像个痴傻似的，又疯又笑，如往常无二，就放松了起来。嘿，姐姐看，姐姐吃，姐姐玩儿。面对喜欢的想吃的东西，一点也不客气，手指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索要。然而目光却是落在安王的身上，颇有要掏空安王荷包的意思。你别太过分啊！本少爷的私房钱可不是给你花的，是给媳妇儿的。我来买。安王见状，哪有让媳妇儿出钱的道理，急忙打开了自己的荷包去付钱。买，他买还不行吗？到了客栈，郭家那些眼线还没地方盯梢，就感觉脖子一麻，紧接着意识涣散，人晕了过去。王妃，按照你说的方位，找到了这些人，搜他们的身，看看是什么人派来的。是，还真的被他搜出了一些东西。这些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银子和银票，还有一个令牌。银子和银票都归你了，这身份牌，这老祖宗的字是真的挺难认的，比他们星际文学难多了。是郭家。郭家？他们是紧张郭源的安全，还是担忧别的呀？他总觉得郭家那些人给自己一种很违和的感觉，话里话外似乎处处都在保护着郭源，但似乎又不像是那么一回事儿。有东西会让他们说实话的，有兴趣看看吗？好。江银随后让叶一将一个眼线带上来，江银拿着针筒，扑哧一声，直接快准狠地扎进了眼线的脖子里。眼线的头有些昏沉，坐在椅子上，头一点一点的。你是什么人？我是郭家的人。郭家的人让你干什么？郭家让我跟着小姐，注意小姐的动态。为什么让你盯着小姐呀？郭家是不是在隐藏什么？郭家，不知。郭家让你们跟着小姐，可还有什么叮嘱？让小姐别乱说，情况不对，必要时灭口。灭口？果然有蹊跷。这个女人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竟然会让郭家人不惜灭口也不许她说出来。江银让叶一把这些眼线扒光了衣服扔在乞丐窝里。助纣为虐这件事情必须让他们好好体验一把，以后洗心革面。我去，这郭家不是说很疼他的吗？为何还会对眼线下这样的任务啊？他们家究竟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或许我们应该问问本人。郭源，那些话你都听到了，是不是也该告诉我们一些真相了呢？伴随着他的疑惑，就瞧着屏风后面的郭源走了出来。与在郭家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郭源神智似乎正常了一点，并无之前疯疯癫癫的样子。他走到了众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今日郭源在这里，多谢各位今日的施救。施救？郭家怎么着你了？演了那么久的戏，你也累了吧？这样，你先去客房里休息，有什么等晚上再说。走吧，我带你去客房。叶宵很快就回来，到时候就知道这女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说郭源在外的名声会不会有郭家在推波助澜呢？拥有那样的名声，即便郭源出来也是无法生存的。不排除这个可能。很快，叶宵不多会儿回来了。他双手抱拳，将郭家的秘辛以卷轴的方式呈现给赫连叶和江银二人面前。不生不熟，说真不说。安王好奇地看了一眼卷轴，匆匆地翻阅了几眼。看完之后，三观也是相当的炸裂。畜生不如啊！这种家难怪要装疯卖傻，也亏那个女人坚强，换个人怕是……若卷轴说的是真的，那也就理解郭源为何难以启齿了。打算插手？我原本不想插手这件事，但是郭家这里面似乎牵扯到了之前的黑衣人的事，这种歪风绝不能坐视不管。这卷轴里说，郭家为了自家家族昌盛不息，一直将家中的女童献祭出去。多年来，郭家的女童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送了出去。郭源的出生日期是阴年阴月阴日，被神秘人定位为重点对象，要求郭家将他好好的教养长大，等到16岁的时候再送过去。这件事情被郭源的亲生母亲听了去，为了保护女儿，就一直装疯卖傻，努力的保护着女儿。
随着郭元长大，他娘逼着郭元跟自己一起装疯卖傻，还给他吃了秘药，让他的容貌有所变化，人也越来越胖。伴随着郭元时不时的发疯，还胖得跟猪一样，让对方很是不满意，责令让郭家想办法务必恢复正常的样子，不然神主会生气。可郭家人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用，郭元饿了就会发狂打人，根本不在乎那些人是谁。这也是母亲教给他的求生之道。他幼年曾亲眼看到过府上有别的婴儿出生之时，就被郭家人送到了神秘人的手中，眼睁睁地看着还在啼哭的婴儿落到神秘人的手中，几乎呼吸间就成了一具干尸。他吓得想跑，却不想自己不小心撞到了树木，引起了树木的摇晃，惹来了麻烦。关键时候是他娘跑了出来，以自己为诱饵让女儿离开。虽然救下了女儿，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被神秘人打伤，腰椎断裂，从此成了一个废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被郭家人监视着，没有了一点自由。每当郭元不从的时候，就会被郭家人拎出来，用鞭打、折辱，逼迫郭元听从。每月的初一、15，郭元都要被郭家抽走大半的鲜血，说是用来供奉神主。一旦他失去利用，下场会很惨。难怪郭家要千防万防，怕的就是郭元会说错话，捅了这伤。我还以为郭家那伙人是真心担心郭元、心疼郭元呢，原来是另有目的。老祖宗的狠辣简直是超越了一整个星际。那个卷轴里的黑衣人，会不会和之前咱们在村里遇见的那个黑衣人来路是一样的？你说，那个神秘人是什么来头啊？他真的是有通天的本领？通天的本领，怕是旁门左道的邪术罢了。这件事情要辛苦娘子了。此等毒瘤不能留在大周为祸四方，不然会有更多无辜的孩童被无知的父母拿去献祭。此事放心，甭管是黑衣人还是神秘人，通通都不会轻易放过。在我们那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残害幼儿，是比死罪还要重刑的罪行。安王在旁边听得一知半解，唯一知道的就是皇叔不参与此事，让皇婶来做。这皇叔是什么意思呢？不该主动挑起这件事，让皇婶别插手吗？赫连夜扫了他一眼。你想说什么？觉得你皇婶能力不行？不，皇婶能力很强，非常强。本王只做善后，余下的他尽兴就好。依他看呐，就算是皇婶把天给捅破了，你也毫不在意。很闲？不闲不闲。啊，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事情要做，先告辞了。房间里，郭元沐浴之后，宁雪薇让人送来了衣服。郭元焕然一新之后，人很安静地坐在桌前。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计划？你既然从郭家出来了，就应该多想想往后的出路。难道你还想重新回去不成？不回去。既然想不回去，那就多想想往后的出路，想想你娘，还有你自己未来的规划。不回去。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想的。你别紧张，慢慢想，别着急。你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大概，不会袖手旁观。需要帮忙你就尽管说。你知道了？知道了一些，也知道了郭家这些年的恶行，以及对你们母女二人的所作所为。按理这是属于你们郭家的私事，身为外人不便插手。可若是你求助的话，求小姐帮我，大恩大德，今生今世做牛做马相报。宁雪薇在一旁看得很是惊讶，视线一转，发现大门旁边有个身影鬼鬼祟祟的，仔细一看是自己那个便宜夫君。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做什么呢？媳妇儿，我有大事要跟你说。我在听你说。媳妇儿，我有大事要与你说。你刚才就说了。哦，对，瞧我这脑子。我跟你讲啊，那个郭元也太惨了，本王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心狠的家人，他们可真是够毒的。安王平日里看的话本就很多，没事儿就喜欢去酒楼里听说书。这一来二去的，说书先生的本领他也是学到了不少，模仿声音也是惟妙惟肖，如让人身临其境。当他绘声绘色的说完故事之后，宁雪薇整个人都傻了。媳妇儿你还好吗？媳妇儿你还好吗？没事，我还好。你没吓着就好，不然本王会内疚给自己几巴掌的。我只是被郭家的事给惊着了，没想到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心狠手辣的家人。他在宁家从未因为自己是女孩子的身份就被人家轻视苛待，相反给他的都是最好的，请最好的师傅，家里的东西都是随他挑选，把他宠上了天，并未感觉到被忽视的感觉，是在有爱的氛围下长大的。可郭家，他有些庆幸自己是生在宁家，家人对自己很好。没出生就有罪吗？什么叫女孩出生就有罪？没有女人何来自私繁衍？再说了，男孩女孩不都是自己的孩子吗？我就喜欢女孩子，
软软娇娇的，萌萌的喊我一声爹，多美好的事情啊！你喜欢女孩？喜欢啊，必须喜欢。女孩子多乖啊，多疼人啊。男孩子是什么？除了气人，就会坑本王的钱。以后有了媳妇儿忘了爹娘的，本王要女儿，要好多好多女儿。这件事靠本王一人可不行，要辛苦媳妇儿了。你这张嘴，以后别说话了。再说江银这边，郭家是不会让郭元在外面久留的。明日一早，怕是会早早的来接郭元回郭府，继续监管着。距离你抽血还有几天？3天，还有3天就到了15，他们就会再次取我的血。他们为了能够让我身体快速造血，逼我每天喝着补血的汤药。如果我拒绝的话，就会用我娘来威胁我。是什么补血神药啊？能够让你每个月2次取血？我不知道，每次他们都会蒙上我的眼睛，逼迫我喝下。那东西又腥又臭，恶心得很。每次喝完我都要呕吐，可偏偏又是什么都吐不出。喝下之后，我的身体就能恢复一些，然后就能够满足他们每个月2次的取血。这次回郭家后，你继续按照之前所做的就是。多谢小姐。啊，你不必如此，我只是看不惯郭家的做法而已，也是为了那死去的婴儿讨个公道。明天若是郭家人来接你，还按照你往常的性子，不要露出马脚。小姐放心，我知道的。取血之日是何人前来？我不知道，他们只是取血结束后再亲自送到那位大人的手中，根本不给我见面的机会。行，我知道了，你也累坏了，好好在这里休息。放心，郭家那边的手伸不到这里，你安心休息就是。多谢小姐，让小姐费心了。郭元站在原地目送着江银的离开，双目含泪。他何德何能啊，竟然会意外的遇到这么善良的一群人，将自己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实在是太有幸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自然是顺着郭家找到那个神秘人啊。我有一种直觉，操控郭家这样做的与村里那个黑衣人是一路人。或许你说的对，看郭家上面的卷轴，这事10几年前就有了。本王猜想，或许这种类似的事件早已存在，只是一直未曾爆出。你说的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能暗中部署这么久，背后的势力绝对不容小觑。本王还是那句话，尽管放手的做，本王就是你在这里的底气和靠山。相公，你真好。幼年他护不住自己的母妃，现在他可以护住自己的女人，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让她自由自在，任性而为。另一边，郭家那边的气氛变得很是低压。孽障啊，孽障啊！他怎么敢跟着陌生人离开郭家？我郭家哪里苛待了他，他就不能老老实实本分的留在府上吗？非得出去丢人现眼。佛面蛇心，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吧。老夫人发泄了一通之后，见大家都不说话，转而又换了很无奈的语气，用很可怜的声音给他们洗脑。哎，你们也别怨恨我，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啊。咱们郭家曾经可是名门望族，绝不能败落至此。为了振兴国家，一些牺牲是必要的。你们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享受的荣华富贵，哪一样不是换来的？你们既然已经有了选择，就应该有那个觉悟。这世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们就别异想天开了。娘，您别生气，咱们不全都陪着您一起演戏了吗？何况对方也没发现什么端倪，只要明儿个一早将那个死丫头带回来，不会有人发现异常的。是啊，那几个人瞧着就是异乡人，又怎么会多管闲事儿，管到别人的家事呢？娘因就是太多心了。再说了，那个丫头就是个痴儿，话都说不利索呢，还能做什么呢？唉，好在那孩子是个痴儿，若是说了不该说的话，那便是给那些人招来杀身之祸呀。你那个女儿可太不省心了，若不是看在她还有点用，早就让她上路了。明早你亲自去接，告诉她，若再有今日举动，那就等着送她娘上路吧。是，听娘的。唉，莫怪娘心狠，咱们做的这些事儿啊，不能让外人知道，不然这世间就没有咱们的容身之所了。你们的爹死得早，他临终前挂念的就是郭家的昌盛。为了郭家，娘也是呕心沥血。
老夫人说着说着，竟是把自己感动哭了。在众人都陷入沉默中，突然门口传来了癫狂的笑声，震惊了屋内所有的人。孽障，孽障！谁把他放出来的？小五，小五，你别过去！小五，那是咱们的娘。哎，毒妇，毒妇，你这个该下地狱18层的毒妇！哎，该死，该死！你这个毒妇，该死！你还我的妻儿，把我的妻儿还给我！都还愣着干什么呀？快把他们拉开！快把人带走！娘，您没事吧？娘，是在找小五吧？他又发病了，昏厥了去，让下人抬回去了。孽障，孽障！哎，娘你别生气，小五也是受了刺激才变成这样的。他要掐死我！对对对，娘您说的对，可小五这个样子不也是受了刺激吗？混账！他受了刺激，就要掐死他娘我吗？那小五这样做，不也是因为您害了他妻子和孩子都没了吗？换成个正常人谁受得了？自己的亲娘会暗算自己的妻儿，一尸三命啊！小五又多在意自己的妻儿，多期待降生的孩子，可结果你所谓的为国家好，我们就要感恩戴德的接受吗？你嘴上说着为国家，可结果呢？还不是踩着那些刚出生就没了命的婴孩来延续你的富贵命？哼，呸！你有什么资格骂小五孽障？整个郭家真正孽障的是谁？在场的谁不知道？娘，找大夫呀！不行，不能找大夫，让傅姨来看。郭家的秘密太多了，一旦让外面的大夫进来，万一发现什么端倪，很有可能就会被暴露。先把娘送回去。老三，语气透着让他别犯浑，用眼神示意他不要再继续闹下去。报应，报应，我就等着看郭家的报应啊！老二，还有你的，你那个女儿若是继续折腾下去，惹恼了大人，那就是每月2次取血了。郭家挺热闹的呀。对郭家这种狗血的事情没有兴趣，但是妻子喜欢看，他就陪着一起看。郭家这些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良知。是呢，我也是这样觉得。说着，又遥控小虫子朝着郭家其他的地方打探着。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他若是要插手郭家的事儿，就要事先做好准备。也不知道郭源的娘亲在哪里。贺连夜瞄了一眼屏幕，指着郭父的身影，跟上他。江银认出了这是江源的父亲，意会到贺连夜的意思，当即让小虫子改变飞行路线，尾随着郭父。谁？是阿成。是，我是阿成。阿成，圆圆怎么样？她还好吗？阿成，你瘦了。没有，我很好。不光我，咱们的女儿也很好，她有听你的话，好好保护着自己。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好消息，圆圆她出了郭府，被好些人带走了。什么？带走？那些人是什么来头？能保护圆圆吗？不会的，郭家是不会轻易放过圆圆的。阿成，救她，她可是我们的女儿啊，不能让她死啊！嘘，小点声，别让旁人听到了。那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我一种上位者的气势，我猜测他们可能是权贵人家，而且身份很尊贵。真的吗？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而且他们好像没什么怕的，说起知府来丝毫不以为意。可是郭家招惹的那些人并非是一般人，怎么办？若是将无辜的人拉进来，岂不是罪孽深重？不行，你明儿个就去把圆圆接回来，万万不能牵连无辜啊！大不了我们一家3口一起共赴黄泉，也不要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好吗？那只会为圆圆添了罪孽。面对情绪崩溃的妻子，他的心意是颤抖的。他恨透自己是郭家人了，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护不住自己的妻儿无能又懦弱，让自己心爱的妻子饱受折磨多年，也只能看着。女儿也是如此，她因为孝道被压迫的抗衡不了。好，我答应你。不到半个时辰里，郭父和郭夫人温存了一会儿，郭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而这郭源的父亲也是有些难言之隐的。看他对妻子的态度也是有苦衷，但是也改变不了他是废物、懦弱、无能。身为一个男人，连妻儿都护不住，就是个废物。这男人跟男人也不都是一个样的，谁能有负心、有担当、有魄力、有能力呢？你猜猜，本王若是郭源的父亲，
会怎么做。哦，你会如何？让本王不开心的人都不会存活在这个世上。哼，谁要是敢取我妻儿的血，我便在他食指各划出一道口子，让他慢慢流血。本王不让他死，就要他每天都处于将要鲜血流尽、濒临死亡的绝望中。你这主意真不错啊！等事成之后，就按照你说的对恶人这样做。你不觉得本王可怕？可怕？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我倒是觉得你做得好，做得棒。这一夜，郭源以为自己会失眠睡不着，结果却意外的熟睡了，一夜无梦。圆圆，你是不是醒了？郭家来人了，就在楼下，你要见吗？郭家来人了，这么快？郭家来人了，那待会儿就得继续演戏，不要露出马脚。郭源拿起东西就朝着地上摔下去，宁雪薇一惊，随后明白这是郭源留给自己的信号，他懂了。抱歉，是我这个父亲失职，没有教导好。你们来接人是不是太早了一些？今儿个还答应带他去玩，可你们这么早。陪同郭父来的都是老夫人身边的人，看起来这老夫人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是很信任呢。我很喜欢圆圆，不知能否将他再留几日？这似乎不妥。有什么不妥当的？昨儿个你也看到了，圆圆很喜欢跟着我，很乖很听话。再者，我有点怀疑郭家对圆圆真的好吗？乔小姐说的，圆圆也是咱们郭家的人，又岂会不精心照顾她呢？这事儿也不巧，昨晚老夫人就病倒了，家中老人念着孩子，咱们不得已只能早来叨扰，让圆圆早点回去。病了？严重吗？郭源气冲冲地冲下来，挥舞着拳头朝着前世的脑袋就是一拳。拦着他，快拦着他呀！这个死丫头，我可是她伯娘啊，怎么每次都要打我呀？乖，听姐姐的话，不打人啊。他们坏，他们是你的家人呢，不是坏人。对，我们是你的家人，不是坏人。二弟呀，这天色也不早了，娘差不多醒来了，咱们还是带着圆圆回去，给老夫人个惊喜吧。该回去了。先回去看看老夫人，过2天我再去找你玩。我跟圆圆一见如故，甚是喜欢她。不知过2日，我可以再登门拜访找圆圆吗？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呀！家中找了个大夫，这2天就到时候给圆圆治疗，他是不方便见客呢。哦，是吗？还以为能多见几次呢。这不是巧了吗？圆圆能遇见几位也是缘分呢，只是这缘分浅，还真的很抱歉了。是吗？那就等圆圆好了以后，有缘再见吧。姐姐，来。来呢。在依依不舍中，郭源还是被郭家人带走了。老夫人，有人抬了几个箱子，说是送给咱们的回礼。对方是何人？送的是什么？回老夫人，是昨个来咱们家的客人，姓江，说是感谢老夫人昨个对他们的关照，特备了一份厚礼，需要老夫人以及其他主子们一同打开。娘，这几个人来头绝对不小，儿媳亲眼看到他们用的东西都是金贵的，很多都是儿媳没见过的。娘，人家用的那首饰一只就值万两金呢。把他们都叫过来。郭家人听说江小姐送礼，有人贪心，有人还不在意。人都到齐了，你出去，没你的份儿。但我想来呢。说完，拂袖转身就走，一点颜面都不给老夫人。不知怎么的，就感觉箱子给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心里有道声音告诉自己不要打开，可不知为什么嘴里却说道：打开。我的娘，死人！你派人去盯他们了？是，又如何？除了盯梢，你还让他们做了什么？是不是圆圆说漏了什么，要杀了他？是又如何？我这是为了谁？为了谁？为了你自己。谁也没有料到平日里存在感很低、胆小怯懦的郭父会在这个时刻里突然爆发出来。你口口声声说为了郭家，为了振兴郭家，可结果呢？你敢不敢摸着心口发誓，你就没有私心？郭家的后代因为你几乎断子绝孙，你怎么好意思说是为了郭家兴旺？是你不甘心平庸，不甘心过苦日子，还想着继续锦衣玉食，还想着丫鬟奴婢环死在身旁。你想过的是你的富贵命，用着郭家的血脉延续你的富贵命。你怎敢这样想？怎敢？不是吗？你敢发誓？发毒誓？你与别人勾结，一心一意只为郭家兴旺？若不是，便让自己生生世世不得好死。你敢吗？老二，你疯了吗？
跪下，跟娘道歉。胡跪，我没错。这些年来，正因为我的懦弱，害得我妻儿人不成人，鬼不成鬼，唯一的孩子还要成为你们富贵的工具。他已经痴傻，你们还不放过？娘是为了我们好。呸！若你和大嫂能生养，你还会说这些话吗？还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被人带走，尸骨无存吗？你舍得吗？那是你的骨血，你愿意交出去，眼睁睁看着他痛苦万分的送死吗？你这是怨恨我了？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发毒誓！你就作吧，后天我看你还怎么做！谁也别想再伤害我的孩子！你疯了是不是？你跟老三、老五一样，都疯了是不是？你不要忘记了，惹怒了那位大人，会是什么下场？为了你们，就要让我女儿死？哼，要死一起死！若是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大家都别活了，一起下地狱找爹，让他来问问你这个毒妇究竟有多恨郭家，要让郭家断子绝孙。你把这个疯子绑了，可不能让他耽误了咱们的大事儿。老二，是你说了要拉着大家一起死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别怪大哥先下手了。原来不是父亲不疼爱他，而是因为太疼爱他，怕他受到伤害才选择了沉默。现在父亲却愿意为了他站出来，郭源感觉够了，他所求的不多，只要父亲的心中有自己就好。死丫头，这下看你还怎么打人！圆圆！看到女儿的脑袋被人打了一棍子，郭父惊得瞪大了眼睛，前世得意的笑容还没有几息，笑容就定在脸上，接着是错愕，紧接着就是咚的一声躺在地上，鲜血顺着头朝外流。老二，你怎么敢伤你大嫂？那他怎么敢伤圆圆？过2天那位大人就要过来，如果发现圆圆失血，下场会如何？还需要我来说吗？老大，你这个媳妇儿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她可是圆圆的长辈，怎么能下手那么重？行了，快带她回去。受伤没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影响大人这次采血那才是麻烦的。你去祠堂跪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给你开门。想想曼娘，想想圆圆呀，圆圆受伤了，不会出什么事吧？没事儿，待会儿我会过去看看。另外，我还想到一个好主意。江银唇角一勾，冲着伙伴们勾了勾手指头，然后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们。高，皇神，你这太高了。怎么样？我这个法子如何？徒儿学得很快，超越为师了。那还是师傅教导的好啊。好了，现在应该是我这个爱与正义的使者出现了。皇神，为我。君主，你要多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江银踏风而行，不多会儿出现在了郭府的上空。郭源的后脑遭受了外力的袭击，受伤严重，出现了严重的颅内出血的现象。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他不会流血而死，也会因为颅内出血迫使脑子压力增大，最终也可能会死。就算抢救回来，也可能是个植物人的下场。轻声叹了一口气，江银带着郭源消失在原地。回到自己空间中的江银把郭源放在了修复舱里。江银看了一眼在舱内抢救的郭源，又一次闪身出了空间。修复舱在工作中，郭源是不会醒的。几个人在祠堂外面说笑着，旁边还放着酒肉，一边喝酒一边还不断的用言语刺激着祠堂内的郭父，一看就是老夫人的爪牙，把恶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群人只听命老夫人，他们懂得察言观色，知道谁才是郭家的老大。现在他们得到了老夫人的默许，自然什么话都敢说。你想救你妻儿吗？想，非常想，可是想就好。小姐有所不知，郭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复杂什么？为了荣华富贵把家中子孙霍霍完，交给神秘人生死不问？你们真是蠢不自知啊！想要富贵何须要这样做？以你们的郭家并非是难事，为何要走这条路？他家中因为当年跟错皇子一事受到了牵连，被罢官之后就朝着北方来了。他们的家境还是不错的，按道理说的确不需要这样。如此一想，郭父也觉得蹊跷。想知道真正的答案，还需要自己细细听。江银带着郭父来到老夫人的院子里，畅通无阻，这让郭父大惊失色。老夫人的院落四周安插了不少的眼线和护院，他是怎么做到没有惊动任何人，能够畅通无阻的进来的？安静看戏就好。老夫人被打入了致幻剂之后，迷糊间似乎听到有人在说话，她睁开眼睛，茫然地看了四周，
这一看吓了一跳，他竟然看到了去世多年的相公。只见他满脸死气，一双眼睛带着怒气地瞪着他。就在这时，床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姐姐，不可能，你早该死了，怎么会出现？不，你不是。为什么？为什么要伤害他们？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不是，我没有。姐姐，他们的娘还有姐妹吗？以前似乎从未曾听过啊。屋内，老夫人大概是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她仿佛是看到了自己当初如何暗害姐姐，然后顺利地占有了姐姐的身份，成了郭家的当家主母。她与姐姐本来就是双生，二人的容貌一模一样，但是命运却是各不相同。比起自己，姐姐就比自己嫁得好，夫妻恩爱，头胎又是男婴。不像她嫁的是个穷酸书生，因为不能生育被婆家虐待。后来她实在是忍不住，就策划了一场意外失火，让他们全都葬身火海，自己才得以逃出来。后来她投奔到姐姐这儿，看到姐姐过得和和美美，心生嫉妒，也萌生了取代姐姐的念头。她与姐姐是双生，二人一样的妆容，就是亲生父母都很难分辨。从那以后，她就可以模仿姐姐的一举一动，把自己的生活习惯都改掉，努力的变成跟姐姐一样。等到时机成熟之后，他就借着姐姐回家探亲，暗中下毒将她毒死。此后，他就以姐姐的身份重新回到了郭府。回到郭府之后，姐姐留下的几个孩子对自己很是抗拒，为了避免露馅儿，他就以身子不适减少与孩子的见面。可这件事情终究是纸包不住火，还是被郭家老爷子察觉到了。郭夫人为了让自己往后的荣华富贵，就策划陷害了郭老爷子，让他含冤入狱，又在狱中饱受折磨，最终出狱之后没几天就走了。从此之后，郭夫人这才算是掌控了整个郭家。可也因为这样，她内心逐渐变得阴暗。她恨姐姐儿孙满堂，所以她要让郭家人亲手送走自己的孩子，让郭家断子绝孙。陷入幻觉中的老夫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冲着虚无的空地说着自己这些年的秘密。姐姐能生又如何？最后还不是要走断子绝孙的结局。他要慢慢的把郭家人全部折磨致死，到时候让他们全部在地下团聚。江银看了一眼郭家的这几个人，一个个全都震惊在真相里，不敢相信他们孝敬多年的娘亲竟然不是娘亲，而是姨娘。这姨娘是害死自己爹娘的凶手不说，竟然还害了他们郭家的孩子。是他主动联系神秘人献祭孩子的，这一件件一桩桩都刺激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很生气是不是？很想杀人是不是？这些我都理解，但是你们不要忘了，老夫人是凶手，那神秘人也是。你们这回要是找老夫人报仇，打草惊蛇，那神秘人可就不会来了。到时候你们如何报仇雪恨呢？你们想报仇可以，但也要等我抓到那个神秘人。若是误了我的大事，别等老夫人，我先送你们去见你们的爹。我要杀了他，毒妇！我要杀了他！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若早点发现，我的妻儿就不会有事。谁能想得到侍奉多年的竟然不是他们的母亲，而是姨娘，还是害了他们郭家几乎断子绝孙的毒妇。他害死了娘，害死了爹，现在还要将他们这些人赶尽杀绝。大哥，你怎么想？比起其他人，郭家老大对老夫人的感情只多不少。他最小的记忆里就是由姨娘带着的，他娘亲怀着老二，所以就交给姨娘照料。回忆里的姨娘与他的娘亲有很相似的容貌，自己生病犯错的时候，姨娘都会照顾护着他。后来听说姨娘回家探亲发生了意外，他还为此病了一场。再后来接近母亲的时候，就总有一种姨娘就在跟前的错觉，他只当是因为娘亲和姨娘的样子很像罢了。现在想来，一切都说得通了。想到自己的娘亲被谋害，此为一罪，他恨。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秘密，竟然勾结了外人害了他爹，让郭家都跟着受累，此为二罪。谋害郭家子孙罪不可恕，此为三罪。是大哥对不起你们，大哥有罪，大哥该死。大哥快起来，快起来！这一时刻，兄弟之间所有的隔阂烟消云散了，在场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那个毒妇毒害了他们。江小姐，你有什么计划吗？你们继续假装不知道此事，等着神秘人出现。我不插手你们郭家的事，如何处理是你们的事。但是有一点，若是有人坏了我抓神秘人，休怪我出手。江小姐放心，只是2日，我们能忍耐。不过那神秘人很厉害，还请江小姐小心应对。今晚若不是我来找郭源，发现他受伤严重，命悬一线，你们郭家这些人后天一个都活不了。圆圆她情况比较糟糕，后院是谁管着的，又是谁默许的，这不难查吧？
总之没一个能用的，就像星际里那些男人一样，只会生气，啥也做不了。这样看起来还是自己的眼光好啊，选了一个很不错的老公，有颜有才，还有权和实力，简直就是完美男人。这事儿结束之后，大哥会给你一个交代，这事儿我不会偏袒前世的，你放心。江银没有继续看他们兄弟如何交流，回到郭源的住处后，把郭源从自己的空间里放了出来。颅内的脑出血已经清理完毕，对于郭源体内的毒素不着急处理，先等神秘人出来再说。小姐，不放心你，就过来看看你。没想到，就瞧着你躺在地上。江小姐，遇见你，我何其有幸！既然你我遇见，就是一种缘分。有时间感动，还不如想想今后你打算怎么办。我今天才发现，我爹他，并不是不在意我，而是太在意，才假装不在意。郭源把今天郭父为自己大怒跟老夫人争吵的事情告诉了江银，这些江银早就已经通过光屏知道了，不过他还是安静地听着郭源的诉说。所以你原谅你父亲了？我不清楚。那就等你想清楚再说吧，不用给自己心里增加负担。这些年来你承受的痛苦，非别人三言两语的道歉就能抵过的。江小姐，我想求江小姐救救我娘，我怕过2日我若是不从，那些人又会去折磨她。她已经够可怜了，我不想再让她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可惜你昏迷了，不然你就能看到一场精彩的大戏。这个不着急知道，这2日你好好养伤，后日我再来，到时候你自然会知晓谜底。到了第2天，服侍老夫人的婆子瞧着日上三竿，老夫人还没醒来，就过来看看。这一看直接惊住了，嘴里发出了一声尖叫：“老夫人，老夫人！”晕了。郭家老大听完之后，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我这是怎么了？”老夫人，刚才大夫来瞧过了，说您是喉咙遭遇外力受了伤，需要服药才能缓解。荷花呀，已经去拿药给您煎药了，待会儿就送过来。我这身子酸痛得很，怎么回事啊？娘这个身体明儿个还能成吗？不能耽误明天的事，照旧。可娘您这嗓子还有身子骨，不碍事。大事要紧，那位大人事关我郭家的兴衰，可不能怠慢了。尤其是你，莫要拖了后腿。哼，什么叫拖后腿？不顺从你的话，就是所谓的拖后腿？你忤逆我呀！你真的是我们的娘吗？你怎么突然问这个话？是谁跟你说了什么吗？哼，若是亲娘，她会愿意拿儿孙的命换富贵吗？总之圆圆是不许你再伤害她的。谁若是再敢伤害圆圆，我跟他拼命，不管是谁。他这是要造反吗？是要跟我对着干吗？他没点眼色的东西，还不快扶着老夫人出去走动走动？没瞧着老夫人急着出去透透气吗？是。老夫人心有挣扎抗拒，可是她浑身酸痛无力，根本抵不过这些壮实的婆子，就这样被搀扶到了外面。对于浑身酸痛的老夫人来说，每走一步就如同全身的骨肉被碾压似的，疼得怀疑人生。偏偏嗓子又疼得厉害，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被婆子们从屋内搀扶出了院子，又朝着花园走去。郭老大一直跟着，看起来很是贴心孝顺。瞧着老夫人有苦难言，有话说不出来，想不走却被婆子们半软半就的拖着走，心里就畅快得很。还是大哥这招厉害，先让他吃吃苦头。而另一边，老夫人再次昏厥过后，老大这才让人抬回去。回去之后，也不知道是谁在地上撒了油，搀扶老夫人的婆子脚底一滑，齐齐的摔倒在地上。老夫人也跟着摔倒在地上。我胸口断了！大少爷，我们不是有意的，求大少爷恕罪啊！你们也是老夫人身边的老人了，这次害得老夫人受这么重的伤，若是等她好了，你们的下场，要是她不能动就好了，这样她也奈何不了你们呐，可惜啊。老夫人要是不能动就好了，的确是啊，老夫人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全都要靠他们。不光如此，他们还能拿捏了老夫人。里面那个毒妇什么情况？
肋骨断了3根，小腿断了，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大夫说了，他这个伤得卧床半年。哎，怎么就不能多断几处地方啊？都回去，明天还有事情要做。大哥，那位江小姐说了，人交给她，不要咱们插手。江小姐如何交代你的，你照做就是。如何配合，你也与我们说。总之，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绝不能再让郭家的子嗣被残害了。而当晚的深夜，江银再次出现在郭家，他出现在钱氏的房间里。钱氏被郭父打了一棍子，额头受伤，这会儿人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嘴里还在骂着郭父。早问的东西，你给老娘等着！明儿个大人一来，我定要他吸干你女儿的血，让你生不如死。还有你的小娼妇，我是不会让她好过的。都给我等着，等着！欺负我要护着的人，就是瞧不起我，瞧不起我，就是要付出点代价。听说你们郭家明天就来位大人，那位大人对圆圆很看重，你这样伤了郭源，可有想过如何交代？昨儿个他是报复了，解气了，可是明天那位大人若是让他知道了是自己伤了郭源，的确不好交代。我有个办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个烦恼。闭上眼睛，我给你个惊喜。昨儿个回去之后，他就在想要用什么方法来惩治钱氏呢？仔细思索了一下之后，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有什么比他自己成为郭源代替受刑更好的惩罚呢？而且他很想看看那神秘人得到不纯的鲜血之后会是什么反应。所以今晚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移花接木，让钱氏明日体验郭源每月2次的痛苦。这一天，那位大人晚上要出现在郭府，整个郭府的空气都变得很是紧张。哎，淡定，今晚就让他替你代替我。对，让他代替你。这可以吗？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那时已经晚了，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好了。你现在也不适宜继续留在郭府，带着你娘走吧。带着我娘走？我可以吗？郭府愿意放人吗？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女儿别怕，是爹，是要去见你娘的吧？我带你过去。娘，你怎么又瘦了？他们是不是经常不给你饭吃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会让你过来的？他们是不是要杀了你啊？不，这不可以！你爹呢？他不是答应我会保护你的吗？他们不可以！娘，我没事。夫人，咱们的女儿没事儿，你放心，不会有事儿的。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总之，现在你跟着圆圆走，离开郭府。走？可今天不是娘，这事儿等咱们出去再说啊。江银见他们收拾好出来之后，就让郭父带着他们去他所住的客栈。你们就安心住在这里，等事情解决之后，你们再决定去留。一个男人得多无能，让自己的媳妇儿和孩子被欺负成这样。媳妇儿，你放心，我不是愚孝的人。我觉得你还是愚孝比较好。啥？还有人支持愚孝的？何非是那么大智慧的女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媳妇儿，你要我做个愚孝的儿子？你那么想不开吗？别打扰人家一家3口了，走了。媳妇儿，你慢点儿。娘，没事的，江小姐他们都是好人，是不会伤害咱们的。娘怕的是郭府那群吃人的东西会把怒气转移到江小姐这边，若牵连到无辜，可怎么是好啊？娘，没事儿，您放心，江小姐他们很厉害的。婉儿，其实我有一事还未与你们说清楚。郭父便把郭家的情况如实的告知二人。所以这是老夫人的报复。婉儿，你不要难过，这件事我和大哥他们都知道了，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绝不会。不放过又如何？他做的那些事能弥补得过来吗？郭家那些无辜的孩子能活吗？被折磨了10几年，毒妇啊！她可是你们的亲姨母，她怎么能如此歹毒啊？娘，您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娘，那个毒妇做尽恶事，一定会有报应的。报应，若是有报应，何必等到现在？夫人，你放心，那位江小姐并非是寻常人，她真的很厉害。我们能发现那毒妇的真实目的，也是江小姐的功劳。江小姐真的如此厉害？娘，咱们就安心在这里。另一边，江银窝在赫连叶的怀中。那这件事就拜托夫君了。哼，用着本王的时候，就是你夫君了。你出去疯玩的时候，也没见着你想着夫君。哪有啊？我一直都想着亲亲夫君呢。你可别冤枉我，不然我哭给你看。哭？真想哭？那本王更期待你在床上哭。真的吗？夫君喜欢这个呀？走，娘子这就陪你。今晚我会很忙，可能没空陪亲亲夫君运动。那不如就趁着现在吧。来呀，夫君，一起运动。天晴了，好风光。一场酣战淋漓的运动结束之后，江银趴在赫连叶的胸前。这件事结束之后，咱们就去封地如何？听说我家夫君有几个城池呢，我想一个一个的都去，看看我夫君的产业。好，随你，你喜欢怎么做就尽情的做。夫君，9个城池，可够咱们转1年了。以后咱们每年都可以这样转着，一边欣赏不同城市的风景，一边又可以视察有没有人在阳奉阴违。夜晚降临，江银准时的醒了过来。相公，那我去了，你们2个今晚就在房间里好好待着，没事别乱跑啊。我们不是有意看到的。看到了又如何？我与你皇叔是合法夫妻，又不是偷情的狗男女。对，皇婶说的对。好了，我要走了，等我回来。你们2个守住客栈，一只苍蝇都不许进来。王爷是要去王妃那里？叶一见状多嘴问了一句，赫连叶的视线淡淡的瞥了一眼叶一，意识到自己话多，叶一低下了头。王爷走了，今晚你打算如何安排啊？听王爷的话，守好客栈。照我说啊，咱们王爷过去就是多余，就王妃身上带的东西随便拿出一样，对方都得死翘翘。王爷在担心什么呢？活该你单身多年。哎，说的好像你不是单身似的。只可惜前世很快就不能动弹了，呼吸渐渐的变得微弱，身上的水分快速的流失，转眼之间就成了一具干扁扁的尸体。郭老大在旁边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与前世是多年的夫妻，当年也是老夫人相中的，是娘家那边的侄女。这些年来，他是那个毒妇身边最忠实的狗，没少做恶事，这样死去也算是赎罪了。孩儿敢骗我？大人为何这样说？这的确是您需要的人，我的亲孙女儿啊。黑衣人这会儿顾不上江银，此时只觉得气血上涌，因为吸食的不是至纯至阴的鲜血，体内的2股气血翻腾，在体内碰撞。不知死活，竟敢害我！小心！见黑衣人要对江银出手，当即冲上前要为他受这一掌，江银却嫌他碍事。走开，碍事！想跑？问问我意见了吗？江银看出他想跑路，嘴里阴笑了一声，接着紧追其后。见他还想跑，从怀中掏出了狙击枪，对着他的肩头就是砰的一声。他压根就没有打算一枪毙命，他还有话想问对方呢。这么打死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到底是谁？是你姑奶奶。你究竟是何人？人老了，忘性大了是不是？都说我是你姑奶奶，还问几次？不知死活的丫头，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说完，当即手一挥，被操控的傀儡还有死士朝着江银一跃而上。他们迅速的布阵，打算将江银困死在沙阵中。破空的声音划破了夜空，远处飞来了一柄短剑，直直的刺进了其中一个傀儡的身体内。少了一个布阵的，困在阵中的江银很快找到了突破口，利剑斩下，直接破阵而出。江银把人耍完了，就把人捆了，知道他不会说出什么真话，直接拿出了一个东西，朝着他的脑袋就是狠狠的扎了进去，直接去搜他的记忆。临城，这是神秘人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莫非这个临城就是他的老巢？江银觉得这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就那个狗皇帝，谁来推翻了他才好呢？扣着他的相公留在京城，明知道京城的气候不适合他养病，却还是将他留下来。所以别人想如何造反，他可不会管。虽然收获的不算多，但是好歹也是有一点。他决定了，下一站就去临城。躺在地上没多会儿，人就化成了一堆黑色的血水渗入到地下。这次是我国家造孽深重，大哥希望你拿出1/3的国家财产送到庙里，为那些无辜的孩子超度。另外再拿出1/3做善事，为国家祈福。希望老天看在我们诚心的份上，能让国家有子嗣延续。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主座上的郭老大突然捂着胸口，噗的一声，一口黑血从口中喷涌而出。大哥，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大哥快要死了，来见你们之前服了毒药。大哥，你糊涂啊！你怎么能？解药呢？解药，大哥，解药呢？你快说呀！没有解药。大哥，你怎么能？大哥对不起你们，这些年来，大哥帮着毒妇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害得你们骨肉分离，罄竹难书。大哥觉得我有以死谢罪，只求你们别记恨大哥。大哥，我们从未记恨你，你也是被毒妇蒙骗，并非是有心为之啊。而且他们私下里还得知，大哥多年未曾有子嗣，是因为那个毒妇早就得知前世不能生养，所以才会让大哥迎娶，却在诊断的时候说是大哥的身体有问题，无法生育。这让大哥多年抬不起头，任由那个毒妇和前世拿捏折腾。说起来，大哥也是个可怜的人呢。我身为家中老大，任由毒妇谋害国家子孙，此为1罪。我助纣为虐，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此为2罪。让国家子孙被害，我为3罪。我罪无可恕，唯有以死谢罪。希望到了地下见到列祖列宗，能得到他们的原谅。我不配为国家子孙，死后不要把我葬在国家祖坟，就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以后别来看我，我不配。大哥，弟弟们，是大哥对不起你们，愿来生再做你们的大哥，好好守护你们。大哥，几个大男人哭成了一片，抱着郭老大的遗体泣不成声。他们的心里也曾怪过、怨过，但是从来没有恨过。他们都是受害者，都是毒妇害的。比起他们，身为大哥的他更应该备受打击。郭家那边，郭父很快从悲痛中调整过来，忍着内心的悲伤，开始料理大哥的后事。当看到大哥入关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一日，郭家有3个丧事，老夫人暴毙，郭家老大没有了，大儿媳也没了，1天之内死了3个人。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引来了哗然，纷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紧接着，郭家对外宣布只办理郭家老大的丧事，然后向外诉说了老夫人这些年来的恶行。得知真相的吃瓜群众3观都给震碎了，还有这种事吗？这也太可怕了吧！同时，郭家开始每天对外做善事，事情都如郭老大交代的那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随着这件事情画上了句号，其他几个兄弟也放下了，他们决定重新生活，但不愿意继续留在郭府。最终，郭家人决定把这宅子卖了，他们离开此地，换个地方生活。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计划吗？卖了这里的地方，重新换个地方生活。离开也好，忘记过去，重新生活。是的，我们也是这样想的。这次郭家的事，若没有江小姐的出手相助，我们可能还要被受骗多年，甚至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如今郭家仪式结束，但欠江小姐的恩情无以回报。我想了想，决定留在小姐身边，侍奉左右。圆圆，爹娘，这是我早已决定的事情。若是能留在江小姐的身边，是我的造化，也是我的机缘。你要跟着我？是的，江小姐，我想留在您身边。我身边不太喜欢有人跟着。江小姐，您就收下我吧。您身边总需要一些端茶倒水、打杂的，是不是？皇婶，您身边还真缺了端茶倒水的，您就收了人家吧。他既然有诚意，那就给他个机会，先观察一段时间。若是机灵就留下来，不合适再送回来。说的轻巧。皇婶，你身边的大丫鬟都让你留在府上了，还真的缺个使唤的。
我觉得这小丫头也是诚心想侍奉的，您就留着呗。在安王的3寸不烂之舌的劝说下，江银终于表示点头了。行吧，那就先留你在身边观察。若是你想回去，随时都可以。多谢江小姐，谢谢江小姐，我一定会好好做事的，不会让你失望。你不用紧张，我这人随意的很，没有那么多规矩。不过有一点是要有眼色，这一点你要记住。这点江小姐您大可放心，眼色这块我有的。这些年来，我能在郭家活下来，都是凭借眼色和演技。既然你做了选择，爹娘也不再说什么，我和你娘永远等着你。至于郭源体内的毒，郭夫人说只要停下服用那种禁药，身体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但是江银还是给了郭源一瓶药水，用来清除他体内的毒素。皇神好大方啊，对外人那么好。既然是我的人，我自然是要对他好的。那皇婶什么时候能对我好点儿？也给我点什么药，让我身体强壮，能拉石头牛那种。世上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没有吗？或许皇婶帮我检查一下身体，万一我身体有什么问题没发现呢？郡主，别听他胡说，你什么好处都想要，给你毒药你要不要？我跟皇婶闹着玩呢，我是那种人吗？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郡主打算回京吗？京城有什么意思啊？现在已经过了寒冬，正是春暖花开之时，四处游玩不是挺好？哎，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京城有什么好玩的？我都生活很多年的地方了，一砖一瓦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一点意思都没有。还是四处游玩，这个主意不错。既然是这样，那下一站郡主有想过去哪里吗？临城。江银想到神秘人脑子里的那些记忆，决定去临城探查虚实。倒不是给狗皇帝打工，而是他喜欢这种冒险，他想看看对方究竟有多能耐，还有一些未知的领域，他也迫切的想了解。想到这里，江银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人来，他觉得路途上带上那个人也还不错，心下有了主意，江银就去找了贺连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是想让百里生也跟着？我们对江湖的事情了解的甚少，而他正好知道很多，或许留他在身边，我们能发掘不少事出来。既然你觉得他这个人还有用处，那我安排人把他带来。不用，你安排的人哪有我的速度快？这件事交给我，我来安排。知道妻子的神痛，贺连夜也没再说什么，只说了让江银注意安全。等到江银出去之后，叶萧从暗中走出。王爷，为何不说那日你出现在郭家，救了王妃？本王为何要说？当一个身体娇弱的王爷，不是挺好的吗？属下听到王妃说下一站要去临城，王爷需要属下先去临城安排吗？不用，让他去。临城的问题很多，让他挖掘出来才有意思呢。可瞧着王爷的神情，似乎很是期待王妃过去搞事情啊。王爷不会是个恋爱脑吧？另一边，京城的平远侯府，百里商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躲在平远侯府里不愁吃不愁喝，还没有人打扰，简直就是神仙洞府啊！哎，这日子就该如此。刚想着，他脖肩一痛，惊得他猛地睁大了眼睛。糟了糟了，中伏了！难道是天外天的人追来了？还没等他细想，眼皮子就变得很重，头重重的栽在枕头里，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死猪。等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客栈里。他不是在平远侯府吗？怎么瞬间就出现在客栈了？哟，醒了？怎么住在客栈里？哟，还有个小胖丫。收起你那油嘴滑舌，我有事要问你。哦，问我？我收费可不低呀。跟我算账是不是？那我也有一笔账，你要不要听听？算了算了，算账多见外呀。真要算起来，他怕是要卖身还债了。对了，你想问我什么事？你在江湖里有没有听说过什么神主的事？神主？这个倒没怎么听说过，不过这种多数是见不得光的，不会在江湖上大肆宣扬。正好我认识一些江湖朋友，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你说的这位神主都做了什么，行事有什么特征。江银从袖中摸出了一张照片，对神秘人瞬间抓拍，清晰度很高。他是这副装扮，然后我觉得他的路数很邪门。其实单凭一张照片看不出什么线索，一身黑色宽大的斗篷把脸都遮住了，也看不到真容，实在是令人难猜。可以从失踪的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童男童女查起，看看各地这类似的案子有多少，亦或者从频繁失踪的男女童中追踪。这倒是个很不错的办法。你口中所说的神主，莫非做了不少恶事？江银点头，把之前发现的村落以及在郭家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找你来就是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行吧，我就陪你们走走。这不是京城，这的确不是京城啊！还说自己是江湖人士呢，明明是个土包子。不是
我记得昨晚还在京城，怎么就到这里了？想不通吧？其实本王也跟你一样，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就对了。有时候人别太聪明，糊涂一点活得久。百里商在旁边不说话，整个人陷入了自我怀疑中。他一度怀疑自己记忆是不是错乱了，不然怎么会一夜之间就从京城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地方？就算是天外天的人也做不到啊！那女人究竟用了什么方法？另外，关于神主这件事情，他也并非是真的一无所知，只是对方实力很强，如同蜘蛛网一样错综复杂，危险又麻烦。那些人，不能称之为人了，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比天外天的那些人还狠。就凭这几个人，百里商不看好，所以有所隐瞒了一些，希望能够帮助江银他们避开那伙人。要知道，天外天都觉得棘手的人，他真的不看好江银他们遇上会能安然的抽身离开。安王在一旁观察着，就瞧着百里商的神色纠结，如皇婶猜测的一样。这个人没有说实话，对他们有所隐瞒。哼，你完了！你敢跟皇婶欺瞒，你死定了！今日我问百里商的时候，发现他眼神飘忽了一瞬，就猜测他应该知道神秘人这件事。只是他为何不愿意与我们说？难道他们是一伙的不成？能让他不愿说的，多半对方的实力很强，强到连江湖人都要忌惮。亦或者，这趟水很浑，百里商不想我们插手，所以假装不知道。不想我们插手？他是不是瞧不起我？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他不行我都行，女人不能说不行。狗日的百里商也太瞧不起我了。眼看着江银炸毛，贺连夜内心有些好笑，似乎他以前就常常摆出一副男人在一边待着，万事他来的态度。在江银的意识里，女子在外做事，男子就应该娇养着，负责貌美如花就成。真是奇怪的思想啊！你的厉害，百里商见识过之后，或许会改变主意。你说的对，只要让他见证我的实力之后，就知道我有多厉害。我有些累了，陪我睡一会儿。贺连夜心疼这些日子江银来回奔波，找了个借口让江银陪着自己睡觉。江银一听，当即寻了一个舒服的姿势，窝在了贺连夜的怀中，手习惯地握着贺连夜的手，输送了木之力。体内那股子熟悉的感觉又来了，贺连夜的心中涌入了暖流。天外天，我一定会去，你的身体一定会恢复健康，伤害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阿叶，你有我，放心把你交给我，我会保护你。好。到了黑夜，江银再次使用自己的飞船，直接将大家带到了临城。原本需要1个月的路程，直接缩减到短短1个时辰内。同样，江银让安王、百里商还有郭元等人全部熟睡。等到他们第二天醒来，发现在客栈里临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百里商再一次陷入了自我怀疑中。幻觉？做梦？百里商的眼中露出了疑惑。刚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江银听到了百里商自言自语之后，眼睛一亮，是证明自己实力的时候了。江银摩拳擦掌，挥手就给了百里商结结实实一巴掌，力道之大，让百里商整个人腾空飞了起来，在滑落的瞬间，口中还喷出了几颗牙齿滴落在地上，整个人腾的从2楼扇飞落到了1楼。百里商被摔在地上，在昏迷之前，颤抖的手指着江银想说什么，结果两眼一瞪又晕了过去。这一幕刚巧让安王看到了，嘴巴张成了 O 型，错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怎么看都怎么觉得搞笑。你杀了他？没有啊，我没有杀他。那这是？可这楼下怎么看都像是凶案现场啊！哦，我听到他说像是做梦，为了帮他证明不是，我就给了他一巴掌。谁知道他这么脆弱，一巴掌就成这样了。王妃说的对，他的确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就是，也太弱不禁风了。我就是随手一巴掌啊，谁知道他就这样飞了下去。皇神，你还打落人家几颗牙？不就是几颗牙齿吗？这个问题简单，我能修补。我觉得现在还是先把人抬回房间，找个大夫看看吧。是了，人还躺在地上呢。等到众人抬着百里商回房，江银示意大家都出去等待片刻，他要治疗百里商，不宜观看。而好奇宝宝的安王想偷摸的藏在屋内，却被贺连夜单手一吸，将人吸到了自己的面前，拎着耳朵拖了出去。皇叔，等！被皇叔扔下，安王连滚带爬的去找媳妇儿求安慰，结果却换来对方的白眼儿，然后视线一转，急忙找别人安慰，随后视线落在了郭元的身上。我怎么觉得你比以前好像没那么圆了？媳妇儿，你看是不是？的确是。真的吗？真的瘦了吗？是瘦了。不错，是瘦了点。人呢？这里的人呢？来了！
几位大爷好啊，还没吃饭吧？我这就命人给几位准备好酒好菜。说着就吩咐小二赶紧去厨房那边让厨子烧几样好菜送来。为首很满意掌柜的食物，面色也稍缓了一些。你来，有事问你。您说，您说。听说你的客栈来了几个大户，怎么着？对方是不是很有钱啊？若他说的是假话，手中的刀可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是来了几位客人，有没有钱？恕小的眼拙看不出，不过瞧着那几位的穿着，是不俗。大爷，他们这一行人中还有护卫，是不好惹的，不如什么？大爷要做的事，还需要你来插手。走，哥几个，咱们去会会去。使不得呀，马大爷！求求你高抬贵手，小的养家糊口不容易，这好不容易来了几位客人，求你手下留情，放过他们，给小的一条活路吧。你算个什么东西？本大爷还要对你手下留情？掌柜的，让他们去，那几位可不是好惹的人物。楼下的动静，楼上这些人全部都听得一清二楚，自然也知道有这么一伙不知死活的人想要打劫他们。还没到临城，就遇上这么好玩的事情，不错不错。这下好玩了，皇上要开大招了。几个蛆虫而已，交给叶一和叶萧他们。竟敢对他们的王爷和王妃无礼，抬腿就朝着对方的肚子就是一踹。马强整个人被力道冲出去滑跪，要不是身后的兄弟挡着，就要从楼梯口滚下去了。好家伙，朝着地上吐了一口，竟然吐出了一口血来。大哥，你吐血了？兄弟们，给我上！这些人得令之后，脑子一热，纷纷冲了上去。只听到砰砰砰几声，叶一和叶萧二人一人一脚，接连踹飞了好几个人。完了，今天是遇到强手了。你们别嚣张，我这就喊我们老大来，你们死定了！跟过去，看他们去哪儿。在他们跑路的瞬间，江银手中的小飞虫也跟着飞了出去，紧追马强他们而去。皇上，你要找到他们的大本营？是啊，没听到他们走的时候还留下一句威胁话吗？既然他们不打算放过我们，那不如先让我不放过他们。哦，皇上的意思是先下手为强。这个好，这个不错。想玩吗？想，特别想。皇上带我一个。我带几个小猴子出去转一圈，你留在这里。抱歉，是我身体不好，是个累赘，不能保护你，也不能陪你去任何地方。那个神情啊，怎么看都令人心生悲悯。哟，皇叔好羞羞啊，竟然耍起了绿茶这手段。原以为皇婶不吃这一套呢，没想到皇婶当即脸色一变，心疼坏了。去，都去！你不是累赘，只要你想去，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带你去。说着当即上前就要公主抱贺连叶，这怎么行啊？贺连叶当即抬手制止住了江银这举动，让个女人抱着他。短暂的路程，本王还能走。江银却还是担心。他的双腿现在余毒清除了不少，但是双腿还是无力，经常酸软，会造成摔倒的危险。我有办法。江银从袖中拿出了2样东西，然后在他的左右腿上装了一个机械辅助之后，贺连叶就感觉自己的双腿能够行走自如了。这科技创造神话，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皇叔，你娶了皇婶，真是娶了个大宝贝。大宝贝。好了，客栈里的叶一和叶萧，雪薇和郭源留下来，还有你。既然请就一起去。既然郡主都邀约了，那我就去。不过还请郡主解惑，我记得之前自己被郡主打了一巴掌，受了伤，为何醒来之后却什么事都没有？他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还是做梦了？可是那一巴掌太真实，想着又摸了摸自己的牙齿，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牙齿掉落了几颗，可是摸着疑似掉落的地方，结果完好无缺。他又开始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这个就是我的厉害之处。不要用你的眼界看我，我会给你带来无限惊喜。既然大家都商量好了，现在咱们也去问问掌柜的，那一伙人什么来头。不多会儿，掌柜的被叶一带进了房内。面对房间内神仙般的人物，掌柜的浑身一个哆嗦。掌柜的，别紧张，我们就是有些事想问问，今天来的那一伙人是什么来头？既然几位贵客询问，那我也就如实告诉了。今日来的一伙人是狼头山上的强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此来往的商人是越来越少。眼看着他们没钱了，就把主意打在咱们这些当地的商户的身上。其实他们也都是可怜人，原先都是一些难民，讨点吃的。
大家瞧着可怜，也会留一些粮食和钱财，帮着他们渡过难关。原先对大家都还心存感激，可谁知道尝到甜头之后，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图谋的也越来越多。后来又来了一些人，这些人更是直接称霸了整个山头，带领那些人一起打家劫舍。时间久了，就恶名传开，也没有人再从狼头了。这么说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些人也都是后来的人给控制住了，他们不照着做就要杀人。为了家人，他们不得不帮着从恶。只是苦了我们这些靠着狼头上生活的商户人家，隔三差五就来打劫，不给就砸，搞得附近都没有人做生意了。不瞒各位，昨儿做你们的生意，我也打算关门不做了，损失钱财不说，小命也不保。难呐。大致的情况江银已经了解，送走了掌柜的之后，打开了追踪器，看向自己飞虫的位置。大爷，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求求你了，我们不想死啊！少他妈废话，都给我下去！马强抓起一个人就朝着山下扔去，那个人只来得及惨叫一声就被滚下山，消失在大火里。是你们自己下去，还是我扔下去？江银正处在半山腰上，百无聊赖，甚至有些烦躁地等着那些人下来。只是这些人的动作也太慢了一些，磨磨蹭蹭的，险些让他失去了耐性。直接用风之力，风力加大，迅速凶猛的燃烧，火势加大，山上的恐慌声音也越发的大了。不多会儿，他听到有人从上面滚下来，手中的藤蔓朝着那个人抽去，顺势一卷，将人捆了个结实之后，直接扔在一个圈中。不多会儿，越来越多的人从山下赶来，将银一个接一个的捆起来，扔到了安全圈内，像叠罗汉似的，一个个的堆积在一起。他们不是要被烧死了吗？似乎被人救了。等了一会儿，也不见有人从山上下来，直接穿过火走了进去。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水火不侵，走进去毫发无伤。进去之后，就瞧着马强围着一男子，嘴里激动地说着什么，其他人还在努力地哼哧哼哧搬运着这些年来打劫来的财物。其中一个手滑打翻了一个箱子，从里面滚落了不少的金银珠宝，还都是一锭锭的，一个箱子里就有上千两。哎呀，我去，养父君的钱这不就来了吗？不努力赚钱养家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好好疼惜老公，为他努力赚钱的就是24好女人，她就是。他的相公身体娇弱，需要很多的金钱，正愁要不要变卖一些东西换这里的钱财呢，结果这就送上门了。是你哟，好巧呢！老大，抓住这个女人，她的同伙很有钱。马强看到江银，就想到自己在客栈里受到的欺辱，当即手指着江银，冲着老大告状，打算借着老大的手给这女人一个教训。心里嗤比一声，真是个蠢货，竟然找到这里来。只可惜是个女流之辈，对他们构不成威胁。老大看到江银的时候，瞧见她的容貌，想到了之前自己被漂亮女人骗得连裤衩子都没有了，就恨意从心中涌出。把他抓起来！这都什么时候了，都快烧死了，不想着逃命，还想着抓女人，这是要干什么？大当家的，眼下不是时候，我等还是尽快下山，不然就出不去了。是啊，大当家。老大，这个女人不是从火中走出一点事儿都没有吗？不如抓住她，让她带着咱们走，定能无事。你走在前面带路。你跟我说话？妈的，别给脸不要脸啊！老子让你带路是你的福。伴随着砰的一声响，马强的话还没有说完，眉心出现了一抹红，紧接着身体朝后仰倒，轰然摔在地上，气息全无。你杀了马强！江银听完，只觉得嗓音很大，砰的又是一声，直接打穿了军师的肩头。再吵，杀了你！都不用江银动手，这些人看到他的手段，都自觉的自己找东西捆起来，并且很利索的打了个死结，然后讨好的看着江银，生怕慢一点就落一个当场暴毙的下场。等他们全部都捆好之后，江银直接当着他们的面将那些金银珠宝全都收了。凭空不见那么多宝物，这些人惊得瞪大了眼珠子，然后用力的眨了眨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没了，怎么回事？神仙？鬼？你傻逼啊！有鬼能大白天出现的？这肯定是神仙降世啊！对，神仙。收完这些箱子之后，又去将山头全都搜刮了一遍。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想不到一个狼头山上搜出来的财物就堆成了小山，真没想到做一个山贼竟然油水这么大。如此，下山回去就找相公商议，要不还是照顾山头做山匪好了，无本万利，多好的事儿！心情好了还能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他可不管这些人，直接拖着他们从火中穿过，将他们的毛发和衣服都烧着了，烧得他们哇哇哇的惨叫。仙女，饶了我们！
我们不敢了，不敢了。皇婶，你这么快回来了？看着穿成一串像糖葫芦一样的山匪，嘴巴张成了 O 型，强，真厉害！就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些人制服了，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这些人该如何处置，我是不懂的。夫君，帮我。简单，交给官府。一听说交给官府，赵武的眼中露出了窃喜。蠢货，把他们交给官府，不就等于交到自己人的手中了吗？这些年来，他们跟临城的那些官员早就打点好了，不然也不会盘踞多年相安无事。可是皇叔，这官府要是与他们勾结，咱们前脚送进去，后脚放出来怎么办？是谁？哪个小王八这么聪明，想到了这点？你提醒的对，我在话本里就看到过什么官匪勾结的，难保他们这些人也是如此，所以交给官府不是很保险。容我想想应该怎么处理他们才合适。若你觉得送到官府，担忧他们官匪勾结，倒还是有个法子。什么法子？将这些人去了市，送到北边挖煤。去了什么？那是要干嘛呀？贺连夜笑了。安王和百里商二人，一个则是尴尬的咳嗽，一个是抬头望天欣赏风景。至于那些被捆着的山匪们，显然是被这句话给惊到了，惊得浑身打哆嗦，一个个的好像面临什么恐怖的事情。皇婶，这去世就是……安王瞅了一眼皇叔，挪步来到了江银的面前，示意他低头，然后在他耳边小小声的说了句。江银听懂了之后，眼睛唰的瞪大了，目光不避讳的盯着那些人放着2两肉的地方。饶命啊！几位饶命啊！我们愿意认罪，求各位送我们去官府，该坐牢就坐牢，该流放就流放，只求你们开恩，不要送我们去挖煤啊！身为正常的男人，他们宁可头可断血可流，也不要割了那2两肉啊！没了，他们可就是不完整的男人。到了地下，列祖列宗也会不认他们的。不成，他们的声音很吵。赫连夜手一抬，嗖嗖嗖的出现了一群黑衣人落地，直接将这些人全部带走。至于去了哪儿，不用想，一定是挖煤的地方好好改造去了。那这些人呢？也送去挖煤？指着那些被恶匪胁迫的山民。大人啊，请放过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呀！要是不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我们都会死啊！说了那么多，与我何干？错了便是错了，诸多借口也改变不了。大人，饶了我们，我们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送去挖河道，满3年才可放。这挖河道、挖煤都是把一些重刑犯送去发光发热的，寻常人家根本没有人愿意去。说是3年，听起来时间是不长，可是能不能熬过3年还两说呢。累死在河道上的人不少。不错不错，还是我相公聪明，用了这样的法子，可比坐牢更具有惩罚。等着这些人离开之后，江银、贺连夜他们也回来了，回到客栈收拾了一下行囊，就朝着临城赶去。啊，这伙人回到目的地了，咱们也该过去会会了。走，跟姐搞事儿去。安王首当其冲的跟着，旁边传来了轻咳的声音，回头一看是皇叔，只瞧着他面色阴寒的盯着他，安王头皮一麻，当场愣住了。还没有反应过来皇叔为什么要这样盯着自己之时，旁边的宁雪薇看不下去了，朝着他往后扯了扯。上出了位置后，贺连夜这才走过去，站在江银的身边。安王脸上恍悟，原来是自己抢了皇叔的位置啊，背凳是活该的。安王不好意思的被百里商背着，百里商磨着牙，他这是招谁惹谁了？好歹也是来自天外天呢，竟然现在成了别人的小使唤。哎，你再看看某人在他背上，哦吼哦吼的像深山里的野猴子在怪叫，就恨不得把人摔下去。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山脚下，飞虫那边也得到了回馈。这伙人晚上打算包围客栈来个火攻，把迷药放在柴火中，趁机迷晕他们。哼，想搞他们，我们自己送上门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皇婶，你打算怎么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放火还迷我们，先让他们体验体验。交给你个任务，把这山给烧了。烧了！皇婶放心，这会儿交给我。那我做什么？你，北边的方向你负责了。可你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不是自诩天外天的人，不会烧个山都不行吧？不是吧？天外天的人就这么弱吗？不就烧个山，有什么难的？包在我身上。那就交给你了。那本王呢？你不会当本王是个废物，只打算留在这里观看吧？这里下山的出口，就麻烦相公堵在这里。若是有人从山上逃窜，拦着就成。这是一个看似危险，实则很轻松的活儿。好，听你的。辛苦相公了。那我现在去另一边放火。王爷，狼头山是什么情况？回王爷，狼头山上的后来出现了一伙人，背后主谋是临城城主房中一个小妾兄弟所操控。因临城城主不愿意帮助他们在临城谋个肥差，就想着坏了临城的名声，顺便再捞一些不义之财。一旦事发之后，全都推到临城城主的头上。这么说来，那些人死了也不无辜。
那其他人呢？原先都是一些难民，他们并无长技，就在狼头山上做起了山贼，也并无做出害人的事情，只是讨要一些钱财或者食物。让林城那些人都别出手，本王要陪王妃玩得尽兴点。黑衣人默了一瞬，那些人皮怕是要绷紧了，因为来了一个比王爷更加可怕的王妃。赫连夜一个抬手让黑衣人退下。另一边，江银绕开山路之后，直接一跃出现在半山中，说是让夫君在山下拦人，那都是骗人的，他怎么舍得让夫君受累呢？山下，安王手里拿着喷火器，嘴角狞笑着朝着四周点火，四周的干草和枯柴很快的燃烧了起来。百里商这边憋气的从腰间取出了火折子，吹了吹之后朝着草丛中点燃。等他放完火之后，就瞧着安王那边已经燃烧了一大片，心中很是羡慕。靠，又是被偏见的一天。等到山上的那些人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火势已经烧到了半山腰。不好了，不好了，山下着火了！着火派人去扑灭不就成了？这点小事还跑来找老大？是烧起来了，都快烧到山上了！什么？刚走出去就感受到了滚滚的热浪。我去，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是谁？是谁烧的？整个狼头山全是被大火包围，而且很快就要烧到山顶。下山的路都被大火挡住了，咱们真的要烧死在山上吗？怎么办？怎么办，老大？现在怎么办？把山上那些人全都带过来。老大，快去！都还愣着干什么？老大说的话没听见是不是？还不快去！晚了，咱们都没命。他们要活，就只能逼着那些人打头阵赶下山，以他们的血肉之躯烧出一条路来，从山上逃下去。很快，原先的那些难民都被后来的恶匪赶到一块儿去，手里拿着锋利的刀刃，威逼着他们朝着山下走去。不要啊，大爷，放过我们吧！你要我们做的都做了，求你开开恩，放过我们，饶了我们一命吧！被吵得不行的恶匪挥着刀朝着前面大哭的妇人刺了下去，哭声戛然而止。要么在这儿死，要么现在就下山，2选1。也不再求饶，一个个连滚带爬的起身，冲着山下冲去。拼一拼，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若是连拼都不拼一下，他们必死无疑了。贱皮子东西，非得老子来狠的！不，这火太大了，会死的，会死的，会烧死的！不，我不下去，我不要下山！他乱跑什么？不许跑，全都不许跑！眼看着人全部开始乱跑，马强等人也开始手忙脚乱。见还有人不听劝，马强心下一狠，对着跑得最快的一人就是一刀劈下去，谁跑杀谁。这种镇压之下，没有人再敢乱跑了。前面是恶匪，后面是熊熊大火，夹在他们中间，进退两难。坐的这种车还是挺不错的。比起自己的交通工具，责怪马车颠簸不平稳，空间也小，但胜在稀奇呀。林城有什么好玩的？有特色好吃的东西吗？这个问我呀，皇叔是什么身份？他哪关心这个？你？那行吧，那你说说看。这临城是个山城，风景秀丽，有至善湖、白乳山洞，还有几个原始森林。据说那森林中有不少天才地宝，每年都会有不少的药农去采挖来卖，各地的药商也都会在7、8月份的时候赶来此地购买。除此之外，这里的庙会灯会都不少，而且这里还盛产一种核桃，外壳薄如纸，入口清甜，口齿留香。除了这核桃，这里的苹果也好吃，入口清脆甘甜，香味持久。还有黑皮花生、大枣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呢。只可惜咱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个季节是吃不上这些好东西了。要是吃的话，可以尝尝这里的黑鱼，还有煎饼，听说也是当地的特色。你们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你知道的不少啊，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看不出来，他除了吃喝玩乐，还是有点用处的。皇神，我这个人平时最爱的就是吃喝玩乐，那自然是对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当地的特色特产都要有所了解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游遍世界各地，快乐且逍遥。梦想很远大，加油！那行吧，接下来咱们就去临城玩个几天。你们几个人到临城打算做什么？一行人到了临城的城门口，就被几个守门的士兵给拦下了。几个人蹲在一个桌前在赌牌，看到这伙人出现之后，上下打量了一番，彼此对视了一眼。肥羊来了，目光触及到马车里还有2位绝色美女，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美，可真美啊！一共8个人，男人5位，女人3位，还有畜生4匹，马车2辆。进城税每人100两，每匹马10两，每辆车10两，还有其他的杂物，按照个体的大小进城收税。什么？你们抢钱的不成？抢钱？这哪儿跟哪儿呢？我们接下来还要跟你们算呼吸临城空气税、性别税、年龄税、身高税。要不咱们别进去了，这破地方不进去也罢。他们是不差这点钱的，可也不想当冤大头啊。不就是钱吗？行。怪不得这进城的这么少，这么多的税，想进一次还不得倾家荡产啊？爱进不进，
真当临城是什么地方都随便进的？这里面可是有个大仙人保佑咱们临城呢。与此同时，临城外面有不少衣着褴褛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向往的神色，欣喜地从身上掏出了一堆的铜板，双手虔诚地送到了士兵的手中。军爷，这是进城费。看到了没有？这些人可都是自愿交钱进城的。看你们这些外乡人没见识，咱们临城里面有位大仙人，有求必应，连进城费都不想交，还想进城见仙人，做什么美梦？仙人？什么仙人？我怎么没听说过？想知道？你行了，不就是茶水费吗？给你。好说好说，不就是说咱们临城仙人的事吗？那我就给你说说，几位外乡来的有所不知，咱们这临城大仙人啊，神通广大的很呐，求风得风，求雨得雨，只要你有所求，仙人就能实现愿望。啊，真这么厉害？求什么得什么？那要是求当皇上呢？在场的气氛顿时陷入了尴尬，四周安静如鸡。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安王，想看清楚是哪个傻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出来。当皇帝，怕不是想屁吃呢？周小族的要不要？这个，谁会娶这个？你找茬啊？没有，我这不是好奇吗？毕竟当了皇上吃喝不愁，还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谁不想呢？这个，守城兵听完之后也是语塞。不能吗？你是来找茬的吧？没有，这不是你说的那位仙人神通广大吗？要风要雨有什么用？还不如当个皇帝舒坦呢。你说，我继续听着。看银子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这仙人啊，会仙术，生老病死在他那儿都只是弹指之间的事，所以啊，这来往求的人多了。瞧见没？这些人都是来求仙人办事的。顺着视线看过去，另一边已经排起了很长的队伍。那些人见安王眼神看过去，神色戒备，好像害怕这一伙人的出现会抢了他们的位置，与那位仙人见面。他们可是凑了不少钱才得到的机会，是万万不能拱手让人的。哼，这临城似乎有点古怪，什么大仙什么仙人的，都是忽悠人的。进去看看。随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本王跟你斗着。那就让本王见识见识这位仙人的厉害之处吧。皇神，咱们出来匆忙，有带那么多银子吗？钱嘛，你放心，皇上我呀不差钱。说着就从袖子里，实则是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块金子。安王眼睛唰的就亮了，还是皇神想得周到。一块金子让守城兵眉开眼笑，当即开了后门。哥几个，让这几位贵人先进城。其他的守城兵也看到了那块金灿灿的金子，除了上交，他们也能分到不少的油水，自然乐意打开城门。有了钱财，守城兵的这些人也变得和蔼了不少，就差跟安王几个人称兄道弟结拜了。安王这个社交牛逼王当即拍着胸口与他们又好好的说了一会儿，这才纷纷告辞。可以啊，能在短短时间内就跟人家称兄道弟，这社交手段不简单呢。一般般。我刚才从那几个兄弟口中打听到了，这城内最好的客栈就在城东，叫福运满楼，是专门提供给富商或者达官贵人的。那咱们就去。还别说，这一路他们发现这临城内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供奉着一座石像，他们虔诚地跪在石像面前，上面摆放着贡品、焚香，虔诚地祷告着。到了地方之后，房间几乎都被人抢光了，只剩下2间大房，而且还是随时就要被后面的客人订走。那就女人一间，男人一间，正好2间房，分配结束。皇神，我们可是5个男人啊，在一个房间里怎么睡呀？那本王一个房间，你们随意。不急。还记得之前咱们在山坡上吗？那你就用这个。叶一在旁边看了，眼睛一亮，他也想起来了，咱们王妃手中有仙器啊，有了这个何愁只是一个房间？今晚要厚着脸皮蹭主子的帐篷了。叶萧不懂，所以看不明白叶一的神色，瞥了一眼叶一，像是看蠢货一样。江银也带着宁雪薇和郭源回到了房间里。其实若不是遮人耳目，他才不会花重金来住客栈的。另一边，临城某处，一个穿着道士服的老道士面向仙风道骨，如仙人风姿，可就毁在他一双算计阴沉的双眸。他单手举起五指掐算，紧接着从怀中掏出一样巴掌大的石头。随着他手指掐诀，石头上立刻显现出了江银他们在进入临城城门口发生的一幕。总算让我等到你们了，进了我的地盘，看你们还如何离开。远在客栈里的安王莫名的打了一个冷战，眼睛茫然的看向四周。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冷啊？然无人理会他。安王的心里想着，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还说是豪华大床，现在看起来也就一般般嘛。
对比自己的宽敞房间，这里只能算是个丫鬟小厮休息的地方。就这样，客栈的老板也好意思说是豪华大床。在安王吐槽房间很差的时候，叶一已经在一侧将桌椅板凳全部移到一侧，空出一块场地来。紧接着就拿出他手中的帐篷，打算支起来。我说叶一，就算皇叔是个洁癖，你有这么小的一顶帐篷，会不会太委屈皇叔了？皇叔，这房间唯一的大床，这让给您，您尽管用。我们几个皮糙肉厚的，打地铺就成。你愿意睡地铺你睡，别拉上我。我堂堂天外天的人，岂能睡地铺？哼，天外天又如何？不懂寄人篱下就得看眼色吗？你想睡大床，就看我皇婶答不答应。幼稚。王爷，帐篷已经支好，请您进去休息。安王好奇的伸头朝里探望，这一看顿时惊住了，瞪大眼睛。为什么他看到的帐篷和自己认知的帐篷有点不一样啊？这帐篷小小的，容纳一个人都很困难，为什么他看到的里面却是非常的宽敞呢？皇叔还有2个侍卫都进去了，竟然一点也不拥挤，非但不会让人觉得拥挤，相反觉得场地很大，而且里面的东西很新奇。安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强大的好奇心驱使着他走了进去。这一进去，顿时发现别有洞天，惊得他连忙回头看着帐篷外面，的确是他们的房间啊，可这里面是帐篷吗？皇叔，这是神仙住处吗？哼，很好，这些人的反应比自己当初的反应还要大。他轻咳了一声，示意安王随便找个地方坐，整个人舒服的微闭着眼睛。叶一也急忙找了一个舒服的位子躺上去，这沙发可真的是舒服死了，躺上去就不想起来。叶宵一直站在赫连叶的身边，即便自己的双眼充满了好奇，可还是径直的守在主子身侧。你也坐下休息吧，不必紧张。叶宵还是不愿意放松，赫连叶也就随他了。接下来就听到安王的各种大呼小叫，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叶一在旁边尽情地解释各种设施如何操作，比如手指轻点屏幕，调节房内的灯光亮度，还有智能马桶、浴缸等等。看到这里，安王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皇子，什么东西没见过，什么好吃好玩的没享受过。可是自从进入帐篷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世界观碎了，似乎自己以前过得很苦啊。皇叔，我亲爱的皇叔，你就可怜可怜你的侄儿，也让我在这里住下吧。滚一边去。好嘞，我这就滚。安王听完，当即就躺在地上滚到一边去了。瞧着安王死皮赖脸的样子，赫连叶眼里透着无语。周家的子孙若是都像他这般懂食物识眼色，也不至于越来越让人看不顺眼啊。百里商好奇地走了进来，这一进来表情也跟安王当初进来的时候一样。看到百里商土包子的反应，安王的心里得到了平衡。怎么样，在天外天也没见过这些稀罕物吧？这里的场景天外天他还真的不曾见到过。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手中竟然有如此厉害的东西。劳累一天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随着众人睡下之后，远方的老道也按耐不住了，他操控着木偶傀儡直接来到了福运满楼，结果翻来翻去都没找到，倒是看到有2个房间还放着破破烂烂的帐篷。搜索了好一会儿，确实是找不到了，老道只能放弃，看来还得另想办法。翌日，安王等人打着哈欠从帐篷里陆续走出来。客人，你们在里面呢？我们不在里面的在哪里啊？是小的说错话了。是这样的，昨晚小的来送水，敲门里面没人应声，还以为客人您们不在房间呢。许是睡得太熟没听见。不过你大半夜的来送水做什么？我也没让你送啊。你们店不会是个黑店，打算大半夜的踩点吧？不是，客人误会了，这话若是掌柜的听到，会骂死小的的。怎么了？从里面就听到这里吵闹声。安王当即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百里商毕竟是老江湖了，他听着安王的话，眼尾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店小二。人家赚点钱不容易，就想勤快点多赚一些小费，有什么错？对，小的就是想多赚点小费贴补家用。是这样啊。你推开我做什么？那个小二哥绝对的可疑啊，除了客人的嘱托，哪有大半夜来敲门查房的？咱们来的不会是家黑店吧？黑店倒不至于，就是有点蹊跷罢了。不过你不用紧张，有那2位在，担心什么？对哦，可不就是吗？皇叔和皇婶这2个随便请出1位，都是不好招惹的。你说的对，是我过于紧张了。等到江银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一行人这才坐在一起用膳。店小二很快端来早膳，同时手中还拿来2个木偶娃娃。这娃娃做的倒是精巧，是你们连城的特色？这是福气娃娃，在连城内家家户户都会供养这么一个娃娃，有了这个娃娃，好运自然来。那么神奇？安王一听，又低着头仔细打量着手中的娃娃，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手中的娃娃像是活了似的，有点诡异。这个你拿走吧，我们也只是来连城玩几天，这个娃娃我们不要。这是赠品，不要钱的。
不要钱也不想要，这玩意儿看着还好，这要是放在房间里，怪瘆人的。客人，这福娃娃您若是觉得看了不舒服，可以把它们放在盘子里，这不影响的。你要是再说，我就怀疑你别有用心了，不然你为什么一直让我收下这个福娃娃？小安，既然是店家的一番好意，咱们收了就是。那小的就先告退了。皇神，是不是您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是有点儿，不过问题不大。这就是适才门口小二提到的福娃娃，做工挺精巧的，就是看着眼睛有点瘆人。我也是这种感觉，这双眼睛好像是活人似的。既然让你不舒服，挖出来就是了。说着，2只手直直地插进了娃娃的眼睛里，一个用力抠了出来。连城一个幽深的院子里，此时房间内传来了老道的惨叫声，他双手捂着眼睛，疼得尖叫出声。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只能当即毁了傀儡。这笔账我一定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哎呦！听完早膳后，我出去走走，你们2个也多出去打听关于那个神仙的故事，好好打听。那我陪着你，郡主。我也去。你们2个都留在这里，咱们初到临城，人生地不熟的，我先出去探探路。可是郡主不也很危险吗？我是真的很担心，你就让我跟着去吧，不然我留在客栈里也会胡思乱想的。怎么办啊？都带着呗。夫君就留在客栈里，等我回来。江银一身红衣裙装，宁雪薇是一身白衣，清冷如广寒宫的仙子下凡，而旁边的郭源穿着素色的裙装，像个圆胖可爱的小元宵。3个人从客栈走出来的时候，惹来了四周不少的注目。江银和宁雪薇是见过大场面的，皇宫都去过，皇帝也见过，也受过人跪拜，所以再多的视线投到他们身上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反倒是郭源一直都在郭府长大，也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所以被人看着下意识的低头想要躲避。江银发现郭源的异样之后，便从袖中掏出了面纱，将2人的美貌都给遮挡住。郭源这边直接戴着帽子，这样就可以让他轻松自在一些。有了这顶帽子，郭源稍稍的松了一口气，再走起路来轻松自在了很多。郡主，你怎么不蒙着面纱？我有保护自己美貌的实力。郡主，有没有适合女子练的防身术？你想学？我想着会一些拳脚功夫也能保护自己。行，我回去给你找找看。那就多谢郡主了。小事一桩，不必事事道谢。你愿意提升自己，这是好事儿。咱们女性啊，就得好好努力上进，毕竟要承担一家之主的重任啊。她要承担一家之主的重任，郡主的想法奇奇怪怪。想不到这临城来了这么有姿色的美人儿，大爷我又有乐了。去把他们3个都给我绑了，送到小院去。本大爷今儿个要和他们好好玩玩。庞爷，你眼光可真好啊！这几位姿色出众，各有千秋，想来品尝起来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啊！不知庞爷愿不愿意赏脸，等您享受完了，再让小的们尝尝。这些都是小事儿，先把人带过去。去春梦楼找老鸨要几样好东西。本大爷今儿个要好好乐乐。是，庞爷你放心，小的定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赫连夜从黑衣人的口中得知消息之后，也只是摆了摆手。夫人觉得无聊，让他好好消遣消遣。关于京城那边的眼线，尽数处理。本王不希望有任何消息传到京城。黑衣人低头应声，瞬间消失在原地。郡主，是不是我的错觉？总感觉有人跟着我们。你没感觉错，的确有人跟着。不过你们2个别担心，待会儿看我的就是了。几位美人儿，我家少爷有请，跟我们走一趟吗？你们少爷是谁啊？请？你们这架势是请？你们这更应该说是胁迫吧？哼，姑娘看得明白，既然明白，那就应该乖乖的跟我们走啊！姑娘就别耽误我家少爷的时间了，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现在是对你们客气，若你们给脸不要，看来是非去不可了。看来今天咱们姐妹在劫难逃了。小姐，我会拼死保护你的。傻丫头，对方既然想玩，咱们陪着就是了，总要让对方尽兴才是。你这个小娘子还是识趣。放心，只要陪咱家少爷好好玩玩，定不会缺你们的好处。你们紧张什么？不就是见见人吗？以后这种事情只多不少。面对这种情况，今天我教你们一回。听郡主的，听小姐的。马车拐了好几道弯，终于停了下来。三位，请吧。马猴子看到最后一个郭源从马车上下来，色胆包天，脚步朝前微微动了一些，跨着步朝前顶着。
某个地方都快要碰到了郭源的手了，眼看着就要被马猴子占便宜，谁知道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块石头，重重的砸在了马猴子的胯部。马猴子当即惨叫，双膝扑通跪在地上。是谁？是谁勒死老子？马猴子，你是不是搞错了？根本就没有人啊！难道这是巧合？顾不上自己的某个部位的伤痛，他只能挣扎着起身，赶紧把人送进去，耽误庞爷的好事，他吃不了要兜着走的。看着马猴子还能起身带路，江银的眼中带着遗憾，果然还是力道差了点儿。他原想着砸成烂泥的，既然2两肉着火，那就废了。这次不行，总还是有机会的。小院是学着江南苏淮的风格，小桥流水，甚是赏心悦目。江银沿途扫了一圈，这里面藏了不少的打手，看来对方也是很谨慎的。江银唇角一勾，无数个像小飞虫的机械虫从江银的袖中不着痕迹的朝着四面八方飞去，将隐藏在暗处的那些人全都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一旦发生什么，这些人随时能变成自己所用。过来，陪本少爷喝酒。没听到庞爷喊你们呢，还不快点过去！说着就要推向距离他们最近的宁雪薇和郭源二人，只是他的手还没有碰到就被江银抓住了。啊，我的手！我的手！来，给你们表现的机会，给我打！忍他许久了，早就想打他了。双面夹击，马猴子嗷的一声惨叫。庞爷是吧？请我们姐妹3人是来干嘛呢？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本少爷的兴趣。将打了过去，力道之重，直接将庞爷整个人掀翻，在空中一个托马斯旋转，再重重的摔在地上。女人，凡事适可而止。你玩点手段，全当你是吸引小爷我。可继续这样做，可就休怪庞爷不怜香惜玉了。哦，那我想看看你如何的不怜香惜玉。江银看到房间里还有一根鞭子，看起来挺不错的，手一扬，便将鞭子拿在了自己的手上，对着庞爷的屁股就是几鞭子，皮鞭啪啪啪的落在肉身上的声音甚是悦耳。这声音我甚是喜欢。继续。哎呦，妈的，人呢？都死了，还不快出来抓住这个女人！你想找他们啊？是你？你做了什么？江银也不说话，只是在空中打了个响指，刷刷刷，空气中出现了几波异动，躲在暗处的护卫们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庞爷看到之后惊住了，为什么自己的人反而听从这个女人的话呢？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听你的指令？大概是我的魅力大吧。你们过来，把他吊起来打一顿。我警告你啊，你最好不要乱来，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哦，这样啊，原本想着留你一条命，可是现在是不能留了呀。把他们打死吧，打死了扔到乱葬岗喂狗，这样也没人知道是谁杀了他。是，别杀我，别杀我，我不追究了，我不追究了，求求你，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许是过度惊吓，一股不明液体从他的裆部流了出来。江银见状，顿时嫌弃的朝后退了几步。好脏啊！老远就看到一只蚕蛹，还以为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结果这么走近一看啊，还真是个新鲜玩意儿。亏你还天天在外面吹嘘是庞爷呢，哼！结果就这么点事儿，就吓得尿裤子了。快把他的样子画下来，小爷我要让林城家家户户人手一份，大街小巷都要有。损，可真损！江银歪着头打量着这突然出现的少年郎，感觉他做的事情很符合自己的性子。不过比起画，他还有更加高清的。画像总有偏离本人，还是自己手中高清的照片更加有效果。不要画像。他唇角一勾，从袖中摸出了几张照片。这个更清晰。这是哪位画师的神作？这画的也太好了。我叫甄宝玉，上面挂着的那个是我甄家远房亲戚败类庞龙，他母亲我要喊一声表姑。此人没有对姑娘造成什么伤害吧？甄宝玉，我可是你哥哥，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你坏了哥哥几次好事了？你忘记我们才是一家人了吗？呸！谁跟你一家人？哼！要不是碍于祖母，谁想跟你称兄道弟的？我甄宝玉都觉得脏。好了，2位吵得差不多了吧？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了？姐姐要走了是吗？那请您随意，您发泄完了我再上。还算懂事。江银甚是满意的点点头，随后抬头看向庞爷。鉴于你并未对我们做出什么伤害的事情，我就饶你一命。不过你耽误我不少时间，所以我决定要抽你3鞭。你可愿意？我不愿意，不愿意。你这个贱人，别让我逮到，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哼，真是个蠢货。我若是你啊，就应该看清形势，乖乖认错，少一些嘴犟，
少一点皮肉之苦。姐姐，你不用浪费口舌了，先打了再说吧。姐姐需要帮助吗？是要鞭子，还是棍棒，或者长剑？要什么我这边都有，没有马上给你弄来。你这小子倒是有点意思。姐姐喜欢就成。江银笑了笑，随后从袖中拿出了一根长鞭，这鞭子的尾部有倒刺，一鞭子下去就会皮开肉绽。姐姐这鞭子厉害呀！这鞭子抽你的是兄弟呀，少爷，你好歹表情收敛一下，不要那么幸灾乐祸呀。厉害吗？那你仔细看看。啪的一声，庞龙当时脸色大变，脖肩青筋凸起，双手紧紧地握着，牙关紧咬。还没等他平复，又是一鞭子下去。这一次，庞龙再也忍受不住，啊的惨叫出声。又是一个鞭子落下，这一次落在他的腰间，缠了一圈，拉扯下来之后，腰间的一圈嫩肉全部都没了。美人姐姐，您收徒吗？收徒？对呀，收徒啊！美人姐姐瞧我怎么样啊？我长得好看，又有钱，还听话，绝对是师傅心目中理想的徒弟。这该死的古代啊，处处充满诱惑啊！收徒啊？我不收徒，而且我来此地只是游玩，过几天就要走了。走了好啊！我的意思是，美人姐姐，你们离开临城，我也可以跟着走啊。长这么大，我还没出去瞧过临城之外的天地呢，所以我才说走得好啊，我就可以跟着出去了。美人姐姐放心，我甄家别的不多，就是钱财多，只要你愿意带着我走，衣食住行我全包了。我不缺钱。美人姐姐，我会的很多，收我不亏。我身边不缺人。美人姐姐，可否求你帮个忙？操，美人嫉妒用上啊！什么忙？帮我一起送表兄回去呗。若是我送表兄回去，表姑那人又要去祖母面前添油加醋，要将我关进小黑屋了。美人姐姐，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表姑可会装了，我都赢不了。宁雪薇在旁边看着甄宝玉这做派，忍着笑。看来这少年是打算缠上郡主了。想到若是这少年是真的如愿，只怕郡主身边又要鸡飞狗跳了，单单一个幽王就有的整。不过宁雪薇唇角勾起，多个人在郡主身边挺好的，每天都有热闹看。在甄宝玉软磨硬泡下，江银不得不陪着他回甄府。人是他打的，那他的确是要解释一下，免得有人被冤枉。甄宝玉乐颠颠地将自己的豪华马车让给了江银他们三人，而他则是骑着马在前面领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一座府邸，这座府邸面积很大，占据了一条街，看起来像是个富庶人家。哟，奶奶的心肝肝啊，这怎么出去一趟又瘦了呢？啊，心疼死奶奶了。奶奶，我出去才不到半个时辰。奶奶，有人在。哦，来人了呀！你小崽子，皮毛还没长齐，就学别人来抢美人了是不是？啊，你什么不学偏学这个？奶奶不是，你误会了，他们是表兄抢的。什么？你表兄？那个王八犊子在哪儿呢？在那儿。这是你表兄？是表兄。哎呀，谁下的手啊？你？我没碰，可不是我。啊，那是我。孙儿啊，是你打的就是你打的，老实承认就算了，可不能玩栽赃嫁祸呀！啊！祖母，真不是我打的表兄。是我。容我缓缓。直到江银他们请到府上之后，老夫人还在自我怀疑中。眼前漂亮过分的女娃儿，细胳膊细腿的，竟然能把那造孽的孙儿给收拾了。是他太久没有出府，所以外面的事都变了吗？我的儿啊！是谁下这么重的手啊？这位就是我那个表姑，她哭功一流，府上无人能及。我苦无名的儿啊！你怎么就被人给欺负上了呢？可怜我们母子二人，背井离乡来这里，却被人给欺负了呀！天老爷呀，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呀！我怎么就那么命苦啊？他每次都来这套，台词我都倒背如流了，每次都拿过去的事情来刺激我奶奶。我奶奶这人心肠软，见不得她这种哭。每次表兄惹事，表姑就这样求我奶奶，搞得在临城我甄家的名声都跟着不好了。甄家表姑哭唱了好一会儿，结果愣是没有一个人出来道歉的，
这让他心里很是窝火，哭声一收，看向了甄家老太太，要他给个说法。说法？要什么说法？他当街抢我打了他，轻了。不可能，这是甄宝玉叫你这么说的。甄宝玉，你什么意思？好歹我们两家也是亲戚关系啊，你拉个外人出来替你背锅是什么意思？你敢打你大表哥，就不敢承认吗？人还真不是我打的，我想出手来着，没机会啊。我呸！你觉得我蠢吗？那个娟娘啊，老太太啊，甄宝玉是您的孙子，我儿子也算是您的孙子呀，您不能有失偏颇，要帮甄宝玉开脱呀。真麻烦。既然不相信是他，那就证明好了。江银眼神一凛，手中的鞭子从袖中滑落，如同绞蛇般朝着躺在地上的庞龙飞去，将人卷了一圈之后用力一抛，飞到了半空中，接着猛地收回了鞭子。我的儿啊！滚开，臭娘们儿！我的儿，我是娘，是娘啊！是娘怎么样？滚开，老子疼死了！快给我找大夫！哼，臭娘们儿，你最好祈祷别落在我手中。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看不见，看不见。以后可还敢强抢民女？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哼，臭娘们儿，有你不在的时候，那时又是老子雄风再起。你给我吃的是什么？毒药？什么？你给我儿吃毒药？你这个毒妇，我杀了你！闭嘴！再吵，咬断他脖子！娘，你闭嘴！是想害死你儿子吗？放心，这毒药是不会死人的，只会让你要干坏事的时候，把你某处炸了而已。你的保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若是走了，你怕是又要故技重施了。既如此，那就吃了这药，约束你。会炸，会炸。这么说，我以后娶妻也会？哦，那倒不会。这药只会针对你违背别人自愿的情况下才会自爆。若是你情我愿，倒是无碍。还好，还好，还有的救。好了，我已经证明人是我揍的，可以回去了。感谢美人姐姐出手，让我表兄洗心革面。我甄家无以为报，不如就请美人姐姐留下来吃个午饭吧。奶奶，你说是不是？美人姐姐对咱们有恩啊！对，留下来用膳吧啊！感谢贵府的好意，不过我还有家人在客栈里等着我回去，就不必了。在哪儿？我去把他们接来。多谢好意，不用了。美人姐姐，我送你。老夫人，您不拦着吗？拦什么？腿长在他身上，我还能收了？哎呀，孩子大了，随他去。反正啊，不惹乱子，做什么都成。儿啊，人呢？都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老子又怎么知道？好了，我到地方了，时候也不早了，回去吧。美人姐姐，我就不能进去看看吗？顺杆子朝上爬，你也是很厉害了。反正只是看看，就让他看看。只是看看。甄宝玉见状，笑着跳下马，跟着江银他们一行进了客栈里。客栈的掌柜的一眼就看到了甄宝玉。甄少爷，稀客呀，稀客。您怎么来的？钱掌柜。甄宝玉淡淡的瞥了一眼掌柜的，称呼了一声，态度不是很热络。美人姐姐，等等我。齐了，真是齐了。掌柜，什么齐了？甄家这位小祖宗何曾对别人这般和颜悦色过啊？这几位怕是与甄家关系匪浅，咱们要小心点。他是谁？他呀。您是美人姐姐的夫君，那就是我美人姐夫啦。美人姐夫您好，我叫甄宝玉，你可以喊我宝玉。美人姐夫，是个懂事的。我觉得也是。你这名字有什么来由吗？我出生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块玉，所以就给我起了宝玉这个名字。稀奇哦，出生还攥着玉，是什么样的玉？想看？那甄宝玉手中的玉晶莹剔透，油光水润，一看就非凡品，且这玉中还有一点绿，这绿看起来生机勃勃。可以呀，你这玉不错呀，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没你这般还带着东西过来。这个也是奶奶告诉我的。我奶奶还说我与佛家有缘，当初我出生的时候就有远道而来的高僧特意来为我的玉开光，还说我今后有大造化。这么说来，你们家是没有外面那些人家摆的娃娃？我奶奶信佛，家里只有佛像，外头那些听说与道家有关，一府不能请两家神仙，所以就没有与外面那些人一样。而且我对那种娃娃不是很喜欢，
每次看到总觉得心口不舒服，所以奶奶更加不愿意让家中出现这种东西。对啊，今早店小二还送来一对来，我们也觉得不舒服。啊？那后来呢？自然是被皇婶给拆了。皇婶？你喊我姐夫叔叔啊？啊？可你长得比美人姐夫成熟多了。安王无语。这是谁？打出去打了。甄宝玉在客栈里待了一会儿，盛情邀约他们去甄家，但都被拒绝了。美人姐姐，美人姐夫，我明日再来寻你们啊！先说好啊，明儿个我做多，请你们在临城吃好喝好，不能拒绝。行，既然你那么想花钱，明天满足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挺可爱的？哼，我看就是有嘴滑舌，别有目的。人家一口一个姐夫喊得多亲热呀，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本王不至于这点自信都没有。另一边，得到休息的老道感觉身体缓了过来，又可以开始了。他今晚一定要找到这几个人到底在哪儿。老道走到祭坛前，再次发功，随后神识朝着客栈方向再次飞去。这一次，他一定要让那几个人好看。带着志在必得的决心，老道飞速地来到了客栈，又一次每个房间都不错过的检查。老道的目光好奇地盯着帐篷，莫非这帐篷里有什么端倪不成？还是决定掀开帐篷一查究竟？谁知在老道掀开帐篷之后，一道刺眼的光线直射老道。在祭坛里操控的老道眼睛瞬间刺痛，啊的一声惨叫，神识也紧跟着收了回来。而老道这边就惨喽，强光刺激之下，他的眼睛遭遇到了很强的灼伤，短暂性的失明了，疼得他眼睛红肿，本就没有好透的眼睛又一次的雪上加霜。贱人，贱人！天道绝不会放过你们，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郡主，这就是激光灯啊？我瞧着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可别小看这玩意儿，只要眼睛被这个东西一照，必瞎，而且还是永久。什么永久性失明？这东西郡主还是小心使用，可别伤到了自己啊。翌日，美人姐姐、姐夫，今儿个小弟就带你们在临城好好玩玩，尽尽兴。你瞧见没？这临城的家家户户都放着娃娃，不觉得很奇怪吗？不奇怪，那个老道还是有点本事的。美人姐姐和姐夫，你们是初来临城，有所不知。我是听旁人说的，这老道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有所求必有所应。曾经有个婆娘的孩子病死了，疯疯癫癫的，抱着孩子不撒手，正巧遇上了那个道士，也不知道那个道士做了什么，只是手指在那个孩童的眉心点了点。你猜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那孩童竟然起死回生了，其母也因为见孩子活了过来，人也清醒了。还真的能起死回生？我不是很清楚，也是听别人说的。据说当时有不少人亲眼看到，而且那老道还不单单只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他，把他当神供奉。这连城除了几家是信奉佛的，全都去信那个老道了。那老道现在所住的地方香火旺盛的很。哦，你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不如交给你来带路，让我们也开开眼，见识一下那个老道。怎么很为难？不为难，不过那地方很多人，美人姐姐和姐夫想去的话，要有个心理准备。见他们坚持要去，甄宝玉也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带着他们去老道的住所。不过这老道住的有点偏远，并不是在临城的城中地带，相反是在城西很不起眼的一个小院子。还未到地方，就看到了长长的队伍，一直延绵看不到头，穿着打扮各有不同，期间还能看到不差钱的人出银子买前面的位子，理所当然的插队。听说这道长每天只接10人，过了就要自己回去了。果然不多会儿就有人过来请大家都回去，今日份额已经全部分完，让他们明天再来。我有钱，给我一个位子，让我见见道长。不可，客人莫要用黄白之物羞辱道长，不然惹了道长不高兴，你便什么也求不得了。不羞辱，我这不是心急想见见道长吗？想见道长有十分着急的事。是呢，10万火急。如此，我那边去与道长说说，看看能不能通融通融。看来想见识见识那个道长，今日是不太可能了。甄宝玉眼珠子转了转，让车上的人稍等，随后跳下马车，然后朝着前面走去。不多会儿跑了回来。美人姐姐、姐夫，咱们可以进去了。哎，你是怎么做到的？学他超能力。我瞅着前面几个都不像是富裕人家，所以就出了大价钱把今日的份额给买了下来。他们有钱赚，我们有份额，皆大欢喜。可以，很聪明，知道观察再出手。
那我可以拜师了吗？我不收徒。那我就让美人姐姐愿意收我为止。姐夫，您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能让美人姐姐松口，愿意收我为徒呢？他说了，不收徒。美人姐夫，凡事有个例外嘛，难道您不想当我的师爹吗？师爹？对呀，我认美人姐姐做师傅，那您可不就是我的师爹了吗？师爹，这个称谓有点意思。你美人姐姐喜欢乖巧听话懂事的，还有怕缠。多谢师爹，徒儿以后定会好好孝敬您。师爹说了，师傅怕缠，那他就多缠缠，缠得多了，师傅也就心软松口了。主子，您真的愿意王妃收这么个少年在身边？谁让他一口一个师爹喊呢？喊得本王心肠都软了。因为甄宝玉花了大价钱买了位置，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怎么等待，就出现在了老道的院子里。你说的这位就是被奉为神仙的道士？我之前见过，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呀，怎么这样了？几位有所不知，我家道长怜悯可怜人，有求必应，如此一来，天机泄露的太多，遭到了天道的惩罚。道长他瞎了。瞎了？怎么会是这样？道长他……屋内的道长听着门外的哭声，喊了一声道号，直接走了出来。道长小心！无碍，不必如此紧张。道长，您的眼睛如何了？是不是真的看不见了？道长，要如何才能让你的眼睛复明？无碍，贫道知会有这么一天，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于贫道而言，能帮助需要的人，便是要了贫道这条命，也尽可拿去。道长做出这么多牺牲，你为何不悲伤不哭？我为何要悲伤要哭啊？道长为了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眼睛都看不见了，你竟然不悲伤不哭？我今日出来，从未拜托他。你口中的我们可不包括我。你这小娘们儿！喂，你跟谁说话呢？你再说一遍试试。这边的动静不小，也引起了那边道长的注意。确切的说，从他们出现在这里的时候，道长就一直在注意着他们。没想到他还没找上他们，这些人自己倒是送上门了。各位都不要为贫道争吵，你们是第一次来，那几位请进，有什么事屋内说。屋内的场地并不大，眼睛转一圈就能看得清楚。几位是有什么事所求啊？我们初来临城就听说了道长的厉害之处，所以就顺便来拜访，然后请道长帮忙算一件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合着他就是顺便？存在感就这么差了吗？等着，贫道非要把你们挫骨扬灰。听说道长无所不能，正巧啊，我有一事在困惑我，有劳道长帮忙破解。那都是大家的夸大，贫道没那么厉害。一个人说是夸大，人人都说，那就说明道长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前些日子我们途经一个村庄，那村里的人颇有些怪异，他们每天都会朝拜一个木像，甚至要隔一段时间寻童男童女祭祀，他们会将这些童男童女的鲜血供奉给一个神秘人，这人功法奇怪，似乎练的是什么邪功，与道家颇有渊源，不知道长能否解惑？这是真的吗？自然。那群狗东西怎么连尾巴都扫不干净？难怪人家来找上门来了，定是他们露出了什么马脚，让人家追到了这儿。想不到临城这个据点也能被暴露，废物，都是废物点心。他们留下了这个，这什么东西？瞧着就瘆人。美人姐姐，这东西好令人不舒服啊！可否将东西借给贫道看看？好凶的木雕，想不到这世间竟还有如此邪性的东西。奇了！什么奇了？按理这么邪性的东西，若是落入人的手中，定然是会失去理智，从而被控制。可姑娘却一点异样都没有，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为什么这个女人有着木雕，甚至却还能如常？这女人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她怎么能一点事都没有？不正常，太不正常了！那道长可知道是何人修炼此法，目的又是什么？属贫道对此事了解的不多，不过要想练这等邪功的人，需要大量的鲜血，越年轻的越好。而这个木雕只是他们修炼的傀儡术中一个傀儡而已。若这个东西落入别人的手中，很容易被操控，届时这世间就乱了。那要如何消灭呢？要找到源头，真正操控傀儡的人，只有杀了操控傀儡的人，才能彻底解决。杀？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操控傀儡的人？抱歉，贫道帮不上。原来也有道长不知道的事啊！
我还以为真的是万物皆知呢。你这人说的是什么话？我家道长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还让他怎么样？要不要直接把人抓来给你？你这道童，既然你这样说了，那就让你家道长去抓，去抓呀！甄宝玉，过来。甄宝玉，甄家少爷？是呢，我就是甄家少爷甄宝玉。道长知道他。甄家这位宝玉少爷在临城很有名，听说出生的时候带着一块宝玉，故而取名叫宝玉。贫道初来此地的时候，就听闻这等奇事，一直想见，未曾有缘，没想到今日竟是得见了。唉，只可惜我眼睛现在看不见了，不能看看了。我与常人一样，一双眼睛一个鼻子的，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可能我长得俊美吧。哼，这小子可真是自恋啊。这木雕放在姑娘手中不妥，不如就留在这里，待贫道再做法驱邪。那就有劳道长了。随后一行人陆续离开，老道唇角含笑送他们离开。等到他们都走了之后，道长也以身体劳累休息片刻为由，暂时拒绝接待其他人。这些信众都是老道的脑残粉，自然说什么信什么。把门关上。这时他听到有微弱的响动，抬头看去，就瞧着窗户的地方飞进来一只苍蝇，眉头一皱，不过也没放在心上，而是眼睛看着桌上的木雕。蠢货，竟然落在那个娘们的手中。老道拿着木雕从密道走了进去，到了下面就能看到整个密道里全部都是密密麻麻如同木雕一样的雕像，以及还有不少的人偶娃娃，它们整齐地摆放着，在中间还有一个阵法，里面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道长随意地把东西丢到一边，嘴里发出了咯咯咯的怪笑声，单手用力一捏，木雕发出了清脆的断裂声。老道嫌弃地看了一眼，将东西丢在火中。做完这些后，老道这才面无表情地拿起一模一样的木雕离开了密室，而这一切都尽收在江银的掌握中。与甄宝玉分开回到客栈后，江银就查看了老道小院四周的情况。这老道莫非是跟那些人是一伙的？胆子吓破了，有你那么点出息。皇婶，我胆子跟你比真没你的大耶。皇婶，您就实话告诉我，这次来临城您是不是要干大事啊？的确是有大事要做。是不是与那神秘人有关系？皇叔您就不管管？管，自然是要管的。你需要什么尽管说，本王都支持你。这点小事情还用不着夫君出手，我一个人就可搞定。这个老道有点意思。一直存在感很低的百里商终于开口说话了。看来他还没有说实话，还有所保留。你不是废话吗？想想也知道是有所保留了。好了，这几日大家都继续吃吃喝喝玩玩，放轻松，别让人家发现端倪，露出马脚。若是打草惊蛇可就不好办了。发生了什么？我刚才眼花了，以为有蚊子，给你打蚊子呢。哦，打蚊子呀？那你打吧。割老子的是谁说自己睡不着的？这他妈的能叫睡不着？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这行人在临城内吃吃喝喝，老道暗中观察了几天，并未发现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逐渐的放松了下来，心里盘算着该出手给他们一点教训了。毁了他2个傀儡，坏了2个地方，影响了大人的计划，是该给点教训了。能找到这儿，说明这些人的手段很厉害，要是被他们发现真正的地方，那才会造成危险，他们必须死在临城。老道的计划江银不知道，但是江银敏锐地感受到了临城进来的气息有些不一样了。他猜测那老道可能有些不耐烦，要准备出手了。美人姐姐，美人姐姐，我又来了。美人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东西。哦，是什么？拿来给我看看。这都是我府上嬷嬷做的，听闻美人姐姐喜欢吃甜食，我特意吩咐嬷嬷为美人姐姐准备的。这是糖角，这是荷花酥，这是莲蓉。这几样点心不错啊，深得我心。这几日可有想出城游玩啊？美人姐姐要出城？不是我，是你与你的家人。想过要出城玩吗？美人姐姐，可是城中要发生什么事？没什么呀，只是觉得如今季节出城踏青最合适不过了。江银没有说出实情，只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奶奶年事已高，不太适宜出城，就连上香都是托人去。唉，我得陪在奶奶身边，不然怕老人家又要担心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这几日你也别随便出来了，留在府上。啊？为什么？这几日你若是乖乖在府上，我便可以重新考虑收你为徒。美人姐姐，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那好，虽然不懂美人姐姐做这件事情的用意，
但既然是美人姐姐所说，我就信你。记住了，这几日不要随便出府。还有，若是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都不要出去。江银说着，从袖中掏出了一东西，放在了甄宝玉的手中。放在甄宝玉手中的是个正方形，像玉质似的东西。甄宝玉好奇的在手中翻看。美人姐姐，这是什么？护身符。护身符？美人姐姐为何要给我？这个，还不是你最近拉的仇恨太多。你那个表兄恨你恨得恨不得拆了你骨头吧？有这个可以保护你。说起那个表兄，甄宝玉也是挺无语的。谁知道这几日表兄得了什么失心疯，总是看他不顺眼，很多时候都是阴沉着脸盯着他，远远的望着，就像是被毒蛇盯着，别提多可怕了。多谢美人姐姐，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记住我的话，还有啊，不要透露给任何人。记下了。话音刚落下，楼下就传来了一阵喧闹声，男女老少都在里面，不多会儿就闯进了大堂。喂，就是她，就是这个女人！你们想干什么？滚开，全都滚！楼上在屋内陪着媳妇儿的安王，还有看密信的赫连叶等人听到了楼下的动静，仔细一听是甄宝玉的，全都从房里冲了出来。这么大的阵仗，是什么意思？你还好意思问？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就是你，是你害了道长。道长他死了。死了？就是你，是你把邪物留给道长，害得道长被邪物所侵。道长为了不连累别人，所以是你，就是你，都是你害的道长，是你杀了道长。对，是你杀了道长，你要给道长偿命。对，给仙人偿命。哼，愚昧。你这道童说的很没道理啊，说我害了你家道长，那你给我说说，我是如何害的？是你留下的那个木雕，道长就是受那个木雕的影响，失去了先知，被邪物所侵。他为了不伤害他们，选择自尽。是你害了道长，若不是你将那个邪物留下，道长又怎么会？留下邪物是道长的意思，并非我愿意留下。真是奇了怪了啊！那邪物在我身上未曾发生意外，怎么到道长手中，短短3天就发生这等意外啊？那天你也在场，是道长亲口说要将木雕留下，我推却不掉才答应的。现在人出事了，你反口怪我，怎么仗着死人不能对证，直接让我背锅是不是？你竟敢对道长不敬！他又不是我爹，我为何要敬他？你敬他是你的事儿，别想道德绑架我。道长就是这个女人害死的，大家不要放过她。对，不能放过。对，不能放过。更有甚者，手里持着棍棒，大喝一声，朝着江银的头部狠狠砸下。叶一和叶宵二人一左一右，抬脚踹飞了那个人。杀人了！杀人了！道童站在一旁傻了眼，大抵是没有想到人会跑得这么快，一时间只剩下他一个人，场面有些尴尬呀。回来！你们别跑，快回来！不是说要给道长讨个说法的吗？你们怎么走了？回来！快回来！死东西，还敢带人过来惊扰我美人姐姐！你家道长死不死的，跟我美人姐姐有什么关系？那东西是他要强留下来的，既没有那个本事，又要强成什么能耐留下？现在人没了，又让你来寻美人姐姐的麻烦，脸呢？滚，马上滚！别让小爷下次看到你，不然就让你滚出林城！你们这些人会有报应的！几位客人，不好意思啊，小店不能给几位提供入住了。掌柜的，你什么意思？要赶人？哎呦，小祖宗啊，可不是小弟要为难这几位客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陈少爷，林城有多少道长的信众您知道吗？几乎是人人都是啊。小的经营一家客栈不容易，要是被这些人一天几波的来闹，小的还怎么开呀？在这客栈里，也多数都是冲着道长来的。现在回到道长被死了，也恐有事端发生啊。美人姐姐，住在客栈有什么意思？来我家又大又宽敞，可比住客栈自在舒服多了。也好，那就叨扰了。不叨扰，你们能来，我可开心了呢。说完，当即吆喝自己带过来的人帮忙收拾东西，然后热情地喊着美人姐姐和姐夫等人一起上马车，朝着甄家走去。到了甄家，甄宝玉马上把人介绍给了老夫人。之前他挥鞭子抽庞龙的印象他还记忆犹新，到现在人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呢。他那个娘每天都要来自己的身边哭个几次，哭得他想躲都躲不掉。老夫人看到江银的时候，眼睛唰地亮了起来。救星啊，他的救星来了！我的儿啊，苦命的儿啊！谁知道抬眼就看到了江银那个母老虎女煞星。快走！
既然是我孙儿的客人，那就安心的住下来，外面那些不必理会。让下人安排好房子，让他们安心的住下来。他这老婆子是看出来了，他那个小祖宗啊，很是喜欢这些人。再看这些人，凭借他多年的阅历，也能看出这些人出身不低啊，非富即贵，看起来更显贵气一些。尤其是当中长得最俊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身上的气势给人一种上位者的错觉。老太太的心里有种感觉，自己的孙子给自己招来了不得了的人物，老太太是以高规格接待这些人。一顿饭吃下来，又觉得他们这些人很好相处，人也简单得很，这相处下来更加轻松愉悦了。老太太一晚上都乐得合不拢嘴，直到自己的身体有些累了，才依依不舍地跟他们分开。要说啊，她还真的想继续听着这些年轻人说一些趣事，不过老了，熬不住了。休息吧，大家都休息。什么声音？什么声音？这外面是怎么了？话音落下，外面的街道再次传来凄厉的惨叫声。不多会儿，整个上空都能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这是怎么了？有鬼！奶奶没事的，别怕，许是外面是有人恶作剧，故弄玄虚呢。说着就命嬷嬷快点送老夫人回屋子里，不让她继续听着这瘆人的声音。处理交给你了。好，安心去吧。随后腾空飞起，踏风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飞去。这是什么绝世轻功，竟可以飞得如此轻松？美人姐夫，美人姐姐不会有事吧？你应该担心那些人被他碰上。对啊，担心皇婶做什么？你要担心那些人落到皇婶的手中有没有好日子。不用担心，有皇婶出手，大可高枕无忧，安心睡觉。可是咱们帮不上忙，就不要拖后腿。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去了只是给皇婶添麻烦，他还要分心护着你。看看我皇叔了吗？我皇叔都知道不能给皇婶添麻烦，留在原地守着。美人姐姐很厉害。怎么跟你说呢？总之皇婶是个无敌的存在，有她呀，就如同有了定海神针，不用担心。原来美人姐姐如此厉害啊！你们都退到房间里去，叶一，你们守着。大家快看，那上面都是什么啊？都退到屋里去，尽量别发出声音。眼看着鬼魅的东西朝他这儿冲来，他单手运气内功，凌厉霸道的掌风朝着鬼魅的东西打了过去。谁知这些东西被打散之后，又快速的凝形，继续朝着他们攻击。主子，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怎么都打不散呢？这些并非是寻常物，只有找到操控他们的东西，才能彻底消灭。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闯荡江湖多了，自然见得多了。何况别忘了我是来自什么地方，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见识过。这种东西是被邪魅的东西用傀儡操控的，想彻底除掉，必须除掉操控傀儡的人，不然这些鬼魅会吸食人的精魄，会助长他幕后的人实力大增。若想除掉，就是难上加难。另一边，被自家老公担心的江银一路飞行，出现在发生尖叫的地方。刚刚落地，就在前面看到了如鬼魅似的东西，朝着街道两边的门窗钻进去。随后里面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等到他赶过去查看的时候，里面的人已经没有了气息。他在星际看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很多，但是这玩意儿还是第一次见。江银想试着抓住一个好好研究，然后还真的就被他抓住了。他一把将落在后面的鬼魅扯到自己眼前，仔细的研究。长得这么丑，叫得难听，你不死谁死？当百里商被委以重任跑过来告诉江银重要消息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那母夜叉徒手撕鬼魅的暴力场景。我去，震惊我10000年！他一个急刹车，差点脸刹着地。你这是干嘛？没什么。你来干什么呀？江银与他说话也不闲着，用绳子套住了鬼魅，扯到自己的面前，又是一个手撕。鬼魅的声音被撕得变形，最后消失在天地间。在甄家，他们与鬼魅交手，消耗了不少内力，却伤不了半分，最后只能退到房间里，把门窗全都关紧，才算是阻挡了这些鬼魅的攻击。可是他现在看到了什么？直接给撕了，还撕没了，他都怀疑自己的眼睛了。还愣着干什么？去抓呀！抓？我抓？不然呢？我就2只手。百里商见状，条件反射的就跑去追，然后就发现他根本抓不住对方的实体，一抓就是虚空，这就很迷惑。他无辜的看向江银，然后又再一次示范了一下，又是抓空。啊，你抓不住？的确抓不住，不光是我，甄府那边也一样，能抓住他们的只有你一人。只有我？百里商凝重的神色点了点头。你那什么眼神啊？你还没发现吗？发现什么呀？你的特别之处。哼，我一直都很特别。
才发现。你的特别势必会引来那伙人。打住！听他又要说那些天外天有多牛逼厉害，江银就头疼得很，直接打断了他要说的话。你不出那些人会死。我说实话你不信是不是？你留在这里也没用，不如去找是谁操控他们的。我去看看是何人操控。江银继续抓鬼魅生撕，最后烦了，挥起了手中的光剑，对着那些鬼魅砍下，一剑一个直接杀疯了。远处操控的人发现傀儡操控的鬼魅越来越少，脸上露出了惊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会越来越少呢？深夜，道童从房中醒来，有些尿急，走出了房门。他打了个哈欠，随后顺便朝着放道长的正堂扫了一眼。这一看，直接吓尿了。只见已经气绝身亡的道长身体悬空在半空中，四周有不明的黑气不断的进入他的身体。紧接着，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露出了里面漆黑的眼眸。鬼啊！来人，快来人啊！道长诈尸了！道长诈尸了！此时的道长哪里还有仙风道骨的样子？一双漆黑的瞳孔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冷意，食指成爪，指甲如钩，正追着逃跑的道童。道童已经绝望地闭上眼睛，想到自己即将死在道长的手中，一时间心情复杂。可是等了半天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他有些疑惑地睁开眼睛，肉眼看到了一抹红色的身影站在自己面前，手中举着像是一个长剑却发着光的东西，正在与道长对招。愣着干什么？滚开！江银手中的光剑在手中旋转了一圈，他看向空中的道长，多坚持一会儿，让我好尽尽兴。说完，整个人腾空飞起，朝着道长的方向飞去。道长见状，单手一挥，无数个鬼魅朝着江银扑来，挡在了道长的面前。江银只是哈哈一笑，手中的光剑朝着那些鬼魅砍去。还在咯咯怪笑的道长看到眼前的鬼魅竟然全都被江银一剑砍得魂飞魄散，漆黑的瞳孔中透露着惊诧。他粗粝难听的开口说话：“这怎么可能？”江银步步紧逼，任由老道如何躲避，江银的速度都能跟上去。你到底是何人？想知道我是谁？到地府去问吧。玩装死这一出，也就糊弄那些信你的人了。装死？天道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既然你喜欢玩，那咱们就玩个大的。开！随着他大喊一声，无数个家人中的人偶娃娃眼睛突然变成血红色，随后原本睡着或者醒着的人忽然身形一定，接着眼睛红光一闪，这些人失去了身体的控制，像个傀儡似的没有意识地朝着门外走去。他们齐齐地从自己的房门走出，汇集在街道上，朝着老道的方向汇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紧接着他惊诧地发现有几个下人打开大门就要走出去。怎么回事？他们中邪了？他们的确是中邪了。啊，美人姐夫，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留在这里，原地待命。说完，人已经踏风离开。甄宝玉羡慕的眼光闪闪发亮，原来美人姐夫也是这么厉害啊！赫连叶站在高处，这才发现临城几乎所有人都倾巢而出，朝着城中某一点而去。赫连叶随着这波人飞身而去，远远地看到了在半空中与道长斗法的江银，他手持光剑朝着道长劈下，马上就有普通的百姓被道长抛向他的面前，这让他不得不收起剑，赤手空拳与道长过招。显然他这会儿被道长卑劣的手段受制了。赫连叶看到这里，眼神一暗，人瞬间出现在江银的面前。面对人潮般的涌向江银，他运起了内力，单掌猛地朝这些人拍去。轰的一声，这些人被内力掀飞，朝着四面八方飞去，摔落在各个地方，好半天都爬不起来。赫连叶，你专心对付那个老道，剩下的交给我。好，狗东西，除了控制别人，还能玩点新花样吗？你找死！狗东西，你以为就你会玩这个？说着，他眼神一凛，同时朝着某个地方下了指令。剧烈的爆炸声从老道的院中响起，强大的冲击力掀飞了整个屋顶。藏在密道中的木雕和傀儡娃娃尽数在爆炸中炸得粉碎，紧接着是熊熊烈火燃烧着每一处。老道噗的一声，心口剧烈疼痛，他整个人浑身抽搐，剧烈的抖动着，整个身体像是失去了平衡一般，从半空中坠落。四周那些失去意识的人突然变得暴躁了起来，身体在扭动着，躯干扭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如同丧尸般朝着赫连叶和江银的方向扑面而去。与此同时，街道各处都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不少人被袭击，被这些人撕咬，嘴里还发出了痛苦的呜咽的叫声。整个临城从白天里还是热闹非凡的城镇变成了人间炼狱。甄府里也发生了这样一幕，看着那些自相残杀的下人，甄宝玉吓坏了。
别乱跑，小心误伤。说着，人已经出现在那些人的面前，一个手刀劈晕，然后再点穴定住他们。发现有用之后，他开始如法炮制，将这些失去神智的下人全部都定住，然后喊人过来一起帮忙捆起来。你这个技术不行啊，稍稍正头就跑了，看我的。厉害呀，学到了。嘿，好好学学。哥，你这技术是跟谁学的？瞧着很专业啊。想知道？特别想知道。这绳子的艺术啊，都是我以前去。你以前去什么地方？身后传来了凉飕飕的声音。自然是去花楼啊，那花楼里的花招多的是，这捆绳艺术就是……嘘什么呀？你不是想知道我这捆绑的技术是从哪里学来的吗？甄宝玉拼命的眨眼睛。你眼睛抽筋啊？后面。哎呀，媳妇儿你来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继续说呀。我也很有兴趣，想知道你在红楼里都学了什么。没，你刚才听错了，我不去，哪儿都不去呢。可是你刚刚明明说这捆绑技术是在红楼学的，红楼是个什么地方？很厉害的地方吗？哎呀，媳妇儿，你别听他说呢，我是吹呢。我向你发誓，我以前是去过红楼，但从未做过什么别的事情，你懂的。这咱们的新婚夜……你闭嘴！你的账以后再跟你算。好，我这就捆人。今夜林城很不安全，老夫人听着外面的那些叫声，心都揪了起来，在佛堂里不断的诵经念佛，希望可以帮助一些。去吧，做你想做的事吧。甄宝玉又惊又喜地看着奶奶，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跑了出去。等到他离开之后，老夫人一脸感慨：哎呀，孙儿长大了。老道没有想到自己准备的筹码竟然都被眼前的这女人给毁了，强烈的反噬让他身负重伤，心头血吐个不停。他感觉身体内的力量流失得很严重，林城这边算是废了。可恶，真是可恶！你这个贱人，该死该杀！死之前你也应该告诉我，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吧？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你想套贫道的话，想知道幕后是谁？告诉你也无妨。你是斗不过他的，神主大人法力无边，你找不到也抓不到。这么说，他的存在感挺差的。你闭嘴，不可对神主无礼。又不是我的神主，我想骂就骂。神主，哼，神个屁的主，只会躲在暗处，不敢真面目示人。有能耐你让他出来跟我过招。他要是敢，我就称呼他一声神主。他敢出来吗？无知小儿，神主何等尊贵，岂是你想见就见的？你接连坏了我们的好事，神主大人定然知道了。你等着，你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小心！听到砰的一声，老道全身膨胀，整个人身体瞬间炸开，在空中炸出了血雾，血雾淋在他的后背上，发出了腐蚀的声音。你受伤了？我爱，不是多严重的伤。那老道的血雾喷洒在所到之处，都出现了很严重的腐蚀。而那些失去意识的百姓，一个个更加失控了，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在各个地方乱窜厮打，整个林城都陷入了地狱。受伤了？我爱，不是多严重的伤。那老道的血雾喷洒在所到之处，都出现了很严重的腐蚀。而那些失去意识的百姓，一个个更加失控了，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在各个地方乱窜厮打，整个林城都陷入了地狱。你先别动，你先把衣服给换了。好在他的衣服上有之前江银送的防护罩，只是将衣服腐蚀，并未伤及肌肤。接下来怎么办啊？交给我来。下叩见王爷、王妃，把这里处理了。是。一晚上忙碌着，江银坐在屋顶上，托着腮看着黑衣人忙得都忙成了残影。看来也得培养属于我的势力了。你想有自己的势力？有自己的势力，出去打架都有气势，去哪儿都有人呐喊着哎，想想就得劲。你想有自己的势力，本王帮你。不用啊，如果需要你来帮我培养势力，那还算什么我的呀？我的人自然是我自己来了。这女人有的时候还真让人很无力啊。可我们是夫妻啊。夫妻也不是什么都要共享的，你不欠我的。她是来自星际的女人，可不是这个时空那些需要依靠男人才能存活的弱女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事作风。可莲叶的建议她是拒绝的，她想要什么都会靠着自己的双手来。这一点贺莲叶可能不理解也不懂，但是无碍，她以后会懂的。
天微微亮，失去意识的临城百姓逐渐变得清醒，随后察觉不对，低头一看，自己被捆得很结实，双眼迷茫。发生了什么？不是在睡觉吗？怎么还能被捆成粽子呢？彼此相互看了一眼，更是一脸懵逼。而彼时捆人捆了一晚上的安王、甄宝玉等人已经累瘫了，躺在地上就差吐个舌头了，累的手一直发抖，像帕金森似的。最后还是江银和贺连夜回来之后，看到他们这样给扛回去的。宝玉被江银公主抱在怀中，羞红了一张脸，人生第一次被人公主抱，竟然还是被美女姐姐抱的。安王却是吓得像个受了惊吓的小狗。皇叔身上的气势好强，好可怕呀！不敢动，不敢动，根本不敢动。安王绷着全身，等回去之后，感觉比刚才更疼更难受了，肌肉酸疼的厉害，他何德何能让皇叔扛他呀？媳妇儿，我身上好疼啊！起开是，郡主，您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啊？你看，没事儿，什么事也没有。还好您没事。乖了，我没事儿，我可是无敌的存在。宁雪薇脸瞬间红了，心跳如雷，羞忍的手脚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看来雪薇姐姐更在意美人姐姐呢。死小子，只有你来说，我又没眼瞎。当初媳妇儿愿意嫁给我，也是看在皇婶的份上，不想为难她。想想就是一把辛酸泪。媳妇儿心里有皇婶，我能怎么办呢？只有在媳妇儿的心中有那么一点点位置。这件事算是解决了？不，没那么简单。对方死活不说那个神主在哪里，还故弄玄虚，谁知道会在哪里等着他们呢？那个老道说起来死的也太快太简单了。江银觉得这件事没完，总之眼下还是不要放松警惕。皇婶说的对。好了，大家都累了一天了，都回房休息，此事容后再说。贺连夜梳洗结束之后，回到床上，看到他沉沉睡去的样子，眼里露出了一抹深思。他手放在江银的眉心处，手指轻轻地在他眉心点了点，又仔细地看了看他纤细葱白般的手指。江银嘴里一语了一声，贺连夜将人圈在怀中，闭着眼睛一起睡着了。今天的临城显得非常安静，很多商户都没有开门，几乎都负伤躺在家中。不明原因的受伤，想到一些鬼神之说，这些人吓到了。更有人私下里讨论临城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似乎都源于那一日道长接待那几位所引起的。再加上道长亡故，那些人都把愤怒和不满推移到了江银他们身上。对，就是他们惹出来的祸事，不然如何解释？在他们来之前，我们都相安无事，而他们出现之后，临城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事事都不太平。道长死了，昨晚又发生了什么？为何我们都会受伤？是啊，很奇怪，偏偏他们来了之后，咱们临城就成了多事之秋。对，他们就是灾星，遇上他们就倒霉。哎呀，不行，他们不能再留在临城。众人纷纷赞同，要将江银他们赶出城。只是如何赶呢？甄家在临城有头有脸，他们贸然前去甄家堵人，怕是得罪了甄家，那等于在临城把自己的活路堵死了，还得想想如何把人赶走。这一切江银等人全然不知。他们一觉醒来之后，坐在饭厅里讨论着昨晚的事儿。姐姐，美人姐夫，昨晚是个什么情况？怎么瞧着怪吓人的呢？那些人的眼睛都是红的，一点意识都没有，还互相嘶哑着，就像是……昨晚啊，是昨晚那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这的确值得深思啊！原来美人姐姐也不知道啊。没事的，这种事不需要美人姐姐过问，临城还有城主呢，让他追查真相去。你说的也是，的确不该我管的。哎呀，昨个晚上可累坏我了。累呀，去红楼啊，那里会让你舒服。红楼？红楼是什么地方？好玩吗？这一问，一直当背景板的贺连夜冷冷地扫了一眼安王，那眼神透露着好好说话，敢带坏本媳妇有你好看。没，那不是什么好地方。皇婶，你还是不要打听了。你知道红楼是什么吗？本王很正经，从来不去那种地方，可不像某人长得挺端正，品性却差劲得很。这内涵足够让在场的人都秒懂。安王反手指着自己，有苦说不出。他以前还不是陪那几个兄弟，但是他一直都是洁身自好的。媳妇儿，你懂的，我没有乱开。东方花烛夜，你可是亲眼见证，我身上可是有手工纱的，专门为你点的。手工纱是什么呀？干嘛都看我呀？我问的很奇怪吗？手工纱呀。贺连夜点了点江银，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被老公科普已经懂了的江银直接拍桌大笑出声。宁雪薇在旁边羞红了一张脸，抬起手给了安王一个粉拳捶打。
安王捂着手臂假装吃痛，结果又被媳妇儿踩了一脚，疼得他怀疑人生。不好了，不好了！做什么慌慌张张的？我甄家是这样教你的？少爷，外面来了好多人，他们都吵着闹着要交出你这几位朋友。哼，他们狗叫什么？交出谁？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到我甄家面前闹事？回少爷，外面那些人说，自从这几位来了连城之后，连城就变得不太平了。而后道长身死，左哥又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是以……不行，我去看看。回来，美人姐姐，你别拦着我，我要出去会会这些人。敢在甄家门口闹事，不知死活。先冷静，别着急。你说那些人聚集在甄家门口，可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没有，他们只是聚集在甄家，许是顾及到甄家的身份，并无做过分的事情。人家只是来门外说说话聊聊天，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可是他们在说美人姐姐的坏话。让他们说呗，反正嘴累的又不是我。不要因为别人说几句话就影响情绪。我又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银票，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既然如此，那谁喜欢不喜欢我，与我何干啊？我只在意喜欢我的人喜欢，爱我的人爱我。还是美人姐姐说的有道理。是了，他又不是金银珠宝，做不到人人喜欢。既然不喜欢就不喜欢好了，喜欢他的人依旧会喜欢。只要媳妇儿心里有我此生无憾了。这个人说话可真是不知羞啊！守在甄家门外的一些人在大门外吆喝了好一会儿，结果愣是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这让他们感觉对着空气说话好尴尬呀。怎么不出来呢？该不会是怕了吧？胆子这么小，应该不会吧？是不是没有听到？要不咱们再大点声？那试试。随后又有人卖力的大声喊着，试图把人逼出来。结果一直等到天黑都没看到一个人影，反倒是他们说的口干舌燥，再加上身上的伤痛，人都开始变得恹恹的。他们不会害怕的畏罪潜逃了吧？不可能，甄家都被咱们围着，真要是走，早就发现了。那些人还久久站在院外，不愿散去。林城不是有城主吗？他又没死，让他滚过来处理了。当夜，城主府花天酒地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看到眼前的一幕，目光冷冷一扫，那些歌姬全都吓得花容失色，发出了惊恐的叫声。这些人纷纷四处逃窜躲避。你是何人？敢闯我城主府，活腻了是不是？来，让本城主好好看清楚你是谁。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来我这里闹事。叶萧视线冷冰冰地看着眼前的城主，对其鄙夷得很。大周皇帝可真是会算计，弄来这么个酒囊饭袋来管理临城，将属于王爷的城池管理的乌烟瘴气。该死，真是该死！什么东西？这么一看，瞳孔逐渐放大了。这是活阎王幽王的令牌。小的见过幽王殿下。殿下有令，命你现在即刻前往甄府，将包围甄府的人驱离，不得影响甄府。是，小的这就吩咐，这就下令把那些人赶走。叶萧转述之后，人迅速的离开。跪在地上的城主大人身体一个瘫软。来人，去派人将围着甄府那些人全部赶走。谁敢抗命，就地打死。是。活阎王来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甄家被围堵的事呢？临城发生的事情他也是知道一些的，不过事不关己，他并不在意罢了。现在他不得不上心了，若是让活阎王一个不快，自己极有可能人头落地，这绝非是自己想看到的。来人，快来人！城主，去速打听，可有什么贵客住在甄府？必须事无巨细的打听清楚。是。见城主神色慌乱，是从未见过的慌乱，下属也不敢怠慢，抱拳匆匆赶过去打听消息。甄府，甄家下人很快再次来人告诉了甄宝玉，将甄家包围的人来了一群人，将他们全都赶走了。不觉，我有个想法。随你，你怎么高兴怎么来。城主府在哪里？啊，美人姐姐，你想做什么？干啥呀？就是单纯的想灭个人。美人姐姐，你不要说的好像你出去兜个风那么简单。可是美人姐姐，这临城城主若是没了，还会有下一个城主来的。不会有下一个城主了。啊？坐着的赫连叶却是明白了江银这句话的意思，他这是打算盘下这座临城给自己当城主吗？原本还想找个地方培养自己的势力，可现在看来竟然有人把地盘送到自己的面前。叶一和叶萧齐齐地看向王爷，王妃要抢王爷的地盘，这……皇婶，这临城是……安王刚要开口告诉江银临城是皇叔的地盘，结果刚一张嘴就被一杯茶水堵住了嘴，茶水滚烫，安王被烫得面红耳赤，原地蹦跶。刚要出声质问是何人所为，结果看到的是皇叔，他弱弱的又带着委屈的看着赫连叶。皇叔，这茶水刚烧开。喝你的茶水。你刚才说这临城怎么了？临城没什么，没有什么。
他哪敢再说什么啊？再说下去，只怕烫的就不是嘴了。哎呦，可怜他呀！为什么每一次受到伤害的都是他？算了，这林城也不是多好的地段，就留给别人头疼去吧。他可不是傻子啊，那二人眼中透着猫腻呢。你若喜欢这里，尽管拿下就好，何必在意旁人？不用，我想到了，既然想要有自己的势力，就得找个稳妥的地方。这地方是大周地盘，不妥的。我要找个无主的。美人姐姐，想要无主的，那多半是要去海域的方向。海域上有不少岛屿，那几乎都是无主的。海域？你知道在哪里？那些岛屿当真是无主的？一些岛屿的确如甄宝玉所说是无主的。海域宽广，有很多岛屿都是属于无主的，这也是海域一带海盗猖獗的缘由。很多地带属于三不管。对，美人姐夫说的对。行，那下一站去海域。海域好啊，要是把那块地方盘下来，谁也管不着。真要是有人想管着，那里可是海域啊，也是谁都不能闯的。到时候把那边的海盗全部盘下来，听话的留下，不听话的留下来当苦力，总会听话的。这样自己的势力不就有了？越这样想，江银越觉得这地方好的不能再好了。要没人的地方，那可不就是等于自己来接收吗？那个，临场结束之后，咱们去海域。皇神，怕是不行呢。怎么不行？皇叔非诏不得擅自离开，若是被父皇知道，京城那边的幽王府就危险了。等等，你们究竟是什么身份？你口中的父皇是谁？还有你一直喊的皇叔是？没跟你说吗？我皇叔就是这位幽王殿下呀。皇婶自然是幽王王妃啊，而我是安王，这位是我的王妃。刚让嬷嬷搀扶着自己进来的老太太恰巧听到了这里。什么幽王妃，安王妃，这是皇族啊！老太太的身体一个摇晃，直接跪在地上了。老身不知是王爷和王妃驾到，怠慢之处，还请王爷王妃恕罪。老夫人被嬷嬷扶起来，跪在地上请罪，然后给了孙儿一个眼神，让她也跪下来。甄宝玉这才反应过来，慌忙的跟着跪下。我们出门在外不便透露身份，你们也不用如此尊礼。起来说话吧，安王说的对，我们的身份不便透露，你们还是如往常一样就好了。甄宝玉在旁边，视线在他们的脸上紧紧的盯着，来回看了好几次，然后又捂着脸，面色通红的，整个人看起来很激动。宝玉，你这是？不就是个身份吗？瞧把这孩子激动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王爷和王妃。只是一个称谓，我们也没多一只眼睛鼻子的。另一边，林城城主从属下得知了甄府那几个客人的信息，并且得到了一个可怕的结论，那其中有一位极有可能就是活阎王。活阎王不是一直留在京城的吗？圣上对他诸多照顾，不舍得让他离京受苦，一直留在京城啊。说是留，那也就是官场上的客气话。拥有9个城池的幽王殿下一旦离京，对圣上也是潜在的危险。可现在幽王殿下就在这儿，快随我去迎接幽王殿下。到了甄府门外，林城城主带着人齐齐跪下。林城城主前来恭迎幽王，不知幽王驾临，臣有罪。林城城主喊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到主角出现，他在林城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想不到在这里栽了跟头。等着吧，他都会一笔一笔记下来的，届时再与他们好好盘算。甄府的下人将门外的情况转述到了赫连夜他们耳中。去郑州府。不去，我嫌脏。不去便不去，让他们哪儿来的滚哪儿去。若是再吵着本王，提头来见。是，王爷不愿见我。王爷说了，你若是再在甄府门外喧哗惊扰休息，提头来见。林城城主心想还能说什么，当即林城城主带着人火速的离开，生怕晚一会儿头不见了。等到他惊魂失魄的回到府上之后，又冲着下人发了好大一通脾气。林城城主也不过如此啊！谁？是谁？你想除掉这些人吗？林城城主不说话，因为他的确存了心思要杀了这些人。他在林城的作为一旦传出去，自己是一点活路都没有了。那暗处的黑袍似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再一次发出了咯咯怪笑的声音。与我合作吧，与我合作，一起送他们上路。合作？你想要怎么合作？把林城，把你都交给我，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那道声音充满了蛊惑。林城城主在犹豫，这玩意儿人不人鬼不鬼的，把自己交给他还能活吗？你现在的处境
还有选择的机会吗？那伙人已经对你动了杀心，你做过的那些事，他们都会知道的，你活不了的。你当真可以帮我杀了那些人？你放心，他们也是我要杀的目标。好，如果你能杀了他们，想要什么随你。见林城城主答应，黑衣人笑了，咯咯咯的大笑，随后化身一团黑雾冲进了他的身体里，黑气进入他的身体内，钻入了他的四肢百骸里，痛苦万分。他狰狞着一张脸，两手痛苦成爪，仰天发出了痛苦的惨叫，身体的骨骼好像全部被移位了似的，不断的重组，眼白渐渐的被染黑，短短的几息之间，一切动静都化为乌有。房间内的动静引起了门外护卫的猜疑。城主，你怎么了？喂！护卫也没有在疑心，继续守着外面。而屋内，新城主低头打量着自己的新身体，这个身体比之前的老道年轻多了，虽然这些年来透支了不少，但总归是个年轻的身体。他低着头欣赏着自己全身的身体。之前老道自爆的时候，他早就化成了一团黑雾，快速的离开，让那些人误以为他死了。哼，他是死不了的，反正找不到他真正的本身，他就可以无限复活。那些人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城主低头呵呵一笑，紧接着翻身朝着床上睡下。接下来又有好戏要开始了，他很是期待。翌日，城主亲自带着城主府的人在城中几个地方设立粥棚，开始布施，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邻城百姓都觉得城主一定是疯了，他搂财搂得紧，堪比扒皮，又怎么会舍得施粥给城中百姓呢？这其中定然是有阴谋在的，不然不会这么反常。你们还不知道吧？咱们城中来了不得了的人了，城主是做给那些人看的，自然这粥是真的。什么不得了的人？不知道，不过能让城主都忌惮的，您猜对方什么身份？有了这些人暗地里传播信息，之前还迟疑城主做事的那些人也开始渐渐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就有人拿着碗去领粥，粥棚里的粥还在锅中翻滚着，浓稠，散发着阵阵的米香味儿。除此之外，里面还加了些蔬菜和肉泥，看起来很是有食欲。有一些人已经忍不住了，冒死上前领了一碗，结果还真的给了，也没有被打被骂，而且还是很和气的给盛了满满一碗。有人大胆的当场吃了一口，围观的人都紧张的看着，看看有没有在里面放了什么。怎么了？是不是很难吃？还是里面……太好吃了，这粥太好吃了。其他人见他吃了大半碗，一点异样都没有，这才放心的排队领粥。吃完之后都觉得不错，纷纷回去吆喝着家人一起过来继续。几个粥棚变得空前的热闹，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捧着碗或者其他的器皿过来要粥。如此热闹的景象，很快整个邻城都知道了。甄府下人出来采买，也看到了这个盛况，当即回到府上，连说带手似的告诉主子们情况。你说什么？城主在城中设立了粥棚在布施？不就是布施吗？估摸着知道咱们在这里，想将功补过赎罪呢。现在来补救也太晚了一些吧？晚不晚他也要做呀。如果他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任何作为，那是纯属作死了。不过知道林城城主的一些事之后，眉宇间露出的都是嫌恶。如此恶贯满盈的人怎么配做城主呢？何况这城池是先皇赐给皇叔的，结果就是这样管理的。林城这边的动静势必会传到京中，到时候传到上面那位的耳朵里，即便皇叔很受宠，也只怕会引来一些震荡。安王头疼，生在贵族中的苦恼啊！他不想皇叔出事，也不想让父皇为难，夹在二人之中，他感觉自己好痛苦。这也是导致他一夜未眠，顶着黑眼圈的缘故。百里商坐在窗边享受着春风，却听着耳边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又叹气，好好欣赏外面风景的心都没有了，气得直磨牙。你抽什么风？有话说话，有事说事，在我面前唉声叹气做什么？老子的运气都被你探没了。他好好一个江湖游侠，就这样跟着这群人拴在一起，他都没有叹气呢，一个王爷有什么资格叹气啊？你不知我的苦恼，身在我这个身份上，我是左右为难啊。百里商嘴角抽抽，恨不得一脚把这货给踹出去。一个傻缺王爷装什么忧郁呢？真是白瞎了那么漂亮的女人，嫁给这么个蠢货。你不懂啊。你他娘的，唉声叹气，滚到别的地方去。在他踹一脚出去的时候，安王早一步跳了出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连城城主作孽太多，朝廷不会放过他的。切，你不懂，这是皇叔的地盘，出了这档事，恐生嫌隙。你想的有点多。连城城主不作为，在连城境内坏事做尽，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此等人罪不可恕，死罪难逃。如此之人，法不容情，又怎么会生嫌隙？作恶的是他，与那二人有什么关系？
那大周皇帝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视那个女人为眼中钉，不许幽王身边有亲近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会拿出凤凰羽给他，请他出面解决了。凤凰羽那么珍贵的东西，百里商在想，先帝怎么舍得给他呢？只怕是别有用心的劫取，抢了别人的凤凰羽据为己有了。是了，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我这就去搜集证据去。有了这些东西，看宁城城主还认不认罪。百里商看着他火急火燎的离开，摇了摇头。唉，皇家有这么一个单纯的家伙，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安王转身去找了甄宝玉，说了自己的想法。二人一合计，觉得可以呀，决定出去寻找临城城主的罪证。江银并不知道他们二人去干了什么，他们只说是出去散散心，便由着他们去了。现在他正沉浸在甄家厨子所做的美食之中，每一样都好吃得很。需要他们忙什么？这事本王已经安排了。那两个也是想表现一下，既然想，那就让他们折腾去，看看能折腾出什么来。是啊，也让本王见识见识他们的能力。夫妻二人的谈话像是讨论自家孩子实力问题的家长。对了，你过来。百里商察觉情况不对就想跑，总觉得在这女人身边就没好事发生。你要是跑的话，我就把这个张贴在满大街上。江银从袖中摸出了几张照片，百里商定睛一看，这一看整个人都不好。他喵的，谁把他沐浴还有睡觉的样子给画出来了？赫连叶看到这几张照片，视线一寒，看向了江银，让他给个解释。江银无声说了小虫子，赫连叶秒懂，收回了视线。不过刀人的眼神一直嗖的落在百里商的身上。你对我做了什么？要是被天外天的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简直丢死人了。他以后还要不要在天外天混了？你跑啊，继续跑。百里商一噎，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挪步站在了江银的面前。你慌张什么呀？如果真逃，你逃得了？我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遇上你？说吧，什么事？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再说一说天外天的事儿。啊？你打听那么多做什么？有时候知道太多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我想着咱们遇上的这几次事情，若是找到天外天的人，能不能解决？这黑人的招数很诡异，我有点不懂，想找一些专业的请教一下。若是我没记错，咱们遇上的这些都是与术士有关。术士？这些人很稀少，但实力很大，他们可以点石成金，也可以飞天遁地。总之他们很强，非常强。如若今后遇到，我奉劝你不要好奇，速速离开。哦，这么厉害啊！他们的术法变幻万千，防不胜防。就如这次遇上的傀儡术，还有那些鬼魅，对术士来说轻而易举，简单机操。他想着自己说的这么严重，这女人应该知道如何警惕小心了。结果发现他错了，这个女人似乎更加兴奋，两眼冒光，对术士很是感兴趣。天外天的路知道怎么去的吧？百里商抬头望天，眼睛闪了闪。这个天外天外面有阵法，每隔一段时间会变换，并非是固定的一种，所以出去的人也是很难回去的。换个意思，是不是你一直不回去天外天，也是因为被拒之门外了？谁说的？谁说的？这是污蔑！污蔑！看着他反应像是狗踩了尾巴，江银就知道自己猜对了。这狗东西绝对是找不到进天外天的路了。哼，万分嫌弃的白了他一眼。谁懂啊，兄弟们，被人一眼看穿，这感觉谁懂啊？感觉底裤都被人扒光，一丝不挂了。另一边，甄宝玉跟着安王乔装打扮，鬼鬼祟祟的贴着城主府。他们这样异常的举动，早就有人上前举报给了城主大人。哼，把人都撤了，让他们进来。是。真是瞌睡送来了枕头，他还在想怎么接近他们，结果自己就送上了门。城主府我来过，我知道书房在哪儿。我们扳倒临城城主就靠你了。放心，为了我师父师爹，我一定会努力的。这次事情你办好了之后，我也会替你说话的。二人摸索着找到了临城城主的书房，他们谨慎地看着四周，心里暗想着这城主府的警戒也太低了。不过也正好方便他们办事。左右看了一圈，确定没有什么人过来之后，他们推门忙走了进去。刚推开门的时候，二人的脚滑了一下，齐齐朝着地上摔，长长的头发勾在了门上，拉扯着头皮巨疼。二人嗷的一声就要惨叫，然后相互捂住了嘴巴，彼此忍痛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可不能叫啊，会引来别人的。二人这样想着，死死的咬牙。等缓过气之后，二人都疼得捂着脑袋。怎么刚才就勾住了头发呢？他们抬头仔细看，发现门上有不少锯齿似的东西，也难怪刚才他们没有注意到。至于锯齿上勾着的头发丝儿，他们并未在意，而是忙着去翻找东西。只是他们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什么罪证，还要继续寻找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声音，他们只好作罢，匆匆的离开。不好，有人闯入城主府，大家快去搜，务必把人抓到。怎么办？搜，要是被人发现，咱们就走不掉了。甄宝玉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听得安王的话之后，点了点头，跟着一起离开了。
二人溜到后门，找了一个出去采买的理由之后，急忙逃走。等他们走了之后，就有人向林城城主说，二人已经离开了城主府，他们朝着甄府的方向去了。好了，本城主知道了，你们下去吧。林城城主走到书房门口，看着门扉上挂着的几缕头发，唇角勾起了冷笑。很好，不枉费自己放水让他们进来，有了他们的头发，接下来就好办事多了。接着他面无表情地将头发缠绕在2个娃娃身上，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继续施法。随后将2张符纸放在娃娃的头顶转动一圈，手一抖，无火自燃，与头发一起燃烧。紧接着娃娃的2只眼睛红了红，不远处安王和甄宝玉二人忽然感觉头顶发凉，全身发冷，脚步踉跄了一下，不过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二人也没有多想，继续朝着甄府狂奔而去。成了。你刚才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就是刚才有一瞬间感觉全身发冷。对，我刚才也有这种感觉。你也有啊？该不会被什么盯上了吧？不能吧？2个人对视了一眼，接着神色一变，齐齐拔腿就跑。风一般的速度，二人朝着甄家的方向狂奔。听说你们出去1天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嗨，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得到线索的，我们还得继续。那你们努力，若是做好了，我答应你们一个条件。皇婶，当真？美人姐姐，你说真的？能让江银松口答应一个条件可太不容易了，这事儿得成，必须的。关于林城城主罪证的事儿，赫连夜已经安排人去办了，不过他没有声张。那2个既然乐意，就让他们先忙着，看看能找出点什么来。皇叔，请喝茶。美人姐姐喝茶。而就在这个时候，二人突发异变，眼中露出了红光，紧接着手腕一转，藏在袖中的短笔分别朝着赫连夜和江银的心口刺下。二人都是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暗算。王爷，郡主，短臂刺进赫连夜的心口处，他没有防备，被刺了正中，一个心血从口中喷出，随后他抬起手朝着安王拍了过去。安王被拍飞，摔进了花丛里，可紧接着整个人从花丛中弹起，朝着宁雪薇等人冲去。而江银在甄宝玉出手的时候，出于身体本能的反应，快速的抓住了短臂，短臂刺穿了掌心，并未刺进胸口。江银抬手就要去拍甄宝玉，谁知甄宝玉预先朝后猛地跳跃躲避。他们2人不对劲。在他说此话的时候，安王和甄宝玉二人又齐齐出击。这一次百里商出招了，他手中的铁扇展开与二人周旋。叶一和叶萧二人见状也齐齐上前，没想到手无缚鸡之力的二人这会儿竟然武功大增，他们联手压制，竟然也是堪堪打了平手。江银顾不上其他的事儿，而是忙着上前查看赫连夜的伤势。见赫连夜心口被扎了个窟窿，鲜血从里面不断的冒出，眉心蹙起，急忙找出凝血剂给他注射，却发现没有用。赫连夜失血越来越多，他手捂着伤口，鲜血从里面渗出。为什么凝血剂没有用呢？怎么会没有用呢？百里沙，为什么他的伤口坚持不住？匕首上被人涂了剧毒还有蛊，这是让他必死。什么？那边安王和甄宝玉还在失控着，二人就像是提线木偶一般挥舞着手脚，用短臂朝他们攻击。不过有叶一和叶萧二人顶着，暂时不用担心。别急，别怕，本王生命不长是注定的，只可惜不能继续陪你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相信我。你总是强大的过分，本王都没有用武之地。江银，不必为本王冒险。江银紧紧地攥着他的手，输送着木之力，结果发现不管他输送多少，木之力都会被分散掉。这个毒术还有蛊什么的，竟然就这么厉害吗？在凝血剂没有用，木之力也失效的情况下，难道真的无力回天了吗？若想救他，就得去天外天找这方面的人解蛊。天外天？天外天的人可以救他？是，那里能人济济，自然能知道解蛊的人。好，那就去天外天。天外天？你以为是去别的地方吗？你理智一点，就算你到了天外天，你夫君这样子也未必能撑得住。他可以，他若敢放弃，我就找一屋子的男人在他坟头唱歌跳舞，我还要洞房，让他坟头长草。我操，你好狠好毒啊！你敢！已经陷入昏迷的赫连夜嘴唇哆嗦，虚弱地说了2个字儿，但气势很强。百里商都感觉自己的头皮发麻了，他可是真敢说呀。百里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江银不管，他低着头看着赫连夜，随后凭空出现了一个类似水晶棺木的东西。他小心地将赫连夜放在里面，接着朝里面倒了一些不明液体，将赫连夜全部都泡在里面。百里商看着凭空出现的水晶棺木，还有他所做的，整张脸都木掉了。早就猜到这女人有些古怪，想不到今天却是真长见识了。不过并未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他在天外天见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醒来的，有我在，
你就不会死。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个地方。说罢，瞬间消失在原地。我也去。确定你不先处理伤口？江银抬手看了一眼，无所谓的甩了甩，然后试着用木之力治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与贺连夜一样中了剧毒和蛊，结果看了一眼愈合的伤口，为何我没有中毒？的确没有中毒和中蛊的迹象，莫非对方想活捉了你，还是另有目的？哼，算盘打得可真是响亮啊！江银冷笑一声，再次飞起，向城主府而去。不多会儿，二人齐齐出现在城主府的上空。江银将要落下去的时候，百里商猛地抓住他，用力朝后一扯。干什么？城主府内过于安静，不觉得很诡异吗？大抵是做贼心虚了。百里商是无了个大雨，他站在屋顶上，掀起了一块瓦片，朝着城主府的空地抛下去。瓦片飞落，在朝着屋顶落下去的瞬间被搅碎成渣。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银看到了无数个密密麻麻、类似蜘蛛网的东西罩着城主府，不管什么出现，都会被搅成渣。若是刚才自己贸然跳下去，这会儿成渣的就是自己了。这蛛丝好厉害，这是天外天才有的东西。哦，这么说，我已经得罪了天外天，他们这是大阵仗的来搞我了，对我男人下毒又下蛊，就重伤了我。我去天外天讨回公道再正常不过了，是不是？百里商木然的点头。很好，很好，正愁找不到去天外天的理由呢，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天外天，如果你想捧高天外天，踩低自己的话，那就别说了。好吧，那接下来怎么做？这种丝，火可以烧吧？应该行吧。江银扛着喷火筒直接喷，烈烈焰火烧着那些蜘蛛丝。过了一会儿，发现纹丝不动，看来火攻也没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找出幕后主使。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瞧着他手中又拿出一个东西，类似长剑，然后阴阴的一笑，朝着那些坚韧的蜘蛛丝切了下去。他原想阻止，火攻都没有办法，更别提他手中的东西了。结果看着平平无奇的长剑，就那么随意的轻轻一划，坚韧如钢的蜘蛛丝竟然破了。真是可惜呀，你竟然破了天网！原以为留你小命，还能看到人间最美的风景呢。天网，就是像蜘蛛丝的那个小破网，东西也不怎么样嘛。说吧，安王和珍宝玉二人，是不是你在背后操控的？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来兴师问罪。这声音与那老道很像，你究竟是谁？我曾听闻有种术法可以夺舍，只怕眼前这位根本就不是连城城主，而是另有其人。夺舍？那是什么？夺舍的意思就是灵魂跑到另一个人的身体内，这是道家的一种术法，可以借此还阳。眼前的连城城主只怕是被人夺舍，已经不是他了。这话说的没错，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并非是我夺舍，而是他自愿献出身体为我所用。你答应了他什么条件？不然他又怎么会答应献赦？条件很简单，我说会帮他解决心腹大患，帮他除掉你们。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罪无可恕，为了活命，决定将你们留在连城，这样他就能继续做连城城主，无人知道他的罪证了。他想的倒挺美，你是那个老道，你竟然还能复活在别人的身体里。只要我灵魂不灭，你是杀不死我的。江银，你这个贱人，杀了我的傀儡，毁了我那么多的信众，害我沦落到如此境地。今天你哪儿也别想走。说完，四周狂风大作，刮起了小旋风。林城城主踩着风飘到了上空。天外天的叛徒，你还没死？叛徒？哼，好大的口气，竟敢这样说我！你觊觎凤凰羽，从天外天偷走，却屡次失败，便毁了天外天的入口。你不是叛徒是什么？你可真该死啊！凤凰羽这东西很稀缺吗？我不是给过你很多吗？需要你偷什么呀？拿出来炫给他看，闪瞎他的眼，看他还怎么说你是小偷。是了，你说的对。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把凤凰羽，羽毛出现，带着金色的红光，即便是夜晚亦如同火似的栩栩如生。凤凰羽？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世上凤凰羽十分珍惜，你手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凤凰羽？说，你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你这人耳朵是不是不太好啊？都说了是我给的，你还要追问？
江银嘴里轻啧了一声，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差，直接从袖中掏出了一大把，抛洒在四周，一把又一把，看得老道的眼睛更红了。凤凰羽，好多好多的凤凰羽，这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啊？然而这还不算完，下一秒她直接一把火烧了个干净，面色平静。你干了什么？我的东西，你管我怎么做？你果然留不得，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你竟敢用招魂幡！你不知道天外天的规矩吗？你这是犯了禁忌。那又如何？只要你们都死了，谁会知道？何况天外天更不会知道。他说的招魂幡是什么？招魂幡就是将附近的黄魂吸入幡其中，为他所用，所吸的灵魂不死不灭，无法转入轮回投胎转世。总之是个很阴险的术法，修炼此等术法也是邪修。你跟他们打，老娘现在弄死那个玩意儿！他抬手扛起了狙击枪，对着老道就是砰砰砰开了几枪，一枪在眉心，一枪在心口，其他几枪他是故意打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纯粹看这个人讨厌，单纯的想弄死他。你妈的，招惹他！百里商听到身后砰砰砰的几道声音，回头一看，林城城主已经毙命倒了下去，而失去控制的招魂幡也跟着倒下去，那些鬼魂也没有了攻击力，继续无神的在空中飘荡。这些你会处理吗？这是道家术法，我不会。还说自己是天外天的人呢，就这。操，老子是来自天外天，但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突然觉得暴露自己是天外天的身份是他至今最后悔的决定，丢人啊，太丢人了！甄府以老夫人为首跪在外面，孙儿闯下了滔天大祸，他这个做奶奶的理应首当其冲的前来请罪。他怎么也没想到孙儿竟然敢行刺幽王妃，那个是谁啊？那个可是活阎王的妃子，他怎么敢的？这小子之前不是还说喜欢幽王妃的吗？怎么会对他出手呢？老夫人呐，你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母子二人被你们送死啊！有怪就怪宝玉啊，人家对他那么好，他做事要行刺啊！现在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可不能陪他送死啊！走，你们走，我甄家是福是祸，今后都与你们无关。儿啊，咱们娘俩可不能死在这里啊！走，快走！老夫人，你们这是做什么？罪妇代全家向王妃请罪，孙儿甄宝玉犯下滔天大祸，罪妇知死罪难逃，罪无可恕，也不敢为孙儿求情，但斗胆请王妃宽恕，让他死得体面一些。甄宝玉是被人控制了才发生这次的意外，你不必往心里去。这件事说起来他也是受害者，不会有人降罪给他。天色不早，老夫人你也别在这里耗着了。总之这件事甄家无事，甄宝玉也不会有事，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还有事，老夫人自便。说着与百里商一起走进了院子。走进屋内，安王和甄宝玉还陷入昏迷中，郭源和宁雪薇一人守着一个，正中间还放着一个晶莹剔透的营养舱。泡在液体里的赫连叶此时双目紧闭，躺在里面休眠。听百里商说那老道自爆之后，就被林城城主献射，借用了他的身体。我估摸着二人今日的异常，与他们去城主府之后脱不开干系。所以他们两个并非是故意伤害王爷和郡主，而是被控制了。是，百里商说是傀儡术，这种术法落在他们身上，也是很伤他们的身体。目前的老道受了伤躲了起来，此地暂且安全，但是唯恐生变，我们还要离开这里。他们二人身上的傀儡术以及幽王身上的毒蛊都需要找人解开。那去哪里？天外天。天外天？可是百里公子不是说非常人所能去吗？咱们不知道路该如何去呢？他不就是天外天的人吗？让他带路。不是，你们刚才也听到了，我就是个天外天的叛徒，我回去没好果子吃的。那又如何？我他妈的怎么遇上这么个就说不出话了，真是要被气死了。哎，不要那么暴躁，这有我呢嘛，我带你杀回去。鉴于你的表现，大不了我给你找回场子，让你在天外天横着走。先说好，你们别反悔，去了天外天，你那一身的本事记得收敛点儿，可别让那伙人注意到。我尽量吧。什么叫尽量？你不要过去搞事情啊，那可是天外天，天下奇才汇集点呢。
天外天的附近有磁场，还有阵法护着，只能去附近，然后寻机会进入。他让甄府找来一辆马车，然后拉着众人离开。甄老夫人看着闭着眼睛睡着的甄宝玉，也不知道此行是福是祸，但也得亏是幽王妃愿意带着他离开，为他治病，应该是幸运的吧。出门在外的需要打点，这些是老妇准备的，还望王妃收下。孙儿就拜托王妃了。放心吧，收了钱财，自然会护他周全。他心知若是不收，老夫人定然不安。既如此，那就收下。回去吧，老夫人，已经看不见了。回去。您可不能有事啊，不然少爷回来，若是发现您有个什么，你让他如何是好？这世间可就您一个亲人了。啊，是了，你说的对，我得好好活着。这次大难不死，我定要每天焚香祷告，好好祈祷幽王一人平安归来。他们安好，我孙儿也就安好了。是了，就是如此。有了这信念，甄家老夫人的精神头果然好了不少。往后每天都会做善事，焚香祷告，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一行人平安回来。再说江银这边，他们从临城离开之后，就选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从马车里陆续下来。对于接下来的事儿，除了百里商，其他人都知道郡主要放大招了。随后江银凭空出现一个蛋形飞行器，对于眼前看到的一切，他指着飞行器又指了指江银，满眼都是不可思议。这个女人牛大发了，还吹牛说自己是天外天的人呢，结果就这么点见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呀，来自遥远的星星。什么？来自遥远的星星？哼哼，可真是够能扯的。走了，快点出发。江银回头看了一眼众人，确定全部都做好之后，便启动了飞行器。出发！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飞行器开始启动，有一瞬间的失重感。飞行器几秒就升到了千里的高空，朝着某一个方向飞速而去。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天上。皇婶，美人姐姐，皇叔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他怎么在这里面？对呀，美人姐夫怎么了？怎么会在里面？他抛的是什么呀？你们两个之前的事情不记得了？记得什么？对了，我们不是在讨论如何找林城城主罪证的吗？怎么皇叔？难道皇上让林城城主给伤着了？你的皇叔在你眼中这般没用吗？好啦，就你那脑子，还是别想了，本就不聪明，再想要坏了。这是哪里？这是天上。美人姐姐，这是什么东西啊？竟然如此神奇，可以把人带到天上来。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掐了掐旁边的安王。你扭我做什么？我看看是不是做梦。是不是做梦？你扭自己啊？可我怕疼。你怕疼，我就不怕疼了。甄宝玉，谁给你的胆子敢扭我的肉？我自己的胆子。我只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你刚才也想试试吗？现在知道疼，就说明不是。哼，你的意思是我还要谢谢你了？你要是谢谢，我也会受的。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知道内情的众人见江银都没有说出实情，他们也就不便说出来。两个人吵吵闹闹的，倒是分散了压抑的气息。这次我们去天外天。去天外天？你答应带我们去天外天了？皇婶，皇叔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就……他没死吧？他没事，不过身上中了毒蛊，只能泡在里面，找人来治疗。那究竟是什么人？皇叔的警惕心这么强，能伤到皇叔的，只怕此人很得皇叔信任。那会是谁呢？安王的眼睛落在叶一和叶萧二人的身上，随后极快的否认，不可能是他们两个。如果是的话，皇婶早就要了这两个人的命。那会是谁呢？还有多久到？快了，3个小时就出现在了百里商所说的距离天外天最近的地方。先找个地方住下，再打听一下怎么进入天外天。很快，叶一找到了一家客栈，为了不被打扰，直接包了下来。大半夜的送来这么个大户，客栈掌柜的乐疯了，忙喊着店小二打扫房间、烧热水，态度热情的很。尤其看到进来的这一伙人，个个颜值不低，气质不凡，心里就明白这些人非富即贵。百里商，你出去打听一下天外天的入口在什么地方。你让我去打听？不然呢？我吗？好，用完早上我就去。你们两个也别闲着，待会儿用完膳都出去打听。怎么打听？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凤凰阁里的首饰都是这类女子最爱的，
还有牡丹坊，那里面的胭脂水粉还有香粉货也好得很，童叟无欺的。水仙坊里卖的衣裳，也是咱们这生意最好的一家。他们家每个月都会出上几款新款，还会定制。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是面料和款式都是独此一家，很受大户人家小姐的喜爱。多谢掌柜的。主，咱们去哪儿？先去买衣服，然后首饰和胭脂水粉都给买了。倒也不必这么破费。这次来还不知道要待多久，多准备几身也方便换洗。几位需要什么？给我这2个妹妹搭配几身衣服，料子要好的，价钱不是问题。姐姐，你不选吗？我不选，你们2个选吧。哎，你说这几位该不会是冲那边来的吧？来了也是白来，那地方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去的吗？别想做白日梦了。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土包子，出来丢人现眼的。嘘，你声音小点，人家会听到。听到就听到，还怕了他不成啊？他走过来了。江银面无表情地走到他俩面前，抬起手迅速地给了粉色裙子女子扇了2巴掌。你怎么打人呢？打他？你们心里不是很清楚吗？瞧你们也算是出身良好，却不想长了长舌妇的嘴，说着别人的是非。我没敲碎你们满口牙，都算我心地善良。你来人！五小姐，你们瞎了不成？看到本小姐被人欺负，就还能站在外面，把她给我抓起来！本小姐要弄花她的脸，还要把她扔到暗场里，让她这辈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哎，玉瑶，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一些？虽然他打了你，可咱们之前背后说的那些话也的确有失妥当。你这样，你给我闭嘴！难道本小姐说错了吗？他们这一行人一看就不是我们这儿的，就是从外乡来的土包子。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当谁不知道呢？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呢？想来见谁就能见到的。哦，那你来说说，我们是来做什么的？说吧，说说你都猜到了什么？你们这些外乡人来咱们这儿还不是为了能进入天外天？哦，你去过？天外天是什么地方啊？可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哦，你没去过呀？我没去过又怎么了？这里的人也没几个去过天外天的，能去天外天的凤毛麟角，可不是谁都有资质的。去，把他抓起来，抓起来！随后，朝着江银包围过来的这些护院突然原地颤抖，身体不受控制的抖动着，一行人轰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怎么了？你娘愣着干什么呀？继续给我2个妹妹挑衣服。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江银没有理会他，重新坐回位子上。王玉瑶气得跺脚，什么心情都没了。回去他要把这事儿告诉爹，让爹给自己讨个公道。在宁雪薇和郭源2人选好衣服之后，带着2人离开，又去了牡丹坊挑选胭脂。很快，胭脂水粉挑好了之后，一行人又去了凤凰阁。据说这里是最大的首饰铺。哟，生面孔，妹妹是哪儿的人呢？之前未曾见过呢。我是凤凰阁的掌柜，你可以喊我一句娇娘。怎么，来你们店里买东西还要查明身份吗？既如此，那不买也罢。妹妹这么心急做什么？我也只是好奇问问，若是不想说便不说了。江银可不管这些，直接带着他们去楼上挑首饰。这里被我家小姐包了，你们下楼去买。哦，有些人鼻毛都从鼻子里钻出来了，还敢鼻孔看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鼻毛有多浓密啊！我的手！怎么回事？大小姐，救命啊！这人弄断了奴婢的手！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外仗势欺人！谁给你的勇气？小姐，奴婢不敢了，奴婢只是不想有人惊扰小姐。这里是凤凰阁，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的地方，本小姐来得，旁人也来得。你此话倒让本小姐成了不讲理的人了。我楚家养不起这样的奴才，将她赶出楚家。小姐，饶了奴婢一回吧，奴婢知道错了，求小姐给我个机会吧。抱歉，是丫鬟没规矩。这样，为表歉意，姑娘选套首饰，我送你。不必了，首饰我们买得起。但并未在3楼停下来，而是直接去了5楼。这5楼都是极尽奢华的首饰，一层比一层更贵。可江银直接选了几套，眼睛都不眨的付了钱。这位小姐，
为表歉意，婉玉请几位去楚府做客，不知可否？不是你的错，只是那个丫鬟狗眼看人低罢了。我们只是个外乡客，听说这里的风景不错，就来欣赏欣赏。过几日便离开了，就不去打扰了。告辞。女人太可怕了，这里的女人太可怕了，猛兽啊，猛兽！他们这两个怎么了？啊，那两个人呢，也没什么，就是被妇孺盯着，拉着手说说话，聊聊天。少女怀春，送一些秋波，再有一些男子邀请，要不要做兔爷？包吃包住还送钱，总之还是挺受欢迎的。你闭嘴！你闭嘴！本王脏了，本王不干净了。又是，好想回去找何妃退货。师傅，有人欺负徒儿，徒儿委屈，徒儿被玷污了。那你让人带着我去，我给你们找回场子。其实也没什么的，我全当是被臭虫给叮咬了。对，就全当被臭虫咬了。这么点小事就不劳烦皇婶出手了。皇婶，您还是歇着吧。确定？安王和甄宝玉二人连连点头，确定的不能再确定。是我们打听到的吧？我们在水仙房从一个小姐的口中知道了一些天外天的事儿，看她像是个知情的。我打算晚上夜访一下。好了，下面是你们了。我们去了几个地方，还未打听到有用的消息。要怪就怪他们，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盯上了，一直被缠着，压根就没机会去打听别的。这怎么能怪我们呢？我们也不想啊。谁知道这里的人像是没见过男人似的，不要脸的冲上来。对呀，那些人太可怕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顾不上了。对不起，师傅，您交代的事情我没做好。这事儿也不是马上就能打听到的，他们两人被耽搁了，你干嘛呢？我当然是给他们两个保驾护航啊，不然你觉得他们两个能顺利的回来？妈的，老子唯一受过的气就是在这个女人身上。再去打听，去一些花楼啊、说书的地方，好好打听。正好，你不是对花楼很有经验的吗？晚上你就去花楼。不行，我要为媳妇儿守身如玉。还是郡主的事要紧，我不妨事。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你要在你擅长的领域里发光发热。我很看好你哦。天外天的消息就指望你去打听了。皇婶，我能行？当然了，你可是安王啊，在京城里排行榜上有名的人物。你身上的特质以及你眼里散发出来的光芒，无不透露着你的智慧啊。以前你只是隐藏自己的实力，可现在是需要展现的时候了。我们这些人嘴笨，也不像你长袖善舞的，在花楼里游刃有余。这件事很重要，除了你，谁都做不到。我这么厉害吗？你们说是不是？是，哥，我师父说的没错，这去花楼打听消息的事儿，除了你，还真没别人能胜任。这在场的哪一个有哥你经验丰富啊？你再看看我更不行了，一看就是经不住事儿的人，别人几句话就能套走了，被人卖了还不知道呢。那样我师父可就没我这么可爱的徒儿了，也少了一个崇拜你的弟弟啊。你崇拜我？是啊，我崇拜你呢。你玉树临风，英俊潇洒，家世背景除了我师爹无人能及。你吃苦耐劳，面对任何事情都积极乐观，对妻子也好。如此优质的好男人，要哪里才能找得到啊？我有这么优秀吗？是的，你非常优秀。各位你们放心，我一定不负众望，会努力完成任务。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见不得小姑娘落泪。王玉瑶一听，眼泪哗哗哗流得更凶了。流眼泪流得凶，放过我。要我放过你也行，不过你得回答我的问题。若是你回答的可以，我倒是可以考虑，可别乱喊啊，不然会有惩罚的。杜鹃、婵娟，你们两个重伤了，人呢？你杀了他们！别说的我那么残暴啊，充其量是让他们睡着了而已。不过，江银停顿了一瞬，看向王玉瑶，闪烁着冷光。紧接着，王玉瑶的脸上又响起了啪啪两声。你怎么又打人啊？刚才跟你说的话忘了是不是？还敢喊？你若再喊，牙都给你敲碎掉。你想问什么？我要知道关于天外天的事儿，知道又如何？
天外天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去的。那便与你无关了，你只要说出你知道的。天外天的出入可有阵法守着，寻常人无法进去，但也不是毫无办法。哦，说说看。天外天里的人会定期出来，招收一些奇才带回去。哦，定期？如何招收？过几日就会有一场比试，只要赢得了第一，就有机会见到天外天负责的人，在他的引路下，你就可以进入天外天。比武？没有规制，挑战赛，谁站在最后谁就是赢家。你说的比试什么时候开始？3天后。你是不是想去比试？没有举荐人你是进不去的。举荐人？是要举荐人的，能参加比试的必须是高手，才能层层筛选，有机会进入天外天。看来你家是有这个资格的。你怎么知道？瞧，你不是主动告诉我了吗？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帮我。不，你别找我，这可不是小事。我爹要是知道会打死我的，你就放过我这条小命。我保证今后看到你，我看到你们，我马上绕道走，我再也不敢招人了。他轻抚王玉瑶的脸，王玉瑶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娘，女儿今晚要改啊！你白天不是挺嚣张的吗？这时候装鸵鸟做什么呀？你就把我举荐给你爹，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明天我等你消息。你还要来啊？去悦来客栈找我。另一边，楚婉瑜从凤凰阁出来之后就回了楚家，从探子那里得到消息之后，便去见了楚家的家主，也就是他的爷爷，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知了楚家家主。你觉得那女子不简单？孙女注意到她的呼吸很轻，双脚落地无痕，猜测是个高手，怕是冲着那目的来的。哼，就算他是又如何？你要知道，能进入里面的全是凤毛麟角，更别提还要成为那第一，那更是不简单。一个女流之辈，即便能成事，也成不了大事。此人不足为惧，不必在意。你有这个心是好的，这样待会儿去账房多领1000，留给自己零花。谢谢祖父。3天后会进行大比，你若有兴趣观看，咱们楚家这次举荐了10位，希望能从这众多的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祖父选的都是佼佼者，定能帮助祖父如愿。那祖父就借你吉言了。可饿坏我了，一晚上本王都没吃什么东西，肚子空空的，都饿疯了。怎么，红楼里的东西你没吃？红楼里的东西谁敢吃啊？谁知道里面加了什么？要是吃了不该吃的，那还不得被人给拿捏得死死的？那你说说看，昨个夜晚上都打听到什么了？你还别说，还真的让我打听到了一些东西。我们从花楼里的那些花娘里得知，这天外天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进去的渠道。你说的该不会是比武吧？皇上从哪儿打听到的？这没什么奇怪的，还记得我说的夜访吗？啊，还真的被你打听出来了？那你都知道了还找我做什么？我这一晚上都快折腾的散架了。若是你会只选一条路吗？怎么着也得多来几条啊。再说了，你这么说我心里更有底，对方没有骗我，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啊，哥，你这辛苦打探回来的消息对我师父十分有用。哥，你太厉害了。这次比赛我打算带上百里商，我们2人去比武。什么？我去？不行不行，那天外天选拔的人能看出我的武功路数，便会知道我是谁。一旦我露出身份，你们也危险。郡主，不如我们去吧。你们2人不行，你们要留下来保护这些人。那怎么办？我自己去。郡主，这件事很危险，您就不要以身犯险了。实在不行，就让安王去吧。我？师父，这件事的确很危险，不如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速成的武功？你快教哥，让哥去。妈的，毁灭吧！这个世间都担心皇上的安危，怕他有危险。难道他就不危险了吗？他就没有安危了吗？
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安王适合谈判，可不适合上台比武。对，我也就是嘴皮子厉害，拳脚可不行。我连媳妇儿都打不过，还上台跟人比试，这不是老寿星上吊，纯属嫌命长了。你确定亲自上？亲自去。哎呀，那我可要担心那些跟你比武的对手了，运气得多差呀，遇上你。呵，你怎么不说遇上我师傅是他们运气好呢？能跟我师傅对招，那是多幸运的事情啊！都把心放在肚子里，这第一我拿下了。王府，爹啊，救救女儿啊！不行，这可不是儿戏。你也知道楚家那边准备了多少高手，目的就是为了这次的比赛一举拿下第一。我哪里是胡闹啊，人家也是有实力的。爹若是不信，我把人带过来试一试不就知道了。若是赢过了爹你留下的那几个，岂不是更有胜算与楚家比拼？你说的那个人当真很厉害？爹，事情轻重女儿还分得清楚，自然是不敢拿这件事开玩笑呢。您若是不信，人来了您就让他比划比划。楚家那边从咱们这儿挖走了不少高手，若这人比那些人更厉害，那岂不是狠狠打了楚家的脸面？既然是你极力推荐的，那爹就给你一个机会，你把人带过来，爹要见他。王玉瑶见自己的爹松了口，终于答应让自己带着人过来见他，开心的喜不自胜。江银还在房间里休息，听到店小二来敲门，说是有贵客前来寻他，像是有要事，他便知道大概是王家那边来消息了。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这件事你办得不错，我跟我爹提起了你，我爹说要见你，随便。师傅，你要去哪儿？我也去。还有我也要。这帮人没救了。天啊，这人好俊秀啊，他长在了我的心巴上。这后面这位看起来很风流倜傥，也长在我的心巴上啊。不行，楼上那位也好帅啊，颇有江湖侠客的味道，也长在了我的心巴上。天哪，这三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各有各的特点，眼睛都不够看了。他们几位是徒弟、侄子，还有朋友。去吧去吧，没事的。我倒是要给爹解释，你带这么多人回去，确定你爹不打你？姐姐，江姑娘，你真的考虑清楚了？我知道这次比试的都是各中高手，这些王小姐已经提前告知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行不行，你验验就知道了。好吧，既然你坚持，那我也就尊重你的选择了。瞧着他们好像都不紧张啊。或许这女子真有几分本事呢。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就不要一个一个来了，全都一起上吧。哼，丫头片子好猖狂啊！是啊，该给点教训。小娘皮，这是你自己作死啊，可别怪哥几个下手狠。有这样的高手，那5个人还算什么？连个小姑娘都打不过，得亏没有送去参加比赛，不然可不丢了他的人。那楚家早就等着王家的笑话呢，这若真是送去了，怕是会被楚家嘲笑好一段时间。今后你每个月的零花钱翻一翻。这次的事你做得不错。王家主，你觉得我有资格参加吗？有，是王某有眼不识泰山，有眼无珠，错把珍珠当榆木啊。那我需要王家主的一封推荐信，不成问题吧？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天哪，这不是复活个5楼以上才能拥有的珠宝吗？一套下来不价10万啊，全都是名家制作，独具匠心。你确定这些都是给我的？这东西也不贵，收下吧。江小姐，关于明天的比赛还有赌注，要不要玩？那记得买我的，只买我的，稳赚不赔。这些银票你们几个分别去赌坊押注，就押我能赢到最后。发财的机会来了。必须相信师傅的。不过我有钱，来的时候奶奶给我塞了不少银票，不用师傅的，用我的钱押，输了算我的，赢了
就孝敬师傅。那你岂不是亏了？那不重要，只要师傅开心就成。媳妇儿，我身上没钱。你跟人家比什么？郡主给你的银票，你拿去便是了。赢了都是郡主的，输了回去后咱们补回来就成了。不是，这钱输了还得我来掏钱呢。媳妇儿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你说的天外天很强？今天天气挺不错的哟，还有鸟在飞。垃圾！师傅，你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太帅了！我竟然这么好运，拥有这么棒的师傅，我甄家一定是上辈子烧了高香，这辈子让我遇见了你。说起来，你有恩于王家，我王家这些年来一直被楚家压制，大有要被踢出局的势头，想不到今年却是峰回路转。我王家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东西，这次你帮我王家获得名利，说吧，开出你的条件，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可以。王家主的诚意我感受到了，待我需要的时候定会找你。那师傅，这些都是你的，都给你。不用，你自己留着花，师傅不缺钱。那不一样，师傅的是师傅的，我的是师傅的，现在我赚了的就是师傅的，师傅不能不要。师傅，您就收下吧，您要是不收，徒儿会吃不下睡不着，会每时每刻都会在检讨自己是哪里做错了。你只说把钱给他，怎么也不给哥哥点花花呢？不行，你成婚了，已婚男人身上不能有钱，有钱会变坏的。你是从哪里听的歪理？别管我从哪里听来的，总之就是不行。嫂子，哥他找我要钱，他想学坏啊！不是，我没有，真的没有。他诽谤我，他在诽谤我。你这是准备去干嘛？打扮的这么隆重。我这想着不是要去天外天吗？那定然是要留一个好印象，所以我就盛装打扮，可不能让天外天那些人小瞧了。我这样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儿？哎，别，我们只是去天外天见见世面，别让人觉得咱们是暴发户嘲笑。这是我最低调的一个腰带了。曲长老，让你久等了。快要到天外天的入境口了，不过这里海兽比较多，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若是被偷袭了，极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盘中餐。什么？他们还能吃人不成？爹，我好怕啊！魔皇，还有长老他们呢，他们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吧？江小姐，你来的正好，刚才曲长老说了，这块海域海兽很多，很危险，这下可怎么办呢？曲长老说的。是的，这下可怎么办？曲长老都不慌，你慌什么？这地方他来了那么多次都没事儿，咱们也不会有事儿。话虽然是这么说，可咱们这么多人，曲长老未必能护得下呀，还得需要我们自己。我说你好歹也是王家的家主，胆子这么点可不行啊！有我皇婶在，你怕什么？对呀，我师傅在这里，你慌什么？曲长老算个球啊！我师傅在，万事无忧。你们对我倒是很自信啊。就是相信师傅。行了，这个你戴在手上，然后你们都在屋里待着，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就留在屋内。放心吧，皇婶，我一定守着大家，全都待在房间里，即便外面天崩地裂，也不会离开。知道了，江小姐，我们不会出去的，山崩海裂也不会。我可不会游泳啊！我也不会啊！早知道就该学会游泳的。别怕，媳妇儿，咱们有皇婶呢。皇婶告诉我们，只要不离开这个屋子就不会有事，所以咱们要相信皇婶，她是不会让我们有事的。别！我害怕，我会不会死在这里啊？不会，你没听到他们说有江小姐在就不会有事吗？放心吧，真若是有什么事，还有爹一定会护着你。船舱进水了！船舱进水了！完了！难道今天真的要命丧大海？哥，你少乌鸦嘴啊！师傅不是说没事吗？那就一定没事的。爹，来生我还要做你的女儿。好，下辈子咱们还做父女。媳妇儿，等等，你的手
众人顺着他的方向看向安王的手腕，就瞧着之前不久黄婶送给自己的腕带在闪闪发光，紧接着紫色的光将他们笼罩在其中，他们竟然漂浮在水中，却丝毫没有任何摇晃。瞧见没？黄婶说没事就没事，看你们紧张个什么呢？这不没事了？刚才也不知道是谁，还不相信我师傅呢。哼，细节不重要，大体上我是坚信黄婶的，信黄婶得永生。哥，你真不要脸！呸！半个时辰之后，终于到达天外天了。这天外天是个什么地方？竟然连空气都比外面的甜美。这里灵气充裕，凡人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不过适应一会儿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奇妙。你奶奶的，敢偷袭老子！谁给你的雄心豹子胆？妈了个巴子的，老子就偷袭了，你能怎么着？打起来！打起来！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又有热闹看了啊！大家快来呀！好你个周扒皮，占便宜到老娘这儿了，看老娘怎么收拾你！哎呦娘呀，周三娘又发飙了，大家快跑啊！他们这是常态，你们在这里一段时间里要学会适应。白竹，你来。区长老，换我有何事啊？新人呢？你这是要做什么啊？啊，出来透透气。你身上的味道好特别呀。5天没洗澡了。你好歹也是个女人，怎么那么不爱干净？女人的话你也信？时候不早了，我先带他们回去安歇，有机会再聊。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除了主院，其他的院子你们随便住。你们先在这里歇息，我去禀告一下尊主。尊主是谁啊？娘的，我还成了科普长老了是不是？尊主就是管理天外天的最高掌权者，在这里相当于你们的皇帝一样尊贵。哎呦我去，本王可算是开了眼界了，竟然有生之年来到天外天，还看到了一些不得了的画面。女眷们都休息了，男人们还处在兴奋中。江银与安王、甄宝玉还有叶一、叶萧他们一起去逛花园，说是逛花园，实则是踩点儿，想看看这区长老的住处有没有机关。天外天的景色挺不错的，就是人很彪悍，本王有些受不住。天外天竟然是这样的，回去之后我可要在我那几个兄弟面前好好吹吹，让他们羡慕嫉妒恨。我也有这个打算。那你们可要小心了，过于张扬的话，可是会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的。皇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听不懂吗？你们去了旁人从未去过的地方，外人都传天外天如何如何的神秘，偏你们去过了。你说会不会有一些人要利用你们来做文章，甚至会对你们做些什么呢？瞧你们吓的，我只是说说逗你们玩的。不过夫人说的也没错，二位出去之后别太高调，属下担心你们会被人套麻袋挨打。五爷，尤其是你。好了，回去休息了。那是什么地方？嗨，那是天外天最大的销金库，也是最大的舞楼，里面的舞姬都是姿色国人，身材婀娜，且舞姿优美，深得天外天一些人的喜欢。大把不差钱的人进去，为的就是一睹芳容。马六指着那总共7层的楼阁。嗨，你看啊，这阁楼一共7层，却也不是谁都能去到最顶层的，单是入门就得100两金，随着每一层的增加，100两金就变成了10000两金。10000两金？我去，这么贵！1夜10000两金，这也太……不是10000两金1夜，而是1个时辰。1个时辰10000两金，这也太败家了。你们别觉得贵，那里头的东西都是实在的，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黄金所制，还有绝美舞姬陪着，只要你想要的，没有他们没有的。我若是有钱，也想去一次，在里面好好体验一回，也算是值了。真搞不懂你们的脑回路，花那么多钱进去，看的就是人家东西是黄金打造的，漂亮的女人跳舞，吃客有人伺候着。那若是如此，你们用这个钱也可以完全做得到，用那些金子打些金银器皿，再花钱去找喜欢的女子单独给你跳舞，吃喝旁的更别提了。
被人当冤大头，真不知道有什么可骄傲的。这里的人真不知道脑子是怎么长的，这么冤大头也大把的有人去。换我奶奶能把我腿打断。一样，我要是敢这么败家，母妃能单手拧了我的脑袋当球踢。你娘这么厉害啊？少年，劝你别这么好奇，不然你会有阴影的。在外面这么黑你的母妃，她知道吗？嗨，几位，这里就是天外天最大的夜市其中之一。这里挺有意思的。走，今晚的消费皇神买单。不要脸。行吧，你们看上什么就买什么，咱们不差钱。哦吼！你好意思吗？花我师傅的钱，你脸皮咋就这么厚呢？就不知道帮我师傅赚钱，只会拜他的。还是不是兄弟了？就这样拆台？本王今天心情好，不跟你计较。嗨，几位，前面有很精彩的表演，要不要去看看呢？什么表演？与外界说是魔术杂技，在我们天外天便是幻术。几位，小的嘴笨，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如你们亲眼去见识见识。随着一阵悦耳的声音，几个身姿优美、衣着颇有敦煌风的姑娘从天而降，她们身上彩带飘飞，如同9天玄女一般，提着花篮，朝着空中撒着花瓣。哥，什么？怎么了？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你陪我去茅房。很急？哎，你说急不急？麻烦，你怎么事这么多呀？看个演出还能把自己看得肚子疼了，还要本王陪你，你脸真大。谁让我就喜欢哥你呢？呸！你喜欢哥，就让哥陪你上茅房。要不要陪着？不用，让安哥陪我就好。好，去吧。其他人回头看了一眼，得知他们是去茅房，也就没多关注，继续看着舞台上的奇幻表演，不时的拍手叫好。安王和宝玉还没有回来，人呢？宝玉该不会掉茅房里了吧？走，去看看。夫人，没人。不过我在这里看到了几个杂乱的脚印，还有打斗的痕迹。你们先带着人回去，我去找他们。另一边，快点，可不能让那伙人察觉到了。嗨，我说你紧张什么？咱们已经给他们换上了女装，就算那伙人发现这几个人不见了，也不会想到咱们瞒天过海呀。哎呀，别说那么多，趁着现在人多，咱们快点把人带回去。要是惊动了人，咱们可就暴露了。一群臭臭，终于找到你们了。原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自己倒是送上门了。让姑奶奶领教领教，这天外天是不是真如外界所说，个个都是高手？不识好歹的野丫头，既然你非要死，那就成全你。阿银，辛苦你了。不辛苦，你知道我很厉害的。阿银很厉害，很棒。我每天都很想你。我也想你，行不行？问男人行不行，那就用事实告诉你行不行。床幔被人拉上，里面干柴烈火，一碰就着。不多会儿就响起了人类繁衍有节奏的声音，整晚生生不息，直到快天亮的时候，里面才没了动静。阿银，若是有天我骗了你，你会如何？骗我？你骗我什么了？只是说假如。这件事不是之前说过吗？怎么醒来你还是要问这样的问题啊？本王想知道。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我与其他女人不同，没有他们固有的传统观念，此生只能有一个男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为他们守节。我与他们相反，男人这里多的是，如果骗我，那就转身再去找别的，无所谓的。贺连夜深吸了一口气，他跟这个人讨论这个干什么？无非是给自己添堵。聊这些做什么？走，起来带你去外面看看，这天外天的景色甚美，景色好得很。没有惊动任何人，江银带着贺连夜去了天外天的清晨街道。好巧啊，贺连尊主，这位是？这还是他们沉默寡言、冷心冷情，除了他的姑姑，谁都拒之千里之外的贺连尊主吗？这位就是我之前寻求你帮助，想找个擅长蛊毒帮我解救的夫君，他叫贺连夜。贺连？这么巧？在场的人听到这个贺连后，也是一脸的惊诧。你们用膳了没有？我还没有，不如一起用早膳。我知道有家粥铺不错，里面的灌汤包和蟹黄包很有名。想不想去试试？好。
二人吃得很美味，坐在对面的赫连尊主却是乐呵呵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确切地说，目光是一直落在了赫连叶的身上，怎么看都看不够。连尊主，这是我夫君。我知道，适才你不是介绍过了吗？那你这么看我夫君做什么？我夫君喜欢的是女人。我知道。那你还这么看我男人？我严重怀疑你想来挖墙脚。你不要误会啊，我只是想与你夫君交个朋友。对了，你们之前是在什么地方生活的？什么样的朋友？我并无恶意，你不要误会。不行，男人长得太妖孽，不得不防啊。不如这样，你随我来，我跟你看样东西。赫连叶没理会，江银神情更紧张了，拳头开始硬起。放心，我只是让你相公确定一件事。走吧。你快点回来啊！要有什么情况不对，你马上就喊啊。如果夫人不放心的话，可以跟着一起来。三人到了隐蔽处，赫连尊主设下结界，然后缓缓卸下了脸上的面具。当他的真容出现在二人面前的时候，江银和赫连叶二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你是谁？我也想知道你是谁。想知道很简单啊，你们两个给我一样东西，我能帮你们解惑。什么东西？头发，给我一根你们的头发。见二人把东西都给自己，江银笑眯眯地从袖中掏出了2个盒子，分别装着二人的毛发，然后让他们一边待着去，他要去检测了。阿爷，你确定你娘没有别人？你这是什么话？我只是在确定一件事。江银拿出一张报告，指着上面的数据还有基因排比。从上面的数据显示，你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的，而且还是近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兄弟。什么？你们两个是兄弟，至于谁是兄谁是弟，这就不清楚了。我想问我们爹娘是谁，你见过吗？你们要是实在想念的话，我也不是没办法。这人已经亡故，还能有什么办法？克隆一个呀。什么是克隆？就是复制，采集那人的基因，重新制造出一个人。你别乱来，人都死了很多年了，没了他们，你不也活得很好？没必要折腾。你若是实在想念，我可以给你画像，不过先说好，爹的年纪比较大，可能会打破你的幻想。无妨，总归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有一个姑姑，此事容我回去之后跟他说说，之后再见面。随便。突然多个亲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惊喜，意外。多个亲人不开心吗？凭空冒出一个，多少心里有点不接受。我哪里知道自己的爹娘还会给我多一个兄弟。可是你不应该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们是双胞胎，却一个在天外天，一个在大洲？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说的颇有道理，的确需要好好追查。咱们先回去，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另外一边，赫连尊主巡视完上谕之后，心里还有事，就匆匆结束了公事，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的住处是根据姑姑的想法建造出来的，如9天仙界，亭台楼阁，仙气飘飘。姑姑，明儿来了，有段时间不见了，快来让姑姑瞧瞧。上真仙人看到赫连尊主出现，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最近是没有休息好吗？怎么瞧着你好像消瘦了不少？并未，是姑姑看错了，身边的那些人都有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没有的事。今儿个来是寻我有什么事吗？姑姑，我真的只是个孤儿吗？没有亲人在世了吗？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难道有什么人跟你说了什么？并未，我只是看到别人阖家团圆，有一点羡慕，所以想来问姑姑，除了姑姑，这世上真的没有亲人了吗？虽然很残忍，但是姑姑还是想跟你说，这世上你再无亲人了。姑姑是如何确定的？傻孩子，今天你是怎么了？为何一直追问这件事？没什么，只是今天偶尔看到有认亲的场面，有感而发。银儿，你还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赫连明嗯了一声，敛下心中情绪，陪着上真仙人聊了一会儿，才起身告辞。去查今天他都见了什么人。赫连尊主从上真仙人的住处离开之后，喊来了自己的心腹，低声吩咐了几句。很快上真仙人知道了。你亲眼见过了，当真是一模一样。回仙子，是的，尊主也是见过了的。亲手养大的孩子在自己的面前玩起了心眼，
这件事情也的确是出乎了自己的意料，没想到这么快让他们二人见面了，这多少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从今日起，我将开始闭关，任何事情都无需向我禀报。姑姑，您出关了。明儿，快上前来，让姑姑好好瞧瞧。姑姑，好孩子，姑姑刚出关，正打算找你呢，想不到你自己到来了。姑姑，我有样东西想给你看看。哦，是什么？姑姑认识这个吗？咦，这牌子好熟悉，这不是我的吗？怎么会在你这里？这也是我想知道的。你这是在怀疑我？侄儿不敢，只是这件事很蹊跷，除了姑姑，我想不到任何人。这么说来，侄儿是在怀疑姑姑，那我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那就要问姑姑了。侄儿长大了，都来质问姑姑了。姑姑。贺连明看着自己的胸口，有些难以置信的回头朝后看。阿叶，为什么你用傀儡术操控了阿叶？为何要这样做？阿叶也是你的侄儿，你为何要操纵他？为何？那就要问问你的母亲。母亲？对，就是你的母亲。哼，她处处跟我作对，就连我心仪的男子都要抢，我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便把她送到了老男人的床上。有了你们，我故意趁着你母亲不注意将你带走，留下一个身体虚弱的。本来我的本意是想着好好教你，将你抚养长大，可谁让他们来了呢？我明明都已经放过他们，为何还要出现呢？你无耻！无耻！那又如何？凭什么你母亲可以得人喜欢，只要是个男人都喜欢围着？他天赋没我高，本领没我强，实力没我厚，凭什么靠这一张脸就可以顺风顺水？即便是这样，也不是你去陷害他又抢走我的理由。上真仙人已经懒得再跟他讨论这问题了，他的心魔早就存在了，即便是凤仙儿已经死了，可是化解不了自己的心魔。他想毁了凤仙儿，毁了他最真实的一切，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感觉心情舒畅。你说，要是你母亲看到你们兄弟二人自相残杀，该是如何的痛苦？上真仙人手指在瓶子上空做了几个法印，瓶子上的符文在缓慢地移动着，紧接着凭空打开，从里面飘出了一缕白色的人影。人影刚出来的时候，整个人还是迷迷荡荡的。你瞧他有几分熟悉？你拘了他的灵魂。半空中有几分迷茫的凤仙儿，在他空气中嗅到了与自己血脉很近的气味。他俯冲朝着贺连明的方向冲了下来，飘到他面前，神情有些激动，想上前触摸，却穿透了他的身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娘没有害了我儿。没事的，你不用自责。我一直最愧疚的就是你，当初你刚出生就被人抱走，我浑浑噩噩间竟也忘记了你的出生，直到后来我才想起来，可为时已晚。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找你。你怨恨娘吗？不怪你。看得本仙人好感动啊！你只看到一个儿子算什么？要不要看看你这个儿子？灵芝，你竟然把傀儡术用在我儿子身上，我跟你拼了！就凭现在的你也敢跟我作对？放开他！原本我不想再报复你们了，可谁让你另一个儿子又来了呢？我在他身上下的毒，中的蛊，他都能挺过来，活到现在，可真是让人很不高兴。什么？阿叶身上的毒还有蛊是你下的？哼，是我下的，你能如何？你卑鄙！燕琛，我杀了你，杀了
悬在半空中的凤仙儿强忍着灵魂的剧痛，也要朝着颜真的方向追去。看你们这样，我心情就好得很。上真仙人的另外2个手腕被射穿，疼得上真仙人啊的一声惨叫，接着跌坐在地上。是谁？是谁？是你祖宗！怎么那么废？满眼的嫌弃，然后朝着对方的身上输送了木之力。这就好了，痊愈了。你是谁？真丑！他已经成了傀儡，永远都不会醒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喜欢我的杰作？尽情的享受吧。我这个人吧，其实脾气很好的，一般没什么事能让我发火。可一旦让我发火的话，也是旁人承受不起的。而你偏偏招惹了我，你以为说出这些话，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错了，我有办法，而且还有很多。哎呀，我可得好好想想，要怎么对付你呢？啊，我想到了，我知道要用什么办法了，自然是怎么凶残怎么来。你想做什么？我告诉你，若我有什么不测，你的夫君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无所谓，大不了我养他一辈子，我认命了。看到这东西了吗？它可以刺入你的大脑，然后将你大脑中数据进行分析。换句话就是，我想知道你脑子里任何信息，只要通过这个就可以知道，根本不需要通过你的嘴告诉我。毕竟人的嘴是会说谎的，而大脑它不会。啊，好歹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怎么还学不会审时度势呢？眼下你的情况，还允许你嚣张吗？他们是夫妻吗？是的，那是阿叶的妻子，很厉害，对阿叶很好，不是非常好。儿媳妇你好。婆婆，这人对你还有养育之恩，你们这里不是讲究什么来着吗？哎呀，我也不是很懂，反正人我交给你了啊。已经得到了上真仙人的记忆，江银也不打算继续留着上真仙人。不过这个人毕竟与赫连明关系匪浅，该如何处置还是交给他吧。对了，阿叶，你有办法解除吗？有办法，你明儿个一早过来，阿叶会醒来的。希望阿叶没事。江银带着赫连叶回到了宁家暂住的小院里。皇叔这是怎么了？师弟受伤了吗？没多大事儿，睡一觉就好了。我先把人放在屋内休息，明天你们再来见他。郡主都这样说了，咱们留下来也只会让郡主烦心，还是不要站在这里了，先回去。老天不公，我不服啊！你们以为赢了我吗？没有，我还有后招，你们等着吧。接着他手慢慢的做了一个法印，用力一握，我颜真就算死也要拉着你一起。凤仙儿感觉到全身的疼痛，紧接着她感觉自己的魂体要散去。明儿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娘会为你们兄弟二人祈祷的。娘你怎么了娘？明儿别难过，娘亲还能用这种方式再见到你，很开心，也很满足。往后就看你们兄弟二人相互扶持了。娘，你等等，你再坚持坚持，你还没有等到阿叶，你等阿叶来了好不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阿叶，你等等，你坚持一下。说着小心地捧着凤仙儿的魂体飞速地消失在广寒宫。赫连明整个人就被结界弹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阿叶，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娘亲快要走了，你快出来见见娘亲最后一面。什么？皇叔的娘亲？他曾经听说过皇爷爷有一个宠妃，几乎要为了他废后，可是后面发生了什么，皇后之位并没给那位宠妃，而是把能够给他的所有荣宠都给了他。再后来便是他离了世，
皇爷爷给皇叔留下了一大笔财产之后，便追随他而去。皇贵妃娘娘，皇贵妃娘娘，那个快要消散的女人，就是大周朝鼎鼎大名的皇贵妃娘娘吗？江银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有点脸色苍白，却又透着一点红晕的赫连夜。皇上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救了皇叔的？瞧着师爹瞧着皇叔有些肾虚的样子，他还好吗？大约过了1刻钟，里面传来了赫连明悲泣的声音。瞧见无数个光点散开在半空中，接着消失在天地间。现在你身体没事了，咱们什么时候回去？那个上真仙人留下来的烂摊子还没有解决呢。什么烂摊子？他弄了与你一样的傀儡在大周造反呢，打仗都有半年多了。反正瞧着那皇帝我也挺不爽的，不然趁机反了。我对皇位没什么兴趣，只要他不招惹我，我也不想去反了。就是，我看一些画本上吐槽做皇帝没那么舒服，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不说，还要像个鸭子似的被一群女人点。自古都是皇帝翻牌子的，那有区别吗？喜不喜欢都要去睡，跟鸭子也没两样啊。我早就说过，当皇上不如当一个闲散的王爷，吃喝不愁，自由自在的，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儿。前朝的事要操心，后宫那些女人也要平衡，还不能宠自己喜欢的，不然就会带来杀身之祸。身为皇帝，还不能将自己的喜好暴露，不然会成为软肋。时刻还要担心有人下毒暗杀不说，还总是担心谁会来造反，抢了皇位。哎，你就看了看我父皇吧，年岁也不是很大，愣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个10来岁，整天困在皇宫里，哪儿也不能去，有什么自由啊？众人听完之后都觉得皇上不是一个好职业。但是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定人生死。哦，那就让他去死，换个皇帝。赫连明知道弟弟他们一行人要离开天外天后，神情落寞了不少。好不容易见的娘没了，刚认的弟弟还没有捂热几天就又要走了，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想着都有些难受的想哭。将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几声急促的喊声：“文礼大哥！哎呀，一段时间不见你们，真是想死我了。”你去了哪里？嗨，就是去找了一些好朋友，结果被群殴了，然后受了伤，这不，伤好了一些就赶过来找你们了。还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不就赶上你们要走了。你不留在天外天？哎，留在天外天没什么意思，还是跟你们出去比较好玩。我给钱啊，不白跟着你们。百里公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另外，此次事件影响最大，即便赫连夜不愿，也必须要回京一趟。他需要向周文帝还有其他大臣说明。对，就是这个味儿。没想到我又回来了。说的你好像被赶出去似的。到了这儿，这是哥哥我的地盘了。走走走，哥哥带你去看看我的府邸，房间随便你选，哥都给你安排好。我才不要跟你走，我要去找师爹。师爹，我想住你那儿。啊，皇叔，我也去住。我长这么大还没在您府上住过呢。皇叔，您也收留我吧。你有自己的府邸，凑什么热闹？带着你的王妃回去。我也是你的侄儿啊，皇叔，我就想在幽王府住一晚上，出去显摆显摆去。滚！果然还是外面的世界更适合我。先进宫。走吧走吧，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御书房内，周文帝神情不耐地听着那些大臣们在下面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所说的内容无疑就是强行传召幽王回京城，按照罪行直接杀了。阿爷也是这些人想杀的，造反就造反，朕都没说什么，轮得到这些大臣放屁？一个个恨不得让阿爷大卸8块的，你们怎么不去死啊？皇上，皇上，皇上！狗奴才，谁准许你擅自闯进御书房的？来人啊，拉出去砍了！皇上，皇上饶命啊！拉下去！皇上，九王爷和九王妃来了。什么？你说什么？回皇上，九王爷和九王妃已经进宫了，二人就在门外候着呢。快宣！他的身体现在不能康复，至少是在京城这些人的眼中，自己的身体还不能康复，所以还是得坐轮椅。一别就是1年，周文帝终于再次看到了阿叶。这京城的风水果然不养人呐！瞧瞧幽王殿下这气色，
只是外出待了1年，身子骨都养起来了，人也瞧着精神，面色看起来更胜以往。果然还是京城外的水土养人。阿叶，你回来了。周文帝看到赫连叶神情激动，挣扎着就要从龙岸上朝着赫连叶这边走来，还没有付诸行动，外面咔嚓一声雷响。陛下不能去，您不能去呀！忘记1年前大师给您说的话了吗？您与幽王距离不能太近，不然会有祸端的呀。为了应景，江银让外面的雷电再继续飞一会儿吧。阿叶，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幽王殿下，您还敢回来？您知不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事？您竟敢在自己的封地上造反，您就不怕满门抄斩吗？并非是本王。什么？幽王殿下此话何意？不是您，难道还是鬼了不成？您封地那些黑甲卫与朝廷对抗，朝廷派遣的队伍伤亡惨重，您还在这里说不是你？老东西，你说话就说话，要是再手指着我男人，我就把你的手指头切下来塞你嘴里。邱德胜一听，头一个眩晕。他好歹也是个3品大臣，现在被个黄毛丫头指着鼻子威胁。你住口！这里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有没有我说话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也不能指着我男人说话。皇上，1年前我在前往封地的路上遭遇伏击，身受重伤，命悬一线。是王妃冒死闯入了天外天，将我送到那里救治。这1年里，我一直都在天外天养伤。等我从天外天出来，才知道有人假借我与王妃的名头造反，所以这才带着王妃赶回京，向皇上禀明。什么？阿叶你受伤了？在哪儿？真要看看阿叶的伤。谁知道他话音落下，外面又是咔嚓一声巨响。这老天爷是有事真批呀！有事真批呀！幽王殿下，此事是不是真的，我等也不知道。而在您的封地里，那些人又都是您的人，如何考证，我等实不知如何下手。你在质疑本王说谎，若本王真有叛逆之心，又为何与王妃出现在这里？就是啊，你们脖子上的那颗脑袋是干什么的？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一想？我家王爷是拥有先皇赐下的9座城池的男人，有什么想不开的要去造反啊？成功了，也就是多了几个城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失败了，城池也没减少，这种没多少利益的事情，还要王爷劳民伤财，大动干戈。皇上，我家王爷这次莫名被人害了不说，还背上了造反的骂名，这比窦娥还要冤呢，还请皇上给王爷做主啊！朕早就说过，阿叶不会背叛朕，可大臣们不相信。阿叶是朕看着长大的，他的脾性朕最了解。可那会儿事实在眼前，大臣们都相信了的。阿叶，希望你能明白朕的难处。那此事还请皇上帮忙澄清，本王还需要静养，也受不得累。放心，交给朕。看到那些大臣们眼皮子跳了跳，心中想说，事关幽王殿下，周文帝就变得没有底线了，任何事情都能选择原谅。大臣们心累，已经无力吐槽了。哎呦，娘娘，武王爷回来了。什么？那个棒槌回来了？那个棒槌回来做什么？送上门的让他父皇砍脑袋是不是？母妃儿子回来了。你还敢回来？我为何不敢回来？你还好意思问？说你怎么回来了？你父皇那儿去了没？皇叔回来了，皇叔带着皇婶去见父皇了，让我来找母妃您。至于父皇那边，让我不用过去，等着他的消息就好了。不对，他不是要造反吗？怎么还敢进宫？不是这样的，是有人故意假冒皇叔，然后借着他的名号造反的。皇叔是被冤枉的。这么说来，你们一直在外面玩，从未做过造反的事？不会，皇叔对那个皇位没兴趣。没兴趣？对啊，皇叔和皇婶都觉得当皇上不是一个好差事，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还要像南风馆里那些小官一样被人翻牌子，自己一点自主选择的意思都没有。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喜好都不能暴露。还要经常遭遇刺杀暗算什么的。
总之，皇叔和皇婶说，皇上是个高危的职业，只有傻子才想着去做呢。皇叔可是也拥有9个城池的王爷，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吃喝不愁的，他犯不着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安王也觉得皇叔分析的十分有道理。我这辈子不求像皇上那样，父皇给我几个城池什么的，但是也有自己的封地，吃喝不愁，做个闲散王爷就够了。像父皇这种经常挨雷劈又火烧的，我还是算了吧。这种话你也敢说？这不是就咱们自家人吗？你也算是走了狗屎运。不是，这怎么能算是狗屎运呢？母妃，这次回来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呢。这是内衣。母妃和四嫂尽管穿，我那儿还有。除了这些内衣，宁雪薇还拿来了姨妈巾。这个东西绝对是他们的妇女之友。果然啊，天外天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只有神仙才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四哥，最近京城可有什么好玩的？怎么，出去玩了那么久，你还没有收心？那倒不是，这不是怕京城无聊没意思吗？京城还不是就那样，没什么意思。安王听了点了点头，然后跟四王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一聊就是1-2个时辰，店内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另一边，二人都饿了，吃的那叫一个香。安伯在旁边乐呵呵的看着，尤其是肉眼可见的发现王爷的气色好了不少。王爷，您现在回京，皇上那边没事啊？没事就好。安伯你就放心吧，没事的。不知道王爷和王妃要在京城住多久，老奴安排一下。怕是要待上一段时间。安伯一听满脸笑容，看来是能待上一段时间了，最好啊能等到小世子出现。以前是觉得王爷的身子骨差，子嗣困难，现在看着王爷的身体好了不少，那小世子就应该排上日程了。在王妃离开的时候，安伯笑眯眯地提醒了一下王爷，这事儿急不来，本王还想与王妃多过一段2人时间。我尊重王妃的意思，孩子是她在孕育，10月怀胎的辛苦也是她，所以我不能自己决定。江银原本是来找赫连夜一起回去休息的，却听到他与安伯的对话。是说休息了吗？怎么还没睡？你不在，睡不着。其实我可以的，我身体很健康，可以孕育很健康的孩子。刚才的话都听见了？听到了。那么幽王殿下，你愿意与我一起共同孕育新生命吗？愿意成为孩子的父母吗？愿意。既然你答应了，我要是不努力，岂不是要被你笑话了？你不用担心，我有木之力，可以帮你一直输送体力。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吗？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是吗？那我拭目以待。大哥来玩啊，我拭目以待呢。这一晚上，二人在江银的小空间里颠鸾倒凤，各种花样玩转不断。只要是能怀上宝宝的姿势，他们都乐此不疲的尝试。可以说要把生孩子提上日程之后，贯彻得很到位。翌日，你们听说了吗？消失1年的老五原来是跟着皇叔出去游玩了。切，还用你说？随便打听一下都知道了。咱们这个老五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平日里瞧着嘻嘻哈哈没个正形，却没想能抱住皇叔那条粗壮的腿。有了皇叔这条腿，这老五在父皇面前……余下的话没有说完，在场的人却是听得明白。老五也不厚道呀，回来就躲在府上也不出来。老五不出来，咱们可以进去找他呀。难不成回京后他一直躲着咱们不见面啊？那还坐着干嘛？去呗！而要被拜访的五王爷这会儿正厚着脸皮出现在幽王府内，吃着幽王府里的点心，与珍宝玉正四处逛着呢。安哥，你回来都不忙的吗？我一个纨绔王爷忙什么？这个时候出去那是自寻死路，我可不想被人围着，还是躲皇叔这里轻松自在一些。可是你出来了，嫂子怎么办？嗨，你嫂子不需要我担心，我这个人呢，不好意思拒绝看热闹的皇兄，但是你嫂子会，谁让我有个厉害的媳妇儿呢？本王就继续摆烂好了。接连几天，想逮着安王询问一番的那几个王爷前往安王府上都扑了个空，人家一早就去幽王府了，比去早朝打卡还要准时。
去幽王府堵人，哼，嫌命长了。现在大臣们跟皇帝讨论的是其他各国使臣来访的事情。这一次的4国来访似乎比以前空前的隆重热闹，听说还有公主和皇子来呢，或许和亲也有可能。我在外面听说有4国来访，估摸我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赫连叶一早就得到了消息，皇宫那边传话是让他留在京城主持大局。怎么样？会不会很热闹？都会玩一些什么呢？很有意思，你若有兴趣，等4国盛会开启，你尽情的玩。4国将要到达大周的京城，整个京城都变得非常忙碌，世家子弟和闺秀们也紧跟着忙碌。他们还想着在4国盛会的时候大放异彩，向其他各国展现他们的魅力，自然是不能松懈的，才学也要紧跟其后，务必做到才貌双全，还要装备都跟得上。我有个好主意。正巧我也是。相隔几天之后，京城最繁华的地段，一家商铺悄然开启。商铺一共有5层，里面的装修普普通通，可是摆放在商铺里的东西却是一点儿也不普通。开业3天，每天的营业额都破10万，这钱太好赚了。累不累？咱们不缺银子，没必要让自己那么辛苦。我不缺银子，但是我没事儿做呀。正好4国盛会来了，我就想趁机赚一波。你想找事做也要考虑身体，别太累了。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呢。翌日，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宁雪薇又来找江银了。他这一次打算把4国来使的口袋给掏干净。主意不错呀，咱们来好好聊聊。一聊就是1个多时辰，聊到赫连叶都换了几杯茶，脸色越来越黑。那我先回去合计合计，找个不错的商铺，咱们再研究。别走得那么快啊，留下来用膳啊！郡主，我想起来还有事，就不留在这里了。等人走了之后，江银没好气地瞪着赫连叶：“你摆这张臭脸做什么？瞧把人给吓的！这几日天天忙得不见人影，好不容易空闲下来，又有人来找你。本王呢？你都忘记本王了？”哎，你可别乱说哈，我可没忘记，我天天晚上都找你睡觉的。不够，本王恨不得时时刻刻把你圈在怀中，一刻都不分离。那不行，我还要吃喝拉撒呢。这2天皇上频频宣召你进宫，没什么事吧？没事，他身边一直有大臣守着。他要是再来宣你进宫，你就别去了，反正你身体也不好，正好借这个理由不去。赫连叶不想让他在这件事情上多争辩，直接把人抱走带回了房间。他可是记得自己的任务呢。本王看了你排的表，今日可行。接着也不给对方犹豫的时间，直接攻城略地，用实际告诉他很迫切的想要当爹。江银用1晚上的行动安抚了自己的男人。王爷，想不想给咱们的孩子挣点奶粉钱啊？奶粉钱？怎么，本王养不起吗？谁会嫌多呢？再说了，我还打算给你多生几个孩子呢。这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孩子长大了，娶妻生子又是生孩子，接着还是生孩子。咱们作为要创造他们的一代，要有危机感，多多赚钱，给子孙后代多囤一点。王妃打算怎么做？王爷，你清醒点啊！你的金山银山多的，子孙后辈来10几代都够挥霍的。您还奋斗什么？还拼什么呀？别让自己那么辛苦啊！我这回来都好几天了，跟媳妇儿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还不如皇婶见我媳妇儿的次数多呢。你与本王说什么？去找你皇婶说去。找皇婶？不行，他可不能受皇叔的蛊惑，跑去皇婶面前闹去。皇叔，您就别开玩笑了，我要是去了，媳妇儿得让我跪搓衣板了。是爹，师父难得有想要做的事情，咱们不应该为他高兴吗？要是他整天出去打打杀杀的，师爹你得多头疼啊！对，就是啊，皇婶那脾气，真要是无所事事，京城里的狗怕是从他身边路过都要挨一巴掌。江银和宁雪薇从外面回来，就瞧着大家的气氛有点诡异。怎么了？师父，您回来了，累不累？徒弟给您捶背捏肩。皇婶，媳妇儿，你们都回来了呀？今天的太阳有点大，你们累不累啊？仿佛刚才吐槽的根本就不是他。赫连叶刷的黑了脸，一个两个都是狗。今天有点热，你们怎么在院子里坐着？你们热吗？
不，一点都不热啊，不热呀，那就算了。我还跟雪薇研究出了一些饮品，本来打算给你们尝尝的，怎么样？味道如何？喜欢吗？可。那你再尝尝这个，用冰沙、牛奶还有水果做的绵绵冰。媳妇儿，嫂嫂，走吧，已经给你们准备了。宁雪薇看了一眼那边甜蜜蜜只有彼此小世界的二人，冲着二人招手，带着他们离开。安王和甄宝玉起身跟着宁雪薇走了。阴历5月28，大吉，天气晴，大周国门打开，四国盛会正式开始。称病10多天的幽王殿下终于一身盛装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今天是四国盛会，其他3国前来京城的日子。朝中大臣除了身体抱恙的皇上，包括王爷、公主、皇孙、郡主，他们全都来到了京城东门口，等待3国使臣。刚才那个男人是谁？这位姑娘是多么想不开呀！谁看不上，偏偏看上了活阎王。这位是我们西凉最得宠的公主殿下。公主问你话呢。回公主殿下，问的是哪位？坐在轮椅上，容貌最出色的那个。回公主殿下，那位是我们大周的幽王殿下，他已经娶妻。哦，原来他是幽王殿下啊，久仰大名呢。你有没有听我在说什么？那位娶妻了，而且还是个霸王龙。行吧，先去驿站。大人，这位玛雅公主似乎对幽王殿下，还是先知会殿下一声，让他有所防备。礼部尚书被请到府里，跟在管事的身后，一路低着头。到了主院，就瞧着幽王夫妇2人坐在葡萄架下，旁边还有安王夫妇也在葡萄架下乘凉。梁大人这么着急的过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说。礼部尚书当即把玛雅公主的异常如实的禀告给了幽王殿下。你不生气？气什么？我的夫君越是有人喜欢，就说明我的眼光越好啊。王妃说的有理。放心吧，有我在，谁也瞧不起你。若是你走的话，腿打断。这件事多谢梁大人前来告知了，本王已经知道了。啊，这是下官应做的事。这事梁大人就不用管了。听说梁大人有一子习武，却不愿从文，是不是？说起这个儿子，梁大人也是头疼。他们几代都是文官，没有一个走武官这条路的，偏偏他这儿子却又不喜欢从文，喜欢上了武。自幼四处拜师学艺，坚持要走武举这条路，还打算入军营。如今他们父子2人还在冷战中，谁也不愿意妥协。主要是梁大人就是个文官，自古文武官员就是死对头，他没有门路给自己的儿子疏通，所以也就僵持着。为此，家中老妻对自己颇有怨言。回王爷，是的，犬子一心想在军营里闯荡，不愿进入官场。既然这样的话，就让他去黑甲卫报道吧，先从基层做起，若有实力，自会升职。多谢王爷，多谢王爷。梁大人万分感激的谢恩。从王府里离开之后，梁大人还犹如在梦中，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整个人还轻飘飘的。没想到一句话却给儿子弄来了个大造化。觊觎我皇叔的人都没好下场。是爹，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贞操。你呢？有什么要对本王说的？还是你也对本王不信任？是我不够美，还是我不够强？亦或者我吸引不了你？赫连夜摇头。这就对了呀。那我还担心什么？你若是有什么花花肠子，我做什么都是多余的。若是你没有那个心思，谁也挖不了你。王妃说的有道理。行了，不就是被人瞧上了，那就让他好好瞧瞧呗。只能看不能玩的，馋死他！天，皇上可真敢说。今晚好好盛装打扮，让更多的人看看我家王爷的俊美风姿，并且羡慕我不要的。你倒是心态好得很，你似乎很兴奋。是呢，很兴奋。那你尽管玩，剩下的交给本王。临到宫宴，安王和宁雪薇直接留在幽王府里装扮，与幽王夫妇2人一前一后的进宫。甄宝玉也被江银带进了宫。大周的民风虽然开放，但是穿衣还没有这么大胆露骨。不少世家小姐公子哥看到玛雅公主这一身清凉穿着，一个个脸红心跳的。
见大周陛下、皇后。周文帝的视线频频看向相隔自己20米远的赫连叶。要怎么样才能接近阿叶，却又不会挨雷劈呢？要不身上装个避雷针？皇后的视线微微一瞥，注意到皇上在看着幽王殿下的方向，暗暗地扯了扯他的袖子。玛雅公主远道而来，辛苦了，赐座。大周的皇帝，我要坐在他的身边。我呸！周文帝在心里推了一口玛雅公主。呸！什么玛雅公主？怎么不直接叫妈蛋公主？什么玩意儿啊！也敢笑笑阿叶？公主，这事儿朕说了不算，你得问一人，他答应了才行。啊，是谁？快说快说。幽王妃，你觉得如何？江银来到了赫连叶的面前，冲着玛雅公主笑了笑，接着双手捧着赫连叶的脸，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法式深吻。这位公主，她是有妻子的，还很恩爱，懂了吗？我要跟你决斗，赢了就把她给我。玛雅公主，说句难听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跑到别人家的地盘里，开口就要抢人家的夫君，这知道的知你是西凉公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西凉来的土匪呢，专干抢别人男人的勾当。你什么意思？骂本公主？难道不该骂吗？都给你3分颜面了，说了她有家室，你还恬不知耻、臭不要脸的跑过来跟我这个正妻来什么决斗，要把人输给你。你的脸是太阳还是月亮？好大的脸面啊！师傅说的对。你好大的胆子，敢骂我？骂你需要胆子很大吗？西凉公主好威风啊！见过自荐枕席的，还没见过当着4国重臣和家眷的面这么明目张胆求着爬床的。你放肆！玛雅公主终于怒了，她本就不是善茬，这会儿更是恼羞成怒，挥手就要甩给江银一巴掌。江银身子都没动一下，直接朝着对方一挥手，连衣服都没有碰到，玛雅公主整个人却腾空朝着大厅重重地摔在地上。我的天哪，依旧恐怖如斯啊！玛雅公主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对江银来说就是挠挠痒，根本不足为惧。给我盯紧了，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围上来，脏了你皇叔的眼睛。是，皇婶放心，交给我。有了江银的镇场子，接下来就顺利了很多。大家吃吃喝喝，看舞娘跳舞，各种表演。江瑶，你这个郡主姐姐好厉害啊！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姐姐，今后在京城还不得横着走啊？羡慕吗？挨揍换来的。江瑶现在看着江银，心情是越发的复杂。想想1年多前，转眼间2人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自己年纪也大了，爹也不管事，娘也被休了回去，无人为自己筹划婚事。还好，今晚算是结束了。老天爷还是给了一点薄面，没有雷劈下来的。大周的颜面算是护住了。姐姐，请留步。1年不见，江瑶的模样变了不少。以往盛气凌人的她，这会儿却变得小心翼翼。看来这1年多，她应该经历了不少事，才会让她变成这样。让你们师爹在马室里等我一会儿，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过去。那师傅您快点啊！江瑶站在原地踌躇了一会儿，刚才凭着一股子勇气将人喊住，这会儿勇气没了，剩下的只有紧张。你要是没话说，我就走了。姐姐，求姐姐帮我做主我的婚事。你让我给你操办婚事？家中父亲不作为，母亲也不在府上，如今我岁数已经到了，也该找夫家了。你来寻我，就不担心我坑你？给你找个品貌不端或者身世很差的人？我这长姐并非是如此心胸之人，所以与其日后被爹拿来利用，不如求姐姐给我指一桩婚事。哦，看来这1年多你的脑子长进了不少啊。但凭姐姐做主。行吧，我知道了，你回去等着消息吧。人我给你找，但如何选择就看你自己了。毕竟事关自己的下半辈子，旁人替你做不了选择，一切还是看你自己。是，我知道的。行了，我走了。到了马车上，江银主动说起了江瑶留下自己的原因。没想到他竟然还敢来找我给他说亲。哼，本王会让人留意一些京城青年才俊，配上画像和资料送到平昌侯府，
让他自己选。不一定非得选身份对等或者出身很高的，要选为人忠厚靠谱的，也不一定样貌非得出众。总之是要过一辈子的，还是脾性最重要。那你觉得我如何？你自然是万里挑一，天上有地下无，独一无二的，也是有运气好，找了个样貌出众还专一的好男人。这种是要看运气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玛雅公主此人在西凉很受宠，西凉国君很重视她。据说她出生的时候正遇上西凉大旱，伴随她的一声啼哭，天降大雨，下了整整3天，解决了西凉的大旱，使得西凉国君龙心大悦，特封为玛雅公主。玛雅在西凉国语中是神明的意思，所以你懂了。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是，所以这次得罪了玛雅公主，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那就来啊，我还想看看她能使出什么手段呢。翌日，江银和赫连叶昨晚进行了一场很深入的交流，为了尽快有小赫连叶而努力着，一直到日晒3竿才懒洋洋的起身。江银唇角勾起，换上了一身衣服，就去书房找赫连叶。王妃留步，王妃请留步。安伯，有什么事吗？王妃，门外有客，门外来了自称是西凉公主的姑娘，前来登门拜访，说是要拜见王爷和王妃您2位。不见，让黑甲卫赶他们走。今后幽王府禁止西凉任何人前来拜访。这里有点心，来吃点。我今天没事儿，想去平章侯府看看。是该去的。对了，过几天我们出去一趟，婆母之前留给我的嫁妆还没去取呢。是该去拿的。那可都是我的呢。都是你的，本王都是你的，更何况那些俗物呢？说的也是，不过这东西我留下来是给咱们的崽子留着，让他们知道即便奶奶不在，依旧爱他们。都听你的，除去母亲留下的，本王的产业都给你。不用，男人的产业自己留着，我自己会挣。等着，以后我的产业都是你的，我会让你成为整个大周，不是全天下最令人羡慕的男人。好，我期待。幽王府门外，玛雅公主带着人声势浩大的堵在幽王府的门口，大张旗鼓的来，目的就是让幽王府的人不得不开门迎接自己。她找的借口也不错，是来登门拜访和道歉的，想来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公主，这幽王府也太没规矩了，咱们都来到门上了，竟然还关上房门不请咱们进去。就是啊，区区一个大周的王爷摆什么谱？咱们公主能瞧上他是他的福分，换别人还没有这殊荣呢。可不就是嘛，他都亲自开口要人了，这大周朝的皇帝竟然如此不识抬举，丝毫不松口。还有那个女人，玛雅公主想到这儿身上就疼得很。男人她要得到，女人她必须给毁了，敢跟她抢男人，那就是自寻死路。我要见幽王，今天必须见。回玛雅公主殿下，我家王妃拒绝接见，还请你先回去吧。若是我不愿呢？那就请便。玛雅公主眸色阴沉地盯着幽王府的大门，然后就好像赌气似的，就赖在幽王府门口不走了。她倒要看看是幽王府沉得住气，还是她沉得住气。皇宫里，玛雅公主一早就在幽王府的门口堵着，闹着要进去，现在还在吃闭门羹，也不愿意离开这件事儿，很快传到了周文帝的耳朵里。不用去管，顺便给幽王府透个话，不必客气。见过作死的，没有见过这么能作死的。在西凉横行霸道、刁蛮任性也就罢了，跑到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嚣张跋扈的，真是少见。这位玛雅公主就是皇妹你的反面教材，你可不要学她。哎呀，不会，皇兄，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是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虽说那位幽王殿下的样貌的确出众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别的优秀男儿啊。昨儿个在宫宴上，我就瞧见大周也有不少模样不错的青年才俊，才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我今儿个听驿站的人说，大周有夜市，十分热闹，里面吃喝玩乐都有。今儿个带你去瞧一瞧。好啊，我也听说了，听说那夜市里有好多好吃的，什么章鱼小丸子、烤奶茶、芋泥波波什么的，据说每天都要卖空呢。皇兄，咱们早点去，别到时候没有了。
另一个房间里，东篱的皇子也在给自己的姐姐做思想工作。皇姐，你可听说了那位西凉公主的壮举？啊，是什么？昨个西凉公主不是在宫宴上相中了那位幽王殿下，被拒绝了吗？你猜怎么着？人家今天直接堵在幽王府门口放话，今天是一定要见到幽王殿下，不然就不走了。哎呀，现在都过去2、3个时辰，人还堵在幽王府门口没走呢。现在外面都在猜，今天西凉公主会不会离开？这与我们何干？皇姐，您觉得这西凉公主如何啊？他家皇姐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气场，又怎么会为一个男人连脑子都没有了？就西凉公主那个，他觉得多半是脑子里是空的，要不就是个脑残，怎么会跑到人家地盘闹得这么难看？皇姐，幽王妃此人，咱们只能做朋友，不能得罪。嘿嘿，皇姐，你今晚要不要出去玩玩？星月公主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看着皇帝那灿灿生辉期待的眼神，默了默，点了点头。皇姐的性子太冷了，父皇和母后都担心她这个性子以后会不会想不开跑去当尼姑。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每次来大周也安排了皇姐，就是希望皇姐一路上能有所见闻，能够让自己的性子活泼一些，别整天沉闷的像个老妪，并且把这艰巨的任务还交给了她。压力山大呀！希望皇姐这趟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性子。幽王府内，江银打算与赫连夜一起结伴去夜市玩玩，却被突如其来的状况给打断了。看着空降出现的人，赫连夜的脸唰的就黑了。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弟弟，不成吗？弟妹，我可以小住几天吗？好啊，是我请大哥过来的，咱们夜市能顺利开张，少不了大哥的助力。师伯，你来了呀！师伯，我好想你啊！你一个臭小子，要你想我做什么？又不是香香软软的小姑娘。小院里都是欢声笑语，一行人终于可以出发了。不过前门有那个什么玛雅公主盯着，他们打算从后门走。玛雅公主，大伯，我跟你说。安王顿时来了精神，要为兄帮你杀了？区区一个小喽啰，哪里需要大哥你出手？这事不需要大哥你出手，我会来处理。一行人从后门离开了幽王府，朝着夜市而去，而玛雅公主则还在傻乎乎的守着，尽管耐心都快要消耗完了，还是在那儿等着。想不到大周这里竟然如此热闹啊！咱们南岳也未必有这样的景象。几年不来大周，想不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前面有不少好吃的，咱们去看看。另一边，清月公主蒙着面纱，跟着自己的弟弟出来，同样被大周的夜市给惊到了。姐姐，这里挺热闹的。她听说这夜市开始是为了4国盛会特意搭建的，她随意看了一些，觉得很是不错。义子龟这会儿的眼睛都落在那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上，能拆解分开的积木，变换各种造型，一会儿是龙，一会儿可以是桥，总之就是很神奇。清月见状便让他买了下来。客人是来逛夜市的吧？这东西你们看是留在这里等离开的时候自取呢，还是稍后给你们送到住处去呢？你们还可以送？自然是可以的，咱们这里每一个商铺都可以。我们这儿相隔1个时辰就会有人专门来收，按照地址统一派送。这倒是有点意思。这一条街上小玩意儿比较多，颇有新意。打听下去，原来是幽王妃提的建议，大家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没想到异常的火爆，现在每天都是供不应求。客人啊，走到这条街尽头往右拐就是美食一条街，往左拐就是首饰服饰一条街，你们可以自行选择。这大周倒是让本皇子另眼相看了。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大周这短短1年多的变化，的确让人意外。那皇姐，咱们现在去哪儿？有点口渴了，去美食一条街看看吧。江银他们这会儿也在美食街上，只是人流太多，挤着挤着大家就开始挤散了。赫连明正美滋滋的暗自赞美自己的时候，后背被人顶了一下，他也没有在意，
人多被人碰到是很正常的事情。结果那个人靠着自己软趴趴的倒了下去，赫连明条件反射的拖住了人，入怀的是蒙着面纱、穿着一身月牙白裙的年轻女子。没事吧？抱歉，我不是有意非礼你的。非礼？好家伙，大家都在忙着找他，他搁这找春天。没看出来啊，咱们的大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惊人啊！可是清月公主这位一度被家里人怀疑要出家当尼姑，对世俗和男人都提不起兴趣的人脸红了。多谢公子相救。不用谢，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多谢公子关心，好多了。大哥，这小美人是谁啊？大哥，谁呀？这位姑娘刚才有点中暑，我就出手救了一下。见过幽王妃。看到皇姐安然无恙，弟子规松了一口气，然后眼泪汪汪的。姐姐，吓死弟弟了！我还以为把你弄丢了，你要是丢了，我怎么跟父皇和母后交代呀？他们一定会多岁我喂狗的。不好意思，让几位见笑了。丢人，太丢人了。相逢不如偶遇，既然这里能遇到南越的公主和皇子，那不如找个地方，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啊。一行人出现在了江银盘下的铺子里，进了3楼的包厢内。二位看看想吃什么，我请客。哎，这怎么好意思呢？还是我来吧，本皇子有钱。这店是我的，我是老板，你尽管吃就是了。幽王妃的产业。大哥，你想吃什么？就招牌菜那几个吧。阿叶，你想吃什么呢？幽王妃，这2位是？这位是我大哥阿明，这位是我的挚友。我这个大哥还没婚配，年纪一大把了，到现在还是个单身狗，愁死了。吃到一半的时候，幽王府的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王妃，幽王府出事了。幽王妃，快去看看吧。皇姐，我们过去看看。清月公主看着赫连明他们离开，心也跟着出去。现在皇帝这么一说，自然也没有拒绝，点了点头，也跟了上去。皇姐今天不对劲儿，哪里不对劲儿呢？看样子皇姐很着急啊。为谁着急？是幽王妃，还是……皇姐，你觉得那个阿明怎么样？我是觉得那个阿明看起来不错，君子有度，翩翩有礼，身上有超越世家公子的气度，想来家世背景都应当不错。你问这些做什么？还是快跟上去幽王府看看发生了何事，能不能帮忙？是，皇姐说的极是。幽王府门外，给本公主子安！我倒要看看这幽王府的大门我进不进得。公主息怒，公主不可冲动，这是大周，这幽王位高权重，深受当今周文帝看重，无人敢招惹呀。殿下，咱们初来乍到，绝不能与此人为敌，公主莫要冲动行事。不行，绝对不行！今天本公主就偏要撞这个门，是他们无礼在先，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做什么，给本公主撞，狠狠的撞！哎呀，公主使不得，使不得呀！屠鲁，给我撞开！遇到不长眼的，让那些宠物们给我咬，咬死咬伤都算本公主的。黑甲卫上！在这双方争执的时候，幽王府的正门被人从里面打开。果然，这不是门开了吗？看到那些猛兽朝着黑甲卫和幽王府的护卫们冲过去，张开满口的血盆大口，视线一冷，一道冷厉的锋刃朝着那些畜生们拍了过去。江银面无表情地看着被自己单手抓着的玛雅公主，手下寸寸用力，眸光发冷。谁给你的胆子，跑到我面前来惹是生非，撞门？哼，如你所愿。江银说完之后，手一挥，玛雅公主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地撞到了身后的大门上，巨大的冲击力将玛雅公主反弹了回去。江银单手抓住，又是朝着门后撞去。鲜血从口中喷出，他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又被撞飞了出去。江银的动作很快，谁都没有反应过来。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玛雅公主已经结束了。
带着你们的麻蛋公主赶紧滚，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张银操家伙准备去西凉灭国了。我陪你去。不必，你还得留在这里做不在场证明呢，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你去干嘛呀？还不如留在这里等着我回来。说起来，这次是因为我，你受连累了。不，你不懂，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玛雅公主谁都没看上，偏偏看上了你，且还是已经提醒她你已经娶了我的情况下，依旧还打算用强硬的手段逼我放手。这是什么呀？这是看不起我，这是向我宣战呢。人都打擂台到这儿了，我若是不迎战，岂不是显得我很懦弱，护不住自己的男人？叶一手肘碰了碰叶宵，羡慕地看着王爷。瞧瞧，咱们王爷的命多好呀，遇上这么好的王妃，都护成啥样了。王爷明明可以一声令下踏平西凉，然而王妃却觉得王爷的身体娇弱，不许他插手，一切交给王妃自己来摆平，真的是令人感天动地的感情啊！羡慕，真羡慕。江银是个急性子，说要给对方一个教训，那就是要给对方一个教训。留下了赫连叶之后，直接一个人就要去。赫连明是不乐意了，欺负他弟弟那可不行。一听要去灭西凉，算他一个。江银与赫连明一拍即合，二人直接连夜赶去了西凉。一夜之间，西凉国还在睡梦中，结果醒来之后，国门破，国君的宫殿直接被炸成了废墟，上面还留下了一行字：子不教，父之过。这是怎么了？是刺杀还是什么？现在女儿在大周，那么一定就是大周那边发生了什么。大周奇人太甚！驿站里，滚开，滚开，全都滚开！公主息怒，公主息怒啊！没用的废物，全都滚！弟弟，我想给阿明大哥送一份礼物做谢礼，你觉得送什么比较好？黄姐把自己送出去，不是更好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黄姐把自己送出去就是了。只是这话弟子规没敢说出来。玉佩如何？瑶儿，爹给你寻了个好亲事。你呀，你就等着好日子嫁了吧。爹，你相看的是谁？放心吧，等着好日子吧。明天人家就来接你了。今晚你好好睡觉，等着吧。爹，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明天就有人来接走？爹，我好歹也是平远侯的嫡女，你这是让我去做妾？我不要。乖女儿，爹真的是为了你好，虽然名分没有，可好日子会有的呀。我是你的女儿，亲生女儿，你怎么能如此对我？我恨你，我恨你！管你恨不恨的，得了对方一大笔银子，平远侯这会儿心情好得很。春儿，你想办法出府，去幽王府找幽王妃，求她救救我。如果姐姐不管，你也不必强求。总归是我以前做错了事，伤害了她，也是应当的。小姐，你放心，今个就算奴婢把头磕破磕碎，也一定会求郡主救您。好，春儿，拜托你了。江瑶在平远侯府焦急地等着，可是随着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的流失，以及天越来越亮，江瑶的心瞬间沉入了府邸。果然是自己奢求了，曾经自己对江银那么差，他又怎么会来救自己？江瑶站在窗边抓着手帕，先是低低地笑了一声，接着笑声越来越大，像个癫狂的疯子。二小姐，奴才们也是奉命而为，还请你担待担待。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姐姐，住手！逆子，你们想造反是不是啊？滚开！你们都给我滚开！
兔崽子，还想跟老子斗啊？老东西，你要对二姐做什么？怎么给你老子说话的？你打他！你为什么打他？你凭什么打他？你最好乖乖的听从安排，不然你两个弟弟，哼！我们可都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能如此？爹，你这样做就不怕大姐回来找你算账吗？你说那个逆女啊，哼哼，就凭你们以前做的事情，她才不会来呢。你们也早点看清楚现实吧，她早就忘记了你们了。你放开他们，你要做什么我都答应。你们气什么？我好歹也是你们的爹，又不会害了他，给他寻的人也是不错的，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多舒坦呢。那只是你觉得而已。二弟，别说了。侯爷，外面来了一行人，说是来接二小姐的。这么快就来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啊。说着就命人打开大门请他们进来，自己则是整理整理衣衫，打算亲自去迎接。然后目光落在江瑞他们三人身上。哎呀，你们太不懂事儿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们那个郡主姐姐可管不了你们的死活，以后你们的嫁娶都是一笔不小的银子，我只是用你姐姐换一点银子，以后你们也能有钱娶媳妇儿，有什么不高兴的呢？这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呸！你哪里是为我们二人着想，分明是为自己着想吧？不要把问题推到郡主的身上，他没有责任，反倒是你这个父亲失败，特别失败。你们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忘记江银以前是怎么对你们的了？你们竟还帮着他说话。郡主对我们不好，那也是以前我们对他太差，有这样的因果是我们的报应。我不怪他也不恨他，我只怪只恨以前因为你们的原因对他的偏见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情。你说他不好，可就是你口中不好的人送我去了最好的书院，让我走上了青云路。你呢？你在做什么？除了吃喝嫖赌，你都做了什么？你尽到一个父亲责任了吗？反了天了你啊！竟然跟你父亲这样说话。二哥，瑞哥，像你这种自私自利、卖女求富贵的小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逆女，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你来打，狠狠的打！别以为我不会打你，你等着。哼，他不是不舍得，只是不想毁了自己这张脸，卖不出好价钱。平远侯，我来了，你说的绝色佳人在哪里啊？门外传来了有些苍老的声音，紧接着一个比平远侯看起来年纪还大的男人挺着肥硕的肚子从外面走了进来。哎呀，老兄够意思啊，这都是你的子女？是啊，朱兄，这都是我们家的。不错，没想到江兄这么贴心，买一送二啊！这样，我再给你们100万两，把他们也都给我了。朱兄，你说什么啊？这3个你都要啊？是啊，这3个都是好样貌，深得我心呐。可他们是男子啊！哎，这些不重要，是男是女不重要，反倒我喜欢这口。朱兄，这100万少了点，我这2个儿子年轻力壮，样貌好，而且还是侯府的少爷，您只给100万。好，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再追加100万两，这样可以了吧？你们可不能怪为父，要怪只能怪你们自己。但凡你们对我好一些，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江南生，你会有报应的，你会遭报应的。江南生，你就是个畜生！你卖女求富贵，现在连2个儿子都不放过，你不是人！甭搭理他们，堵上他们的嘴，带走就是。好，这样有性格才好啊！来，听侯爷的，把他们的嘴都堵上，都给我带走。你放开他们，瑞哥，堂哥！挣扎吧，越是挣扎越是带劲儿。老爷我呀，最喜欢。哦，是吗？我也喜欢打人，叫得越惨我越喜欢。
姐姐，喂，给你们表现的机会来了。好嘞，皇婶就看我们的吧。身后传来安王兴冲冲的声音，提着棍子就朝着那边的婆子一通乱揍。他可不管对方是什么婆子，挥起棍子就打。你怎么来了？哎呦，又来一个角色的，这个好，这个更好，给你200万不，300万，卖给我。江银连看都没有去看一眼，在对方说出这话的时候，抓着对方的脑袋直接朝着旁边的墙壁狠狠地砸了上去。买我，真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啊！江银手一伸，刀剑瞬间落在他手中，下一秒就见他拿起刀剑，转眼刺在了朱能2两肉的地方。昏迷中的朱能连惨叫都没有发出一声，就又重重的晕了过去。长得丑，想得倒挺美。300万买了我，这事儿告诉王爷，让王爷彻查这一家子有多少个像他这样的，查出来后，全都给阉了去南风馆卖孝敬。他那么喜欢玩，就多送几个玩玩，一定会很开心的。是，你不能杀我，我可是你爹。可我现在是幽王妃，我与你之间除了是父女关系，就是尊卑关系。我为尊，你为卑，杀你还是伤你，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姐姐，你们两个过来，你们两个商量一下，谁来做这平远侯？逆女，你要做什么？你德不配位，该换个人做了。不，你无权，你不能剥夺我侯爷的权利。我是没有权利，但我家王爷可以。这事我只要跟王爷说一声。你说这事会不会成啊？你们两个考虑好了没有？谁来做平远侯啊？我们都不想做。你们想清楚了，平远侯这个位置虽然在京城里只是个中流，但好过没有。想清楚了，我们不想继承平远侯这个爵位。看来你们有了决定，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计划？我打算走科举，我打算走武举，想靠自己闯出名堂来。我也要有事业心吗？你就算了，还是等着嫁人好了。将今日参与闹事的下人全都发卖了。平远侯既然这么能折腾，以后身边别有人伺候了，让他自己动手。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你爹。你该庆幸你是我爹，不然你的下场比刚才那个人只多不少。就凭你做的这些事情，拿出去说一说，旁人听了都会鼓掌夸我干得漂亮。好好珍惜你为数不多的侯爷生活吧，很快你就到头了。你不能这样做。但凡你真心悔过，好好珍惜眼下的日子，对待他们好一些，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局面。偏偏你不珍惜，这府上所有人都在努力上进，唯独你自怨自艾，自甘堕落。那还不是怪你？要不是你，本侯爷何至于此？你不是我女儿。你放屁！好你个平远侯，现在又打算诋毁我皇婶了是不是？等我回去见到皇叔，定要告诉他你不承认皇婶是你女儿，还要造谣。爹，你欺负我们也就算了，现在连大姐也不放过了吗？我看你才不是我们的父亲吧。你们都要忤逆吗？从今儿个起，将他给我看牢了。说完直接丢给管家一块金子，让下边的人好好办事，办好了有赏。郡主放心，奴才一定会让人看紧了，3班倒轮流盯着，绝不会让侯爷出来。你们反了天了是不是啊？我是侯爷，是侯爷。来，这是姐夫。王爷姐夫？什么王爷姐夫？你直接喊姐夫就好了。别紧张，你姐夫又不会吃人。他是不吃人，但是他杀人呢。你要不要听听外面那些人是怎么评价幽王的？那可是活阎王。好好守着你家王爷，别让一些花蝴蝶朝着他身边凑。是，王妃放心，属下一定会盯紧。江银点了点头，满意的带着江安岁走了。不跟着姐夫一起吗？你姐夫是去受折磨的，咱们不是，咱们是去看热闹的。折磨？谁敢折磨活阎王？不过姐姐觉得可行，那就行吧。到了入口，就瞧着一行人阵仗比较大的堵在入口处。丫鬟打扮的人叉着腰，像个茶壶似的堵在入口处，跟着守卫在争吵些什么。
知道坐在里面的是谁吗？睁大你的狗眼看看，看看这马车的标记是什么？敢拦着我们的马车，这几个狗胆子啊！就是王爷公主来了，都要出示腰牌，这是例行检查。哼，腰牌？你配看吗？姐姐，例行检查，这不是正常操作吗？为什么还会有人不配合？那这制定规则的人权力大，还是坐在马车里面小姐姐的牌面大呢？大概是给脸不要吧，总觉得自己特殊，想高人一等，却不知这里是京城脚下，随便一个板砖拍下来，都可能是个王爷郡主什么的。在这里耍大牌，那才是丢脸至极呢。你是谁？好大的胆子，竟敢这样说！春柳，张嘴！马车里的人听到这番话也是气炸了，对着自己的丫鬟下令。丫鬟冲过来，扬起巴掌就要朝着江银的脸上打去。江银掌风直接一扫，将丫鬟朝着马车砸了过去。瞧，这就是王妃的机操。你真的是我皇婶的弟弟啊？我怎么没听说皇婶还有你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直是被送到道观里养的。名字？江安岁。喊我一声姐姐听听。姐姐。什么？大声点，没听见。这个小崽子看起来好像受到了很多的委屈和刁难，有必要调查一下，看看这些年来这小崽子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永远侯府你暂时别回去了，就先在幽王府住下。不用了，我回道观，我在那儿习惯了。我是在通知你，可不是在跟你商量。皇婶，不如先让他去我的王府玩几天。我那儿有不少的好玩的，正好让他解解闷儿。你愿意去吗？江安岁犹豫了一会儿，点点头。那行，就让你去安王府上住一晚上，明早就回来。哎呀，皇婶别担心，我和宝玉会照顾好他的。今晚夜市很热闹，我带他去玩。拿着这个牌子，所有费用全免。不用，这点钱本王还是有的。你们跟着。是。你来了。听叶姨说了，也是本王的疏忽，忘记了这事儿。之前就没有想过这件事，他真的不记得江银还有一个弟弟，毕竟这个弟弟很小的时候就送了出去。这件事我也给忘记了。我让叶宵去调查了，很快就会知道他之前的生活。我不打算让他回平远侯府，我想让他留在幽王府。可是这对他来说未必是他想要的，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事儿还是问他，若是不愿意，就单独弄一个宅院，安排一些人照顾他。至于接下来的路如何走，让他自己选择。平远侯这个人不行，今天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准备将宋氏所出的3个儿女全部打包卖高价给一个糟老头子呢。啊，这是真的，要不是我及时赶到，都被打包带走了。那个老邓太不要脸了，儿女在他眼中是什么？是随手都可以打包去卖的吗？有些父母并非是合格的。这次平远侯的确很过分，你打算如何惩罚？先让他得意一阵，等府上那几个有不错的闺秀之后，也是他好日子到头了。4国盛会明天就是5笔，要去看看吗？5笔呀，那应该很热闹吧？看，自然是要去看的。幽王驾到！叩见幽王！叩见幽王！王爷千岁千岁千岁！马车里的少女听到是幽王，脸色一白，也紧跟其后跪在地上。参见幽王！怎么回事？幽王，我们知道。围观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的，急忙把情况告知了赫连夜。马车砸了，人赶走，丫鬟杀了。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我不知道那是王妃，我不是故意的。王爷，我父亲是安远伯远在西边守卫，求王爷恕罪，饶我一次。赫连夜是知道这个人的存在的，说起安远伯，他也很是欣赏。此人很是忠心，多年来一直驻守西北，从未有怨言，尽职尽责，是个不可多得的忠臣。可是这样的忠臣教养出了这样的女儿吗？你今日之举丢了的不是你的脸，而是你父亲的脸。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女儿，是他的耻辱。看在你父亲的面上，饶你一次，但你的丫鬟留不得。还有，自己掌嘴识下，记住，在京城谨言慎行。是。堵人的马车走了，想狠狠秀一把风光的少女狼狈地离开。二人进入会场之后，分道扬镳。赫连夜被人请到了上座，坐在阁楼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比武。而江银带着江安岁挤到了比武台边上。这里，你们2个一大早不见人影，
是来这里占位子的？是啊，我们可是连早膳都没来得及，就跑过来占位置了。无比的热闹可比文比热闹多了，大家都跑来看无比，人特别的多。好在他们身份特殊，能早一点抢到位置。知道皇婶是个爱看热闹的，是不会跟着皇叔去远处观战的。现在看到皇婶出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机智点赞。皇婶，这西凉的人好讨厌，缺个人教育而已。待会儿要不要试试？连妖兽你都能打个平手，区区一个凡人，你何惧之有啊？皇婶如此看好我？是呢，非常看好。好，皇婶觉得我可以，那我一定行。安哥，你可以的。去准备吧。行，我这就去准备。这会儿西凉的勇士还在台上怒吼，在台上叫嚣着：“我来！”老五才在，真的假的？其他的王爷也是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素来吃喝玩乐从不碰刀剑和书本的老五，这会儿竟然要参赛。老五，你别逞强啊！你这刚成亲1年，可别让弟妹手拱。我说哥，亲哥，别人看不起也就算了，你怎么也瞧不起？咱俩是双生子，我这还不是担心你的安稳。别看母妃平常没心没肺，可一旦你我2人受伤或者发生点什么，她会疯的。哥你放心，让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殿下，您觉得安王胜算有多少啊？胜。在众人的期待或者看笑话的眼神之下，安王走上了比武台。皇姐，你觉得这里面有几成胜算？既然是幽王妃举荐安王前去，那必然是有9成左右的胜算。看着吧，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安王的身高约莫1米8几，按照中原人的身高比例，这已经是很高的了。可站在2米多高的西凉人面前，就显得娇小了一些。尤其是他身材匀称，看起来并不壮硕，这在西凉人的眼中就是瘦弱不堪一击的人。大齐是没人了吗？派你这么个弱鸡出来应战，老子告诉你，比武台上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老子照打不误。你尽管叫嚣，毕竟没有实力的人都喜欢狂吠几声。哼，瞧你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定很无助吧？毕竟别人有的你没有。你什么意思？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我缺哪个了？自然是脑子喽。你骂我傻子，拿命来！这位叫纳格的勇士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拿他的脑袋说事情，现在被人当面嘲笑，自然是忍不了，挥起比婴儿脑袋还大的拳头，朝着安王的面门重重地砸下去。安王一个蛇形走位避了开，纳格见他躲开，又继续上前追。你们看出问题了吗？安哥把他当猴耍呢。纳格，你在做什么？打呀，快点打呀！在纳格挥拳冲过来的时候，安王一个侧身躲了过去，抓着他的手腕，以4两拨千斤的气势将人狠狠地摔在地上。我去，这是安王！安王将纳格摔出去了。哎呀妈，吓死人了！第2场，大齐安王胜，赢了。老五你赢了，哥哥就说你可以的，想不到你真的行啊！瞧瞧，都好好的看看，这是我的弟弟，是我的弟弟呀，吃喝玩乐样样不缺的弟弟，今天逆袭了。啊，是我打赢了，又不是你，你激动什么？不，我不服！大哥，你疯了吗？停下，快停下！可是已经在愤怒中的纳格根本听不到。吃完药之后，他的身体开始发出惊天的变化，只看到他的身体不断的膨胀，身上的衣服在撕裂，身形也跟着又高大了些许。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身体怎么了？这是郡主，会不会有危险？纳格的拳头落在了刚才安王站着的地方，一拳头落下去，地面4分5裂，木头和石块飞溅，惊了不少的人。救我呀！皇上救我呀！这人变异了！幽王妃，您该不会要过去救人吧？没听到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在呼喊吗？我自然是不能当做听不到的。江银微笑，然后从袖中掏出了一支强效麻醉枪，朝着纳格就是 biu 的一枪。一枪不行，还有第2枪，3枪直接将人干废了。停下来了！哎呀，终于停下来了，累死小爷我了！怎么样？有没有事？
没事没事，我一直躲着呢，他没伤到我。郡主，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吃药可以短暂的让身体达到巅峰状态，不过这玩意儿不能用多，不然会筋脉逆流，爆血而亡。你们西凉人好厉害的手段呐！打不赢就玩吃药，怎么输不起是不是？你们给本王一个解释。安王想要什么解释？我们也不知道啊，全然蒙在鼓中，谁知道发生了这么个事儿？哼，记住你们说的话，别到时候玩双标啊，不然本王锤死你们！哎，安王多虑了，四国盛会本就是彼此切磋，一起玩乐，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嘛。皇上，那个野蛮人不会死吧？死不了，最多睡个几天而已。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有那么残暴？王妃，江少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看你面色很差，是怎么了？王妃，看完卷宗就知道了。江银没有再说话，而是拿起卷宗仔细的翻阅。当然，那么多的繁体字他还是看不懂，只能借助自己的翻译。当看完卷宗上的内容之后，江银笑了，笑得很灿烂。好啊，很好。正愁着最近无聊，无法活动筋骨呢，这不赶巧了吗？送上门来了。王妃，您打算怎么做呀？怎么做？自然是拆了呀。翌日，我带你去见见人。见谁？你要让我见谁？去了你就知道了。过了1个时辰，他们出现在一个村子的路口。咦，这不是江安岁吗？什么？江安岁？真的假的？不是说他跑了吗？对，我没看错，真的是他。走走走，咱们去看热闹去。一些爱热闹的村民们瞧着江安岁带着这么一个大美人，衣着华丽的出现，吃瓜的属性觉醒了。有些好事者不等江银和江安岁出现，就先一步跑去宋家告诉了这个消息。宋家这段时间过的是倒霉透顶，将江安岁那个麻烦卖到道观之后，结果那臭小子连夜跑了，害得道观那边要人，不把人交出来那就赔银子。他们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江安岁，道观那边又是不好惹的，他们害怕，只能砸锅卖铁的赔银子。只是心里这口气怎么也出不去，憋闷得很，正不知道如何排泄呢，却不想有人告诉他们江安岁回来了，还带了一个绝色大美人，瞧着衣着还华丽了不少。妈的，他还敢回来，老子这就揍死他！大哥，咱们也去。我想回去了。别担心，姐姐在呢。江安岁，你个狗杂种，还知道回来呀？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我们还是跑吧，他们很可怕的。可怕？有我可怕吗？哎呦，还真是个大美人。是啊，大哥，这妞长得可比葱花翠儿好看多了。要是带回家，给咱们兄弟几个……身后几个宋家的儿子彼此眼神里交流着欣喜，露出了淫邪猥琐的笑容。我是老大，得我先来。住口！你们全都住口！哟，臭小子，谁给你的胆量，敢跟老子这样说话？我不许你们这样羞辱他。他是你的谁啊？江安岁，你不要忘记了，你是个什么身份？没有我们宋家这些年的养育，你连条狗都不如啊！怎么，现在翅膀硬了，狗崽子要咬人了？你该不会是还想着那家人来接你回去吧？你别做梦了，要是能接你回去，早就接你了，何须等到现在？你清醒清醒吧！对啊，江安岁，你在咱们宋家就是只狗，狗崽子还敢朝着主人狂吠，谁给你的胆子？老三，你去教训他，那个女人不要伤着了，要留给咱们呢。看好了，大哥！哟，惨了惨了，这江安岁那小身板还不得被一棒子打死啊！这宋家也太狠了，我可是听说了，当初把江安岁送到宋家的时候，人家可是给了500两银子呢。500两，多给我几辈子都挣不到，人家宋家就有了。这么一个小财神，不说供着，也不能像宋家那样虐待呀。可不是，那宋家的大院子青砖瓦房的，要说不是拿人家江安岁的银子起的，打死我都不信。就是，宋家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是咱们村最穷的，5、6个儿子，就差穿1条裤子出门了。哎呦，哪有现在呀？有大房子住，还有几十亩地，这不都是人家江安岁给的？村里的人看到宋家几个儿子这么个行事作风，早就有人看不下去了。
围观的吃瓜群众你一言我一语的把宋家的作为全都给吐了出来。闭嘴！闭嘴！你们全都给老子闭嘴！哼，你算个什么东西？让俺闭嘴就闭嘴？喝了几天酒，醉成这样了。宋家老大刚要说什么，人家7、8个人高马大的儿子出现了，站在他们娘身后，气势汹汹地盯着宋家的几个儿子。瞧着自家儿子如此给力，爆料的那位大娘可是得意了，叉着腰眉眼得意地看着宋家几个儿子。他别的不多，就儿子多，想欺负他门儿都没有。老三，还不快点！来了来了，这就来。宋家其他几个儿子原本站在一旁看热闹，静静地看着江安岁被抽个半死，可结果抽得半死的却是自己的弟弟。这反转的一幕惊得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贱人，你找死！说完，整个人腾空跳了起来，朝着江银的头顶砸下去。他抬脚猛地朝着宋家老大的腹部踹下去。其他宋家几个儿子见状，纷纷地举起了手中的农具，朝着江银的方向冲过去。几息之下，全部都躺在地上翻滚着。贱人，女婊子，你敢打老子？老子要弄死你！江银的棍子已经抽在了对方的脸上，嘴里的牙齿全部都被砸掉，散落了一地。谁能想到啊，宋家在村子里因为盖了房子又买了不少的田地，开始横行霸道，就连村长和李正都不放在眼中。现在再看这些人像一只死狗似的躺在地上，莫名的觉得解气。谁有绳子？很长的绳子。说完掏出了一枚金叶子，我买。我去，这哪里是母夜叉，分明是财神爷呀！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呀，快把你们腰带解下来！娘，腰带解了，那裤子不就掉了吗？哎呦，你不能手提着呀！对了，你看到旁边那杂草了吗？自己随手搓个草绳子系上就是了。在众人犹豫或者回家拿绳子的时候，大娘已经笑眯眯地来到了江银的面前。近距离一看，顿时觉得眼前站着的哪里是人呐，这分明是个仙女儿，长得可真漂亮，看得她眼睛都直了。这位小姐，腰带可以吗？可。说完便将手中的金叶子放在大娘的手中。当金叶子落在大娘手中的那一刻，大娘的眼睛都亮了。而江银将宋家的几个儿子用绳子给捆了个结实，宋家老两口还有儿媳妇儿以及其他的孙子孙女们一个个都在家中等着几个儿子将江安岁带回来。奶，我要江安岁狗杂种，给我当马骑。好好好，行，乖孙等着啊，等他回来定要他给你当马骑。还有我要让他跪下来给我当板凳。好好好，待会儿江安岁那个狗杂种回来后都依着你们啊，一个一个来。娘，这几人抓回来，咱们不如把他卖到那个地方。我打听过了，对方说只要咱们愿意，就给200两银子。娘，200两银子呢？呀，这么值钱呢？可不就是嘛，200两啊！人家说了，如果验货，还能加价呢。哦，儿他爹，你觉得如何啊？村里人都知道这孩子的来历，卖了他，你们如何解释？哼，那要解释什么啊？谁想要解释，谁来带走呗。这个狗杂种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还不是被丢到咱家几年无人问津，说什么贵人家的孩子，贵人家的孩子会不管不顾多年？呸，可不就是，娘说的有道理，咱们镇上那些富户家的少爷，哪一个不被当成金疙瘩的疼爱啊？只怕这孩子出生不详，被人嫌弃不要了。他爹反正这么多年了，那边也没有人来过问，不如就卖了。如果真要是被问起，咱们就说那狗杂种自己跑了，那腿长在他的身上，咱们也没有办法呀。随你们，我不管。娘，爹这是啥意思呀？什么意思？意思是你爹也同意了。爹答应了，可是
爹明明是说他不管啊。我跟你爹成婚几十年了，还有谁比我了解他？他嘴上说的不管，就是随我处置。那娘，银子到手的话，能不能给俺做一身衣裳啊？衣服，老身这层皮给你，要不要？不敢，不敢。哼，都别想打这笔银子主意，不然别怪我将他扫地出门。哎呀，这几个小子不就是抓个人吗？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啊？伴随着他话音落下，远处就传来了阵阵的脚步声，还有惨叫声。哎呀，回来了！娘，我怎么听这个声音不太对劲呢？怎么好几个人声音还有些耳熟呢？宋家的，你还不快点出来看看呢？你家儿子快被人打死了！天杀的！谁干的？谁干的？视线落在江安穗的身上，眼睛都要喷出火了。狗杂种，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干的？江银眼神一冷，狗杂种，他抬腿就是一脚，将宋老太太给踹飞了出去。娘，赵刚何在？属下在。带着你的人出来。这些人挤开了人群，走到了江银面前，半跪在地上。属下见过幽王妃。什么？那个看起来非常凶残的女人竟然是幽王妃？知道她是我什么人吗？你来告诉他们。姐姐，你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姐姐。不可能，这不可能！当初送过来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小杂种是绝不可能再回去了。谁说不要他的？他是平远侯的嫡子，身份尊贵，为何不要？随着江银说出江安穗的身份之后，四周的反应不一，但更多的是惊讶。将我弟弟送给你们的是宋氏，也是我的后母。她为了自己的儿子将我弟弟送出来，但也给了你们几百两银子。你们用这些银子买了田地，盖了房屋，日子过得都是舒坦。可我弟弟呢？你们倒是好得很呢，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弟弟的钱，却对他苛待至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简直是可恶至极。冤枉！冤枉！事到如今，你们还嘴硬，可见往日里你们也没好到哪儿去。既然你们吃的用的都是我弟弟给的，那么现在也该还回来了。说完，江银看向了赵刚，把他们的房屋给我砸了。不要啊！你别一直想着弟弟，也想想我。想你？想你什么呀？想本王的兄弟。贺连夜贴着江银的耳边暧昧地说，手也开始不老实。二人彼此一个眼神就懂了对方的意思。鸳鸯床幔随风落下，不多会儿里面就响起了亘古不变的协奏曲。扇窗掩不住满目悲伤，谁还在看浅浅的云潮。翌日，贺连夜神清气爽，江银扶着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比了比自己的腰围，疑惑地看着贺连夜：“我的腰是不是比以前粗了些？”贺连夜，我好像胖了。胖？哪里胖了？贺连夜蹙眉走到了江银的面前，认真地看了看。你以前太瘦了，现在终于有点肉了，怎么能觉得胖了呢？可我感觉腰粗了不少啊，以前还能左手绕到右边摸到腰，可现在有点困难啊。你要是不放心，稍后我让太医来给你诊脉，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贺连夜柔声安抚着江银的情绪，贺连夜这话算是说到了江银的心坎里去了。安抚好江银的情绪之后，夫妻二人一同去用了早膳。贺连夜见他还没吃饱的样子，将自己手边的一碟子虾饺还有一碗燕窝粥推到他的面前。多吃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最近很能吃，感觉能吃一头大象那样，很容易饥饿。我该不会得了什么绝症吧？说着说着，江银眼睛泛红，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了下来。他这情绪来得特别快，贺连夜都没有反应过来，人已经在旁边哭得不行了。不会，你别多想，
本王这就让叶一去宫里一趟。不行，我还有事要做。什么要紧的事儿也没你的身体来的重要，先看身体要紧。不着急，我先处理了事再说，不然我心里难受。再要紧的事儿也没你的身体重要。我知道，我保证很快，等我解决了就回来让太医看看。2个时辰，给我2个时辰就成。到底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啊？气不顺，打算回去刺激刺激渣爹，算不算啊？我郁结在心，要是这口气排不出来的话，我心口难受啊。本王陪你去。你别去，你气场太强了，要是去了影响我发挥。那我在平远侯府门外等着。他不配，不用你跟过去。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江银一口拒绝了，然后喊上江安岁，风风火火地带着他出了府。出去当值的太医，其余的都让他们过来。叶一应了一声，转身朝着皇宫疾驰而去。皇宫里，滚，滚，全都滚！看着身边这些守着的大臣，周文帝再也忍不住了，掀起一张桌子，怒吼出声：“陛下息怒！”这些人似乎对周文帝的发怒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在周文帝发怒之后，双膝扑通跪在地上求他息怒。有你们在，朕如何息怒？恰逢此时，有人前来汇报，幽王身边的贴身侍卫叶一去了太医院，除了当值的太医，其余的都走了。是阿叶吗？是不是阿叶有危险了？是了，阿叶的身子骨不好，能让叶一带那么多的太医过去，定然是阿叶的身体出了大问题。不行，朕要过去看看，朕要守着阿叶。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天意不可违，天意不可违呀！若是让那个老天知道您接近幽王，您又要受伤了。殿下，你不能见幽王。就算您不为自己着想，难道也不为这天下的百姓着想吗？若是陛下执意要去，那就是违背了天道意愿。天道一怒，我等凡人又岂能受得住啊？天灾人祸，陛下又如何？陛下，臣来的路上遇上了叶一，了解了一下，幽王殿下没事儿，是幽王担心幽王妃的身子，故而让太医都过去请脉。你们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自然是真的。殿下若是不信，先派个人去幽王府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奴才给幽王妃请安，王妃千岁。让平远侯过来，还有府上的其他主子们若是在的话，让他们也都过来。平远侯府现在上下看到江银，那叫一个灵魂颤抖。没别的，实在是郡主太可怕，太吓人了，连亲爹都不放过的人，还能指望放过他们吗？不多时，江瑶来了。大姐，好几日不见，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你呢？婚期都定了，注意休息，到时候美美的嫁过去。好，我都会记下的。你尽管准备，缺什么让管家记着，侯府没有的就让管家寻我。既然要嫁过去了，以前那些毛病别再有了，好好的与婆家相处，以后的好日子在后面。是，都记着了。瞧瞧，没有宋氏那搅屎妇，这一家子歪瓜裂枣的不全都正常了？果然娶妻娶贤啊，娶个祸还害3代。现在没了宋氏，这个家多和谐啊！除了脑子拎不清的渣爹，其他也没什么幺蛾子嘛。至于那个脑子不是很好的渣爹，没什么威胁，翻不出什么浪花来。还记得他是谁吗？是安岁。现在他回来了，以后这府我打算留给他。这个可以啊，姐姐既然决定了，那就早些定下来，免得那个人又要闹。自然是要的，不过眼下你还没出嫁，等你嫁出去再安排。逆女，你还敢回来？你是不是不长脑子？看来管你一段时间，脑子也没长啊。你又来做什么？
还认识他吗？不认识。我劝你最好认真看一看。你让老子来，就是为了看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幽王满足不了你？你还打算养个小的？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他是谁？你到底想让我看他什么？平远侯，你该不会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吧？胡说，不可能！瑞儿和腾儿可不是这模样，你当我老糊涂了呢？父亲，姐姐说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另一个儿子？真的是本侯的儿子？真可悲啊！你居然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他离家那么久，本侯如何认得出来？今儿个带安嘴回来，就是让他认认门。他过去几年很苦，这都是你造的孽，这笔账我会算在你头上。都是宋氏，都是宋氏的主意。对，就是宋氏。当时就是宋氏嫌他在府上添堵，所以就想着送出去，还送到了他远房亲戚的家中，这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好好珍惜你为数不多的风光日子吧，很快就结束了。随后江银带着江安穗去逛了自家的店，拿了一些好吃的，这才打道回府。到了府上之后，一溜烟的太医已经准备就位。这么多太医啊！王妃身体贵中之贵，自然是要谨慎点好。可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江银无语，想到什么似的看着管家。王爷的意思？是王爷的意思。皇宫有派人来吗？有公公过来前来打听，不过听说是为王妃请脉，便回去回禀了。参见王爷，王爷千岁。可有感觉哪里不适？没事啊，就是有点饿。安伯，送吃的来。回王爷，厨房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不如先请王妃吃点点心垫垫。不必催促厨房，我就是嘴馋。太医们全部都低着头跪在地上，不曾抬头看二人。直到赫连夜的声音响起，他们才颤颤巍巍的起身，一个一个来。然后这些太医一个个排队诊脉，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没错吧？没错。真的吗？真的。安伯一直注意太医的反应，见他们这般反应，隐约猜到了什么，一切等官宣，等官宣。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妃有喜了。可有看出月份？约有3个月了。王妃肚子里恐有3胎。王妃身体康健，胎儿在肚子里也很健康，尽管放心。三个，王妃怀胎3个。我怀了，还是3个。我要当爹了。我要当娘了。一对新手爹娘两眼对望，又是惊又是喜。当爹了，我当爹了，会有孩子了。是啊，我要当娘了，我也有孩子了。这是盼什么来什么啊！我前段时间说什么来着？我想要王爷的孩子，这就来了。别这么笑，会吓着孩子。新手爹娘一整个傻乐了。赏，全府上下都有赏，还有封地那边的也都赏，只要是他们幽王府的人全部都赏。赫连夜还让安伯在幽王府门外放了1个时辰的鞭炮，以此来庆祝。得到了王爷的话之后，安伯当即就安排人在幽王府门外放了1个时辰的鞭炮，除此之外还搬了几个竹筐，只要有人来说恭喜漂亮话的，全都赏钱。幽王府的门前瞬间变得很热闹，一开始还有人不明所以，不懂幽王府这是搞哪出。当听说是幽王妃怀孕了，当即秒懂。皇宫里周文帝得知了这消息之后，先是一愣，随后面色狂喜。这么说，阿爷的身体好了？回皇上，幽王的身体还是与以前一样？怎么，不是幽王妃怀孕了吗？那按理幽王的身体也会好转，不然……接下来的话周文帝没有往下说，但在场的都懂了。前面几天赫连夜一直都寸步不离地守着江银，不过很快他就顾不上来了，因为属于江银的孕吐换到了赫连夜的身上。来，漱口水。本王很庆幸。庆幸什么？本王很庆幸你没有受这样的苦，这种苦本王愿意替你受着。以往听说孕吐或者怀孕艰难的时候，本王不以为意，
可如今真正感受到了，才知道身为一个母亲多伟大，多辛苦。怎么哭了？可是哪里不舒服？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哭了。我看书上说，孕妇在怀孕期间情绪多变，大概就是这样吧。郡主，您怎么有空出来了？王爷愿意让您出来了？我偷偷溜出来玩呢，也不知道他紧张什么，天天守着，我都快闲得开出花来了。走吧，咱们趁着他们还没追过来，四处逛逛。好啊，我也想出来透透气。走吧，咱们四处逛逛。江银抬手与宁雪薇朝着喧闹的商业街走去。马上就要到安王的生辰了，我想选块玉。他喜欢什么颜色的玉啊？这人最爱显摆，也爱张扬，自然是颜色越亮越喜欢。江银听后，转手从袖中掏出了一个婴儿大小的玉石，隐约能从玉石上看出鲜艳的红色。这是红玉，咱们近期让玉雕师做一套成品。掌柜，我这里有块原石，你帮我切开看看水头。另外，我用来做一些玉饰。掌柜的也是个有眼色的，看到裸露在外面的颜色，眼睛大亮。这位夫人若是不介意，我这就让人来切开看看如何？好。他激动地带着颤抖的手来到了江银和宁雪薇的面前。两位，这就是那块石头切出来的，成色完美。不知你们想做什么样的玉饰啊？掌柜的正低声询问着呢，从外面走进来一对母女，模样打扮得像暴发户，头上戴满了金钗，10个手指上挂满了戒指，别提脖子上长短不一的项链，还有手腕上的镯子。扫了一圈之后，唰的将视线停留在掌柜面前的原石上。娘，我要那块石头。这块玉石我们要了，开个价吧。不好意思二位，这玉石不能给你们。为什么？凭什么不能给？你这东西放在店里不就是卖的吗？那我愿意出钱买下，你凭什么不给？因为这东西是我的，他自然不能做主。娘，我就想要这块玉石，你就给我买嘛。你也看到了，我这女儿十分喜欢你手中这块玉石，不如这样吧，你开个价，我买了。不卖，这玉石另有用处，我出2倍的价格。我不差钱。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我娘都说给你2倍价格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怎么还想狮子大开口是不是？掌柜的就用这些料子做一些男士的玉饰来。江银没有理会那少女的无理取闹，而是与掌柜的讨论着。喂，我跟你说话呢，你干什么？娘，他凶我。这位夫人，瞧你的气质也是不差东西的，不如您就忍痛割爱，这东西卖了吧，我愿意多出几倍的价钱。我这个女儿啊，打小就喜欢亮晶晶漂亮的东西，得不到就寝食难安，彻夜难眠的。我也不多要，就请夫人分我一小块。这块我不能给你。蔡甜甜见娘开了几倍的价格，对方还是死活不愿意给，当即就大哭大闹，吵得厉害。不好意思啊，这孩子早产，我们夫妻2人心疼他，就多娇惯了一些。这位夫人，京城里权贵很多，令媛这般胡闹，遇到脾气好的大抵不介意，可若是遇到脾气不好的，他性命堪忧。皇城境内，他这般性子可是要闹出祸事的。多谢夫人劝告，回去之后我定会好好管教。黑甲卫，是黑甲卫来了。伴随着这番话，堵在店铺门口看热闹的一伙人仿佛是看到什么很恐怖的东西，纷纷退下。很快，马蹄哒哒声，紧接着一群身穿黑甲的士兵将整个玉器铺团团围住。怎么出来也不带人？出来透透气，何况我还需要别人来护着。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要多注意，别让本王担心。知道了。媳妇儿，媳妇儿！正想着呢，就瞧着安王毛毛躁躁地跑了过来，看到宁雪薇安然无恙，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上前抱着宁雪薇的腰，头在她的肩上抵着。我知错了，我错了，媳妇儿，你别走，不要丢下本王一个人好不好？没了你在身边，本王空虚寂寞冷。你闭嘴！皇叔，皇婶，我们先回去了。赫连夜嗯了一声，随后安王马上就抱着自己媳妇儿离开。走吧。我刚出来又要回去。
无聊。不回去，你喜欢去哪儿？本王陪你。哎，等等，做好之后，派人去幽王府通知一下，会有人来取。掌柜的傻傻的点点头，随后江银视线一转，看着蔡夫人：“我这儿有一块纯色的红宝石，要不要啊？”“要，自然要的。”“你出多少价？”他们家是商人，也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像这样纯色又大的宝石还真的少见，不是前所未见。要，您打算开多少价？我不了解，你看着给吧。10万两，您看成吗？没几个钱，送你了。江银摆了摆手，随后与赫连夜一起离开。哎呀，你们真的是撞大运了呀！天降大运了！大运？什么大运呢？哎呦，你们一定是从外乡来的吧？竟然不知道刚才那一对是幽王和幽王妃，不知道幽王是谁，也该知道拥有9个城池的王爷是谁吧？你们的意思是，那位就是……哎，可不就是。那位性格阴晴不定，谁敢在他面前放肆啊？就是当今，都要给他3分颜面。你们这2位在幽王妃面前蹦跶还能活着，真是奇迹呀！我听说是幽王妃怀孕了，或许幽王就是看在这块儿才网开一面的。众人一听，转念一想，也觉得这话说的颇有些道理，不然怎么解释呢？说不准还真是这样。幽王殿下身子骨不好，现在幽王妃怀孕，自然是可喜可贺。还说王爷呢，单说王妃也不是好招惹的。你忘记王妃之前所做的那些事儿了？这也就是怀孕了，脾气收敛了一些，要不然这2人今天还不得血溅当场啊！可不就是嘛！蔡夫人和蔡甜甜2人吓得不轻，他们哪里知道对方的来头这么大。2位，您的玉石。随着掌柜的一声吆喝，这2人跑得更快了。什么玉石啊，那是催命石。想到自己做的蠢事，蔡甜甜吓坏了。回到府上之后，直接高烧不退，人也开始说起了胡话。蔡夫人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是惊觉高烧不退。蔡财主从外面交际回来之后，就听说自己的妻女出去溜达一圈，全都高烧不退，受了不小的惊吓。你连个糊涂东西，不是早就提醒他们，京城天子脚下不是权贵就是富贵，是咱们这些人惹不起的吗？他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啊？现在竟然惹上了最不能惹的。安伯听到门房的汇报，说是有人跪在府门外，身上还背着金条，看上去像是来请罪的。可有听说是因为何事？门房摇头，那就不必过问，喜欢跪就跪着吧。每天来他们王府门口跪下的那么多人，挨个问的话，那他这管家就什么事儿都不要做了。蔡财主看着王府的房门一直紧闭，也不敢奢求对方王爷来见自己，只是老老实实的跪着。而赫连夜这边在陪着江银出去看风景。怎么，不打算装了？不装了。他马上就是3个孩子的爹了，继续坐在轮椅上装病，还怎么带孩子？所以赫连夜决定不装了，爱咋咋地。我会保护你的。都说了多少次，这话换本王来说，你是女子，要保护也该是本王。可我想保护你啊。行吧，既然是你愿意的，随你。你呀，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马车停在王府的门口，江银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跪在王府门口负荆请罪。是草民管教不严，冲撞了王妃，还请王妃恕罪呀。小姑娘嘛，爱美心思很正常。虽说你女儿娇蛮任性了一些，但是夫人还算不错。看在你夫人的面子上，此事就算了。不过你女儿是要好好管教了，这里是京城，不是别的地方。是，王妃说的极是。没多大的事儿，不必如此惊吓，回去吧。听闻幽王妃有喜，草民这里有一些补身子的药材，还请幽王妃收下。好，你有心了。江银想拒绝，但转念一想，改了口，又收下了。见幽王妃愿意收下，对方喜不自胜，
冲着赫连叶和江银连连磕了几个响头之后，这才躬身退下。我家王爷和王妃并非如外面说的那般凶残，是很讲道理的，不用觉得害怕。是，曹民知道。管家放心，回去之后曹民定会好好宣传。回去吧，路上慢点儿。怎么了？怎么了？尿了，我竟然尿失禁了。这是羊水破了，王妃要生了。要生了？啊？要生了？赫连叶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冷静。刚要酝酿点什么，里面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啊，这会不会有点快啊？何止是快，简直是飞速啊！嬷嬷都有些不敢相信了。她做接生婆几十年，头一回遇到头胎生3个孩子还如此丝滑的，基本上都没怎么等待，孩子就噗噗噗的滑了出来，一点都没有折腾自己的娘。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是2位公子和小郡主。阿隐，谢谢你，是你让我此生圆满。你也是，有你，我才找到了此生的意义。横跨上万年，破了时空，只为在这里找到你，与你厮守一生，是我最好的归宿。